贵族学院来了一名新的资助生，初夏觉得他可能是霸道校草爱上我之类的脑残校园文看多了，他一来就挑战所有人的权威，一脸倔强的吼道：“有钱了不起吗？”可在地位不平等的条件下，站在这群掌握资源的人面前说着这种话，只会起到反效果。柳善美讲完，全场寂静无声，初夏却走到他面前道：“老师让我带你熟悉一下校园，等大课间的时候，我带你走一圈。”这话也算是给了柳善美台阶，他坐下接过了初夏递给他的表格。在这之后，再也没有任何人来找他说话，直到大课间，初夏带着他出了教室。学校有2个操场，2个室内体育馆，其他运动场馆也是室内室外各一个，另外还有3个图书馆和5个食堂。初夏一一介绍着，事无巨细。你也是资助生吗？看起来你好像和他们很熟。我是高1下学期转学过来的，虽然高2分班了，但人员几乎没怎么变动。高1。可是资助生名额不是这学期才有的吗？是的，我情况有些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初夏没有接话的打算。柳善美有些不满，认为初夏是在故作神秘。沉默了一会，他又接着开口：“既然你也是资助生，家境应该也不好吧？但我看你和他们一样，也是用平板做笔记。这里的教学速度很快，手写笔记太浪费时间了，借用工具效率会高很多。可你哪来的平板？我看你那好像还是最新版的。”他扫了一眼初夏，试探的语气让初夏有些不太舒服，但他还是回复了柳善美：“是不也借给我的，你用他们施舍给你的东西。”施舍？初夏不知道自己哪一句话表达出了这个意思。你没有自尊心吗？为什么要接受他们施舍的东西？没等初夏开口，柳善美又给他扣下了个大帽子，他的语气满是质问，甚至还有些高高在上的意味，仿佛初夏是个见不了光惹人嫌恶的老鼠。但初夏很平淡，没有因为他的话而感到生气。柳善美，你要明白你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这里的每个人都比你想的要忙，没有人会去维护你那可怜兮兮的自尊心。如果对方的一句话一个动作，你都能解读为对方是在看不起你，那么我只能说，你自己从本质上就是看不起自己的。如果你一直保持这个心态，那么你不适合留在这个学校。我不合适，你合适是吧？也是，我可拉不下脸去收别人的二手货，就算没有这些电子设备，我也能考到好成绩。初夏皱眉，不知为何，他觉得柳善美像是变了个人。那你加油。初夏不再多话，尊重他人命运，不然乳腺结节。两人话不投机半句多，柳善美似乎也不想再和初夏多待，只说自己累了，不想逛了，要回教室。初夏自然是无所谓的，他带柳善美出来，不过是因为老师的吩咐，班长的职责。回到教室，初夏摸了摸课桌，这才发现自己水杯没带，想了想是早上不夜闹着要出门，自己一着急把水杯落在餐桌上了，叹了口气，刚打算拿出平板整理课上的笔记时，椅子被踢了一下。初夏转过头看向身后的不夜，给我买水。少爷就是少爷，吩咐的理所当然。初夏收下他摆在桌面的卡，老样子嘛。不夜哼了一声，扭过头去，那架势怕是3岁小孩都要比他成熟一些。我也是老样子，拜托了。初夏刚起身，一旁的穆胜双手合十看向他，还有我冰美式。周婉婉也加入点单小队，一传十，十传百。很快，越来越多人报出了自己要的饮料和零食。初夏熟练的点开手机准备记下，刚想开口询问，柳善美再次拍桌而起：“你们太过分了！”众人被吓了一跳，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明白又哪里惹到他了？我们是资助生没错，但也是这里的学生，是来这里学习的，不是来做你们的奴隶的。你们凭什么使唤初夏给你们买东西？柳善美挡在初夏面前，伸手将他护在身后。初夏一手攥着卡，一手用食指指着自己，一脸迷茫。那个，我知道你很气，但你先别气，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穆胜的表情一言难尽。我们让初夏给我们带东西，是有给跑腿费的，一次50，可比外卖赚钱多了。有跑腿费就可以理直气壮的霸凌他吗？她一个小女生，你们点这么多饮料，她怎么带给你们？初夏拍拍柳善美的肩膀，其实和超市老板借个推车就行了。做生意吗？格局和思路都得打开。柳善美一脸难以置信，他们这是在用钱侮辱你啊！你就没有一点自尊心吗？说完就想抽走初夏手里的卡，奈何初夏攥得太死，根本抽不走。柳善美只能放弃，一脸恨铁不成钢的样子看着他。初夏一脸问号，他付出劳动力，收获对应的费用，怎么就被侮辱了？50块就是侮辱了？你在瞧不起谁？说话的是不夜，他的脚架在桌子上，椅子微微倾斜，吊儿郎当的，看着嚣张又跋扈。柳善美看向他，咬着牙关，明明很害怕，却还是义无反顾地挡在初夏面前。你有手有脚，自己去买。他是学生，不是外卖员，没有帮你跑腿的义务。你们要欺负他，先过我这关，不就是买水吗？我去买。柳真善昂着下巴，显得坚韧又倔强。不夜挑眉，视线偏移。初夏，看来有人想断你这个小财迷的财路啊！这种财路不要也罢，我要。柳善美说的有多坚决，初夏说这话就有多迫切。初夏这个人只在2件事上显得聪明又果断，一是学业，二是金钱。他的反应在几人的预料之中，好几个人没忍住笑出了声，却没有半点嘲讽意味。就连不夜看着冒出头的初夏，也忍不住勾起了唇角，但像是忽然想到了什么，他冷下脸，敛了笑意。初夏没注意到他情绪的变化，离开柳善美的庇护，站在他面前。柳善美同学，我知道你是出于好意，但你真的误会了。这个跑腿业务是我自己提出来的，有需求就有市场，你出钱我出力，合情合理，和所谓的侮辱霸凌没有半点关系，是你情我愿的商业关系。初夏毫不掩饰对金钱的渴望，他的态度却让柳善美十分不满。我这是在帮你，谢谢，我不需要。你怎么能这么世俗？我没钱，所以要赚钱，这不
不是理所当然吗？初夏的表情太过无辜，语气又无比理直气壮。柳善美胸膛剧烈起伏着，还想说什么，上课铃声却刚好在这时候响起。初夏的表情立马颓了下来，这下好了，水没喝到，跑腿费也飞了，损失至少500块，天杀的，抱歉了各位。众人应着没说什么，各自回了座位。许是觉得初夏没救了，柳善美看着初夏，对着他叹了口气，也回了自己的位置。初夏对此并不在意，脑海里还在想着那已经飞走的跑腿费。等回过神要把卡还给卜野的时候，却发现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教室。15分钟后，卜野再次出现在教室前门，手里拿了2瓶水。老师没说什么，卜野很顺利回了自己的座位。下一秒，有个东西杵着初夏的后背，戳了他好几下。初夏回头，发现作案工具是一瓶矿泉水。他看向卜野，用目光询问他想做什么。卜野表情带了点不耐烦，本子上写着什么？买多了，喝不完，给你了。龙飞凤舞的大字，也是初夏看习惯了才能认得出。谢谢。他用口型回应着，接下了水，不忘将卡还给他。看来这大少爷也口渴了，不然以他这懒样，哪里肯走这么长的路去超市买水？不管怎么说，自己不用渴着了。感谢少爷的恩赐。他喝了一小口，肩膀明显放松了许多。卜野的笑刚勾起，下一秒手机震动，他打开，是初夏发来的转账，5块。卜野捏着手机，一口银牙差点咬碎，目光灼热的像是要把初夏的背影盯穿，真是侮辱人的一把好手。午餐时间，学生三三两两搭伴前往食堂。柳善美站在窗口前徘徊，这里的每一个套餐的价格都超乎了她的预期，就连最便宜的素面都要81碗。这学校是有自己的货币吗？柳善美捏住手里的饭卡，里面存着学校赞助的伙食费，但按照这个物价，不到半个月里面的钱就会清零。柳善美，初夏从后厨出来，手上还拿着饭堂阿姨的标配大勺，身上还围了个围裙。初夏，你怎么在这里面？我兼职啊，这里的餐食都是顶配版，价格也是亮得很。他自然要找一个能吃得上饭的方法，所以就挨个食堂问过去，最后找到了这一家。虽然没有工资，但只要工作1小时就可以换一顿免费午餐。和大厨混熟后，有时候还会给他偷偷加餐，其他阿姨还会时不时给他投喂一些小零食和水果。初夏很喜欢这份工作，他看着面前有些局促的柳善美，大概也明白了他的窘迫。如果你不介意，我这里刚好有一份多出来的餐，分量不多，但也能吃个7分饱，要吗？柳善美下颚线紧绷，似乎有些拉不下脸，但想起母亲的教导，她犹豫了会，还是点了点头。另一边，卜野一行人也进入了食堂，木生一脸玩味同周婉婉说话，说起来你之前不还对新来的资助生很感兴趣吗？怎么今天看你都没怎么说话？算了，一看就知道和我合不来。你问卜野，我保证这家伙和我一个想法。怎么说？木生碰了下卜野的肩膀，有趣的人一个就够了。卜野几人边说着，边朝着初夏所在的窗口走来。初夏一边让柳善美等一下，一边让食堂阿姨帮他打饭。初夏刚想进后厨，就被卜野叫住，去哪？拿个东西，你们先排队，看看要吃什么。卜野几人倒也没为难他，真就老老实实排在了柳善美身后。柳善美紧绷着一张脸，没有回头，几人也没注意到他的存在，继续着刚才的话题。笑死我了，你们是不知道，我在课堂上差点笑出声，没想到我们堂卜大少爷还有这么被羞辱的一天。木胜将手搭在卜野肩膀上，被他黑着脸拍掉，5块钱。周婉婉也没忍住笑，也不知道是谁侮辱谁，整个学校敢这么对你的，我看也就这一个人了。卜野的脸色又黑了几分，可不是，偏偏我们卜大少还得忍着自个的大少爷脾气，同样是资助生，可不见得其他人有这个待遇。木胜闹着卜野，后者也不惯着他，上手要锁住他的脖子。两人闹着，初夏也在这时候从后厨走了出来，手上端了一个餐盘，递给了柳善美，侧头看向他们，好了，你们要吃什么？必餐，加瓶苹果汁。卜野开口想上前，柳善美却还站在原地。卜野皱着眉头，拿好餐就滚，别挡道。柳善美没理他，依旧沉默地低着头，没有动弹。卜野轻轻啧了一声，手刚抬起，柳善美的身体却突然颤抖起来。下一秒，餐盘里的餐尽数倒在了卜野身上，黏黏糊糊的汁液夹杂着饭粒和肉末，就这么顺着校服的100一点点往下坠。餐盘被扔在地上，周围的声音一下子被开了静音键。卜野看着自己沾满污渍的校服，还有滴到汁液的鞋子，忽然就笑出声。他缓缓抬头，对上柳善美充满倔强的眼睛，这么嘲笑我很好玩是吗？当着我的面故意嘲笑我，你们可真让人恶心。谁嘲笑你了？周婉婉冷了脸，谁嘲笑我？你们心里有数。他回着周婉婉的话，眼睛却一直盯着卜野，你想死是吗？卜野抬手，径直掐住柳善美的手。柳善美憋红了一张脸，伸手去掰扯卜野的手。喂，卜野，冷静。周婉婉和木胜一左一右去拉着卜野，可却动不了他分毫，任谁都能看出来，此刻的卜野就是个即将爆炸的炸弹。初夏暗道不好，这大少爷不仅有洁癖，还极其臭美且要面子。柳善美这一闹，直接把卜野的雷点都踩了一个遍，顾不得其他。初夏将围裙一脱，急急忙忙从里面出来。卜野，先松手好不好？他的语气像是在哄小孩。卜野没说话，初夏就将自己的手搭在他青筋暴起的小臂上，我帮你清理，你也不想一身黏黏糊糊的站在这，被其他人指指点点吧？初夏的话似乎起了作用，卜野冷哼一声，松开了手，一脸嫌恶的甩了甩手，似乎碰到什么甩不掉的脏东西一样。初夏松了口气，带着卜野离开了这里。周围不知道什么时候围成了一个圈，朝着柳善美指指点点的，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但此刻的柳善美无暇顾及这些，她瘫坐在地上，捂着喉咙疯狂咳嗽，眼尾泛着泪，看着好不楚楚可怜，可在场却
没有一个人觉得她可怜，也没有人要伸手拉她一把。周婉婉俯视着柳善美，随后半蹲在她面前，用手勾起了她的下巴，眼神轻蔑，演得太过不仅假，还很蠢。你要知道，你能进这学校，靠的可是卜家的赞助，而这学校就是卜家的产业。对着校董的儿子发脾气，周婉婉最后一句话没说完全，但那一声冷哼，却又把所有的话都说了出来。柳善美瞳孔一缩，低着头，那又怎么样？校董的儿子就可以为所欲为吗？有钱就是可以为所欲为，你要掩饰你自己的事情，但你要是碰到了我的雷区，只是让一个资助生消失，那可是再轻而易举不过的事情。柳善美身体一僵，后背顿时出了一身冷汗。周婉婉嗤笑一声，起身后抽出随身携带的手帕擦了擦手，随意的往柳善美身上一扔。好了好了，都散了吧。木胜摆手，周围的人不敢逗留，三三两两散开，而其中2个人在这之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们没穿校服，穿着普通的牛仔裤和短袖。哥，这里太贵了，我们去便利店看看吧。好，等晚上我们回去看看这笔伙食费能怎么用。哥，你说那个女生是不是班里其他人提起过的那个资助生？应该就是她了。这里的大少爷大小姐应该也不会自讨苦吃到这里打工，而像他们一样刚到这个学校的，肯定也不可能第一天来就能找到兼职。2人默默离开，从头到尾都没对柳善美的遭遇做任何评价，他们只想安安分分的上完学，并不想惹任何事端。与此同时，初夏也已经从储物室拿来了卜野的备用校服。卜野，衣服给你。初夏话音刚落，淋浴房的门就被打开，卜野就这么裸着上半身出现在了初夏面前。预想中的害羞没有出现，初夏很淡定的将衣服递给他，卜野撇嘴，接过衣服，重新关上门。淋浴房里很是安静，只有卜野换衣服时发出的摩擦声。换下来的脏衣服呢？垃圾桶里。初夏看向角落的垃圾桶，价值8000的校服就这么可怜兮兮的躺在了那。为什么要拉我走？我要给那女人一点教训，没有人敢这么对我。卜野走出来，头发还滴着水珠，脸上还有未消散的怒气。初夏没接话，将干毛巾盖在他头上，顺手给他擦了擦，动作熟练的像是做了千百次。卜野接受的也十分自然，他就这么坐在长凳上任由初夏折腾，和刚才在食堂充满戾气的他相比，简直判若两人。就你好心，还把饭给别人，这下好了，连累到我也没吃上饭。他嘟嘟囔囔的抱怨着，那怎么办？我请你吃泡面呢。小爷我受了这么大委屈，一碗泡面就打发我。初夏，你有没有心？算了，我去外面吃。卜野起身，随手拨弄了一下半干的头发，微微有些凌乱，却意外的好看，将他整个人衬托得越发不羁。初夏早就习惯着大少爷跳脱的行为，默默收拾着他用过的毛巾和浴巾。然而没几秒，卜野就又退了回来。不行，你得和我走，给我端茶倒水，不然我现在就去让那个柳善美滚蛋。对于卜野理直气也壮的要求，初夏没有半点惊讶。好，你去柜子下拿个吹风机吹一下头发，我把毛巾拿去处理。从他到卜家那天起到现在，也大半年有余了，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相处下来，初夏也差不多摸准了卜野的性子，暴躁、傲娇、阴晴不定，有洁癖，爱臭美，但本质不坏。大部分时候嘴巴说的和他做的是两回事。比如现在象征性给卜野倒了杯水后，他就被卜野嫌弃碍眼，让他坐下了。这些都上，会不会点太多了？卜野瞥了他一眼，小爷有钱，可恶的有钱人。初夏暗自附议，还需要其他的吗？先这些吧。他合上菜单，还给了服务员。可是我还没点。初夏，你是指望我一个人把这些菜吃完吗？卜野的眼里满是警告。初夏闹不过他，掏出手机打算转账。卜野似乎提前预判了他的动作，直接上手拿走了他的手机，往桌面一盖。初夏，你要是再敢转账给我，我就把你这破手机给扔了。可是这手机是你的啊。初夏的手机耗电太快，时不时就关机，导致卜野经常找不到他人。气急之下，他带着初夏到他房间，让他自己挑一个备用机去用。理由是，我看你这次还有什么理由不接我电话？卜野被初夏的话一噎，只好瞪了他一眼。吃你的饭。他一脸凶狠。初夏的碗里却多了一块肉，他乖巧的吃着，一小口一小口的，哪怕饿极了，吃饭的速度也依旧是慢吞吞的。卜野就这么盯着他，看他吃了有小半碗，这才开始动筷。像这种温馨的场景，在半年前是不可能存在的。那时正值寒冬，他穿着单薄的衣服，背着一个书包，被卜野的妈妈卓西领着进了卜家。当时的卜野穿着真丝睡衣，脚踩着拖鞋，毫无形象可言。而初夏则是坐在沙发一侧，身上裹着毛毯，手上捧着热茶，书包放在脚边，看上去乖巧又局促。这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卜野喉结滚动了一下，放缓了下楼梯的脚步，一边走过来一边打量着初夏。卓西拍了拍身边的位置，示意他坐过来。这是初夏，以后就住在咱家了，你们年纪相仿，以后好好相处。初夏，这是我儿子卜野，和你同岁。你好。相较于初夏的乖巧，卜野就显得暴躁了些。他站起身，眉头紧皱。不是，妈，他谁啊？怎么就住在家里了？你怎么什么人都往家里带？还有你怎么也不和我商量一下？这要是我带我朋友来家里，看到他，我怎么解释？一连串的输出足以表达出他的强烈不满，像是一只被侵占了地盘的狗狗在无能狂吠。不行，我不同意。最后一句更是下了定论，你不同意也不行。总之，初夏住在家里这事是板上钉钉的。你平时闹归闹，我不管你，但这件事没得商量，叫妈也没用。卓西微抬眸，轻抿了一口热茶，可谓是优雅的妈。暴躁的她，来，初夏，我带你去房间看看。太匆忙，只能让人收拾了一下客房，缺什么都可以和我说。衣服我已经吩咐下去了，等会有人送上门。
门，大冬天的还是得穿暖和点，感冒就麻烦了。谢谢夫人，叫我卓女士就好。卓西拍拍初夏的肩膀，直接忽略了自家儿子，带着初夏上了楼。不夜气急，初夏到底没忍住，回头看了他一眼，刚好对上不夜恼怒的眼神。卓西摸了摸初夏的后脑勺，语气温柔：阿野要是他知道我差点出事，肯定要闹着让我放弃这个项目。这几天怕是要委屈你了，等我项目搞定回来了，我就好好和阿野说清楚。没关系的，初夏并不在意，对方能承担他母亲的医药费，还能收留他，让他接着上学，已经是超出了卓西所要承担的义务了。所以无论是卓西的话，还是不野的反应，他都能理解。但你别担心，阿野是个好孩子，虽然有时候说话不太好听，却从来没做过什么出格的事情。我离开前也会警告他，如果他嘴巴太欠，你该收拾就收拾他。男孩子皮糙肉厚的，打两下骂两下不碍事。您放心，没什么事情的话，我会待在房间里。卓西低头看他，眼里有着愧疚和心疼。好孩子，委屈你了，毕竟是自家儿子。说是这么说，真要让外人打骂，他这心里确实也不太舒服。好在初夏是个懂事的，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会选择将初夏带回家。安抚好初夏后，他拉着不夜叮嘱了好一通，让他千万要收敛住自己的脾气，不要去招惹初夏。在得到了不夜很是敷衍的保证后，这才离开了家。但以这位少爷的性格来讲，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接受了初夏的存在，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他第一时间打给了自己的发小团，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要不他救过你妈的命，要不就是你妈在外的私生女。但卜家夫妇可是出了名的恩爱夫妻，模范夫妇，生一个孩子可不是上个厕所的事情，10个月不可能没有一点风声。我觉得私生女这个可能性不大，所以这个女的到底什么来路？他手指轻扣着桌面，眉头紧蹙，百思不得其解。但没有人能给出答案，你直接问他不就行了？直到木胜一语惊醒梦中人，说干就干。不夜电话一挂，门一开，直奔初夏所在的房间。门虚掩着，但他还是收住了脚步，敲了敲门，只不过这力道像是要把门拆了。有什么事吗？初夏冒出个头来，不夜后退一步，原本还怒气冲冲的他，因为初夏的动作瞬间消了一大半。看不夜没回复，初夏将门敞开，又问了他一遍。不夜回过神来，清了清嗓子，冷哼了一声：我问你，你和我妈什么关系？资助与被资助的关系吧。初夏有些不确定的说道，但这个回答不夜显然不满意。资助？你什么来头？我妈怎么会无缘无故资助你？还有，你怎么认识我妈的？你从哪里冒出来的？面对一连串的追问，初夏轻叹口气，抱歉，我不能说。哈，有什么不能说的？他的眼睛一眯，带着警告，你不会是对我妈做了什么手脚，哄着她做的这些吧？我认为卓女士不是个会因为别人说两句好话就会上当的性格。不夜一夜，内心居然无比认同她的话。如初夏所言，精明如卓西，每件事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是绝对不可能因为一两句话而做这种吃力不讨好且完全没有回报的事情。但也正是因为初夏的这句话，让不夜越发觉得他不简单。第一回合，不夜败。当他将对话原封不动说给好友听的时候，得到的只有一声又一声，在他听来无比刺耳的嘲笑声。我都对这家伙感兴趣了，你又想什么坏点子呢？木胜拆穿周婉婉的小心思，不夜啧了一声，随手将手里把玩的飞镖扔了出去，正中红心。很快你们就能看见他了，周一他就转到我们学校了，还和我们同班。话落最后一只飞镖也扔了出去，电话再次挂断。不夜却越想越不是滋味，自己的地盘出现了一个来历不明的侵略者，这让他很是不爽。夜幕降临，佣人上来告知不夜和初夏可以用晚餐了。不夜原本是不想下去的，但转而一想，还是改了话口。下了楼，初夏已经坐在餐桌前了。看到不夜的时候，他起身朝他点了下头。初夏的身上还是穿着今天来补家时的那套衣服。不夜冷哼一声：我妈不在，你不用扮可怜，对我没用。初夏眼里有着疑惑，可怜他吗？虽然不解，但看不夜的态度，初夏觉得自己还是保持沉默比较好。明明是这么精致又美味的菜肴，他却一口都没动，转身上了楼。初夏收回视线，沉默地吃完自己的晚餐后上了楼。如他所答应卓西的那样，非必要不会出来，也不知道那女孩哪里冒出来的。是啊，少爷一口没吃，他倒是吃得干净。就是之前只要服务少爷一个，现在还得多照顾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野丫头。不会是先生在外的私生女吧？这话可别乱说，指不定是哪个角落冒出来的呢。我听说这些穷人心机最重了，说不定是想攀高枝呢。初夏握紧手里的玻璃杯，打算离开时，却没想到不夜就站在楼梯台阶上。不夜只是想下楼拿点饮料和零食，没想到会听到这些。两人四目相对，明明和自己没有关系，不夜却莫名有些心虚。但初夏什么也没说，他朝不夜点了下头，算是打了招呼，错身上了楼。不夜眉眼冷了几分，往厨房走去。过了一会，房门被敲响，初夏开了门，门前空无一人，只有地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瓶矿泉水。他探出头看了看走廊，一个人也没有，只听到了一阵关门声。初夏眨眨眼，将水拿进了房间。第二天，家里的佣人换了一批，在之后的日子，两人一直保持着一种很微妙的关系相处着。在学校，两人就像全然不认识的陌生人；在家里，不夜总是会莫名其妙的在初夏面前刷一下存在感，比如莫名其妙阴阳他两句。但这种情况下，钝感力十足的初夏不仅 get 不到他的意思，甚至会很诚恳的回应着他的话。因为太诚恳，反而每次都堵得不夜说不出来话，只通过大力关门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但大部分时候，初夏都没有意识到不夜是在闹脾气，直到那次事件后，两人之间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吃完午饭后，两人回到教室，看着气氛，显然中午在食堂发生的事情已经传了出去。池胜冷下脸，踢了一脚桌子，教室像是被开了静音键。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愣是没人敢说话。直到周婉离三人进来，你们去哪了？吃饭去了，背着我吃独食。
亏我买奶茶还惦记着你。周婉离说着，将奶茶袋子放在云林桌面。谢谢。云林收下。还得是你，居然真把我们吃少。穆泽说着话的时候，班级突然又骚动起来，几人同时看向门外，果不其然，是林诗雨。他捏着手，神情紧张，小心翼翼挪动着，朝池胜的方向走来。哟，某些人这次又要给人扣什么帽子啊？周婉离坐在云林桌子上，一副看好戏的姿态。林诗云眼里有着一闪而过的不满，但他没有回应周婉离，而是看着池胜。池胜，他叫着池胜的名字，微微颤抖的声音，不断交扣的手指都透着他的紧张和不安，还有一丝丝的不甘。我没找你，你倒是有胆站我面前。怎么，我放你一马，你还真以为能蹬鼻子上脸了？他抬头看着林诗允，满脸戾气，充斥着上位者的高傲和对下位者的轻蔑。我为我刚才在食堂的事情道歉，刚才确实是我冲动了，对不起。你把衣服给我，我洗干净了还你。话落，周婉离嗤笑一声，我没听错吧？手洗？这衣服还能要吗？云凌拉了下他的手，摇了摇头。周婉离撇撇嘴，但还是没再开口，接着咬着吸管，喝着自己的奶茶。且不说我们的衣服都需要送去专门干洗，林诗雨，你这脑子到底是怎么被选为资助生的？凭我们的能力和家世，你觉得我会留一件脏了的衣服来恶心自己吗？林诗云咬着下唇，手作拳状，像是受了极大的侮辱，却还要强撑着面对眼前的困境。我赔给你8000，扫码吧。池胜说的毫不犹豫，打开收款码的速度更是超过了99%的人。穆泽没忍住，我说池大少，你怎么也开始学起云林那一套了？池胜抬眸看了眼前人的背影，唇角勾起，眼里有了些笑意。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的语气里有着调侃。云林突然觉得后背有道视线，他默默喝了口奶茶，只当自己什么也没听见。池胜抬眸，眼神顷刻间冷了下来。扫吧，8000。他将收款码打开，价值上万的手机就这么扔在桌面上。8000，付不起。我现在付不起，不代表我以后付不起。你放心，我林诗允说到做到，不会赖你钱的。但是，他话锋一转，是你恶意开玩笑在先，所以这件事情你也有错。这笔钱我只出一半。呵，池胜笑了一声。4000也好，8000也罢，我就问你什么时候把钱还我？林诗云咬着下唇，我做你的跟班，直到债务偿还为止。你？池胜上下扫了一眼林诗允，林诗允咽了下口水，我什么都会做，只要不超过我底线。池胜没说话，脸上的嘲讽毫不掩饰，沉默的打量，就像是把林诗允架在了火上烤。有趣。宋之玉，你又想做什么？看着从人群里走出来的男生，穆泽推了他一把。宋之玉拽了拽自己的衣服，拍掉不存在的灰尘，微挑着眉。这一天的闹剧，不如就由我来收个尾。他走到池胜桌前，两人看着彼此，眼里有着躁动的火花。下一秒，4000就这么到了池胜的账户。太阳真是打西边出来了。周婉离吹了个口哨，奶茶一放，双手往后一撑。我只是看不惯有些人欺负新同学罢了。宋之玉晃了晃手机，笑容邪魅。周婉离搓了搓手上起的鸡皮疙瘩，回了自己的位置。铃声响起，下午的课程也宣告结束。云林收拾着书包，池胜臭着脸站在一旁等着他，却也没有催他。两人前脚刚走，林诗允似乎看到了谁的身影，也跟着急急忙忙跑了出来，连书包都没来得及背好，像是怕对方下一秒就会消失一样。宋之玉，他喊道。宋之玉停下脚步，因为他背着光，林诗允有些看不清他的脸。于是他上前2步，有事？今天下午的事情，谢谢你。哦，宋之玉的反应比想象的要冷淡许多。钱我会还你的，你放心。听到这话，宋之玉眸光一转，眼神变得危险起来。林诗允没由来瑟缩了一下。既然这样，从今天开始到这学期结束，你做我的跟班，怎么样？宋之玉向前一步，微微俯身，脸凑到林诗允面前，像诱惑夏娃的毒蛇。明明事情往自己期望的方向走了，但林诗允看着宋之玉的脸，莫名觉得有些心慌。你要我做什么？放心，只要在我有需要的时候随叫随到就好了。随叫随到？不会是触碰你底线的事情？放心，你可以考虑一下，如果不愿意也没有关系，几千块钱我还不放在心上。说着，手机忽然震动了一下，是一条消息，到了。就2个字，宋之玉心情却比刚才好了不少。
真的不会做什么不好的事情吗？他抬眸，目光有些楚楚可怜。宋之玉挑眉，好，我答应你。行，和我走吧。宋之玉收起手机，现在吗？林诗允一脸错愕。对。宋之玉给予肯定答案。没来得及多想，林诗允将书包背好，急急忙忙跟了上去。两人出了校门，走到大道上，拐了几个弯，进了一家装修精致的咖啡厅。宋之玉按下自动开门键，悠扬的爵士乐回荡在整个空间里。高挑的落地窗外是唯美后花园，隔绝了大道外的车流和喧嚣。林诗允第一次踏进这种地方，一杯冰美，一杯芝士葡萄。林诗允看了一眼价格，65一杯。不用了。他拽着宋之玉的手，太贵了。他的声音很小，表情显得有些窘迫。宋之玉愣了一下，这才发现自己把林诗允给忘记了。你要喝什么？我请你。林诗允脸蹭的一下爆红。宋之玉这话不就表明自己刚才自作多情了吗？不用了。他的声音更低了。林诗允看着自己的脚尖，手攥着自己的衣服。从宋之玉的角度看去，能看到林诗允一整个发红的耳廓。第8章，不要自作聪明。再加一杯新品。好的，这边扫码。点完单，宋之玉轻车熟路往后花园的方向走去。林诗允正疑惑宋之玉为什么一开始要点2杯的时候，两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眼前。我记得我请的是1对1的家教老师。宋之玉径直坐在云林面前。池胜了一声，书包一跨，坐到了另一边的空位上，和云林不过隔了一个过道的距离。就你事多，我出钱了，这不过是我的合理需求。池胜一噎，一口银牙都快咬碎。你的水。云林似乎早就习惯了两人的吵闹，淡定地将池胜喝了一半的水推了过去。宋之玉这才看到云林的面前已经有一杯奶茶了，分不清楚谁是主人谁是狗了呢。你说什么？池胜推开椅子，一把拽住宋之玉的衣领。林诗云脸色一变，跟着起身，却不知道从何下手。而这时店员也将饮料端了过来。客人请不要打架。两人依旧僵持着，没有要分开的打算。你好，那饮料放在这就可以了，他们不会打架的，你放心。店员一脸为难，好在有云林解围。池胜，你的题目写好了吗？宋之玉，这是你今天要做的习题。既然你到了，我就开始计时了。手机的计时器开始运作，池胜冷哼一声，松开了手。宋之玉拽了拽自己的衣服，也坐回了自己的位置。给你的。宋之玉将芝士葡萄推到云林面前。没看见他已经有了吗？用不着你多此一举。我乐意。宋之玉挑眉，看着池胜的眼里满是挑衅。谢谢。开始做题吧。他将资料递过去。云林面对池胜的控诉，云林只当自己听不见。下一秒，一只手伸过来，将桌上的奶茶拿起，喝了个精光。喝完，还得意地朝宋之玉晃了晃杯子。宋之玉的笑容在此刻总算有了些裂痕。你很渴吗？这个也给你吧。云林不解，但还是将自己那一杯也递了过去。不用，你自己喝吧。我喝饱了。谢谢你的饮料，味道不错。池胜坐下，一脸得意，连带着让他看不顺眼的题目都讨喜多了。过去5分钟了，还不做题吗？云林用笔敲了敲试题。宋之玉没说话，但还是拿起了笔，开始做题。后花园恢复了平静，每个人都做着自己的事情。只有林诗允既插不进他们的话题，也不知道自己坐在这里的意义是什么。过了一会，他也拿出了自己的作业。半个小时后，云林收走了宋之玉的试题，开始评分。每圈一个错误答案出来时，都能听到池胜的嘲笑。每到这时，宋之玉的脸色就会黑一分。你坐过来吧，你坐我对面字是反的，不好理解。宋之玉坐直，装模作样的收拾了一下自己面前的资料，走到池胜身边时，还故意停顿了一下，笑容没有消失，只是转移到了宋之玉脸上。两人坐得很近，头几乎要抵着头。这里你要用到变形公式，然后把这个数值带进去。你上学期的期末试卷也是错在了这里。你还记得我上学期的试卷？宋之玉故意提高了一点声音，往池胜那边看过去。果不其然，只见池胜阴沉着一张脸，正死死地盯着两人。我会是奸你，直到永远。池胜指了指自己的眼睛，又指了指宋之玉的眼睛，但宋之玉完全没将他放在眼里。讲解的这1个小时里，两个人就这么明争暗斗着，互相给对方找着不痛快。这一切都被林诗允看在眼里。他握住笔的手指尖发白，紧抿着唇。1个半小时下来，
习题错了一大半。计时器响起，云林刚好讲完最后一道习题。今天就到这里，下次补习我会根据你今天的错题列几道针对性习题，你记得回去再复习一下。知道了。那我要是回去复盘还有不明白的，那就你自己想办法。下课了之后就是私人时间，能不能有点边界感？我按双倍付。谁稀罕你那点破钱？不懂得就发给我，我看到会回复你的。你给的家教费比市场价高了不少，自然是要保证教会你的。一码归一码，云林爱钱，也喜欢赚钱，但也不会逮着什么钱都赚，这样反而会断了自己的财路。宋之玉似乎早就料到了云林会这么说，看着池胜的表情越显得意，给池胜气得不行。走了。说话间，他不由分说地扯过云林的书包。那我先走了。快点，我要饿死了。如果你厌烦了，我不介意收留你哦。云林看了他一眼，宋之玉脸上挂着笑，眼里却没有几分笑意。云林，池胜又喊了一句。云林收回视线，跟了上去。慢死了。虽然这么说，池胜却一直给他抵着门。这么饿，你怎么不先回去？你管我？我喜欢这里的咖啡不行啊。两人你一言我一句，并肩离开了这里。宋之玉看着，脸上的笑慢慢收了起来。今天就到这了，你可以回去了。他坐下，将桌面的资料收进书包里，语气比云林在时要冷淡不少。那个，云林是在和池胜交往吗？我看他们关系好像挺好的。就他也得看得上。也是，池胜再怎么说也是大少爷，和我们这种资助生就不是一个阶层的。希望云林不要一时昏了头，让自己受伤。他的眼里满是担忧。宋之玉瞥了他一眼，明知道林诗允误会了他的话，也没有要解释的意思。还有什么事吗？他看着林诗允抓着自己的手。如果你需要一个家教的话，我可以教你。我在以前的学校的里成绩还不错，你不介意的话。我介意。宋之玉说的毫不犹豫，异常坚决。林诗允脸色一变，以为宋之玉误会了什么。我不收钱，我只是想帮你。宋之玉甩开林诗允的手，眸光冷了几分。你要记住，你只是个跟班，我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要自作聪明。林诗允眼眶瞬间变红。我只是想帮你。宋之玉眼底闪过一抹讥讽。帮我？林诗允点点头，模样乖巧，惹人怜惜。既然这样，开学测验，你要是能考过云林，我就考虑一下你的建议。说着，他拍拍林诗允的肩膀。加油哦，小跟班。我也想看看，你能不能带给我一些惊喜。第9章家教争夺战。小跟班这3个字搭配宋之玉充满诱惑的脸蛋，显得格外暧昧。林诗允忍不住红了脸。我会努力的。你公寓的地址发我。青三路。话题转得太快，林诗允下意识回答。好在他反应了过来，及时收了声。你要做什么？林诗允后退一步，小鹿般的眼神带了些防备。我寄一套平板给你。不用了，太破费了。他摆手，想也不想的拒绝。要比赛，当然要公平。一样的设备，一样的课程，一样的试卷。他轻笑一声，勾着林诗允的下巴。我也想看看，你会不会给我不一样的惊喜。说完这话的宋之玉潇洒离开，只留下林诗允一人红着脸站在原地，眼里是压抑不住的欢愉和期待。虽然计划有误，但好在最后还是走上了正轨，如同他和他母亲预料的那样。而此刻的池胜和云林还在回家的路上，如早上来时那样，回去的时候池胜依旧黑着一张脸。你今天又在生什么气？都说女人的心情阴晴不定，云林觉得眼前的少爷才是阴晴不定这个词的代言人。你上学期做宋之玉的家教也就算了，为什么这学期还要做他的家教？你明知道我和他不对付，你是不是故意气我的？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你就是在因为这个生气。池胜一梗，哼了一声，将头扭了过去，看向窗外。云林觉得很不可思议，怎么会有人幼稚到这个地步？我不是和你说过了吗？我和宋之玉已经磨合了1学期了，他不擅长的地方我都知道，教起来会更轻松。再者，他给的家教费比市场价高了快1倍，我没理由放弃一份这么好的兼职。最后，你不喜欢他是你的事情，我不理解，但也尊重你。但同样，你不能把你的意愿强加在我的身上。如果你不想见到他，你可以先回家，我自己坐公交车回去也可以的。云林思路清晰，没有因为池胜的不满而动摇。我不是说了吗？他能给的价格我也能给啊。我不擅长的题目你不是也清楚吗？咱俩还住一起呢。那宋之玉到底有什么好啊？你非得给他当家教？
池胜，云林的声音严肃了几分。司机看了一眼后视镜，默默收回视线，选择性耳聋眼瞎。车内的气氛变得沉默起来。池胜抿唇，像个闹别扭的小孩，明明还在意，就是不看对方。但他到底是没忍住。对不起，他说道，声音有些囫囵。他知道的，云林会赚所有人的钱，唯独不会赚他的。就连辅导，也是因为他妈随口的一句话。事实上，云林会给宋之玉做家教，有一半还是自己的功劳。与其说是生云林的气，倒不如说是自己在气自己。怎么自己当时的嘴就这么贱呢？想到那个时候的自己，池胜都恨不得穿越过去给过去的他2巴掌。那个时候，两人的关系正是微妙的时候。池胜知道自己误会了云林，但他一个大少爷，长这么大就只有别人恭维他的份，哪里拉得下脸来向云林道歉？云林倒还是和以前没什么两样，反而是池胜因为拉不下脸，索性就躲着云林了。直到月考成绩下来，池胜，你给我下来！卓西的声音响遍整栋别墅。池胜咽了下口水，哪怕再不情愿，还是碍于血缘的压迫下了楼。客厅里，卓西一脸怒气，云林像刚来的时候那样乖巧地坐在一旁。唯一不同的是，比起刚来时的他，现在的云林比之前白皙有气色了一些。看着桌上的成绩单，池胜就知道自己完蛋了。他没有怀疑云林告状，其一，这不是云林的性格；其二，他妈是校董。妈，好不容易回家一趟，怎么发这么大脾气？小心长皱纹。他讨好的笑了笑，一点点朝卓西所在的方向挪动过去。别给我嬉皮笑脸的，给我站好！池胜摸摸鼻子，站在原地。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个外国留学硕士和一个 M 国留学博士后，怎么会生出一个总分加起来不到200分的孩子？卓西手扶着额头，太阳穴的青筋一跳一跳的。或许您学过生物吗？有个词叫基因突变。卓西一个眼刀杀了过来。你看看云林的，再看看你的，我的脸真是都要被你丢尽了。池胜撇撇嘴，虽然不服气，但也没再顶嘴。池胜，我没和你开玩笑，下次月考，你要是再考这点分数，我就断了你的生活费，把你的游戏房给拆了。妈，你这就过分了吧？面对池胜的不满，卓西直接忽略。他看向云林，表情柔和了几分。云林，卓西朝云林所在的方向挪动了一下，握住他的手。你和池胜年纪相仿，你的成绩又是年级第一，我想让你来辅导池胜。至于费用，就按市场价来支付，1周3节，你觉得可以吗？啊，我不要！你闭嘴！卓西瞪了一眼池胜，要不是你总是气跑我给你找的老师，我至于让云林来教你吗？我还怕你耽误他学习，影响他成绩呢。那就别让他教啊！池胜一张脸涨红，不敢看向云林。池胜，我这次没和你开玩笑，你下次月考每一科都必须考到60分以上，我都不要求你及格了，但你至少不要让我看到这么辣眼的分数。我不要，反正我不学。云林，就拜托你了，我等下还要赶飞机，差不多得走了。池胜，我说到做到，要是我回来没看到你好好学习，你就完蛋了。卓西走得潇洒，剩下两人大眼瞪小眼。所以说，卓女士想让云林教你学习，但你还没想好要怎么面对云林，所以把她拒之门外了。周婉离将事情概括成一句话。池胜移开视线，不情不愿地点了下头。我说池大少，你这也太别扭了吧？这都多久了，你还没和他道歉啊？人家一个和母亲相依为命的苦命小女孩，无缘无故给你们家挡了一灾，还要被你挤兑。之前你不知道也就算了，现在你都知道了，怎么还好意思给他脸色看呢？木泽手搭在池胜肩膀上，摇了摇头，啧啧2声。既然你这么不情愿，那不如让他来做我的家教吧。池胜抬起头，对上宋之玉的视线，眸光立马暗了下来，眼神充满威胁。可偏偏面前的人笑得欢快，像是找到了什么有趣的玩具。第10章，不止你觉得他有趣。宋之玉，怎么哪哪都有你？宋之玉耸了耸肩，这是学校，我身为学生出现在这里不是很合理吗？池胜起身凑到宋之玉面前，盯着他的眼睛，差一点两人的鼻尖就要对上。我警告你，不要招惹云灵，离他远一点。那我就是要招惹，你又能怎么样呢？宋之玉挑眉，漫不经心的语调成功勾起池胜的怒火。他拽住宋之玉的衣领，眼神满是警告。但宋之玉嘴角的笑从始至终就没有消下去过。这个学校不止你一个人觉得他有趣，你这么着急，不就是因为知道这一点，所以才这么焦躁吗？该死的！
池胜抬手挥拳之际，被陆亦成拦下。池胜，冷静！就这么僵持了一会，直到池胜松开了拽着宋之玉领口的手，陆亦成这才放开了池胜。宋之玉嗤笑一声，理了理衣领，优雅又贵气。我倒是开始好奇了，要是哪一天他离开了池家，你还有什么本事能让他留在你身边？你试试看。池胜抬眸，冷着一张脸的他多了几分不可靠近的距离感。宋之玉离开后，池胜没了吃饭的心情。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周婉离将早上云林给他的棒棒糖拆开塞到嘴里，这棒棒糖还是超市老板送给云林的。我还想这周末去你家玩游戏呢。就知道玩游戏。池胜给了木泽一个白眼。你去哪？看池胜起身，木泽问了一嘴。烦，去买水。池胜走得潇洒，剩下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耸了耸肩，不做一语。俗话说得好，越不想见到谁，就越容易见到谁。这种概率就好比全装出门见不到一个熟人，但顶着3天油头和熬了一夜的超绝憔悴脸下楼，一定会遇上此生最痛恨的人。看着两个人亲密的交谈，池胜站在超市门口不远处的树下，拳头捏得青筋暴起。又要去送货了？对，这是云林最近找到的新兼职。学校太大，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要走很多路。虽然这学校的课间时间比普通学校要多5分钟，但还是有很多人不愿意下一趟楼，专门跑一趟超市。而学校的人员配备都是要经过严格筛查的，老板没办法额外招收店员，配送的时间点又分散。于是云林找上了超市老板，凭借着一张巧嘴和超高的计算能力，愣是把这学校几个超市的老板哄得一愣一愣的，最终达成了合作。云林会提前统计好学生要吃的零食，让老板提前准备好，自己则在大课间的时候将东西配送到各个学生手里。有空吗？我想和你聊点事情。看着正给他装货的老板，云林看了眼时间，点了下头。两人走到一旁。听说你要做池胜的家教？宋之玉开门见山。你怎么知道？恰好听到了。不过他看起来不是很情愿的样子。云林并不意外。你就是想说这个吗？不。宋之玉摇头。刚好我也在找家教老师，怎么样？感兴趣吗？前3节课按市场价算，如果我对你的教学满意，试用期过后，我会按市场价 1.5 倍的价格聘请你。条件合理，价格也不错。但云林没有立刻应下。以你的家世，要找到好的家教老师应该不难吧？为什么要找我？看来你还不清楚自己的能力。能力？云林疑惑。你是这么多年来唯一一个所有科目的附加题全做对的学生。云林眨眨眼。你是说那些超过大纲的题目是故意设计的？他还以为这学校的学生受的教育这么超前，已经做上了大学生的题目。宋之玉点头。那些题是老师们故意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配合一下有其他目标的学生。大部分学生会做其中的一部分题目，而你是唯一一个全写且全对的。我想如果你要做家教的事情传出去，应该会有不少人找上你。那我自然是要先下手为强了。说实在的，我对你很好奇。一个资助生在资源教育落后我们这么多的情况下，怎么能做到这个程度？但云林还是不解。你们也会注重考试成绩吗？宋之玉没忍住笑了一声。你以为我们真和电视剧一样，只会打架闹事，成天无所事事，打算高中一结束就去国外水个学历，回来继承家业吗？云林摸摸鼻子。他确实是这么想的，确实有一部分是这样的，但那一类我们统称为富不过3代的暴发户家族。许是觉得云林的想法天真又有趣，宋之玉难得多了些耐心。大部分有头有脸的家族都很注重脸面，小辈和小辈之间能互相攀比的东西不多，成绩就是其中一项。想起卓西和池胜说的那些话，云林认同的点了点头。确实，如果不在意成绩的话，卓女士没有必要发那么大的脾气，还特意要让他辅导池胜的功课。怎么样，考虑一下吗？我晚上回复你，等你的好消息。得到回应，宋之玉满意离开。后脚池胜就走到了云林面前，阴沉着一张脸，活像是谁欠了他800万。云林要走，却被池胜拉住。他叹了口气，停下脚步。怎么不躲我了？你答应宋之玉做他的家教了？充满质问的语气让云林皱起眉头。而看云林没有回答，池胜心中怒气更甚。他冷笑一声，眼里满是嘲讽。怎么，是我妈给你的钱不够，你还要另外再收一份钱吗？云林第一次沉下脸。哪怕之前发生了这么多事，他也从没有真正生气过。他就这么安安静静地看着池胜。
池胜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脸色微变，视线有些飘移。他挠了挠头，表情越发显得焦躁。我没有收卓女士的钱。池胜的话被云林打断。什么意思啊？那你每天晚上堵着我，要给我辅导是为了什么？池胜，我很想赚钱，赚很多很多钱。我承认我在人情世故上反应有些迟钝，但也不代表我什么都不懂。我母亲的事情是意外，按理说卓女士只要支付医药费和误工费就可以了，但她还是承担起了我在这里的学费，甚至给我提供了吃住。不过是帮忙辅导她唯一的儿子的学习。你觉得我会收她的钱吗？如果是你会收下这笔钱吗？那个时候，云林眼里蓄满了池胜所看不懂的复杂思绪。那个眼神，他至今忘不掉，也无法理解。对不起，他说道，我会答应做宋之玉的家教。至于你，要是真的不想见到我，我会去和卓女士说明情况，让她给你找一个新的家教老师。第11章讨要奖励。新的家教老师自然是没找。池胜在意识到自己错得有些离谱，又被好友和自家亲妈轮流揪着耳朵骂了一遍后，终于拉下了脸，诚恳地向云林道了歉，并表明自己并不讨厌他，只是因为自己不知道怎么面对他，所以才会一时失言。希望他能够原谅自己，并做自己的家教老师。云林接受了道歉，也同意了帮他辅导课程。你既然答应了做我的家教老师，为什么还要答应宋之玉？池胜黑着脸看着坐在云林对面的宋之玉，恨不得把面前的水泼到他那张洋洋得意的让人觉得牙痒痒的脸上。你们时间又不冲突，我还能多赚一笔家教费，当然要接这个活了。云林说着，将整理好的资料递给宋之玉。说起来，宋之玉可比你好教多了，起码他不会讨价还价，还会举一反三。啊，看来我是最近对你太好了，云林，你都敢对我贴脸开大了。云林敲了敲手机倒计时的页面，我们这边的1对1教学要开始了，麻烦无关人员离开这个座位并保持安静。池大少应该不至于蹭课吧？宋之玉堵住了池胜要说出口的话。在那之后，三人形成了一个微妙的平衡关系。宋之玉和云林的补课时间会在这家咖啡店里进行，而池胜起初还会找各种理由凑过来，到后面直接就跟着云林过来了。直到到了家，两人也没再说话。哦，你们回来了。卓女士。妈，你今天怎么回来了？我回来拿点资料，刚准备走。对了，开学测验快考试了，你给我注意点，要是被留级了，有你好看的。知道了。池胜撇撇嘴，他就拜托你了，云林。云林应下。不吃晚饭了吗？不了。你们两个在家不要吵架，好好学习，不要熬夜，我走了。卓西总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池胜早就习惯了，默默将他没关上的鞋柜门合上，眼里有着一闪而过的落寞。云林看了他一眼，很快收回视线。晚餐过后，云林带着资料和课本前往池胜房间，敲了敲门，无人应答。云林轻车熟路往游戏房方向走去。哎，你上路包抄啊？木泽死哪去了？快给我补血！云林推开门，就看见池胜坐在地上，戴着耳机在喊着什么，那架势像是要把手柄给掰了。他也没出声，只是走到他身后的桌子，将东西放了上去，坐在垫子上开始做起了自己的试卷。池胜看了他一眼，手上的动作没停，但也没再开口说话。一局结束，池胜退出游戏，摘下耳机，从小冰箱里拿出瓶水，拧开瓶盖又拧了回去，这才放在了云林面前。打完了？他坐在另一边。这是你今天做错的题目，你自己先看一遍，再重新计算一次。给你10分钟的时间，开始吧。池胜拿起笔，低头认真看起了题目。时间一点一滴流逝，两人倒也和谐，一个认真讲，一个认真听，没有人再提起今天的不愉快。行，今天就到这。按这个进度，开学测验每一科应该都能及格了。池胜不笨，何况手握这么多好的资源，再蠢也蠢不到哪里去。因为小时候在国外生活，又经常全世界到处旅游，地理、英语这2科是他的强项。他对图形的变化很敏锐，记忆力也不差，所以数学和需要背诵的科目也能学得七七八八。只是很多时候他总是懒得努力，只在考试前会稍微用点心突击一下，这才导致成绩起伏严重。云林，什么事？还有哪里不明白吗？他停下收东西的手。如果我这次总分超过500，有没有什么奖励？依稀记得他们辅导后的第一个考试，池胜也是这么问他的。他那个时候的要求也很简单，不过是要他亲手做一个蛋糕。你要什么？先说明我不会放弃这份家教工作的。池胜撇撇嘴。
我知道，他说的不情不愿。下个月周婉离的小酒馆开业，让我去驻唱一晚上，你要到场。这件事云林是知道的，周婉离邀请过他，不过他那天有兼职，还要学习，所以他拒绝了。他叹了口气，我知道了。池胜像只获得了玩具的小狗，嘴里哼着轻快的曲调。你真是赚了，小爷我唱歌，那可是100年难得一次。曾不止一次听到他在房间里鬼哭狼嚎的云林对此表示沉默。第二天，两人和以往一样，一同到达教室。其他人都知道两人的事情，也知道两人住在一起，自然不会多说什么，也没有人会不长眼到去调侃他们。毕竟下场他们也不是没看过。只有刚转学来的林诗允对此并不知情。想起昨天宋之玉和池胜对云林的态度，他眉头轻蹙，眼里有着疑惑。他又想起了云林昨天高高在上批判他的态度。林诗允起身站在云林面前，我想和你聊一聊。云林抬头，表情微微有些疑惑，但还是跟着林诗允出去了。身后池胜睡得正香，下一秒一记巴掌拍向他的后脑勺。谁？找死啊！云林和那个新来的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周婉离坐在云林的位置上。啊？池胜一脸疑惑。那新来的叫云林出去了，叫他出去干嘛？周婉离冷着一张脸，眼神阴狠，没有了平日的完美。我怎么知道？池胜挠挠头，一脸不明所以。同样都是资助生，应该更有话题吧？比起你这个高高在上的大小姐。穆泽冒出头，一副看好戏的表情。周婉离瞪了他一眼，随手将自己的手机扔了过去。穆泽稳稳接住，把手机双手递上后，给自己的嘴巴上了个拉链，回了自己的座位，不敢再逗这位大小姐。你没看见她今天就有了一套全新的 iPad 吗？我可不觉得一个资助生能买得起，她肯定不简单。这么在意，出去看一眼不就知道了。陆亦成给出建议。他哪敢啊？你忘记之前的事情了？周婉离一个眼刀，穆泽立马双手合十。你去看一眼。我不。池胜想也不想的拒绝。好不容易才和云林和好，他可不想再闹出什么矛盾来。到最后被气到睡不着觉的只有自己。周婉离得不到想要的答案，冷哼一声，踢了一脚池胜的桌腿，又回了自己的座位。此刻小树林里，林诗云总算是停住了脚步。他转过来，上下打量着他，表情轻蔑。有什么事吗？云林问道。我说你怎么这么高高在上的说我不适合这个学校，原来是因为你早就勾搭上这里的大少爷了。第12章生米恩斗米仇。勾搭，真是个好久没听到的词。云林如是想到，怪不得又是名牌书包，又是新款手机和 iPad。你很羡慕我吗？我羡慕你。云林平静又真诚的发问，与林诗允骤然拔高的音调和扭曲的表情形成正比。羡慕一个不自尊不自爱，妄图飞上枝头变凤凰的幻想家。他的话里是极致的轻蔑。我可不像某些人，没脸没皮，还故作清高。面对指控，云林没生气，只是觉得疑惑。他和林诗允认识到现在也才第2天，但不知为何，林诗允在他面前时总是毫不掩饰自己的恶意，可是在别人面前时又一副维护自己的姿态。云林，我没想到你是个心机这么重的人。我以为我们同样身为资助生会更有共同感，我处处维护你，而你却次次被刺我，害我成为笑话。我什么时候害你成为笑话了？面对这么一口黑锅，云林越发不明所以。他们使唤你买东西，我帮你说话，你站他们那边，没错吧？还有，在食堂的时候，你就是知道他们会来，才故意说什么午餐免费，好让他们有机会侮辱我，是吧？他控诉着云林。要不是当事人是自己，云林差点都要信了。俗话说得好，生米恩斗米仇。云林没想到有一天这句话会落在自己身上。是我太傻太单纯，以为我们可以做朋友。我知道你无非是因为我的到来害你丧失了唯一的资助生称号，所以才对我不满，处处想让我丢脸，对吧？林诗允话一出，云林恍然大悟。原来你是因为你不是第一个资助生而感到不满啊。这一来一切就都解释得通了。云林，林诗允涨红了脸。你在胡说什么？有没有胡说，你自己心里清楚。云林并不想与他争辩什么，也不想与任何人为敌。他只想考个好学校，赚很多钱，让自己和母亲过上舒服轻松的生活。至于其他的一切，他都不想掺和。我不管你来这个学校的目的是什么，但我的目标只是想要好好学习。你怎么想的，我不在意。同样的，我也不会去过问你的任何事情。就像你说的，我们成为不了朋友。既然如此，
那就井水不犯河水。之前的事情，我姑且当做你是真心要帮我，我谢谢你。但从现在开始，管好你自己就好了。云林并没有生气，相反，他感到很平静。他和林诗云本来就不熟，他来这学校也不是来交朋友的，有问题就解决问题，总好过留个麻烦，以后一直给自己使绊子。所有的招数都像是打在了棉花上一样。林诗允站在原地，指甲嵌进肉里，也没有察觉。这次的开学考试，如果我赢了你，我要你辞掉宋之玉家教这份工作。林诗允绕了一圈，还是说出了自己的目的。你不会赢我，我也不会辞掉宋之玉家教这份工作。如果你也想要这个工作机会，你可以自己去争取。只要宋之玉告诉我，他不需要我做他的家教了，我绝对不会多说一句。云林回得很是干脆，没有半点犹豫。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自己就要辞掉一份工资和待遇都不错的悠闲工作，他疯了吗？这年头的工作很好找吗？兜兜绕绕大半天，原来是想抢自己的饭碗。这份兼职是我凭借自己的能力得到的，你要是想挤掉我，就先证明你自己的能力吧。钱是他唯一不会让步的东西。巧了，论成绩我也不会输给你，更不会输给这些只知道挥金如土的大少爷大小姐。林诗云仰着脖子，看上去自信满满，连带着离开时鼻孔都是朝着天。一天天的，他就是想好好学习，顺带赚点外快。他一良好公民，招谁惹谁了？他叹了口气，打算回教室，面前却多了两个表情有些局促的学生。你好，我叫南乔，这是我妹妹南墨，我们是双胞胎，读高一。云林确信自己不认识眼前这两个人。找我有什么事吗？是这样的，我们看你昨天在食堂里面打工，所以我想问问你，有没有类似的工作可以推荐一下？我们没有想抢你工作的意思，只是我们问了其他食堂，都说不缺人，所以我们才想来问问你。怕云林误会，南墨急忙补充道：你们就是另外的两个资助生？两人点头。学校虽然有给补助金，但是学校的食堂物价实在太贵了，我们那一点补助金，哪怕吃最便宜的素面，都只能撑半个月。对，我们也有想过自己带饭，但学校分配给我们的小公寓是禁止做饭的，所以我们想着能不能在食堂找一份兼职，也不需要多高的工资，但至少希望中午能吃顿饱饭。有林诗允在前，云林是有些犹豫的，但看着两人有些局促的表情时，云林不受控制地想到幼年时的自己，为了一口饭不得不低声下气，为了有个避雨的地方不得不跪下磕头祈求。我会帮你们问问，但我也不确定他们还缺不缺人。两人松了口气，眼睛都亮了不少。没关系的，能帮我们问问就已经很感谢了。谢谢你，谢谢。两人不断道着谢。有手机吗？云林问道。我有。南乔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是个杂牌，但很新，看着像是刚买不久的。你加一下我吧，如果有消息了，我发消息告诉你们。对了，还没问你的名字。两人扫码的时候，一旁的南墨问道。我叫云林。好友验证通过，上课预备铃也跟着响起。那我就先走了。两兄妹立马让道，嘴里的道谢声不断，反而弄得云林有些不好意思。哥，他人好好。南墨抓着南乔的手，眼睛亮亮的，语气是少见的兴奋。他是第一个资助生，遇到的困难肯定比我们多很多，怪不得能成为学校的传奇。哪怕在高一，云林的名字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们昨天只是询问了同学是否认识食堂里打工的女孩，立马就收获了有关云林的一堆信息。六边形战士、超强学霸、打工圣体，这些都是他们对他的评价。都说不要去招惹他，我还以为会是个很可怕的人，现在看来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嘛。相比之下，那个女生说话也太难听了，我不喜欢她。两人打算上课前去找云林，没想到路上看见云林往这边走，就跟了过来。对话自然是一字不落进了耳朵里。南乔拍拍南墨的脑袋，走吧，回教室。第13章，你和池胜不是住在一起吗？云林回教室的时候，林诗云早就坐在位置上了。两人对视一眼，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后背被戳了几下，云林回头，他叫你出去做什么？没什么，一些无关紧要的话。说完，云林又转了回去。可是下一秒，肩膀又被戳了几下。云林叹气，再次回过头，沉默地看着他。池胜像个犯错的小狗，默默收回了自己的狗爪子。我就是想说，你好歹也是小爷罩着的人，要是有谁欺负你了，只管打回去就是了，万事有小爷给你撑着。首先，我是个学生，其次，我不做犯法的事情，最后，我什么时候被你罩着了？哦，池胜坐直身体，你住我家里，
相当于是半个池家的人，欺负你，那不就是在打我们池家的脸？池胜没有刻意压低音量，这些话自然也一字不落地传到了坐在过道旁的林诗云耳朵里。他停下做笔记的手，瞳孔微缩，像是听到了什么令人难以接受的消息。逻辑这么好，希望你今晚的逻辑题不要再犯错了。云林转过身去，池胜重新趴在桌子上，偷偷模仿着云林刚才说话的模样。下一秒就被云林抓了个正着。池胜咽了下口水，眼神飘移，看着窗外吹起了口哨。云林叹气，是让他别再戳自己，就回过头去，接着准备上课要用的文具。顺利度过早上，云林和往日一样前往食堂打工。云林换上制服，将自己的东西放到储存柜里，刚关上门，就看见南莫着急忙慌地走了进来。不用这么着急，现在他们刚吃饭，还没到洗碗高峰期，你们可以先去吃饭，阿叔已经把餐备好了。谢谢。因为是跑着过来的，南莫的脸颊泛着红，额间也布着细汗。云林摇摇头，更衣室的使用说明在墙上都有，我先出去了。他和南莫他们负责的内容不同，他是在前面充当食堂阿姨的角色，南乔和南莫则是负责食堂餐盘的回收和清洁。我要一份 B 餐。这是您的餐。下一位。云林的手速很快，刚弄好第一份就已经准备好弄第二份了。一份 C 餐，不要酱。你呢？吃什么？我去另一个餐口吃个素面就好了，我不饿。看着眼前熟悉的两个人，云林并没有多余的表情。麻烦快点决定，后面还有人在等。林诗允的表情很是局促，转身要离开，却被宋之玉拉住。既然决定做我的跟班，自然就是我罩的人。要是别人看到我的跟班吃不上饭，传出去还以为我家破产了，一顿饭都请不起了。不，2份 C 餐。宋之玉利落地做了决定。林诗允一脸无奈，似乎对此无可奈何。2份 C 餐，这边扫码。此刻的云林只是一个无情的工作机器。谢谢你，之玉，你放心，等我找到兼职就还你钱。不用了。见状，林诗允也不再和他掰扯这个没有意义的话题，而是看向了云林。云林，你在这里打工很辛苦吧？你和池胜不是住在一起吗？还需要在这里做兼职吗？他的表情极其无辜，问的话却让人怎么听怎么不对劲。云林看着林诗允，如深潭的眸似乎能将人看个透彻。林诗允没由来咽了下口水，但云林显然没打算和他解释。您的餐。他将餐盘递给宋之玉，对方双手插兜没接。是啊，要不和他一样做我的跟班，什么也不用干，还能要啥有啥。对方的声音里带着些调侃，而林诗允在他身后却变了脸色，一脸防备地看着云林。不了，谢谢。您的餐请拿好。林诗允松了口气，但在心里骂着云林是个欲拒还迎、欲擒故纵的心机女，真是拒绝得够干脆的。宋之玉对他的反应并不意外，脸上没有一点失望或遗憾。云林没说话，将餐盘又往前递了递。开玩笑，打一个小时工和欠别人人情，哪个性价比更高他还是知道的。不过没关系，我很闲，我这里的大门可是随时向你敞开的。宋之玉自顾自地说着，但好歹还是接了餐盘。下一秒，再熟悉不过的声音在身后响起：你那破门还是关上的好，我怕我脚还没踹过去，你这门就先倒了，还反过来要我赔钱。唉。云林叹了口气，手上的动作没停。您的餐。林诗允接过，倒是没为难他。看来我们的资助生找到长期饭票了，恭喜啊。怎么，今天的饭菜不觉得屈辱了？还是又想随机抓个倒霉鬼，把这一盘扔到他身上？周婉离手环着胸，似笑非笑地看着林诗允。周婉离，我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这么说我？空口造谣，这就是大小姐的教养吗？林诗允抓紧餐盘，咬着下唇，看着周婉离，一副不畏强权的模样。但周婉离看他这样，只想发笑。他摇摇头，不再和林诗允多话，走到窗口。云玲，我要递餐。你还要忙多久？我等你一起吃饭好不好？他靠着窗口，笑容天真无邪。等我忙完你的餐都冷了。云玲将盘子递给他。哦，他像个被抛弃的小狗狗，一脸委屈地接过餐盘。原本还有些不高兴的周婉离看着盘子里没有自己讨厌的绿色调味品时，又开心了起来。那我在这里等你下班。云玲点点头，因为周婉离的到来，脸上多了一丝笑容。下一个。穆泽和陆亦成陆续点了自己要的餐，只有池胜还和宋之玉在一旁干瞪眼。收起你那些心思。池胜低声警告着宋之玉。你管我？这么在意，那可要看好点。他挑眉。池胜越是跳脚，宋之玉就越是高兴，
总不能什么好都给你占了，是吧，池胜？宋，下一个。两人僵持着，池胜的手就停在距离宋之玉脸不到1厘米的距离。说的就是你，池胜。池胜攥紧的拳头又放下，冷哼一声，到底是走向了窗口，不情不愿地报了个套餐，就知道向着宋之玉。他嘀咕着，话里全是不满，又不敢真的对云林发脾气。云林也不惯着他，盘子递给他后，只有冷漠的3个字：下一个。总算是将这个几个麻烦的家伙送走了。云林叹气，开始思考，要不自己也去后厨洗碗算了。但总归几人是坐下了。云林往那边看了一眼，两拨人坐着2个挨不着边的位置，这才放下了心，接着招呼其他人：你和池胜有什么恩怨吗？犹豫了一会，林诗允还是问出了自己的疑惑。宋之玉微抬眸，清浅的眸闪着危险的光。第14章合作。我没什么其他意思，我只是奇怪，每次你和池胜在一起的时候，总是针锋相对的。他低头戳着自己的餐，没看见宋之玉脸上一闪而过的不耐。你是因为池胜，所以才故意去招惹云林吗？林诗允抬头的瞬间，宋之玉已经敛了自己的表情，挂上了与往日无异的笑，漫不经心的看着随和又慵懒，没有半点阴郁感。吃醋了？看宋之玉脸上调笑的表情，林诗允脸一红，尽显娇羞，却还要故作恼怒。才不是，只是作为跟班，当然有义务要了解一下主人的喜好和雷点了。他低着头，手上的勺子一直捣鼓着盘子里的米饭。主人？宋之玉挑眉，你在想什么？我不是那个意思。他羞红着一张脸，看着宋之玉的表情带着些撒娇似的埋怨。宋之玉轻笑一声，不再继续这个话题。到最后，林诗允也没能问出一个答案。而终于，云林也结束了打工时间，回到后厨就看见兄妹俩站在洗碗池边，正干得起劲，一个洗，一个冲，配合得很是默契。看到他时，两兄妹腼腆地朝他笑了笑。云林勾了下唇，象征性地回应了一下，一边摘下自己的口罩帽子和围裙。丫头，姨给你带了2个苹果，我让阿叔帮忙切好了，你等下和你2个朋友分一分。刘姨将盘子放在云林面前。谢谢刘姨。您要回去了吗？是啊，还得赶着去打下份工。您小孙子要的习题册我找着了，给您放柜子里了啊。哎呦，谢谢你丫头，帮了大忙了。等明天我给你带老家种的西瓜，可甜了。好，那我就先谢谢您了。我才要谢谢你呢。走了啊。话音还没消散，刘姨人已经走远了。先吃饭吧，小玲，给你尝尝我5点起来炖的汤，可香了。这个是我的私人小灶。谢谢李叔。还有我2个朋友的事情，也麻烦您了。我带了条烟放您格子里了，您可别给我说漏嘴啊，等下陈叔听到了，可得说我白眼狼了。也是凑巧，刚好空出来这么个位置。不过你这丫头还是一如既往会做人。李叔平日没什么爱好，就喜欢干完活抽口烟放松放松。他笑眯眯地看着云玲，将保温壶往他面前推了推。快试试，还温着。语气慈祥，像在照顾自家孙女。云玲也没有客气，喝了一口，毫不保留地夸赞着。他的眼睛亮亮的，笑起来眉眼有些弯，看着柔和又乖巧，是很招长辈喜爱的面相。没有厨子不乐意别人夸赞自己的饭做得好吃。李叔乐乐呵呵的，恨不得再去炒2个拿手菜来给云玲吃。当然，云玲拒绝了，表示这些足够了。意犹未尽才是对食物的尊重，吃太撑，再美味的食物摆在面前，反而没了味道。李叔觉得有理，也不吵他吃饭了，乐呵呵的找个吸烟区抽烟去了。一下子，后厨只剩下了3个人。哪怕很饿，他吃饭的速度也很慢，这是他的经验。太过的时候，一旦吃得猛了一些，就很容易胃痛。他胃本来就不好，所以在这方面总是格外注意一些。毕竟现在的药不便宜，如果进医院又是一大笔支出。云玲，那个烟多少钱？我等一下转给你。南桥擦了擦手上的泡沫，转头看向云玲，表情局促。这个是他考虑不周了。也是，求人办事怎么能双手空空？不用，我之前也麻烦了李叔不少事情，你们就好好干活，手脚麻利点，平日嘴甜点，不要给这里的人添麻烦就好了。毕竟是自己推荐的人，如果做得不好，也会影响到自己。不过我这里确实有个忙需要你们帮，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当然愿意。南漠回答的又快又急，弄得云玲一愣，呆呆的点下头。当然，这个不是让你们打白工，是有收入的，虽然不多，但也算是一点小外快。两兄妹互相看着彼此，眼里都有着不可置信。他们同时看向云玲，颤抖的瞳孔足以显示出他们的激动。这真
南乔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你们先干活吧，等干完了，我们再好好聊一聊。好，两人应下，手脚肉眼可见的比刚才快了不少。云林边吃边看着两人的背影，心里盘算着什么。大概过了半小时，云林吃完了饭，兄妹俩也做好了手里的活，连带着灶台和洗碗池都擦得干干净净。云林满意地点点头，就连抽烟回来的李叔也夸了他们两句。这里不太适合聊，这个点去食堂旁边的音乐楼吧。两兄妹自然是没有任何意见的。三人换回了制服，找了个无人的音乐教室。两人面对着云林而坐，神情紧张，仿佛云林是个面试官。不用这么紧张。两人点头，但表情却与动作完全相反。云林也不再纠结，开门见山。是这样，我和学校的几个超市达成了合作，课间的时候我会去超市拿货，然后按照同学们的需求一个个教室配送。但你们也知道，这个学校的学生都不缺钱，所以我也只能自己干这个活。两人微张着嘴巴，想起了同学说云林是个兼职狂魔的事情。学校这么大，一个课间你来得及吗？说实在，我一个人的话能跑的地方有限，一旦我那天有事，这一天我就没办法接单。没办法，一个人能做的事情实在是太有限了。偏偏这个学校都是些公子哥和大小姐，根本不需要受这份苦，跑这一单甚至都比不上他们花钱的速度，他根本找不到可以合作的对象。所以我想看你们愿不愿意和我合作，我负责统计货物，你们两个负责跑腿送货，一人负责一个年级。钱呢，因为我前期已经积累了很多资源了，和超市的合作也是我谈成的，所以6-4分，我6，你们4，怎么样？这真的可以吗？你帮了我们这么多忙，你7我们3，或者你8我们2，我们都是可以接受的。毕竟没有云林开口，他们也不可能有这份食堂的工作，现在甚至能赚点外快。不用，这样就好，6-4。云林直接拍板。关于钱，还是说清楚些比较好。现在也许没问题，等后面做久了，难免就会不平衡了，倒不如一开始定好。第15章，所谓抱团。云林离开后，两兄妹还在教室里发着呆。哥，云林好帅啊，又会来事，又会赚钱，怪不得是圣托利亚的传奇。而且你看刚才他在打饭的时候，面对那一群针锋相对的大少爷大小姐，也是一脸淡定，没有一点惶恐害怕的神情。刚才在后台吃饭的两人听到外面的动静，偷偷摸摸看了一眼，云林和几人的互动全被他们看在了眼里。南乔点点头，虽然说云林比他们早来半年，但能做到这个程度，肯定是付出了很多努力。没来这里之前，他们也以为不就上个学而已，哪怕贫富差距再大，到了学校也是一样的身份，学生。可来到这里后，他们才真正明白了什么叫做阶级差距。他们很清楚的知道自己融不进这个圈子，因为他们对这些少爷小姐没有任何价值。虽说不至于遭受霸凌，偶尔还能说上几句话，但想交朋友，怕是别想了。但云林不一样，那些人对云林的态度显然很不相同。回到教室，两人没有说起云林的事情。你们回来的正好，刚才班长说下周开学测验，我记得你们的资助考核有一项是和成绩有关的吧？加油哦！后桌拍了拍南乔的肩膀。开学测试很难吗？主要考什么？按照往年的话，无非就是初中3年的知识合集，还有高一知识点大全。可是我们不是才开学吗？南莫脸色微变。我们假期都会让家教帮我们过一遍下学期要上的教材，老师也会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来调整教学内容和进度，这是圣托利亚不成文的规矩。他说的理所当然，两兄妹心却是凉了半截。考初中知识他们自然是不会怕的，毕竟他们能被选上，也是因为两人中考成绩是市级第一，并列。虽然高中知识他们也会在上课前一天提前预习，但问题是这些人已经提前把这一学期的课本都学完了。不过你们也不用太担心，第一次测验还好，像高2、高3，如果考不及格，学校会认为他们没有掌握知识点，那可是要留级的。说起来，你们不是认识云林吗？这么担心的话，为什么不找他？找云林？是啊，他的笔记可是出了名的。听说之前有次小测全军覆没，只有拿了云林考试笔记的那个人，还有他自己存活了下来。高分存活吗？怎么可能？除了他，另外几个都是低分飘过。那种题目能过就该感谢老天开眼了，还能指望考高分？听说是历史级别的高难度卷，也不知道那群老师突然抽什么风。说实在的，那云林脑子到底怎么长的？你们不是和他熟吗？问问他有没有什么妙招呗。我们和他熟吗？
南莫一脸不可置信，对方却一副别装了，我都看到了的表情。我都看见你们一起从食堂出来了，都是资助生，这算是抱团了吗？明明还是不同年纪。南莫听了有些不是滋味，刚想辩驳就被南乔压住。是我们看他在食堂打工，就舔着脸问他能不能帮我们推荐推荐。他人好，帮我们问了，刚好后厨的洗碗阿姨家里出事辞职回老家了，我们两个这才顶上去了。那人点点头，刚好另一个人过来，也就没继续这个话题。南乔也借着打水的名义，顺势带着南莫出了教室。南莫还有些不服气，什么叫抱团啊？讲话真奇怪，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抱团吧？南莫，抱团不一定是个不好的词，你也知道他们抱团，但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是利益既得者了，根本不需要担心生存问题，所以他们要合作，将更多的资源牢牢锁在自己手里。相反，弱者他们的资源只有那么一点，所以势必要争夺，才能保证自己生存下去。那既然这样，为什么云林要帮助我们？他自己已经很不容易了，在这个学校里，贫富差距和阶级差距那么明显，他不仅帮我们找兼职，还要和我们合作，不怕我们抢了他的资源吗？如果他出生在一个富贵家庭的话，一定会是个很厉害的商人。对于南乔的感叹，南莫很是认同。同样都是资助生，至少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他们不可能做到云林这个地步。至少，他们不会在学校里做生意，就算是找兼职，也只会去找校外。如果不是有云林带头，他们甚至没有这个勇气去找一份校内兼职。没办法，差距实在太明显了。但所有人都在吃饭、讨论游艇、聚会、高定的时候，他们只能缩在后厨洗碗。这种差距很难让人不产生落差感和自卑感。在学校里兼职，哪怕无人在意，他们也会因为敏感和自卑，导致自己会在无意间放大别人的情绪，认为别人在嘲笑自己。时间久了，如果他们不调整好，势必会崩溃。但云林在这个学校只有他一个资助生的时候，就能够不顾其他人的目光，开辟各种赚钱路子。他不仅有脑子，更有着不畏惧他人视线的勇气和胆量，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我宣布，从这一刻起，云林就是我的偶像了。我要和他一样独立自主，然后逃离爸妈的控制。看着南莫还有些青涩的面庞，南乔眼里只剩下心疼。他拍拍南莫的头，对不起，是他还不够有能力，所以才没能护好他，也是他醒悟的太晚，所以才会害得大姐走上绝路。哥，我不能替大姐说什么，但我不怪你，是爸妈他们的错。所以什么？所以我可以去找云林和他要学习资料吗？不可以。南乔叹了口气，略显无奈。他已经帮了我们很多了，所以我们不能再麻烦他了，要有边界感。我知道，我就是说说而已，毕竟谁也没有义务帮助你。云林帮助他们是他人好，如果他们向他索取，那可就是狼心狗肺了。他这么说也只是想转移一下话题罢了。好了好了，我的水满了，我们回教室吧。他说着蹦蹦跳跳往教室走，而他们谈论的对象此刻正打了一个喷嚏。着凉了？没。云林，这次的笔记你做好了吗？刚说完，前桌就转了过来。好了，等放学你们想得到讲台前记下名字，我统计好后晚上发给你们。太好了，有救了。对方双手合十，朝云林拜了拜。第16章，你都不觉得羞耻吗？云林笑着摇摇头，倒也没说什么，反倒是林诗允皱着眉头看着这一幕，眼里有着疑惑。直到放学，他终于明白了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云林站在讲台，而班级里居然也一个人都没走。笔记我已经整理好了，相关的知识点还有预测的考题都已经列出来了，需要的同学可以来我这里付款，然后签个名。晚上我统计好后会把资料发送给各位。话一落，有几个人鬼叫了几声，凑上前火速扫码签了自己的名字。我这个月的生活费能不能保住，就靠这个了。我也是，上回期末考好了，我妈奖励了我30万，这次说要是我能保持住这个成绩，这个月额外给了这个数。另一个人一脸兴奋地比了个7，眼见要乱起来，云林拍了拍手，排好队，一个个来，越挤越慢。林诗允不解，刚好有个人排到他这边，他也就随口问了一句，大家这是在干什么？在买云林的学习笔记。买学习笔记？另外，这次我还弄了个升级版，但是只有3份，适合平时成绩稳定且分数较高的同学，有兴趣的可以留意一下，价高者得。平时低分飘过的同学就不要凑热闹了，这个升级版你们不适用。其他班还不知道这个消息，依旧是本班优先，有兴趣的到时候私聊我。如果拍完了，那就结束，没拍完，我再把消息通知到其他班级。交了钱拿到资料的同学，
也请不要流传，版权意识要有哈。他的音调不高，缓缓地嘱咐着。一群人也不闹腾，等云林话落，就跟着应和了2声，倒也十分乖巧。林诗允缓缓站起，越过排队的人群，走到云林面前。你也要？云林疑惑。云林，你可是班长？这话太没头没尾，让云林眨了眨眼。是啊，有什么问题？你作为班长，帮助同学不是应该的吗？你怎么好意思？好意思用你的学习笔记来挣钱？就算你是资助生，你也不用滥用这个名义，博取大家的同情来赚钱吧？你要不要脸啊？话一出，连带着走廊外的吵闹都被隔绝了一样，一片寂静。云林摸了摸自己的脸，还在。动作太明显，周围几人笑出声，只有林诗允认为这是挑衅，脸色又黑了几分。接着签，码在这，快点啊，我等下还要赶下一份工。云林像是什么都没听见一般，接着招呼着其他人。云林，你没听到我说话吗？你身为班长，不帮助同学，还滥用职权赚钱，你都不觉得羞耻吗？知识付费的时代，我用我的知识和劳动力赚钱，不偷不抢的，为什么要觉得羞耻？可是你是班长啊，帮助同学不是应该的吗？你是说我花费了那么多时间整理了要点，又熬了几个大夜整理出来的笔记和习题，就因为我是班长就得无私的奉献出去，否则就是不要脸，没有羞耻心，是吗？云林盯着林诗允，微挑眉毛，这动作居然和池胜有些相似。林诗允咽了下口水，但还是扬着下巴直视着云林的眼睛。对，同学们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了，那都是他们父母辛辛苦苦赚的钱，大家不就是一份笔记吗？我愿意免费分享我的笔记，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来问我。周婉离没忍住笑，就你？我在以前的学校成绩一直都是在前3。林诗允的表情很是骄傲，周围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表情却有些一言难尽。云林，钱我扫过去了，帮我记下名字，我走了。说话间又有一个人离开，让开一下，挡到了。周婉离挥了挥手，像是在驱赶什么东西一样。你们父母知道你们这么挥霍吗？800块就算挥霍的话，那我妈估计觉得我发癫了。和你说话的这几秒，你知道我的账户多了多少钱吗？又一个人晃着手机的入账消息经过。可以啊，炒股的钱，不是，之前理财的收益。不过我新看中了一只股，要不要一起？起码这个数。打打闹闹间，又是2笔收益入账。怪不得我爸总说越穷的人越爱假大方，这么喜欢免费给别人辅导。我看你出门右转走个半小时，那有个公立小学，门前围着的家长应该很喜欢你。穆泽和池胜一人一句，引得周围嗤笑声响起。这些轻蔑的眼神化作利剑扎在林诗允心上，而那些满是嘲讽的笑意则化作了巴掌扇在他的脸上。我可是在帮你们说话啊！林诗允一脸难以置信。知识付费的时代，这不是理所当然吗？何况还是这么有用的知识。知道我们的家教1小时多少钱吗？1100小时，顶级教师的课时费还要另外算。这笔记800，谁说不好了？这笔记可太好了。就是，等你考赢云林了，再来说这话吧。云林摇摇头，谁都看得出来，林诗允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太想表现自己了，反而过犹不及。这些人从小耳濡目染着商业界的事情，个个都是人精。他敢提出这个价格，敢做这笔生意，自然是对他们而言好处更多，才能顺利运行到现在。林诗允什么都不知道，就急着想取代他。这些人没在他身上看到可取的价值，自然不会理会他。宋之玉，既然是你的跟班，就管好他，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看沈渊开口，云林有些惊讶，而宋之玉被点名道姓的指着骂，居然也没有生气。惹沈大小姐不高兴了，我和你道歉。听着话，林诗允越发委屈，能不要挡到了吗？沈渊的眼里满是不耐。林诗允看着他，原本还有几分姿色的脸蛋，在沈渊面前却骤然暗淡了下去，就像是溪边的小花遇到了天山雪莲。林诗允不由得后退了一步，扫过去了，我走了。他的动作利落，还没等云林抬手和他说再见，人就已经离开了教室。云林摸摸鼻子，还真是一如既往的讨厌我啊。还有其他人要吗？我差不多要走了。等等，我还没弄。众人向前，林诗允很快被挤出了这个圈子。他又气又恼，红着眼眶看着走过来的宋之玉。我做错什么了吗？周婉离刚好听到这话，站在林诗允身后，用夸张的表情无言地模仿着林诗允，把穆泽逗得不行。林诗允全然不知情，只是委委屈屈地看着宋之玉。对方脸上勾着笑，抬起手
将林诗允的碎发撩到耳后，动作极为温柔。突然，他俯身而下，林诗允一惊，红着脸攥着衣服，闭上了眼睛。一瞬间，感官放大，宋之玉呼出的气喷洒在他的耳廓，染红了整个耳朵。你没有做错什么，你只是太无知了而已。第17章，不过一个跟班而已。一句话，宛如一盘冰水浇在了林诗允头顶，透心凉。宋之玉依旧笑着，嘴角的弧度恰到好处。他站直，看向云灵。云灵，我也要一份，进阶题也算上我一份。云灵没说话，甚至连眼神都没移过来，只是利落地把桌上的二维码往他所在的方向一摆。宋之玉嘴角弧度加大，摇摇头，倒也给的利落。这一动作无疑又是给林诗允扇了无形的一巴掌。宋之玉不准备给自己的跟班撑场子吗？看他脸色很不好哦。周婉离不喜欢谁，向来是直接贴脸开大。周大小姐还是先在意一下这次测验吧。听说过不久咱两家又要合作了，那天我记得刚好是成绩出来呢。周婉离脸色一黑，宋之玉的笑意同样不达眼底。话不投机半句多，两人头一扭，先后离开了教室。林诗允反应过来，立马追了上去。之玉，宋之玉停下脚步，清浅的眸里满是戾气。别这么叫我，你以为你是谁？不过一个跟班而已。他话说得很绝，与平时总是挂着浅笑的模样完全不同，吓得林诗允后退了一步。对不起，我只是想叫住你。什么事？他的眼里满是不耐。今天我们去哪里？今天不用，别跟着我。宋之玉走得潇洒，只剩下林诗允站在原地，从委屈到嫉恨。他攥紧了拳头，下唇被咬出了几个齿印。云灵就是在这个时候走过去的，匆匆忙忙，像是急着赶去某个地方，背着上千块的名牌书包，却装模作样的要去兼职。林诗允在心中冷笑着，他攥着自己新买的才100来块的书包，心中的天秤正不断倾斜，快要压断杆秤。云灵也看到了林诗允，但他并没有停留。林诗允对他而言就是一个同学，生命的过客。他无所谓两人合不合得来，只要不耽误他赚钱就行。眼下是得赶紧到兼职的地方去，不然那大小姐怕是又要黑个脸了。云灵，听到有人叫他，云灵停住脚步，一辆黑车缓缓停在他身边，窗户缓缓落下，是陆亦成。要去拳击馆。云灵点头，上来吧，我刚好要过去。谢谢。云灵没有推辞。陆亦成移了个位置，云灵也就顺势上了车。今天怎么有空去拳击馆？到了收账的日子，我爸让我学着些。陆亦成家里是武术世家，许多明星的武替都是他们家的员工，有一些还会到全球去指导，甚至和国外好几个黑帮都有合作。拳击馆助教这份工作也是陆亦成介绍给他的。池胜没送你？上次他去闹了一通后，我就禁止让他去了。陆亦成轻笑，他是知道这件事的，无非就是因为某人心疼了，偏偏这嘴又不会说话，闹得云林后面还和他冷战了好几天。事后池胜还找他抱怨了，说他没事让云林做什么拳击助理，天知道他只是让云林负责擦擦使用后的运动器械，谁知道那位大小姐会突然点名道姓要云林做他的助教。所以那天他突发奇想送云林过去后，发现云林工作内容变了，才会闹了起来。好在云林是个聪明的，学什么都是一点就通，培训了一段时间后，也就固定做起了这大小姐的助教，赚的还比之前做后勤的时候多了足足3倍。对于这个结果，3个人都很满意，除了池胜。到了拳击馆，云林再次和陆亦成到了邂逅，就跑了进去，急匆匆换好衣服后还是晚了一步，大小姐已经开始在做拉伸运动了。慢吞吞看到了，沈渊念了一句是。他看了眼墙上的时钟，距离约定的时间还有10分钟。没关系，对方是他拳击馆唯一的金主，金主说什么都是对的。云林辅助着沈渊热身，两人合作已久，所以动作都已经磨合得很好。进阶的测试题我要一份。好，但你最近有睡觉吗？沈渊没说话，云林就知道又开始了。差不多了，开始吧。沈渊起身开始佩戴拳击手套，云林抿了下唇，跟着佩戴护具。他和沈渊的相识也算是个意外，在那天前，两人甚至没有说过一句话，只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同学关系，一旦出了就不会有任何交集的那种。那天与平日无异，正常上学放学，正常去兼职。等他回来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云林打算去便利店对付一口，却没想到会在那碰到沈渊。两人隔着玻璃对望，一个疑惑，一个错愕。既然碰见了，出于礼貌，云林还是打了个招呼。没想到你这么瘦，
胃口挺好的。不怪云林这么说。沈渊的面前摆了3桶吃完的泡面，手上还有1碗吃了一半的，面前还有2个拆封了的蛋糕和3个面包，角落甚至还有一个饭团。沈渊没说话，就这么盯着他，眼神带着防备。云林讪讪收回手，也不再关注他，自己到另一个货架处搜寻自己要的东西。手机震动，是池胜。他叹了口气，接通了电话。你在哪？我在便利店。什么事？哪个便利店？就拳击馆出来拐角那个。云林也乖，池胜问，他就答。等着。啊？云林还没反应过来，池胜已经挂断了电话。这家伙不会是要过来吧？他嘀咕着，一转头差点撞上人。抱歉。他抬头，却发现沈渊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他的身后。沈渊的脸色阴沉，搞得云林有些没底，以为刚才这一撞让大小姐不开心了。撞到你哪里了吗？云林。便利店的门铃声再次响起，伴随着还有池胜的声音。没有，别和任何人说你在这里见到过我。云林点点头。下一秒，沈渊就躲到了另一边的货架。我叫你怎么也不应我。刚走，池胜就走了过来。你怎么到的这么快？我肚子饿，出来找吃的。不行啊，家里不是很多东西吗？附近也有便利店啊。这里距离池家开车可都要半小时。我很闲不行啊。少管我。云林撇撇嘴，不知道这少爷好端端的又生什么气。你买了什么？池胜又问道。买个饭团。吃这些？算你运气好，小爷我饿了，陪我吃饭。说着，不由分说的拿过他手里的饭团，放回了原位。云林就这么被池胜牵走了。走之前还不忘回头看了沈渊所在的方向。直到两人走远，沈渊才从货架后面出来，默默盯着两人离开的方向。第18章，你是不是想吵一架？于是第二天，云林就这么说，水灵灵的被堵在了空无一人的教室里。云林很确信自己并不认识这些人，想到开学的情景，云林皱起眉头，刚想开口警告，一群人却又退了出去。云林一头雾水，试探性的上前想要打开教室门，果不其然，都被反锁了。但是没关系，没有门，有窗。等他爬上了窗户，半蹲着打算跳下去的时候，沈渊不知道什么时候冒了出来，吓得云林差点没站稳。云林尴尬的笑了笑，同学，让过一下呗，要你自己进去还是我推你进去？云林看着沈渊漠然的表情，叹了口气，他被困在这是谁的杰作，不言而喻。我自己来，就不劳烦您了。他扯了个假笑，小心翼翼地退回了教室。教室门被反锁，两人面对面，一冷漠，一假笑。云林并不想与这些人为敌，毕竟这些人随便动动手指头都能让自己走投无路。虽然说有池胜和卓西在前，但一旦触及到他们的利益时，保不准第一个被放弃掉的就是自己。他对自己有明确的认知，对他们也有清晰的定位。昨天的事情我没有告诉池胜，我不想和你们任何人为敌，所以你也不用这么防备我。云林第一时间表明自己的态度。你知道我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得罪你们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好处。似乎觉得自己的话被堵了，沈渊冷哼一声，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充满质问的语气是独属于上位者的高傲姿态。我在附近的拳击馆做兼职。沈渊皱眉，陆亦成家的。云林点头。彼时他并不知道陆亦成和沈渊两家是世交，两人是名副其实的青梅竹马。他家刚好缺一个后勤人员，问我有没有兴趣，我就去试岗了。今天是正式上班第一天，经理留我下来说了点事，所以晚下班了一点，就打算在附近的便利店随便买点吃的。你看到了什么？只是看到你在吃东西而已。怎么，外交官的女儿不能到便利店吃东西吗？沈渊移开视线，不是。看他这样，云林大概也能明白沈渊的想法了。大概是小姑娘觉得自己食欲太好，被别人看到了不符合自己的人设，害羞到有些恼怒了。看来就算是富贵之家的大少爷大小姐，在这个年龄也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嘛。正是要面子的时候，吃多吃少都是自己的事情，饿了就吃多点，不饿就吃少点，没什么好在意的。至于是在大马路上吃，还是在高贵优雅的西餐厅里吃，那也都是个人的选择。也许其他和你同阶层的人会觉得有什么，但你知道的，我只是个饿过肚子的穷鬼，我只在乎我今天赚的钱够不够我生活，能不能让我吃上一顿饱饭。沈渊所谓威胁的话在此刻都派不上用场，因为他的话还没说出口，就全被云林堵了回来。还是你觉得没面子，想要出一口气？看他的表情，云林试探性的疑问。
果不其然，沈渊点了点头。云林深呼吸一口气，我明白了。他清了清嗓子，你现在有把柄落在我手上，我告诉你，如果你不想这件事被其他人知道，那就给我10万块封口费。我知道你们零花钱都不止这个数了，10万对你们来说不过是小数目，识相点就赶紧转给我，不然我可不敢确保你的事情会不会出现在明天的校园墙上。云林扬着下巴，一副小人得意的姿态。沈渊冷哼一声，睥睨着云林，看上去颇有几分架势。就你，我敢给，你也得有能力收。要知道，你不过一个资助生，没钱没背景，捏死你比捏死一只蚂蚁还容易。你要是想在这个学院好好待下去，要识相的人，怕是你吧？是吗？我可是特批的唯一一个资助生，如果真的没点本事，你以为我会出现在这里吗？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现在趁我好说话是10万，再过一会，那可就不一定了。可别等上了论坛来求着我删掉。你敢？你看我敢不敢？有时候还真是羡慕你的天真。到我们这，各行各业或多或少都会有利益的牵扯，这种关系可比其他的关系的联系要紧密得多。我不知道你和池家什么关系，但你确定在利益面前，他们真的会选择你吗？池家真的会冒着得罪我们沈家的风险来保住你吗？你……云林咬牙，一脸不甘。沈渊脸上则勾起了势在必得的笑。怎么样，可以了吗？云林问道。沈渊敛了神色，点了点头，眉眼微微勾起，看得出来心情很好。但似乎想到什么，他抿了抿唇，又恢复了以往高高在上、不可触及的高冷女神形象。云林将他表情的变化看在眼里，看来有钱人家的小孩也不容易，看着压力大的。他记得沈渊的父母都是外交官，而他自己则是艺术生，下学期就准备专心艺考，等高考结束就要出国深造了。舞蹈生要控制饮食的吧？而且再怎么那个量也不太正常。行了，这事就这么过去了。但你要记住，如果有任何一个人知道了这件事，我都会把责任归到你头上。我明白，我也不想给自己惹麻烦。沈渊没说话，打算离开，反倒是云林站在原地，皱着眉头，似乎在考虑着什么。沈渊，他还是开了口。还有什么事？沈渊停下脚步。你不会真要10万吧？虽然这么说，他还是掏出了手机。不是。云林的手直接盖在他手机上。你是不是焦虑，所以才导致暴食？他以前当过一个网红的临时助理，那个网红只要一焦虑，就会让他去买很多高热量的东西，长此以往自然会发胖，他就只能催吐，到最后形成了恶性循环，吃了吐，吐了吃，把自己弄得憔悴不堪，到最后直接进了医院，差点没抢救回来。想到那时候的事情，云林至今都觉得后怕，他不希望再有这种事情发生。虽然是我有些越界了，但如果你焦虑的话，要不要试试其他更健康的方式来缓解焦虑？沈渊看着他，云林的目光里有着担忧和迟疑，唯独没有算计。于是他打算相信他。说实在，他也好奇，这个云林到底都有些什么本事，能让池胜、周婉离、陆亦辰他们都愿意给他铺路。第19章，心存感激的接下了这份工作。于是沈渊跟着云林来到了这里。一开始他是拒绝的，他是舞蹈生，象征着优雅，而拳击对他而言无疑是一种暴力，这不符合他的人设。何况这还是陆亦辰家旗下的产业，万一传出去点什么到了他父母的耳朵里。沈渊下意识要走，却被云林拉住。你放心，陆亦辰今天不会过来，拳击馆也还有半个小时才开业，现在是开业前的清洁时间，这是我负责的区域，短时间内不会有人过来，你就当做试一试。你怎么知道？怎么会知道他在意这些？他明明什么都没有说。来学院也有段时间了，这点眼力见我还是有的。云林说着，将擦干净的拳击手套递给了他。你试试吧，不管所谓的动作、姿态，想怎么打怎么打，有时候暴力也是能解决一些问题的。这半个小时里不会有人打扰你，不过我需要打扫这里的卫生，所以走不开，你就当我不存在好了。放心，出了这个门，你还是优雅的大小姐。话说到这个地步，沈渊也有些跃跃欲试。云林没有催他，只是说了一些安全注意事项后，就去拿打扫的工具了。沈渊在原地纠结了好一会，终于他打出了试探性的一拳，接着是第2拳、第3拳。意外的，沈渊打得还算有模有样。如云林所说，有时候暴力确实能解决一些问题。这种宣泄的快感，让他内心的焦躁很快得到了安抚。他其实一直很想尝试各种有挑战性的活动。赛马、
射箭、蹦极，还有拳击。但不行，她必须要时刻保持端庄优雅的形象，做一个让父母骄傲的女儿，做一个优秀的别人家的孩子。而如今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发泄的口。不知不觉间，定好的20分钟结束。云林适时递过来一条一次性的干毛巾。沈渊坐在地上，抬眸瞥了他一眼，接过了毛巾。这只是一项再正常不过的运动，有时候不要给自己套太多的枷锁。怎么，现在是想对我说教了？沈渊将毛巾放在一边，语气虽然轻蔑，却莫名带了些调侃的意味。云林耸了下肩，随口一说而已。看了眼时间，云林将东西放好。这个点，其他的学员也快来了，那边有专门的女性独立洗漱间，你洗漱完早点回去吧，我还要去干活，就不送你出去了。沈渊起身，拿起自己放在一旁的背包。作为舞蹈生，他的背包里常年有一套备用的运动服。我办卡，你有业绩吗？云林收拾手套的手一顿，不知道，我只是个保洁，正常来说应该是没有的。沈渊没再多说，拿着自己的东西去了洗漱间。云林也没有再过问，依旧干着自己的活。当天晚上，云林就接到了陆亦成的电话，不知道沈渊是怎么和陆亦成沟通的，也不知道沈渊是怎么想的。总之，沈渊开了卡，云林拿到了绩效不说，也莫名从后勤人员变成了如今专属沈渊的拳击助教。除了云林，没有人知道他实际上是来这里发泄自己心中隐藏的暴力。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再来你明天肌肉该酸痛了。沈渊停下，将拳击套递给云林。那个人需不需要帮你处理了？处理谁？云林一时没反应过来。那个资助生啊，他不用，随他去吧。穷人家的孩子得到的机会总是会少一些。虽然两人有些不愉快，但云林也没有生气到要去毁了别人的路。可别到时候被坑了，哭都找不到地。云林轻笑一声，我不会哭的。他说的坚定，反而让沈渊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内心莫名有些焦躁。哦，沈渊应了一句，将毛巾塞给了云林。话说回来，你最近有睡觉吗？没有再报时了吧？没有，就是晚上睡得不太安稳，所以就干脆不睡起来刷题了。每次有什么重要的考试或者比赛时，沈渊都会睡不着觉，来拳击馆的频率也会比平时高一些。这个是我录制的语音，你晚上听着这个睡觉吧。各种科目我都标好名字了，你自己就当做睡觉前复习了。云林自己尝试过，睡觉时在脑海里背诵一遍课文或者公式，每次没背完就会睡过去了，第二天背诵过的部分还会记得特别牢。虽然不知道这对沈渊来说有没有用，但起码也是一个可以尝试的方法。谢了。沈渊抿唇，接过 U 盘。试卷我也给你单独留一份，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就和以往一样打电话联系我就好。两人在白天几乎没有任何交流，反而是晚上的时候总是开着视频在做题。虽然说大部分时间里两人都不会说话，但只论线上交流的频率却要比周婉离高上不少。也是得亏周婉离不知道，不然肯定要闹上一番。我让司机送你回去。不用，我等下搭公交车就好。沈渊有些不满云林的拒绝。你们结束练习了？抬头是陆亦成。你怎么过来了？我们两家今天不是约了饭吗？我就过来问你要不要一起过去。沈家和陆家是世交，两家相邻，关系一直不错。沈渊和陆亦成两人自然也是名副其实的青梅竹马。按理说两人的关系应该很好，但却从没有看见两人的公共场合有多亲密，甚至于两人的圈子都完全不同，平日在学校里也是一点交集都没有。但云林总觉得两人的氛围怪怪的，虽然看着不熟，但对于对方的小动作和小习惯又都了如指掌。如果不是他总是无意识的去观察身边的每一个人，他也不会发现这一点。哦，我忘记了。陆亦成皱眉，又睡不着了。沈渊睡眠不足就会忘记一些相对来说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原本今晚可以睡个好觉，如果没有吃这顿饭的话。陆亦成垂眸，那你等等我吧。沈渊补充道。好。云林，那你可以先下班了。行。云林很有眼力见的打算走人。等等。沈渊叫住云林，下周我妈要办一个小型宴会，刚好有些缺人手，我记得你有做宴会服务生的经历，有空的话要不要过来搭把手？大概3个小时，只要负责端饮料，费用1个小时800。当然有空。云林火速记下时间和注意事项。难为大小姐不记得吃饭，还能记得给自己一份兼职。3个小时2400。云林心存感激的接下了这份工作。第20章，他们还能回到原来的生活吗？这么晚才回来，你是想我饿死在自己家里吗？云林刚换好鞋子，池胜就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阴暗的冒了出来。
饿了为什么不吃饭？云林问的无辜，愣是让池胜说不出来一句话。他咬了咬牙，冷哼了一声，话那么多做什么？快吃饭了。云林撇撇嘴，心里附议着，却还是放下书包，跟着他去了餐厅。菜都是些家常菜，厨师却不是一般的厨师。云林不挑食，什么都吃。以前的他对于饭菜吃不出来什么区别，除非吃到了极端的饭菜，才会有不一样的评价。但在池家待久了，慢慢的也能尝得出来饭菜的好赖。兼职结束，本来就饿的他吃得格外香。反观喊饿的池胜，却晃荡着筷子，迟迟没有落下。这大少爷不是一般的挑剔。看着旁边厨师紧张的神情，云林心中默默给他点了蜡烛。不是饿吗？这个挺好吃的，多吃点。你喜欢这个？池胜反问道。云林点了点头，很好吃。下一秒，菜被调换了个位置，放在了离云林更近的位置。你不吃？不是很饿，放学吃了点零食，现在没什么胃口。你吃你的，不用管我。他撑着下巴，眼神落在云林脸上。也不知道刚才喊饿的人是谁。云林在内心吐槽着。那你不饿，坐在这里干什么？池胜反应过来，坐直了身体，眼神有些飘忽。我爱坐哪坐啊？吃你的。似乎有种被揭露的窘迫，池胜赌气的夹了一大筷子肉放到云林碗里，像是要用云林喜欢的东西堵住他的嘴一样。云林摇了摇头，默默干饭，不再搭理这个阴晴不定的大少爷。对了，你和高姨那两个资助生很熟吗？不熟。那你怎么专门给他们找了兼职？池胜会知道这件事，云林并不奇怪，毕竟这整个学校都是他家的。他们来问我，我就顺水推舟帮忙问了问。他们运气好，刚好后厨缺人。池胜冷哼一声，不知道在不屑什么。你也不怕他们抢了你的工作？他们不会。这么肯定？也不是肯定，只是有些事情是能通过他们的言行举止看出来的。怎么说？池胜来了兴趣。云林放下筷子，看着池胜的眼神，语调不疾不徐。同样是贫困生，不代表过得都一样艰辛。你可以看他们各自的状态，只要多留意一些，就能看出来他们的区别。池胜撇撇嘴，我可没兴趣关注别人。云林似乎有些无奈，但还是认真和他分析着。先说说林诗允，她是典型小女生类型，有点小心机，爱美，爱面子。你还记得她开学穿的裙子吗？看面料就知道不是几十块钱的地摊货。再看林诗允的手，干净且没有厚茧，一看就是没有干过什么活。从这两个方面就能看出来，林诗允也许家境不富裕，但家人对她应该还不错。另外，她的家里应该比较势利的长辈，且这个人对林诗允的影响很大。你看她在教室里的2次出头，目的都是为了让自己成为人群的焦点，以此达到某种目的。只可惜眼界还是太低了，陷入自己的幻想之中，没能及时察觉身边人对她的态度。这句话云林没有说出口，而池胜则是回想着林诗允这2天的一举一动，默默点了下头。他们都不傻，像林诗允这种人打的什么算盘，他们一清二楚。想麻雀变凤凰的人也不止他这一个，只要不触及到自己的利益，放他蹦跶2下当做生活的调味料也不错，所以才懒得搭理他。看池胜把自己的话听进去了，云林接着开口。反观南桥兄妹和林诗允的状态就完全不同，他们应该是生活在重男轻女的家庭里，且生活比较拮据。南桥作为男生，享受了比较好的待遇，他的衣服都是新的，十指修长，长得也白白净净。反观南墨，脸色发黄，一手厚茧，衣服和鞋子也是穿了很久的样子，肯定从小就开始帮家里干活。他们吃不起饭，第一反应是找一份兼职保证自己的生存，而林诗允不是，他更在乎面子，执着地强调与自己与其他人的不同，执着于唯一2字。所以林诗允才会这么讨厌他，因为他的存在，他永远也做不出这个唯一和第一。他每次都为自己出头，不过是想表现出自己的不同之处，从而获取更多的关注罢了。云林，才2天，你就掌握了这么多消息？池胜并没有怀疑云林的判断，也不觉得他观察别人有什么问题。说实在，他是佩服云林的。他敢保证，这世界上不会有第2个如云林这么聪明的人了。他能在学校里站稳脚跟，99%都是靠他自己的能力。他是实实在在在用自己的能力去征服其他人，从而获得一个又一个机会。这才是云林的魅力所在。哪怕他不是第1个资助生，他也迟早会靠着自己的能力走到这一步。池胜，你要学会通过这些细微的地方去观察一个人。为什么？有你在不就好了？
我不会一直在的。池胜移开视线，不想应云林这句话。忽然，他话锋一转：“你知道考试成绩快进入他们的考核吧？如果他们学期结束综合排名没在前30，就会被送回原来的学校。学校的考试有多离谱，你也是知道的，又要兼职，又要学习。我可不觉得他们会像你一样聪明，能兼顾好这么多事情，还能提前修好高中所有的知识点。说不定这学期结束，他们就都得走人了。这一点，云林倒还真不知道。既然要合作，可不能让人就这么走了。你说，经历了这么繁华的世界后，他们还能接受回到原来的生活吗？”没有任何坏心的随口一问，却让云林心下一沉。他到底是小瞧了池胜，他们其实什么都知道。这场资助生测试不过就是一场上位者的游戏。不管是南桥兄妹，还是林诗雨，甚至是他，自始至终都是实验室的小白鼠。但没关系，实验结束，他们获得他们想要的，而他得到的东西也不会消失。两人不知道，他们的对话被完完整整的记录了下来。卓西关上屏幕，表情很是满意。果然，让云林留在家里是个再正确不过的选择。第21章，这次又打算收多少钱？这是合同，你们看看，没问题就签个名，我们就算是正式合作了。干完活，云林将两人叫到一边，两兄妹看了彼此一眼，终于是南桥先一步拿起，仔仔细细翻阅起来。看得差不多后，他将合同递给了南墨。两人看得很仔细，云林也没催促，安安静静地坐在他们对面，等着他们看完。没问题，签在这里就可以了吗？对，这是印泥，你们签完名字后按个手印，这合同就算生效了。这些都是他和池胜他们学的。以前的他只是知道，但并不清楚合同具体的作用和要注意的内容。因为这个，他以前打工的时候被坑过不少次，连维权都不知道怎么维权。而如今，他不仅理解透了合同存在的意义，还能精准抓住每一个可能存在的漏洞，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但还不够，为了以备不时之需，他还找了许多有关法学的资料，自学了劳动法等一系列课程。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自己的劳动所得准确无误地放到自己的口袋。看他们签下名字后，云林接了过来，确认无误后，就将自己这一份收了起来。一式2份，这个你们留着。对了，这个给你们。两兄妹讶异，一人拿起一本笔记翻阅起来，眼睛肉眼可见的瞪大变圆起来。这是南墨抬起头，这是我高一做的笔记，考试的内容我大概画了出来，你们可以重点复习这几个。这真的可以给我们吗？南桥也是一脸不可置信。云林点点头，既然现在我们已经是合作伙伴了，我自然希望你们能够留下来，但我只能帮到这了，这已经是帮我们大忙了。是啊，无论是兼职还是学业，如果没有你，我们怕是等不到学校发退学通知，就得自己卷铺盖走人了。南桥苦笑，眼里满是无奈。这也是命运。那没有其他事情，我就先回去了，具体的工作内容等开学测验结束再开始吧。谢谢你，云玲。两兄妹表情严肃，虽然这话有些空，但以后若是有什么需要我们搭一把手的，尽管开口。对，我和我哥哥虽然比不上那些大少爷大小姐们有钱，但一些脑力活和体力活，我们还是有信心给你办好的。看着南墨一脸真诚的模样，云玲笑了笑，眉眼柔和了几分。那我可就把你这话当真了。南墨用力的点着头，眼睛亮得出奇，看上去真挚又诚恳。对了，校服的话，学校里的少爷小姐们大部分隔一段时间就会换一套新的校服，你们不介意的话，可以开口问一问他们。听这话，两兄妹有些不好意思的拽了拽自己的衣服。话也讲完了，云林也就回了自己教室，两兄妹同样。看他们拿着几本不同样的笔记本，宋池好奇的问了一句，怕给云林添麻烦，两人也没敢实话实说，随口敷衍了一句后就收了起来。想起云林的话，南桥似乎下定了决心，又回过头来。有事？对方吓了一跳，似乎没想到南桥会主动回过头来。南桥抿了下唇，眼神里闪过一抹纠结，但还是开了口。我想问你有没有不用的旧校服，我想和你租一套，你看可以吗？他们留在这里的时间不短，如果一直穿私服，确实也不太好。云林的话给他们开辟了新思路，8000他们肯定是买不起的，但如果按日租来算，压力就会小很多。对方看了他们兄妹俩一眼，倒也没多惊讶，更没有表现出任何的鄙夷。不用了，收这点钱。后半句他说得很轻。什么？南桥没听清。我说不用了，送你们了。我校服本来就有好几套，我姐去年刚毕业，校服应该还没扔。你给个地址，晚上我叫人给你送过去。
直接给我们吗？两人一脸不可置信。看两人一脸惊喜又感动的表情，宋池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了。本来放着也不用，他红着耳尖说道。谢谢你，宋池。南乔一激动，直接握住他的手。他们不知道，宋池几人本来就想过要给他们送一套的，但听说穷人的自尊心很高，加上两人在班上一直都是沉默寡言的形象，几人没找到合适的理由，就一直没能送出去。没想到峰回路转，南乔自己开口了。宋池假意不耐，等两兄妹转过头去，他立马就朝着身后的几个好友比了个 OK 的手势。而另一边，云林一回到教室，就有不少人围了上来。你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池胜问了一嘴。有点事情，可算是等到你回来了，班长。其中一人把试卷摆在他桌面上。这题怎么算？我看了答案也没理解。还有我这题我怎么算都算不出来这个答案，你确定答案没错吗？莫奇，你自己几斤几两没数啊？莫奇话一出就遭到了周围人的嘲笑。哎呀，云林，先帮我看看这里的配平公式怎么配的？对于这个场面，云林很是淡定地拿出纸笔，还没开口，就听见周围传来一声冷哼。众人看过去，果不其然，又是林诗雨。怎么，我们的班长大人这次又打算收多少钱啊？任谁都能听出林诗雨话里的阴阳怪气。这是免费讲解时间，不收费。你有哪道题目不清楚的话，也可以来问，但是要排队哦。云林回答得很真诚，没有一点嘲讽意味，却让林诗云脸色骤然黑了几分。周婉离嗤笑一声，从上到下扫了一眼林诗雨，却没有开口说一句话。见状，林诗云脸色更黑了。云林却并不在意，他将头转了回来，抬头看着围住自己的同学。好了，排个队，一个个来，讲不完的，放学我会留半个小时在教室，想听的就留下来。开始的前一个星期，每天下午放学，云林都会留1个小时在教室，半个小时讲题目，剩下半个小时给他们私下解答。这是完全免费的，哪怕是没有买他资料的人也可以免费来听。一开始只有班级的几个人，到后面慢慢的，教室就坐满了，甚至还有其他班级的人来蹭小课。也得益于这放学后的1小时，云林每次的重点笔记一出，总能请客受空，并得到一笔不小的费用。第22章司马昭之心。某些人怕是要气到心梗了吧？周婉离看了一眼给同学讲题的云林，又看了一眼坐在自己位置上低头不语的林诗雨。池胜也抬头看了林诗雨一眼，脑海里回想着云林昨天说的话。忽然他笑了一声，好端端的，你笑什么？池胜这一笑给周婉离弄得毛骨悚然。我乐意。周婉离撇撇嘴，无比嫌弃地搓了搓手上泛起的鸡皮疙瘩。这里你要先把公式带进去，然后这里变换一下，再给他配平。等等，这个配平我没看懂。对方抓耳挠腮的，一脸为难。已经讲了3次的云林并没有生气，而是用笔戳了戳草稿纸，微微思索了一下后，写了另一个公式。你看这个方式的话，你可以理解吗？对方看了一眼，恍然大悟。我明白了，就是要在这边再乘上2，再带入这条公式，是吧？云林笑着点头，对，就是这样。晚上我发几道同类型的题目给你，你试着做一做，看能不能做出来。云林，你是我的神！对方夸张的反应让云林脸上的笑容加深了一些。到底都是青春期的少年少女，面对考试反应都是一样的。讲完最后一个人的题目，教室里已经没什么人了。云林看了一眼时间，不知不觉已经快到上课时间了。他收拾了下东西，一转头却发现池胜几人还在玩游戏。要上课了，你们怎么还没去更衣室换衣服？下午是排球课，他们要先到更衣室更换运动服，然后在排球馆集合。等你啊！周婉离关上手机，跳下课桌，自然地揽过云林的肩膀。等几人换完刚过去的时候，铃声刚好响起。等热完身了，老师也就过来了。今天是男女混合训练，2对2，自己组个队，自由练习。是。众人懒懒散散地应着。老师大手一挥，一群人立刻散开，各自寻找着自己的搭档。云林一步路还没走呢，池胜的手已经搭在他肩膀上了。周婉离了一声，拉了穆泽做搭档。陆亦成和沈渊两两相望，一句话也没说，就这么默认了下来。另一边，看着围在宋之玉周围的女生，林诗云咬牙，掩盖住眼里的不甘后，一点点朝宋之玉的方向挪动过去。但他没有贸然上前，只是双手放在身前，低着头独自一人站在宋之玉一抬头就能看到的位置。周婉离嗤笑一声，站在云林身边，真是有够装模作样的。云林听见了，但没有接话。
司马昭之心罢了。穆泽只看了一眼，便不再关注。而此时，宋之玉也注意到了林诗允，看他推开人群走过来，林诗允压着内心的躁动，极力维持着自己平和的表情。还没组队，我和其他人都不太熟，不知道找谁组队比较好。你呢？那么多人找你。虽然这么说，林诗允看宋之玉的眼神却满是期待。宋之玉唇角勾起，既然是我的跟班，自然没有让你落单的道理。我去找体委说一声，这学期不出意外，接下来的排球课我们就是固定搭档了。林诗允红着脸点了点头。等宋之玉走开，林诗允才敢抬起头，眼神却不自觉落在和体委交谈的宋之玉身上，似乎是感受到林诗允的视线。宋之玉对上他的视线，笑着朝他比了个 OK 的手势。林诗允慌乱地移开视线，手指不断地搅动着，尽显少女姿态。周婉离将一切看在眼里，脸上是毫不掩饰的嫌弃。走了，组队练习了。穆泽报完名和走了过来，身后还跟了个池胜。和谁对打？陆亦成。事关学期测验，别管我不留情了。陆亦成手里拿着球，笑得得意。你什么手气啊？周婉离拍了下穆泽的手臂，一脸恼怒。你以为我想啊？陆亦成和沈渊两个人从幼儿园到现在，在运动项目这一块可是出了名的雌雄双霸。云林默默为他们点了个蜡烛，转头却看见池胜的表情也没好到哪里去。你呢？抽到谁了？不巧，是我们。回答云林问题的是宋之玉，笑意盈盈的，看上去心情很好。林诗云也看着他，眼神带着些得意。云林只是看了他一眼。我去旁边练习一下。排球场有5个练习网，其中4个是测试的时候用的，1个给学生自主热身练习使用，但没有测试时5个都可以自由使用。去吧，我先去喝口水。云林点点头。对于两人又对上这件事，云林早已见怪不怪。说起来也是神奇，也不知道是不是连上天都看出来他们俩不对付了。只要是抽签比赛，他们总能成为对手。云林和池胜分别走向2个地方，宋之玉看着云林的方向。你玩过排球吗？话是问的林诗允。没有，不过我学习能力很好，我回去也会练习的，不会拖你后腿的。我知道你和池胜关系不好，我不会让你输给他们的，不用这么紧张。宋之玉收回视线，嘴角勾着笑，眼里却没多少笑意。好好享受这项运动就好，输赢不重要。走吧，我们也去5号场，我教你。林诗云眼睛一亮，点了点头，跟着他前往5号场。彼时云林一个人正在角落训练颠球，还真是越来越有模有样了，毕竟也练了1学期了。云林知道宋之玉是在和他说话，但他没有停下练习的动作。是啊，1个学期了，我也好奇你又能进步到什么程度。这话有些莫名其妙，像一个长辈在看自己孩子又长高了多少一样。之玉，我们去另一边练习吧。林诗云打断两人的对话，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个排球。宋之玉似笑非笑地盯着林诗云，似乎要把他看穿一般。林诗云眼神闪躲，不自觉抓紧了手里的球。我看这里不错，先把球放下吧，我先教你基础姿势，再教你颠球。林诗允点点头，看上去乖巧又听话。第23章，把球拿过来。如林诗云所说，他的学习能力不差，没过多久他就已经学得有模有样了。那你先练着，我去给你拿个水。林诗云点头，一手抱着球，腾出另一只手朝他挥了挥。不知不觉间，这块角落竟成为了这2个人的专属，任由周围人来人往，两人都站在这一块小角落练习着。你一下我一下，都没有要停下休息的迹象。云林从小不是在打工，就是在打工的路上，体力和耐力一般人根本比不上。反观林诗允，动作越来越缓慢，球也慢慢的变得不受控制。初学者不要练得太猛，体力跟不上不说，颠久了手臂会青紫的。作为过来人，云林出于好心给了个建议，但显然对方没有打算接受这个建议。在他看来，云林的话无疑是对他的挑衅，似乎是为了证明自己。林诗云咬了咬牙，又颠了几次。他冷哼一声，将球抱在怀里，得意地看着云林。我不会输给你的，那你加油。淡淡的4个字让林诗允越发破防。云林，你一个寄人篱下的资助生，有什么好得意的？我吗？得意？云林一脸无辜，指了指自己的鼻子。云林，过来。池胜的声音在另一个场地那处传来。来了。云林不打算与林诗允继续交谈。当你讨厌一个人的时候，他连呼吸都是错的。既然如此，自然也就没有再交谈的必要。云林放下球离开，林诗允却是越练越起劲。
哪怕双臂已经麻木酸胀，他也没有要停下的打算。排球馆的冷气开得很足，林诗允的额头却布满了细汗。他咬着牙用力一颠，不料力气太大，球被挑得很高，脱离了预计的路线，直直朝云林的方向砸去。云林！一时四面八方传来好几道满是焦急的声音。云林一时也不知道该看哪边，索性站在了原地。刚想开口，一颗排球就这么直直地砸在了他的脑袋上。嘈杂的场馆瞬间安静，只有排球掉落在地上发出的弹跳声。林诗允站在原地，满脸不安，下意识看向不远处的宋之玉，想要寻求依靠，可对方却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宋之玉捏紧了手里的水瓶，下意识要迈开脚，池胜却先一步从自己面前跑了过去。喂，你没事吧？池胜跑了过来，脸上有着少见的慌乱和着急。云玲，你还好吗？周婉离几人也跑了过来。云玲看着他们，缓缓抬手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表情呆滞，眼神无比清澈。看他这样，原本还悬着一颗心的池胜瞬间松了口气。几人也是第一次看见云玲这副表情，个个都没忍住笑。平时这么精，遇到球反而不知道要躲。池胜抬手戳了下云玲的额头，然而就是这一戳，仿佛按到了云玲的关机键一样，他的眼神瞬间失了焦距，整个人就这么直挺挺的往后倒去。池胜瞳孔一缩，一把拉住云玲，将她稳稳抱在自己怀里。云玲！周婉离脸色一变，却不敢贸然碰她。云玲！池胜小心翼翼地叫着她的名字，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池胜，带她去医务室。被陆亦成这么一提醒，池胜这才反应过来，他一把抱起云玲，带着她离开了排球馆，直直往附近的医务室跑去。周婉离黑着脸，不等众人反应，清脆的巴掌声便已经回荡在排球馆里。不少人倒吸一口气，在心里为林诗云点了个蜡烛，却没有任何要上前掺和的打算。脸颊肉眼可见的迅速红肿起来，林诗云捂着脸，满眼不可置信。你做什么？因为无法接受，林诗允的声音都变得尖锐起来。周婉离没说话，伸手直接拽住她的头发，将她扯到自己面前。林诗允尖叫着，周围的人却也只是双手环胸，在一旁安静地看着好戏。姣好的面容瞬间扭曲，林诗允不敢挣扎，只能死死拉住周婉离的手，好缓解头皮拉扯带来的痛感。周婉离，放开我！林诗允满脸通红。你刚才对云林干了什么？周婉离冷着脸，没有了平日里吊儿郎当的模样。林诗允有些害怕，下意识开始否认。我没有，我什么也没干。林诗允，你要搞小动作，那是你的事，但你要是把算盘打到我的人头上来，我会让你彻底明白我们之间的差距。周婉离的眼睛里满是阴狠。林诗允哪里见过这种眼神，她整个人宛如被推到了冷库里，浑身僵硬到无法动弹。林诗允的眼眶逐渐变红，眼泪也慢慢蓄满了整个眼眶，顺着眼尾滑落。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在练球，我是初学者，我也不知道这球怎么突然就飞出去了，我不是故意的。林诗允放软了语气，没有了一开始的质问和怒气。他下意识要找寻宋之玉的帮助，却也只是看到他冷眼站在一边，丝毫没有要上前救他的打算。林诗允的心霎时凉了一截。不是故意的。周婉离笑了笑，他突然松开了手，伸手拍了拍林诗允的肩膀，还好心的将她的散乱的头发整理好。可林诗允只觉得后背一阵发凉，她想走，周围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围起了人墙，将她包裹在内。林诗允咽了下口水，眼神里满是恐惧。你们想做什么？这里是学校，我是你，我现在就安安静静的不开口。穆泽也是一改常态，原先被林诗允对了2次的他都没有发脾气，只是因为他觉得吵架麻烦，可不代表他脾气很好。应该说这里的人可没有几个好脾气。云林早在一开始就知道这一点，而有的人似乎太自信了。所以说聪明有时候可不单单是通过成绩来评判的，不是意外吗？周婉离开口，把众人的视线又吸引了回来。见她笑容灿烂，几人知道这小魔女怕是又要开始了。众人咽了下口水，哪怕是他们也是不敢贸然去招惹周婉离的。这小魔女可是出了名的睚眦必报，且战绩可查，从小到大凡是让她不愉快的，可没几个有好下场。把球拿过来。周婉离这话一出，众人就明白了，不管这是不是意外，这林诗允怕是都得喝上一壶了。也是，谁叫他好死不死的偏偏扯上了云灵。上一个招惹到云灵的，可被这几个人整到至今还在医院里躺着呢。第24章，要准确无误砸在你头上才算结束哦。球很快
被递到了周婉离手上。你想做什么？看着两个人按住自己的手和肩膀，林诗允的心脏跳得快要冲出胸膛。很简单，你站在那，什么时候我意外的把球砸到你的脑袋上，这事就算结束了。怎么样，很公平吧？林诗允瞳孔一缩，一脸不可置信。可周婉离看上去完全不像是在开玩笑的模样。林诗允嘴唇轻颤，眼里满是恐惧。要准确无误砸在你头上才算结束哦。周婉离笑着，眼尾微微勾起，魅惑却让人恍惚间看到了恶魔的影子。当然，你要走也可以。周婉离的话让林诗允重新燃起希望。但是这事可不会就这么结束了。资助生，最后3个字化作大锤砸在林诗允的心头上。他看向宋之玉所在的方向，那边空无一人。他咬着牙咽了下口水，缓缓攥紧拳头。只要我像云林一样被砸到，就算结束了吗？周婉离没说话，就这么盯着他。林诗允紧咬着牙关，一点点朝着云林被砸的位置走去。而在场所有人没有一个人出声阻止，就连老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引开了。监控已经处理好了，别玩太过。穆泽在周婉离耳边说道。放心，我向来很有分寸。周婉离微微抬眸，手里掂着排球，脸上带着毫不掩饰恶劣秉性的笑容。而另一边，医务室里，医生，你确定不用再检查一遍？池少爷，我已经检查3遍了，我确定他没有其他问题。片子的结果你也看到了，没有淤血，没有任何内伤。至于后脑勺的包，过个2-3天就会消下去了。那他怎么忽然晕倒了？医生叹了口气，他只是睡眠不足，加上有点低烧，打完营养液休息一下就好了。要不是这份工资高，他是真的不想伺候这些大少爷大小姐了。同一个问题问800遍，这么不信任他，自己去翻译说好了。但不管心里再怎么吐槽，面对这些人时，他还是得保持着良好的职业素养，微笑着为他们服务。再怎么样，这份工作也比公立医院清闲舒服得多，不用加班，工资还高，处理的也都是些小毛病，就是偶尔得帮忙开个请假条，好让这个大少爷大小姐有个合理正规的借口赖在他这里休息。没事的话，怎么会一碰就睡着了？池胜紧锁的眉头从始至终都没有松开过。池少爷，低烧本来就会影响人的感官，他烧的温度不高，所以看上去和平常并没有什么区别。那一球应该是刚好触碰到了他的开关，给他强制关机了。你这么大吵大闹，对他不会有任何帮助，反而会影响他的休息。那我现在能为他做点什么？医生有些讶异池胜会说出这种话，叹了口气，他软了软语气，你安安静静的坐着就好，我给他挂了点滴，滴完了你叫我一声，现在就让他好好休息一下吧。看云林眼下的乌青，就知道这孩子估计有好几天没好好睡过觉了。医生是知道云林的，但两人的往来都很私下，所以池胜他们并不知道。对于云林，他既欣赏又心疼。一个平民女孩，用脚趾头想都知道她在这学院不会过得太轻松。这个药你帮她收着。这是什么药？医生垂眸，一些维生素而已，他也只能帮到这了。如果池胜真的有心的话，自然就会去查的。我要去提交补货表格，你们自便。池胜点头，将药收好，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医生离开后，他拉了个椅子坐在云林床边，像是待在自己家一样。看着床上熟睡的少女，池胜皱着眉头，眼里的情绪复杂。发烧了也不知道说，在这里就没有一个能让你依赖的人吗？他嘀咕着，却还是帮他掖好了被角。做好一切，他将手插在兜里，袋子扎着自己的手心。池胜拿出来，再次端详着袋子里的小药片。起身，他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新的袋子，将其中一片药放在里面。听到动静，池胜立马将2个袋子揣进口袋里，重新坐回椅子上。刚坐下，就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池胜的眼里瞬间多了些不耐。你来做什么？他怎么样了？托你跟班的福，肿了个大包。池胜没好气地说道。宋之玉没说话，双手环胸，靠着前面，眼神落在熟睡的云林身上。正说着，手机震动起来，是穆泽打来的视频通话。池胜点了拒绝。下一秒，穆泽又打了过来。池胜看了一眼云林，见他睡得正熟，将音量按到最小后接通了电话。什么事？穆泽勾唇，将屏幕换了个方向。屏幕里，林诗允站在云林被砸的位置，哪怕隔着屏幕也能看到他颤抖的身体。只一眼，他就知道这是周婉离的手笔。池胜冷哼一声，抬眸，故意将屏幕转到宋之玉面前。怎么，不过去护着你的小跟班吗？然而宋之玉只是淡淡的扫了屏幕一眼，神情没有丝毫的波动，
语气也一如往常的平淡。做错事受一点小惩罚很正常，你还真是和以前一样。池胜嗤笑一声，眼里满是嘲讽。你也是，池胜。两人看着彼此，眼里暗流涌动，似乎就差一点助燃剂就可以引爆。球砸在地面的声音从手机听筒里传来，伴随着的是周围的可惜的哀叹。游戏还在继续，池胜却没有再观看的欲望。挂断电话，他将手机随手放在一边。他需要休息，你可以滚了。你能待在这，我也可以。池胜冷笑一声，不好意思，你现在站的这一块角落都是我家的。然而宋之玉却只是耸了下肩。那怎么办呢？要不你让你妈把我开除了？池胜脸一黑，刚想开口，床上的少女突然皱紧了眉头。好在池胜反应够快，立马按住云林的手，才不至于牵扯到他手上的针。两人没敢再开口，一站一坐，只当对方是空气。第25章，这次只是意外。此刻排球馆里，穆泽看着挂断的聊天页面，耸了下肩，将手机收起。就这片刻的功夫，又一颗球朝林诗允砸去，每一声撞击都会让他控制不住的颤抖一次。他的肩膀内扣着，低着头，尽力缩小着自己存在的范围，一方面又祈祷着这场霸凌能快点结束。林诗允红着眼眶，下嘴唇被咬出几个齿印。他想回家，他不想变有钱了。没来这里之前，她是受人追捧的女神，众人艳羡的对象，回到了家也会有母亲的贴心关怀，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被人欺凌，被人嘲笑。一切的一切都和她想象的不一样，没有人帮她，她站在中心，孤立无援。思绪涣散之际，又一颗球砸到她的身上。林诗允抖动着身体，默默抱住自己。她已经数不清这是第几个砸在她身上的球了。为什么她要承受这些？同样都是资助生，不过一个意外而已，凭什么？林诗允低垂着头，球撞击地板的声音在耳边一次次响起，每响起一次，她就不受控制的抖动一次。有人看不下去了，刚要起身就被沈渊按住。他笑了笑，手也只是轻轻搭着对方的肩膀。他看上去没有一点威慑力，可却没有人敢忽略他。那人抿了抿唇，最终还是坐在了原位。周婉离似乎玩开心了，好几次都是故意投在林诗允身边，堪堪擦过他，却又不会砸到他。穆泽就站在他身边，他知道周婉离享受的是给别人增加心理压力的过程。如果他想，凭借他的实力，这个游戏早就可以结束了。快下课了，结束了去医务室看看云林吧，他说道。周婉离敛了笑，撇撇嘴。下一秒，一个球精准地砸在了林诗允的脑袋上。啊！林诗允叫了一声，捂着脑袋蹲在地上，感受到面前有个黑影。林诗允抬头看到笑着的周婉离，吓得直接坐在了地上。他咽了下口水，眼神里充满恐惧。周婉离对此很是满意。真可惜，怎么游戏就结束了呢？他举起手，排球稳稳托在他手中。忽然，他抓着球往林诗允脸上甩去。尖叫声回荡在场馆内，林诗允却没有听到球落地的声音，身上也没有被球砸到的痛感。周婉离的笑声在耳边响起，听得出来，他对林诗允的反应很满意。以后练球可要小心点哦，资助生。这次只是意外，下次可就不一定了哦。对不起，对不起，林诗允念着，整个人抱成一团，看上去好不可怜。刚好铃声响起，周婉离不再搭理林诗允，和穆泽离开了排球馆。其他人也是三三两两的散开，到最后也没有一个人来扶他，更别说安慰了。林诗允悲凉一笑，直到下一节课的铃声响起，他才缓缓起身，踉踉跄跄地朝外走去。离开了排球馆的冷气，林诗允一出来就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热气，可他没有回头，而是朝前走着。与此同时，提交完报告回来的医生看着挤满人的医务室，简直是两眼一抹黑。不是说了病人要静养，要好好休息吗？你们都挤在这里，空气不流通，只会让他变得难受。几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在用眼神示意对方滚蛋。全都离开，我可不给你们开请假条。你们留在这也没用，我才是医生。莫毅大手一挥，直接把几人赶了出去。等放学了再过来接他，这里我看着。那他要是醒了，醒不了，你们在这，他不到半小时就得醒了。你们要是走了，他这一觉起码能睡3个小时以上。莫一边说着，边推着几人走，总算是把这几位大少爷大小姐给送走了。门一关，几人面面相觑。都怪你，叫你们走不走，我一个人就能照顾好他了。这下好了，都带不了了。你要能照顾好他，他就不会躺在医务室了。
周婉离毫不犹豫地回怼着。那我迟胜一噎，说不出来回怼的话，而宋之玉的嘲笑则成功吸引了火力。你还好意思待在这？假惺惺些什么？眼看两个死对头又要吵起来，陆亦成挡在两人中间。行了，反正云林没事就好。医生说的对，我们这么多人待在医务室，不利于他休息，先让他好好睡一觉吧。反正离放学也没多少时间了。按理说他应该也赚了不少了，怎么还这么拼？不拼就不是他了。沈渊的话让周婉离无法反驳。是不是最近开学测验弄得他压力太大了？还是为了整理开学测验试卷啊？不能吧，以他的能力，这些对他来说都是随手的事情。那是新来的资助生让他感受到压力了，有竞争意识了。得了，就他。周婉离的语气满是不屑。听着他们的话，迟胜不知不觉走在了后头。他口袋里还有这2袋药，迟疑了一会，还是没有说出口。而医务室里送走了几人的莫毅总算是松了口气。他拿了体温枪，重新测了测云林的体温。云林的身体素质一直很好，温度已经开始正常了。刚准备调一下输液的速度，床上的少女嘤咛了一声。这是哪？我好像听到了好几个熟人的声音。云林努力睁开眼睛，却也只能微微露出一条缝。这是医务室，现在只有我在这。我给你挂了点滴，你好好睡一觉吧。莫毅的声音似乎有安眠药的成分，哪怕云林脑海喊着不要睡，但眼睛还是不受控制的闭了起来。在之后，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此刻，教室里空出了3个位置。人呢？老师问道。报告，云林排球课受伤晕倒了，现在在医务室。宋之玉和林诗允刚才出去了。老师皱了皱眉头，行，先上课吧。而此刻，逃了课的2人正在学校后花园的温室里。你拉我出来，有什么事吗？如果没事，我就回去上课了。资助生的出勤率也是考核的一部分。我没有帮你说话，生气了？宋之玉挑眉，语气轻佻。林诗允没说话，眼眶却红了起来。他低垂着头，豆大的眼泪一滴一滴砸在地上。第26章，一点小事，哭成这样。下巴被人掐住，林诗允被迫抬起头，眼里的泪水顺着脸颊滚落，滴在宋之玉的手背上。他的表情满是倔强和委屈。宋之玉掏出丝巾，像个优雅的贵公子，抬手一点点擦去他脸上的泪水。原本已经心碎的林诗允，此刻心脏又忍不住狂跳起来。但下一秒，宋之玉的话就将他好不容易拼起的心脏重新扔在了地上。一点小事，哭成这样。小事？林诗允眼里有着不可置信。他撇开脸，后退一步，和宋之玉隔开一点距离。也是，对你们来说，这只是件小事罢了。既然这样，你拉我出来做什么？不过一点小事而已，让我这个小跟班自己慢慢消化不就好了吗？人叫人教不会，事叫人一次就会记住了。面对林诗允的小脾气，宋之玉没有生气。什么意思啊？在这里，金钱和权力会将人分成3、6、9等。这里就是一个小型的社会和商场。当你没有能力和别人抗衡时，你要守住的不是你的自尊，而是你活下去的权利。你得先生存，才有机会获得其他的东西。这和今天的事有什么关系？林诗允吸吸鼻子，好歹是冷静了下来。有时候不要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也许你以为你隐藏得很好，但实际上早已经暴露无遗。林诗允眼神躲闪。你在说什么？我知道了，你就是想说我一个资助生和你们就是云泥之别，活该被你们欺负，活该被你们霸凌，是吗？宋之玉垂眼，唇角勾起。我给你转了2万，你拿去做个检查吧，万一砸坏哪里可就不好了。如果云林在，应该会说宋之玉骂得够脏。但林诗允没有听出宋之玉的言外之意。我不要你的钱，我自己会处理。最后一句话带着些赌气的成分。钱我已经转过去了，想怎么处理是你自己的事情。回去上课吧，今天出勤率的事情我会和老师解释的。话题就这么轻飘飘的被接了过去。宋之玉出了温室，看着手上的丝巾，他嗤笑一声，将东西扔进了垃圾桶里。林诗允回到教室，刚好遇到下课的时间。偶尔有几道打量的视线落在他身上，但好在没有人因为今天的事情故意去闹他。一如往常，悬着的心稍微安定了下来。他低着头，快步走到自己的位置坐下。可刚坐下，前桌就换了个人。他抬头，是迟胜。林诗允瑟缩了一下，想走，却被周婉离挡住。他的手搭在林诗允的肩膀上，这么着急走做什么？我们又不会吃了你。
你们又想做什么？不是说已经结束了吗？他仰着脖子，努力让自己看上去有气势一些，可颤抖的声音还是暴露了他的恐惧。结束的是他，可不是我。池胜踢了一脚林诗允的桌腿。你们别以为有钱就能在这里为所欲为。我警告你们，如果你们再碰我，我回去告诉老师，告诉警察，还会到网上曝光你们。池胜和周婉离对视一眼，嗤笑一声。该夸你单纯呢，还是该说你无知到令人发笑呢？什么意思啊？他们的笑容让林诗允有些发毛。放心，我不会对你做什么，但有一点我要先和你说清楚。什么？林诗允一脸防备。你能在这学校待着，靠的是我们池家。你要是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那就各自相安无事。但你要是再敢做些什么，哪怕只是一个小念头，我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成为资助生的。你不过是运气好点，投胎到了有钱人家，别以为有点破钱就可以肆意妄为。要是被媒体知道了，学校校董的儿子合伙别人欺负招收进来的资助生，吃亏的也只会是你们。被这么激动，话还没说完呢。池胜对他的威胁全然没放在心上，甚至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再说了，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你要承认，有的人生下来就是在金字塔顶端的，不然这世界怎么会有富人和穷人这种阶级明显的词汇呢？在这种时候，池胜的压迫感和逻辑能力总是超乎常人。总之，你想安心在这里学习，就老实一点。池胜说着，突然抓住了林诗允的手腕。林诗允皱眉，想挣脱，却动弹不得。今天的事情只是一个小小的警告，再有第二次，可就不是这样了。话音落，伴随着的是一声哀嚎。只见池胜的手正按着林诗允本就青紫的小臂，抱起的青筋足以看得出来他用了多大的力气。可他的脸上却风轻云淡的，似乎没有看到林诗允扭曲痛苦的表情，也没有听到林诗允发出的痛苦嚎叫。清楚了吗？他问道。林诗允点着头，可他却依旧没有松开的迹象。清楚了，清楚了，我会去给云林道歉，我不会再招惹他。听到保证，池胜满意的松开了手。我可没有重复第二次的好脾气，你可要记住你说的话。林诗允狂点着头，额头布满细汗，捂着自己的手臂，整个人因为疼痛而佝偻成一团。上课铃声在此刻响起，对林诗允而言就犹如天堂传来的救赎曲。放了学，林诗允更是一反常态，提前收拾好了书包，急匆匆离开了教室，甚至于没和宋之玉打一声招呼。宋之玉既没追也不问，如同往常收拾着书包，单手挂在肩膀上。池胜一直盯着他，在他要踏出教室门的时候，先一步挤在他面前，对他做了个国际友好手势后，一溜烟消失在了人群中。死池胜，又跑快我一步！周婉离在后面骂骂咧咧的，但还是加快了跟上去的步伐。池胜握着门把手，刚拧下，就听见里面传来的声音：药我已经交给池胜了，你等下跟他拿就好。为什么要交给他？放心，我什么也没说，只告诉他是维生素。不过你吃这个的频率是不是高了？可能是最近要测验，没关系的，我会看着办的。我说云凌，死池胜，平时测验不见你跑这么快，倒是你，看来这次800米测验可以破纪录了。话音落下的同时，医务室的门也被推开。第27章，那我呢？我算什么？云凌，你醒了？你们这么吵，他不醒才奇怪吧？莫毅摇摇头，和云凌同时看向他们。好，医生，我们这是关心他好不好？你这关心的声音，800米开外都知道了。说话间，又是两人进来。陆亦成、沈云，你们怎么过来了？怎么样，好些了吗？陆亦成问道。云凌应了句，托着一球的福，他睡了这半个月来唯一一次好觉。给你。沈渊没回答周婉离的话，反而从书包里掏出了一个本子递给了云凌。云凌呆呆接过，翻开看了一眼，是课堂笔记。下次考试可还要你出试卷呢，可别漏了一节，害我们也跟着漏了重点。云凌摸摸鼻子，知道了，大小姐，你放心，我这边小本生意，保质的，包让你满意的。沈渊傲娇的哼了一声，转身离开了医务室。看沈渊走了，陆亦成打了个招呼，也跟着离开了这里。我还以为你和沈渊什么时候这么亲近了。很正常的一句话，云凌却莫名抖了一下，总觉得后背突然有一股凉意。云凌笑了笑，你们怎么过来了？不是要去上辅导课吗？来确认一下你的生死。没什么问题，我就走了。我没事，也已经退烧了。怎么没事？后脑勺的包不还肿着吗？池胜补了一句。
受伤的是他，不知道这个大少爷在生什么气。云林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有些刺痛，但还能忍受。时间不早了，你们都去忙吧，我也要去兼职了。看了一眼墙上的时钟，云林这才想起自己忘记了什么。兼职？不准去！池胜一把将他按住。我没事了。云林叹气，伸手去拉池胜的手，但两人力气悬殊，云林扯了半天也没能掰开池胜的手。今天家教的费用多少？我出了。我告诉你云林，你今天要是能去做兼职，我就不姓池。自己什么状况自己不知道吗？少这份兼职，明天是会流浪街头吗？生病了怎么还更固执了？云林话还没说出口呢，全被池胜先堵在了喉咙间。别你的我的，走，回家了。他将自己包里的外套掏出来扔到云林身上，云林这才发现他把自己的书包也带了过来。知道池胜的性格，云林也不再和他辩驳。那你把手机给我吧，至少要和宋之玉说一声。池胜听到他的名字，脸色更不情愿了，但也还是把书包递给了他。不用了，我在这呢。电话还没打出去，宋之玉的声音先一步传到。池胜瞬间警觉，像护食的狗。你怎么也来了？云林问道。事情多多少少也和我有点关系，我当然要过来一趟。只是个意外，而且我是因为自己的原因才倒了的，不用在意。而很在意的两人在此刻默契地移开了视线。宋之玉看了他们一眼，笑了一声，又看回云林。总之，今天的家教课先取消吧，课时后面你找个时间补回来就行。我另外给你转了3万，算是你的精神损失费和误工费。再怎么说，林诗雨名义上是我的跟班，我也得有点表示。云林眼睛一亮，打开了自己的手机，果然收到了一条转账消息。既然你这么诚恳，为了不让你愧疚，我就大大方方的收下了。云林像一只厌足的猫，盯着数字来来回回数了3遍，确认没数错后，眼睛更是眯的只能看到一条缝。任谁都能看得出来他心情很好。财迷。池胜面上嫌弃，嘴角却是向上勾起。那我先走了，课时什么时候补？你提前1天告诉我就行。您瞧瞧，那我就不送您了，慢走。云林笑眯眯的朝他挥手，这笑容比起平日不知道真诚了多少倍。宋之玉觉得无语又好笑，抬手想拍拍云林的脑袋，似乎想到了什么，又收回了手。直到宋之玉离开，池胜这才把视线移回来。行了，我也走了。池胜，照顾好他。再这样，我就把人接我家里去。他名下的别墅、公寓数不胜数，养一个云林绰绰有余。不会有这个机会的。池胜瞪着周婉离，直接挡住他的视线。周婉离才不管他，探了个头，朝云林招招手。今天的辅导课推不掉，我得先走了，晚上打电话给你。云林乖巧点头，下一秒手机又跳出来一条转账消息，买点补品补补。有些人抠门，我不抠，要啥就去买，我全额报销。云林看着手机多出来的5万，又看着已经潇洒离开的周婉离，张开的嘴愣是没能说出来一句话。他扶额看向池胜，我警告你，放下你的手机。池胜晃晃手机，笑容狡黠。果不其然，手机又跳出来一条消息，是8万的转账。笔钱我池胜可不会输。我说池胜，我也不是什么莫名其妙的钱都收的。云林的声音满是无奈。你能收宋之玉的，能收周婉离的，为什么不能收我的？池胜拉下脸来。宋之玉是有正当理由的，至于给多少，那是在他的承受范围里面，所以我可以接受。婉离是我的朋友，我可以接受朋友给我的东西，只是我会记下，换成另外的东西回馈给他。那我呢？我算什么？池胜的声音有些紧张，又带着些希望。你……云林迟疑了一瞬，池胜喉结滚动了一下，眼睛死死地盯着明显有些走神的云林。地主家的少爷。看池胜脸色不好，云林抿了抿唇，同班同学。试探性的询问让池胜的脸色更是黑了几个程度。要是周婉离他们在这，怕是都得笑翻过去。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池胜咬着牙扯出一个极致的假笑，说的话更是从牙缝里挤出来一样，充满威胁意味。朋友。云林也跟着咽了下口水。他觉得要是说不出一个能让这大少爷满意的答案，他这几天怕是都不好过了。池胜似乎被气笑了，他伸手直接掐住云林的下巴。云林动弹不得，只能被迫看着他的脸，但云林道的眼里没有丝毫害怕，只有疑惑。两人对视了一会，谁也没有开口。良久，只听到池胜一声长长的叹息。第28章，我再也不管你了。算了。他松开手，他没控制好力度，云林的下巴有了几个清晰的指印。
但不疼，只是因为云鳞比较白，所以看着清晰了一些。既然你说我是你朋友了，那这钱你就可以收下了，但敢转回给我，你就死定了。池胜眼神充满警告。云鳞撇撇嘴，任性的大少爷。什么？没什么。池胜盯了他一会，看他小心翼翼摸着脑袋的模样，缓缓吐出一口浊气，语气也软了一些。还晕不晕？要不要再躺一会？不晕了，都这个点了，留在这还耽误老师下班。此刻默默在另一边缩小自己存在感的老师双手合十，感谢着云鳞这个时候还能想到他这个打工人。走吧，司机也在门口了，我扶你下去。他和门口的保安提前打了招呼，让他家的司机把车给开到学校里了。不用，我能走。云灵，你不拒绝我会死吗？那倒也不会。池胜气得牙痒痒，偏偏还不能对云灵做什么。那老师，我们走了，不好意思，耽误你下班了。莫毅摇头，不要熬夜，这2天不要洗头，也不要做剧烈运动。出于职业素养，莫毅叮嘱了几句。知道了，谢谢医生。莫毅笑着朝他们挥挥手。虽然下班晚了些，但能听一些八卦也不赖。莫毅哼着小曲，工作服一脱，小包一挎，也跟着离开了医务室。回到池家，云林刚准备上楼，想起什么，又回过头来。对了，医生是不是给了你什么东西？池胜从口袋掏出袋子。这个。云林点头，伸手要接过，却被池胜收了回去。这个是什么？一些维生素。什么维生素？既然是维生素，我也能吃吧？云林皱眉，伸手要抢，却落了空。你都有那么多东西了，抢我这一点维生素，你也不害臊？小气鬼！反正你不准吃。看云林要炸毛，池胜也不再逗他。行了，看在你是病人的份上，还你。云林拿过，怕池胜又拿走一般，直接揣在了口袋里。不准吃。临走前，他又叮嘱了一句。知道了。池胜轻笑，至于吗？小爷我还能看上你那点不知名的维生素？云林没理他这句话，快步上了楼，回了房间。房门一关，池胜的笑也收了起来。把这个拿给家庭医生检测一下，不要让云林知道。是。管家没有多问一句，收下东西后就离开了客厅。此刻一身伤痕的林诗允也回到了自己的宿舍，书包刚放学，电话就打了进来。看着备注妈的来电，林诗允跪坐在地上，眼泪再次涌出。他吸了吸鼻子，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缓了一会，他才接通了电话。妈，宝贝女儿，放学了。电话里女人的声音无比甜美轻柔，听着声音，林诗允更是鼻尖一酸。他应了一句，不敢多说什么，怕被母亲夏之听出他声音的不对劲。怎么样，今天在学校有发生什么事情吗？还有你说的那个宋之玉，你们相处的怎么样？夏之的声音里有着难掩的激动和快溢出的贪婪，但听得出来他已经十分克制自己的语气了。而沉浸在伤心和委屈等负面情绪的林诗允却没有听出来。提起宋之玉，他越发委屈，但他依旧扯出了一个极为勉强的笑容，哪怕夏之看不到。没什么事情，都挺好的。今天宋之玉还给我了2万块呢。2万！夏之拔高了音调，似乎觉得自己反应有些太激动了。夏之清了清嗓子，又恢复了轻柔的语调。他怎么突然给你这么多钱？我今天有点不舒服，他让我去看看医生。不愧是大少爷啊，一出手就是2万块。他感叹着，瞳孔转了转。诗允啊，你看看你现在不愁吃不愁穿的，家里你也是知道的，你爸又是个不中用的，这笔钱。林诗允张了张嘴，似乎没想到向来疼爱自己的母亲在自己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会是这种回应。一瞬间嗓子像被什么堵住了一般，连带着眼泪也退了回去。我知道的，我等下就给你转过去。他干哑着嗓子回复道。好好好，妈没白疼你，还是你心疼妈。你是不知道，自从你去了大城市，这家里成天空荡荡的，你爸不回来还好，一回来就是一身酒气。家里本来就穷，你爸还不上进，要不是为了你，我也不会留在这。妈！林诗允打断了夏之日复一日的说辞。怎么了？你怎么了？看林诗允支支吾吾的，夏之的语气也焦急了几分。我想回家了。嗨，我还以为什么事呢。夏之完全没将林诗允的话放在心上。这么年家，以后上大学了怎么办？妈这不是每天都在和你聊天吗？等你在大城市稳住脚跟，妈就和你爸离婚，到时候咱娘俩就一起在大城市生活。可是妈，我想回去了，这里和我们想的不一样，我不想待在这里了。
林诗允攥着手，声音低沉，眼泪一滴一滴落在地板上，绽放出透明的花后又迅速消失。你说什么？夏枝的声音迅速沉了下去。林诗允心一紧，却还是重复了一次：我想回家，我不想在这里上学了。林诗允！夏枝喊着林诗允的全名。你知道我费了多大功夫才让人家把这个机会给你的吗？我看我就是太惯着你了，才让你养成这副吃不了苦的性格。我还指望着你在那里闯出点什么名堂，咱娘俩好一起享福。你倒好，和你爸一个德行。不是的，林诗允着急否认。我回去后会帮着兼职的，我会和小欧他们一样，放假的时候去厂里帮工。林诗允，你能不能有点出息？你在厂里能有几个钱？你能一天赚到2万吗？还是你觉得在厂里工作能穿上8000块的衣服？林诗允不说话了，他低着头，电话那头夏枝指责的话还在继续。我辛辛苦苦培养你这么久，你这才去了几天你就想回来？你就这么想过苦日子？你看别家的女孩，哪个不是在你这个年纪就出去打工了？再看看你，我让你干过一点重活吗？我看就是我对你太好了，才让你这么任性。我告诉你，你要回来可以，既然这么想吃苦，你也别读了，干脆去厂里打工去，一辈子烂在厂里。我也不管你了，你敢回来，我就和你爸离婚，我再也不管你了。第29章安眠药。再也不管你了。这句话对于林诗允而言，如同一句魔咒。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只要他稍微不听话，夏枝就会说这一句话。在这个家里，爸爸是没有任何参与感的，妈妈的存在是他生活里唯一的依靠。妈，对不起，我错了，我不回去了。林诗允忍不住了，哭着恳求着夏枝的原谅。我一定好好努力，按你说的做，把你带来这里享福，你别不管我。到底是自己的女儿，夏枝看她这样，语气也软和了几分。诗允，你别怪妈妈，妈妈这都是为了你好。你从小到大没离开家里，想家是正常的，等放假了，你就可以回来了。这个贵族学院，妈妈耗费了好大的力气，才让人领导把名额给你，你不能辜负妈妈对你的期待。你看你这阵子做的不是挺好的吗？那大少爷又是给你钱，又是带你吃饭的，你好好抓牢他，以后有的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妈让你读书，不就是为了让你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好人家，以后做享福的富太太吗？现在机遇到了，你可得好好把握，不要任性。他说着顿了顿，又接着开口。这些个大少爷娇生惯养的，有时候脾气不好一点也正常。你看你爸没能力，不也天天在外吹捧吗？男人都一个样，有钱就好了。有了钱，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做个富太太，还有一堆人抢着伺候你。你要忍，忍得这一时，以后才能过得风风光光。林诗允吸了吸鼻子，整个人一抽一抽的，到底还是冷静了一些。我知道了，乖，妈妈也想你，你出息了，咱以后就都能过好日子了。妈老了，以后的日子可就要靠你了。妈也不想给你那么大压力，可是你也知道，这村里家家户户哪个不是3、4个孩子？要不是当年生你难产，你爸也不会因为我生不出男孩就在外面花天酒地，我也不会因为你而受村里人还有你死去的奶奶指指点点。妈是苦过来的，可不想你走妈这条苦路。夏之语气越软，林诗允的内心就越愧疚一分。妈，是我一时想不开，对不起，我现在就把钱转给你，你不要和爸爸吵架，我会留在这里，按你说的做，努力让我们过上好日子的。真是妈的乖女儿。对了，你刚才说你不舒服，是不是感冒了？要不妈去村里问问医生，给你寄点药过去。你一个人在外面，好好照顾自己，妈会担心的，知道吗？林诗允乖巧点头，我没事，睡一觉就好了。想吃什么就吃，没事就买点水果补充维生素。对了，妈给你找了家便宜实惠的美容院，你记得定期去保养，知道吧？知道。林诗允应下，两人又聊了些家常话，这才挂断了电话。林诗允将钱转了过去，夏之很快发来一个亲亲的表情包，可林诗允却怎么也笑不出来，只随手发了一个同样的表情包回复后，就将手机放在了一边。他抱紧自己的膝盖，整个人蜷缩成一团。空荡荡的屋子，只有女孩发出的充满无助的啜泣声。太阳的余晖一点点从她身上扫过，黑暗一点点占据阳光所在的位置，直至完全将她淹没。此刻，池家两人正在用餐，菜色比往常丰富了许多，但却并不油腻，反而都是些健康清淡的菜系。吃饱喝足，云林去洗漱，管家则拿着报告敲响了池胜的房门。少爷，说吧。他坐在沙发上，将游戏柄放在一旁。这是安眠药。安眠药？
池胜皱眉，身体坐直了几分，将报告拿过来翻看着。是的，我知道了，你下去吧，记得别在云林面前说漏嘴了。是。管家应下，离开时不忘将门带上。池胜想起放学时听到的对话，听他们的意思，云林吃这个应该有一段时间了，而且吃的频率还越来越高了。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的手指不安地敲着沙发边缘的扶手，眉头紧锁着。房门再次被敲响。还有什么事？8点了，辅导时间到了。开学测验前1周，池胜每天都要接受云林的辅导课程。听到云林的声音，池胜立马起身，手忙脚乱地将东西往枕头下一塞。确保没问题后，池胜清了清嗓子，打开了门，却没有让云林进去的打算，反而关上了房门，接过他手里的书，拉着他的手往云林的房间走去。和池胜摆满各种游戏和摆件的房间不同，云林的房间干净简洁的宛如一个样板间。你干嘛？云林看着池胜把书本往桌面上一放。我说过了吧，今天你的任务就是休息，去睡觉，我今天非得盯着你睡着了我再走。啊？云林一脸你发什么疯的表情，池胜却不管，拉着他到床边。快睡，我没事了，还有你的辅导，少这一天的辅导，成绩也不会掉到哪里去的。池胜眼球转了转，这样，你睡着，我做题，作为你早睡的奖励，我勉为其难多写一张物理试卷，可以了吧？云林挑眉，你确定？我说出的话什么时候反悔过？云林忍着笑点了点头。房门敞开着，云林躺在床上，房间唯一的灯光便是书桌上的那一盏护眼台灯。因为后脑勺有个包，云林只能侧躺着。云林看着少年抓耳挠腮的背影，嘴角忍不住翘起。看池胜要转过头来，云林急忙闭上双眼。有在睡吧？你不说话的话，我早就睡着了。话落，池胜果然不说话了，但云林依旧能感受到有视线停留在自己脸上。云林眼皮轻颤，好在那股灼人的视线并没有停留太久。房间安静的只有笔尖落下的摩挲声，还有少年抑制不住的叹息。云林嘴角微微翘起，原本没有一点困意的他，思绪竟然也开始飘散开来。再次醒来时是半夜3点，桌面的台灯还亮着，少年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趴在桌面上睡着了。云林起身拿过放在一旁的毯子给他盖上，翻开的物理书还夹在手里要掉不掉的笔，以及写满了的试卷。看得出来，池诚有在认真践行自己的承诺。第30章，极尽暧昧的称呼。云林坐在另一张椅子上，大部分时候两人都会在书房或者游戏室讲课，但也有少部分时候会在两人的房间里，所以他们各自的房间都有另外一张为对方准备的椅子。这还是池胜安排的。借着灯光，他将2张试卷批改备注好。此时已经快5点了，干净整洁的字体和有些飞扬的字体形成鲜明对比。看来这次测验没什么问题了。云林满意地点点头，将试卷叠好。云林关掉台灯，轻手轻脚走回床边，却没有任何睡意。就这么翻转到天微蒙蒙亮，他才总算是进入了梦乡。再次醒来时，池胜已经离开了房间，桌面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收拾干净了，房门也被关上了。下楼，向来喜欢赖床的池胜这次却意外地坐在了餐桌边。你昨天不是8点多就睡了吗？怎么黑眼圈还重了？有吗？云林摸了摸脸，却并没有多在意。问，自然是问不出来什么的。两人吃完饭后，一同坐车前往学校。池胜是想给他请1天假的，他看到云林给他批改的试卷了，一看就知道这家伙又没睡。原是好意，却被云林言辞拒绝了。知道云林的倔强性格，池胜哪怕再不愿意，也是奈何不了云林一点的。因此，两人一大早就生起了对方的闷气，一个气对方不知道自己的好意，好不容易生病一次还越发固执，一个则是觉得对方太小题大做，没有尊重他的意愿。知道两人生气的缘由，周婉离差点没憋住笑。哎呦喂，有些人啊，啧。他转身拍了拍池胜的肩膀，一脸调侃。池胜皱眉，甩开他的手，以云林能听得到的声音冷哼了一句。云林只当没听到，将课本一一拿出。周婉离也回了自己的位置，只不过回去前踢了下林诗允的椅子，动作不大，踢得也很轻，可林诗允依旧被吓了一跳。对上周婉离满是警告的眼神时，林诗允更是瑟缩了一下，畏畏缩缩的模样与之前兼任小白花的设定背道而驰。但他咽了咽口水，很快调整好了自己的表情，拳头紧了又松。林诗允起身走到云林面前。云林，昨天的事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知道，不用在意。
云林并没有为难他，甚至没多说一句，轻飘飘的语气，看得出来他并不在意昨天的事情。可林诗允却紧抿着唇，他这副模样在林诗允看来假的不能再假了。如果他真的不在意，自己又怎么会遭受昨天那种欺辱？就砸了个球，怎么就会晕过去？来到这里，所有不好的一切都源自于他，而这个人居然还能厚着脸皮说自己不在意，说自己装模作样。难道真正在装模作样的人不是他吗？越想，林诗允的胸口便越堵着一口气。而林诗允如此丰富的内心戏，云林却全然没有察觉。还有什么事吗？看林诗允没走，云林疑惑，像是突然反应过来，他再次开口：昨天是我自己刚好身体不太舒服，另外宋之玉也已经替你赔偿我医药费了，这事就过去了，你不用放在心上。意外和故意他还是分得清的。就算林诗允讨厌他，以他的性格也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狙击他。而林诗允却只将云林中间那句话听了进去。他看向宋之玉，后者正在位置上和朋友凑在一起打着游戏。林诗允咬了咬唇，走到宋之玉身边，身旁的同伴扯了扯宋之玉，示意他抬头。有事？宋之玉问道。可以去外面说吗？林诗允低声询问着，周围立刻响起了暧昧的起哄声。宋之玉没说话，将游戏手柄扔给了朋友，自己起身跟着林诗允出了教室。两人走到无人的楼梯口，云林说：你帮我支付了他的医药费，多少钱我还给你。不用了，小跟班既然受了惩罚，吸取了教训，那剩下的自然要我这个主人来收尾。主人和小跟班极尽暧昧的称呼让林诗允红了耳廓。那昨天你怎么没和我说这件事？没什么好说的，我以为我对你不管不顾。宋之玉的笑容让林诗允不敢看向他的眼睛，他抠着手指，低垂着头盯着自己的脚尖。昨天我那么对你，对不起。没关系，你孤身一人在这里受了委屈，有脾气是正常的。宋之玉拍拍他的头，顿时林诗允的心脏又不受控制的狂跳起来。上课去吧，快要测验了，别因为这些事情分了心，我还是希望你能留在这个学院久一点的。对了，我还另外整理了一些笔记，晚上我发电子版给你。谢谢。宋之玉笑得温柔，揉了揉他的发顶。宋之玉走得潇洒，倒是林诗允停留在原地，捂着狂跳的心脏，不知所措。宋之玉对他而言太神秘了，虽然有些阴晴不定，但却有着让人无法忽视的魅力。他无法克制自己的心动。诗允，你有着绝对的美貌，没有任何一个男人看到你会不心动，你注定会成为他们心中的白月光。你要做的就是表现出你与其他人不同的一面。你知道的，妈妈为了维持住你的美貌，在你身上花了多少功夫。你要利用你的优势，拿下他们，抓牢他们，好让自己站稳脚跟。你有这张脸，注定就是要享福的，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彰显你的魅力。他们这些人看惯了各种大小姐，早就腻了，你是不一样的。林诗允想到来帝都前母亲对他说的话，他咬了咬牙，内心暗暗下了决定。他妈妈说的对，他要忍，爱情和钱他都要。他不会让母亲失望，他要在这里站稳脚跟，带着母亲一起在帝都享福。他不要回村里过苦日子，更不想和小欧他们一样，在厂里干着日复一日的流水线，等着岁数一到就嫁给村里嫁不出去的老男人。他不要。那天过后，林诗允低调了不少，每一天不是在做题，就是在做题的路上。云林给宋之玉上私教课的时候，他也是在一旁默默复习，没有多说一句话。但云林和池胜却依旧在闹着别扭。虽然两人的相处与平日无异，但明眼人却都能看得出。就连周婉离也有些讶异，池胜这么幼稚也就算了，毕竟这大少爷的脾气他们也知道，就是没想到云林也有这么幼稚的一面。到底是两人之间的事情，其他人也没有贸然插手，由着他们去了。况且以周婉离的性格，巴不得他们闹掰，自己好趁机下手。眨眼间到了开学测验这天。第31章最佳的解决方法。试卷发下，众人熟练地接过试卷，一排一排往后传去。流程和以前的学校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林诗允松了口气，但越做到后面，他的表情就变得越沉重。他翻着试卷，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一遍。他又看了看其他人，每个人都低着头，专心地填写着试卷。同学，有什么事情吗？看他东张西望的，老师走过来，敲了敲他的桌面。老师，试卷是不是发错了？发错了。老师皱眉，将试卷拿起来看了看。没有啊，可是这里面有些题目老师还没教过。听这话，
监考老师的眉头皱得更深了些。开学测验本来就是测你们这一学期的知识掌握。哦，你是新来的资助生吧？老师最后一句话虽然不带任何偏见，可在本就有些敏感的林诗允听来，无疑是一种蔑视。这个题目就是这样，没问题的哈。你会写就写，不会就空着。这次的测验不会计入你们的考核，不用担心。老师将试卷还给了他，其他人不要东张西望，接着做自己的题目。老师拍拍手，其他人收回视线，重新低下头做着自己的试卷。林诗允低着头，捏着笔的指尖泛着白。他想起了宋之玉给他的笔记，有一些是后面的内容，老师还没有教，所以他也就没看。他没想到开学测验是这种模式，而这些人明明都知道，却没有一个人告诉他。是怕自己抢了云林的风头吗？还是想看自己出丑？同样疑惑的还有云林。其他人也就算了，他没想到宋之玉也没和林诗允说这些事。不过退一步想，他们好像也没有说的义务，毕竟这些人比预料中的要更在乎自己的排名。不想说，一是不在意，二也是为了避免再增加竞争对手了吧。想起自己刚来的时候也是如此，只不过自己运气好一些，早就学过了这些知识点。看林诗允的表情，怕是就不好说了。但云林并没有将太多的注意力放在这上面。很快2天的考试结束，除了林诗允的脸色差了些，其他人倒是和往日没什么差别。还有不少人路过云林身边的时候朝他拜了拜，也有感谢他的预测试卷的。林诗允看了云林一眼，紧绷着一张脸，快速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离开了教室。明天别迟到。离开前，沈渊敲了敲他的桌面。知道了。这次有什么要注意的吗？没有，和平常一样就好了。吃的喝的会有专门的人负责，你就在旁边看着，机灵点搭把手就可以了。好。云林说完，沈渊也就离开了。云林紧随其后，将东西收拾好后起身，但池胜却先一步拿过了他的书包。什么时候接了兼职？我怎么不知道？怎么又要让我不准去了？云林拽自己的书包拽不回来，索性放弃。好女不跟男斗。池胜吃瘪，一副不爽却又不能发脾气的憋屈样。穆泽看在眼里，忍着笑。他和池胜从小一起长大，什么时候见他这样过？他俩这是又怎么了？周婉离耸了下肩，没有要说明的打算。车门关上，两人一左一右看着窗外的风景。司机抬头看了一眼这两个小祖宗，又默默收回了视线，缓缓启动车辆。我没有不让你去。哦。云林的反应平淡。池胜张了张嘴，又闭上，沉默地将不好听的话收了回去。又是一路沉默，直到晚上10点，房门被准时敲响。云林写字的手一停。这几天两人虽然一直在冷战，但一到睡觉的时间点，池胜就会进来盯着他睡觉，直到他睡着才会离开，也不知道是发什么疯。迟疑了一瞬，还是起身开了门。考完试了，你也不用多做题了，我也会按时睡觉的。男女有别，你这么盯着我睡觉也不是方法。他都要怀疑池胜是不是知道他失眠的事情了，但以他的性格，真知道了，估计也不会放在心上，说不定还会嘲笑他抗压能力小。池胜抵在门边，却没有要推开的打算。两人面面相觑，谁也不让着谁。良久，只听见他一声叹息：“云林，我们谈谈。”他的语气是少见的认真，就连表情也很严肃。云林上下打量了他一眼，抿了下唇，但到底还是打开了门。池胜没有犹豫，走了进来。房门敞开着，两人坐在各自的椅子上，四目相对。你想聊什么？今天的事情，还有之前的事情。云林没说话，平静地看着他。我不是想限制你什么，我也没有觉得你住在家里就理所应当要听我的。我知道你想赚钱，好等你母亲醒来后带她过更好的生活，但是这一切的前提是你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吧。你要不要看看你脸上的黑眼圈？怎么，你最近有了 cos 熊猫的兼职吗？他的语气有些冲，却难掩担心。云林也知道池胜是在关心他，虽然他每次都用着强硬的态度去命令他，但却没有强硬让自己去执行。如卓西所说，他是个不坏的孩子，虽然言语总是很冲，行动上却有在好好的尊重别人。如果是以前，他不会生池胜的气，反而会哄着他，告诉他自己没事。可也许真的是自己最近太累了，他已经无暇去顾及别人的情绪了。池胜的话让他重新平和下来。对不起。突如其来的道歉让池胜有些反应不过来，甚至有些心慌。你干嘛要道歉？这几天我态度确实不太好。我知道你是好意，但我自己有分寸。我不是孤身一人，我还要照顾我的母亲，
所以我也会好好照顾我自己，等他醒来。那你能告诉我你失眠的原因吗？云林抬头，眼神难得有些闪躲。谁都有失眠的时候，可能是因为考试压力大了点，今天应该就能睡个好觉了。那你那些安眠药是怎么回事？这句话池胜在嘴里转了一圈，愣是咽了下去。他知道，就算说了，以云林的性格也肯定会糊弄过去。他从不依靠任何人。算了，你好好休息吧。他起身，在要出门的时候，又突然停下了脚步。云林，你不是小孩子了，知道不舒服要和身边的人说才是最佳的解决方法吧？云林被他小心翼翼又想威胁他的矛盾模样逗笑，他点点头，知道。云林的语气轻柔，表情也格外柔和。池胜心跳漏了一拍，最好是……他有些不知所措，于是只好匆匆移开视线，忙不迭地抛下一句话后跑开。第32章兼职。第二天一早，云林背上书包出发前往沈家。按理来说，不是上学时间，他有出行需求都是要去坐公交车或者地铁的，但今天司机却一早就等在了门口，想也知道是池胜的安排。沈渊站在门口，带着他进了沈家。先跟着他们去换个工作服，等下他们会告诉你要做什么。好的。云林点头，跟在他身后。这不是他第一次来沈家，流程自然也是轻车熟路的，工作内容几乎不会变，只不过针对不同的客人，要稍微留心下他们的习惯，确保他们宾至如归。小渊，声音从楼梯上传来，是一位穿着精致、面容姣好、模样优雅的妇人。妈，夫人。这也不是云林第一次见到丁文。是你啊。丁文低头看了他一眼。今天有个客人比较挑剔，你小心一些。好的。云林应下。小渊，你也差不多去准备一下吧，等会到庭院那边去。好的，妈。客气又疏离的模样，与寻常母女的氛围完全不同。沈渊和云林分开，一人上了楼，一人则跟着管家去换工作服，为等下的工作做准备。要准备的东西很多，但大多都是沈家本来的佣人在分配，云林只需要适时搭把手就可以。再加上他不是第一次来，大家也知道他和沈渊的关系，所以也会给他多一些照顾。云林，你到仓库那边拿一下一次性手套，顺便帮我把这里清理一下。客人已经陆续到了，我得去前面看着。好的。接收到指令，云林放下手里已经擦得锃亮的玻璃杯，擦干净手后前往仓库。顺利拿到东西后，云林打算离开，门外却传来声音：反正半小时后你打个电话给我。我可不想留在这里听他们吹捧那个沈渊多优秀，假不假啊？就他那一天天端着的样，要不是我妈硬让我过来，我才不来了。一想到要看见他坐在那里假笑，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讲话的人应该是今天的客人之一，听着语气看得出来又是因为你看看别人家孩子，魔咒困住的叛逆小孩。云林眼里有着无奈，现在出去无疑是给自己找麻烦，但要是太久没回去，又会给其他人添麻烦。正想着解决方案的时候，门口处却没了声音。云林趴在门上，确认没有声音后打开门，猝不及防间四目相对，云林脑海立马响起警铃，他脸上挂着笑，朝对方鞠了一躬。您好，这位小姐，您是今天的客人吗？需要我带您过去庭院那边吗？你是这里的佣人？孙冉双手环胸，上下扫视着云林，神情倨傲。是。那我以前怎么没看到你？我是兼职工，人手不足的时候会过来帮忙。刚才听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云林一脸疑惑。我刚才在里间找一次性手套，也不是什么时候掉在缝隙里了，害我掏了许久。怎么？您叫我没听到是吗？真是不好意思啊，我这个人就这个毛病，专心干一件事的时候什么也听不进去，因为这个还被管家说了好几次呢。这位小姐，您能不能可怜可怜我，别和管家告我的状？云林一脸恳求，语气不像在说谎，但孙冉还是半信半疑。云林，恰好这时阿姨过来找他，云林松了口气。阿姨，怎么拿个东西拿这么久？云林扯出一抹假笑，眼神示意阿姨往旁边看去。阿姨愣了一瞬，往后看去，这才发现了孙冉的存在。孙小姐，您怎么在这？我过来上个洗手间。孙冉说着，视线却依旧停留在云林身上。洗手间在另一边，需要我带您过去吗？不用了，我认识路。说完，孙冉离开。好巧不巧，正面撞上了沈渊。两人四目相对，一个全是不满，一个则全然客气。孙小姐，茶会在庭院那边。我知道。孙冉冷哼一声，倒是沈小姐，不坐在主位上听着别人对你的夸奖，
跑到这里来做什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貌似是我家。言下之意，我家，我爱在哪里在哪里。虽然脸色更差了几分，但沈渊却没有将他放在心上，而是偏头看向云凌。云凌，和我一起去庭院那边。好的，大小姐。云凌恭恭敬敬地应了一句，他将东西拿给阿姨，又给孙冉点头示意了一番，这才跟着沈渊离开。孙冉皱着眉头，只觉得云凌这个名字有些熟悉，似乎在哪里听过。他没对你做什么吧？云凌知道沈渊是在说孙冉。没有。云凌犹豫了一瞬，你和那个孙小姐关系很差，我们一起长大，她性格要强，但一直比不过我。起初小一些还没什么，但长大后，那我们做对比的人多了，也就变得有什么了。高中后她转到了普通的公立学校，就没怎么见过了。云凌只是听着，没有做任何评价。仔细想想，沈渊大部分时候都是一个人。原本以为他是高冷不屑于所谓的友情，现在看来好像也不是这么回事。对了，你带我去庭院做什么？今天我的任务是在后厨帮忙，他们最近在讨论现在的经济形势，你听一听，对你没有坏处。理解了沈渊的用意，云凌甚是感动。谁说这大小姐不好了？这大小姐可太好了，简直是天使。大小姐，谢了。沈渊哼了一声，不作答，耳廓却悄然变红。两人的行为举止怎么看也不像主仆。孙冉看在眼里，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随后跳出一条消息。看着短信的内容，孙冉勾唇，像是找到了一个好玩的玩具。他收起手机，加快前往庭院的脚步。此时庭院里，沈渊已经入座，云凌也在一旁负责煮茶倒茶的工作。这茶泡得不错。其中一位女士开口道，我算是知道为什么要让一个小女孩来这边端茶倒水了。丁文放下茶杯，眼眸里多了些笑意，一举一动依旧优雅。各位都是贵客，我们沈家自然不能找些拿不出手的人来糊弄各位。云凌，各位夫人夸你一句，你不说些什么吗？第33章，到头来也不过只能做一做佣人的活。忽然被提及，云凌也没有表现出一丝慌乱。为了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煮茶这一项云凌是专门去学过的。圣托利亚毕竟是个贵族学院，除了正常的课程外，还额外开设了许多兴趣班，像钢琴、舞蹈、煮茶、插花这些是最为普遍的。如果另外有装备，也可以参加射箭、滑冰、高尔夫或者马球课程，这些课程都有另外的教学场所。当然，这些兴趣班是要收钱的，但依旧有很多学生报名。毕竟这里的老师都是专业的，许多还是参加过世界级比赛并拿过奖的大拿，这可比市面上辅导机构要来的靠谱得多，他们还不用花费时间去找一个专业老师。云凌也是盘算过后才报名了对他而言性价比最高且最有可能变现的几门兴趣课。至于他的装备，他只能说感谢各位大小姐和大少爷的馈赠。说回正题，云凌将壶放好，双手交叠放在身前，不卑不亢的模样让丁文很是满意。承蒙各位夫人厚爱，但我也是沾了这上等茶叶的光，才能展现自己的手艺。这一句话又将功劳推给了丁文，表明了丁文是把他们当贵客，才会拿最好的茶叶出来招待他们。几位客人都有些惊讶，似乎没想到云凌看着不大，说起话来倒是一套一套的。只有沈氏母女一脸淡然，像是早就知道云凌不会让他们失望。这茶叶确实不错，是从不愧是圣托利亚的年级第一，不仅智商高，情商也这么高。孙冉的声音从身后响起，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麻烦还是惹上了。云凌内心不知道叹了几次气，脸上的笑容却始终挂着，但他没有接话，依旧安安静静做着自己的活。冉冉，你在说什么？圣托利亚的学生怎么会来干这种活？倒是你又乱跑去哪里了？你看看人家小约多乖巧，就不能学学人家吗？不是什么责骂的语气，但却让孙冉听着很不是滋味。他瞥了一眼端坐着的沈渊，冷哼的声音只有在他身前的云凌听见。下一秒，孙冉的手就搭在了云凌肩膀上。我可没说错。妈，你忘记了，圣托利亚去年不是招收了一个资助生吗？这是在圈内的影响不小，还引起了一阵讨论，所以在座的人自然都是知道的。几人看着云凌的表情瞬间变得微妙起来，云凌笑容越发甜美，像是没有察觉他们态度的变化。哎，我有些好奇，你是用什么方法认识卓女士的？又是怎么说服她让你进圣托利亚学习的？你也别怪我好奇心重，毕竟你这个阶层的人，如果不是有什么巧合，应该一辈子都接触不到我们这个阶层的人吧。说着，孙冉自顾自笑了起来。不过好像也就这样。
再怎么想要融入我们这个圈子，到头来也不过只能做一做庸人的活。沈渊，你也是，他不是你同班同学吗？你怎么也不介绍些更好的活给他？是不想吗？沈渊眉头轻蹙，欲开口，孙冉却根本不给他机会，笑着转头看向云凌。对了，卓女士知道你出来打工吗？既然是资助，想必应该是不愁吃穿的，怎么还沦落到出来打工了？难不成这里面有其他的隐情？孙冉的话也引起了其他人的猜疑。卓西突然提出要引进资助生，难道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如果他要做好事，也不至于做到这份上，随便赞助个几百万给孤儿院，不是更容易讨得好名声？但要是这女孩有卓西的什么把柄，让卓西不得不把她接到自己家里，又因为被威胁，卓西面子上过不去，所以故意克扣虐待她，让她迫不得已出来找兼职。如果是这样，一切就解释得通了。众人沉默着，等着云凌开口。沈渊欲起身，被丁文一个眼神按住。沈渊眉头紧蹙，但也只能坐下。他的手指缓缓攥成拳，抵在膝盖处，眼神紧盯着两人。宴会这活是我主动提出的，这种宴会能学到很多东西，小到东西的布局摆盘，大到眼熟各界人士，游走间还能听到许多关于各行各业的最新消息。如果故意装扮成大小姐，身份被揭露，反而会招人看低，倒不如老实本分一些，还能学到更多平时接触不到的东西。沈小姐很善良，在知道我是资助生的时候，从未挖苦过我，反而处处照顾着我，知道我想找兼职，也是尽其所能。云凌看向沈渊，眼里有着感激，唯独这一点，他不是装的。虽然他和沈渊相识有些误会和不愉快，但他对自己的帮助却也是实打实的。沈渊看着他，神色复杂，但云凌很快移开了视线，接着解答孙冉的问题。至于我和卓女士，我和她的相识确实是一场意外。众人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我父亲早亡，是母亲拉扯着我长大，但天意弄人，我妈出了意外，至今还在医院昏迷不醒。卓女士人好，看我可怜，就把我带回了家，给了我住所，让我不愁吃穿，还给了我一个可以重新上学的机会，我很感激她。但我已经麻烦她太多了，所以才想着出来兼职。一方面也是想增长见识，另一方面也是想等我母亲醒后，带她过好一点的生活，可以不用再颠沛流离。没想到是这个答案，一群人沉默着，看着云凌的目光都带了几分怜惜。虽然也没想到云凌的身世这么惨，一瞬间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原本准备的台词也都胎死腹中。但云凌只是笑笑，脸上满是坦然，像是没有察觉孙冉话里的恶意，也没有察觉到这些人脸上的探究。他的语气是满满的真诚，眼神里也满是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盼。出来兼职，我也是问过卓女士的，毕竟池家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我也怕因为我的一些言行举止，害卓女士被别人猜忌。说到这，一群人脸色微妙，默默移开了视线。云凌只当作不知道，自顾自地说着，眼睛里放着光，看上去十分真诚。卓女士很开明，很赞同我想要自力更生的想法，不仅叮嘱我要注意安全，还教了我许多实用的为人处事的道理和方法，是个非常好的人，我非常尊敬她。云凌看着面前几人的眼睛，太过清澈坦荡的眼神，反而让这些满腹算计的老油条们愧疚起来。第34章，何不食肉糜。你父母？我父母都是很温柔善良的人，他们很恩爱。我父亲生前是大学老师，因为教得好，被调到了帝都这边工作，只不过入职没多久就查出了癌症，家里的钱都砸了进去，但癌细胞扩散的太快，父亲撑了小半年后还是撒手人寰了。云凌扯了扯嘴角。父亲去世后，我母亲悲痛欲绝，但我那个时候尚且年幼，为了我，她还是很快振作了起来。和父亲不同，母亲没受过什么教育，会的几个字还是父亲教的。在老家还好，她可以去工厂里做做针线活，但在帝都，她只能找一些最底层的工作。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回老家？其中一个妇人问道。老家的房子为了给父亲治病卖掉了。父亲在的时候，我们住的是公租房，父亲去世后，我们也只能搬出来。因为没钱，我和母亲只能去住着81晚的小旅馆。说是小旅馆，也不过就是一张床，一个小窗户，连洗手池都没有。厨房、卫生间这些都是公用的，住的人也是鱼龙混杂，母女俩在那里并不好过。为了尽可能保护云凌，李苗也只能出多点钱，让云凌去合规的公共澡堂洗漱，以防被这里的有心人盯上。但这些云凌都没有说。81晚的旅馆，另一个人惊呼：80能住什么旅馆？就是撒谎也不打个草稿。孙冉似乎找到了可以攻击云凌的地方，语气很是不屑：何不食肉糜？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上升，但云凌并没有急着反驳。
对于这些从小含着金汤勺出生的人，他们不知道这些再正常不过。他们也许知道穷人不好过，但对于不好过的定义，他们的理解是模糊且没有概念的。如果在偏远一些的城市，21晚的房子也是有的。云林熟练地打开某团，点开自己以前的订单，手机在几人手上轮了一遍，就连孙冉也忍不住接过来看了一眼。那你们怎么不去偏远一些的城市生活？话说的理所当然。云林摇摇头，不是我们不想，是我们没办法。我的学籍是跟着父亲一起赚过来的，留在这里，起码我的学业能得到保障，还能拿奖学金补贴家用。去其他的小城市上学，要提交的资料很多，以我和母亲当时的状态，根本没有能力去处理这些事情。说起各类高奢、各大商业版图，他们也许能侃侃而谈，但云林说的这些，却正好是他们的知识盲区。毕竟对他们而言，普通人要花费一堆时间和精力做的事情，他们只需要把钱给到位，自然就会有人帮他们办好一切。而他们只要在家里做着美甲，喝着下午茶，签个名，等待结果出来就好。几人表情的变化都被云林看在眼里，他就站在中间，被人注视着，脸上始终挂着淡淡的笑意。沈渊不喜欢这样子的云林，很假，这并不是什么好笑的事情。为什么要笑？那……沈渊突然站起来，打断了另一个夫人的提问。众人的视线落在沈渊身上，就连云林的眼神里也带着不解。我突然想起来，妈，你不是说有东西要给阿姨们看吗？你下午1点的飞机，还得提前做好准备。丁文抬眸看了自己的女儿一眼，神色淡淡的。沈渊手指蜷缩起来，脸上扯着笑。也是，真是不好意思各位，难得这么好的天气，还想和你们多聊一些家常。理解的，您的工作性质我们也是知道的。几人都是人精，立马就顺着台阶换了话题。聚焦在身上的视线消失，哪怕是云林也悄然松了口气。孙然也不再为难他，坐在了自家母亲身边。但不知为何，直到茶会结束，孙然也没有走。宴会快要收尾的时候，云林接收到指令，不再倒茶。云林，麻烦你带我去一趟洗手间吧。沈渊勾唇，还是我带孙小姐去吧。小渊，你去把我给各位夫人准备的礼物拿过来。丁文不紧不慢地开口。沈渊抿唇看向云林，后者给了他一个安心的眼神。今天沈渊已经帮了他许多了，丁文已经开始不满了，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孙小姐，请跟我来。云林侧了个身，让孙冉走在自己前面。可走到一半，孙冉就停下了脚步。是有什么事吗，孙小姐？云林自然是知道孙冉亦不在上洗手间。刚才的事，抱歉了。他撇撇嘴，摸了摸鼻子。人在尴尬的时候，总是会显得很忙。云林有些讶异，他想过几千种可能性，唯独没觉得孙冉会和他道歉。我就是看不惯沈渊，你又刚好听到了我说的话，所以有点不满。看他眼神飘忽的样子，云林抿唇一笑。人的性格总是复杂多样的，前一秒还会对你充满敌意，下一秒就会和你道歉。他本可以不用理会自己，如他所说，他们的阶级摆在这里。哪怕孙冉今天骂了自己几句，或者找人给自己下点手段，自己也是没有丝毫方法的。但他还是给自己道了歉，不管出于何种理由。你不能说他是个坏人，但他也不是什么善良的好人。他像一个幼稚的孩子，但云林却有些羡慕。如果可以，谁不愿意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大小姐？至少在他们这个年龄阶段，他的烦恼从来不会和生存扯上挂钩。没关系，我并没有放在心上。他回道。那您还需要我带您去洗手间吗？云林充满善意的笑，让孙冉心里越发起了几分愧疚。不用了。他避开云林的视线。不过你和沈渊是什么关系？我可不觉得沈渊是个会主动帮助别人的人。那您可能要重新了解他了。云林嘴角的笑容扩大。她是个会认真对待一切事情的女孩，她很优秀，而这不应该成为别人抨击她的理由。如果你尝试和她友好交流，也许就不会有那种评论了。孙冉知道云林是在说自己在仓库门前说的话。你不是说你没听到吗？抱歉，我撒谎了。云林承认的坦荡。孙冉盯着他，突然笑了一声。下一秒，他打开手机，递到云林面前。云林看着面前的二维码，微微愣神。孙冉眼里多了几分不耐烦，眼底有着一丝羞涩。快扫啊！愣着干嘛？加我还委屈你了？这话云林可不敢接。他没敢犹豫，掏出手机，直到滴的一声响起，才看到孙冉满意的点头。很快，他的列表里多了一条好友消息。第35章，当你功成名就时。两人回去之后，几位夫人已经拿到了伴手礼，打算离开。
孙冉回到自己母亲身边，经过沈渊时还故意冷哼了一声。沈渊皱眉，却没理会他，而是看向云凌。接收到视线的云凌摇摇头，脸上挂着柔和的笑。沈渊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看着不像有事的模样，这才稍微放下了心，跟着丁文送几位夫人到门口。云凌和另外的2个佣人也跟在他们身后。好了，你们去收拾一下吧。小渊，你和我过来一趟。丁文的语气虽然很平和，却带着一种压迫感。想也知道，他对沈渊今天的表现很不满意。云凌有些担心，但又无可奈何。他明知道是因为自己，可自己却什么也做不了，似乎看出了他的担忧和愧疚。沈渊朝他笑着摇摇头，用嘴型示意他等自己。云凌点头，跟着另外2个佣人回到庭院，而沈渊则跟着丁文进了屋。小渊，你今天怎么回事？沈渊低垂着头，沉默着。是因为那个云凌？不是，我只是觉得没有必要因为一个兼职工而耽误正事罢了。难道不是因为你看不惯他们这么谈论云凌的私事？他自己开了口，那就表明他愿意被人谈论。绕圈子讲话的方式，你也是学了个6、7成。丁文冷哼一声，眼神直勾勾地盯着沈渊。沈渊心头一紧，忍住想要避开对视的冲动。让您不开心并非我的本意。沈渊，你平时的一些小决策我从不干涉，但你要明白你的身份地位。是，我明白。这是怎么了？今天不是有茶话会吗？谈得怎么样了？母女俩僵持之际，沈朝群从楼上下来，一袭高定西装将他常年锻炼的好身材显示得恰到好处。挺拔的身姿让他看上去神采奕奕，面庞也是儒雅中带着一丝犀利。爸！沈渊叫了一声。谈得很顺利。丁文话音落，沈朝群也顺势坐在了他身边。那怎么还生气了？没有生气，只是提醒小渊一些事情而已。现在还是小场面，要是到了大场面，他还这么收不住情绪，那可是要被笑话的。丁文强势惯了，从小到大都是个事事要争第一的主，自然也不希望自己的女儿会逊色别人。有些人代代可以，想做朋友多的是更好的人选。到底还是小孩子，天真一些也正常。等他长大一些，就会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了。沈朝群抬眸看向大门处，意有所指。云凌只当作没听见，朝他们点头打了招呼后，就端着盘子往厨房走去。小渊，你以后要往艺术生这方面走，那还是得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等高考结束，爸爸会为你安排最好的艺术学校，在那里你会认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但你也要记住，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当你功成名就时，你的朋友会比现在多得多。沈渊点头应下，模样乖巧柔顺，夫妇俩对此都很满意。你没和那个孙冉往来也挺好的，那孩子太咋咋呼呼了，没点样子，别被带坏了。至于另一个，你倒是可以学学他的为人处事，这一点上他倒是个利落聪慧的孩子。只可惜丁文摇摇头，没再接着说下去。可惜什么呢？可惜他没有生活在富贵家。妈，我和云先生、夫人、大小姐。云凌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到了他们跟前。沈渊的话再次被打断，他回头，表情微微错愕。茶话会已经结束，台面已经清理干净，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我就先回去了。到底是来兼职的，离开前自然也得和他们报备一声。你今天表现不错，稍后我会让管家多转一些费用给你。谢谢夫人。云凌平静地接受，这些都是自己的劳动所得，云凌接下的毫无负担。他离开沈家，摘下脚上的鞋套，扔进垃圾桶里，又拿出湿巾，仔仔细细地擦了一遍自己的手。但他没有走远，而是在沈家大门的墙边站着。手机提示音响起，今日入账1万元。有钱人家到底是大方一些，2400的工资眨眼翻了好几倍。早知道这样就能多那些钱，他就讲多一些了。想到这，他笑了笑，眼神却有着化不开的哀伤。大门缓缓打开，听到动静，云凌收起手机，眨眨眼，眼中的哀愁已经不在，脸上也挂上了笑。云凌，沈渊让我留下，是有什么事吗？兼职结束，两人的关系也就变得平等了。孙冉有对你做什么吗？他的眼神里满是关切。没有，他给我道了歉，还让我加了他好友。给你道歉？他吗？沈渊有些不敢相信。云凌点点头，将两人加了好友的页面给他看了一眼。如果下次他找你麻烦，你可以尝试说点软话，他应该就是那种吃软不吃硬的类型。云凌笑笑，神情坦荡。他害你，你都无所谓的吗？一句道歉你就原谅了吗？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托这个的福，
我今天的兼职费可多了不少呢。看着云玲脸上挂着的笑，沈渊莫名觉得胸口有些堵，甚至觉得有些烦躁，但他还是压下了自己那股无名火。今天的事情我很抱歉，如果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被孙冉针对，也不用在大庭广众下说自己的私事。还有我父母的话，你别放在心上，那是他们的想法，不是我的。云玲摇摇头，我理解的，而且你父母说的也有些道理。你，倒是我应该向你道歉，不好意思啊，害你今天挨骂了。云玲，沈渊抓着云玲的手，语气变得焦急。今天的云玲不对劲，很不对劲。怎么了？云玲依旧是笑，可就是这笑让沈渊突然卡了壳，一瞬间他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他的眼神里有着迷茫。而就在这时，云玲也掰开了他的手。没什么事，我就先离开了，我还有其他事情，就不和你多聊了。他挥挥手，走得潇洒，背始终是挺直的状态。阳光将他的背影拉得很长，却莫名显得有些落寞孤单。沈渊咬着牙，原地转了一圈，似乎想到什么，拿起手机拨通了电话。陆亦成，池胜的电话给我。陆亦成看了一眼在旁边打游戏的池胜，他就在我旁边，怎么了？让他接电话。陆亦成拍了拍池胜的肩膀，将手机递给他。池胜一脸疑惑，但还是接了过来。找我？池胜，云玲不对劲。听到这话，原本还漫不经心打着游戏的池胜脸色一变。第36章，你要死啊！到底还是小孩子，天真一些也正常。等他长大一些，就会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了。至于另一个，你倒是可以学学他的为人处事，这一点上，他倒是个利落聪慧的孩子。只可惜，不过好像也就这样。再怎么想要融入我们这个圈子，到头来也不过只能做一做佣人的活。你父母？云玲抠着自己的手，对细微的疼痛完全没有任何反应。她的脸上挂着浅浅的笑，任谁看都会觉得此刻的她应该快乐又幸福。她不在意这些的，她并没有想要融入什么圈子，但她确实有些越了界。朋友，他真的有这个资格吗？沈渊的父亲并没有说错什么，他们之间本来就是利益关系，不只是他和沈渊，还有周婉离、池胜他们，因为利益，他们才会有牵扯。是自己在利用他们，是自己在利用他们的人脉换取兼职的机会，是自己在利用他们对自己的信任在赚钱。从头到尾都是自己在利用他们。不过才半年多，自己居然也敢称他们为朋友了。沈父说的没错，自己要清醒一些。他们是两个阶级的人，高中一结束，一切就会回到原点。他要做的就是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要沉迷下去。没错，就是这样的。他只要好好赚钱，等母亲醒来带他过好生活，然后努力考上好大学，这样就好了。云玲！一声怒吼将他从思绪里猛地抽离出来，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他的手就被另一只手握住，下一秒他整个人就扑到了对方的怀里。熟悉的气味让云玲瞬间冷静下来。池胜！云玲抬头，对方的手灼热的似乎要将他的手腕烫出一个洞来，眼里的怒火更是快喷涌出来。你要死啊！他吼着，脖子和手臂的青筋暴起。没啊，我只是想过马路。红灯，你过什么马路？似乎为了印证池胜的话，话音刚落的一瞬间，一辆轿车从身后疾驰而过。云玲咽了下口水，难得后怕。谢谢。云玲缓过神来，却挣脱不开池胜的怀抱。那个，你可以放开我了吗？还有我的手腕，被你抓得有点痛。池胜闭着眼睛，缓缓吐出一口浊气，这才松开了云玲。过马路，你发什么呆？刚才还是绿灯。云玲小声辩驳着，看池胜脸色黑了些，他立马转了话口。你怎么在这？这个时候不是应该在家睡觉或者玩游戏吗？池胜撇嘴，陆亦成这家伙硬拉我过来打游戏，我闲着无聊下来买点东西。买东西？话那么多做什么？要不是小爷我及时赶到，你现在就该上新闻头条了。花季少女闯红灯被车撞飞，究竟是义务教育不到位，还是自寻死路？云玲被他的话逗笑，看不出你还挺有做文字工作者的天赋的。小爷我18般武艺样样精通。云玲笑了笑，摇了摇头。那你去买东西吧，我还有其他事情。你要去哪？池胜拉住他的手腕。我去医院看看我妈。我也要去。陆亦成不是等着你回去和他打游戏吗？池胜不是第一次去，所以云玲并不惊讶。打游戏太无聊了，不打了。云玲狐疑地打量了他一眼。你还会有觉得游戏无聊的时候？你管我？
池胜礼不知气也壮，看云林没走，他倒是轻车熟路，拉着云林的手过了马路。云林叹了口气，也只好跟着他离开。沈家的位置比池家要好一些，走个10分钟就能看见地铁站，离医院也近，不过半个小时的地铁。因为是周末，人有些多，车厢里都是人挤人，没有一个空位。云林是知道这小少爷的，有洁癖不说，还讨厌人挤人的地。看着他脸臭却又不得不忍耐的模样，云林忍着笑，艰难地拿出一个口罩递给他，戴上吧，好受一点。夏天的地铁味道总归不会那么好闻，他都劝过这位少爷了，谁叫他不听呢？现在上了车，要下去也难了。池胜盯了他一眼，接过口罩，却没有戴在自己脸上，反而一挂一扯给云林戴好了。云林有些懵，刚想开口，地铁重新启动，众人向前晃了一步，云林没站稳，差点往前面的人身上撞去。好在池胜眼疾手快，一把将云林捞了回来。抓着我的手，他说道。云林也觉得自己今天的精神有些飘忽，可能是最近睡眠有些不足。云林没有多想，他呼出一口气，握住池胜的手腕，两人都没有说话，只感受着对方传递过来的温度。好在过了2站后，池胜面前多了个空位，他也没迟疑，按着云林坐下，自己则抓着扶手站在他面前，直到地铁到站。下地铁的时候，池胜松了口气，天知道他为什么放着好好的懒觉不睡，要跑来这里受苦受难。都叫你回去了，就不。他像个硬要和你唱反调的倔强幼稚鬼。云林摇摇头，刷了马，出了站。池胜跟在他身后，路过无人花店时停下了脚步。医院他这半年来了不少次，加上有卓西在打点，医护人员早就眼熟了云林，看到他时都会和他打个招呼。云林笑着回应，直到走到病房门口。我进去打个招呼。池胜搓了搓手，没有往日吊儿郎当的模样，看上去严肃正经了几分。云林点点头，打开门。卓西将李苗安置在高级单人病房里，用的都是最新最高级的设备，就连护工也是经过了层层挑选，保证给李苗最妥帖的安置。云林来了。护工阿姨起身。池少爷。池胜点头，将手里的花束递给他。护工接过，拿着床头的花瓶去洗手间里更换。阿姨你好，我是池胜，今天也来打扰您了。我给您带了花，虽然您可能看不到，但希望您闻到香味能快些醒过来。到底是从小上过修养课的大少爷，哪怕平时混了些，真有事那也是分得清楚什么场合说什么话的。谢了，还特意买了花，总不能空着手。池胜指了指门外，我在外面等你，我应该没那么早回去，你要是无聊就先走。无所谓，我今天闲得很。云林觉得池胜今天有些奇怪，但具体怎么个奇怪法他又说不出来。第37章排名。池胜出去后，护工换好花束后也跟着出去了。病房只剩下云林和躺在病床上沉睡着的李苗。云林倒也没说话，熟练地给李苗按摩着腿脚，这是他和护工阿姨学的，他很聪明，阿姨只教了1遍就学会了。在那之后，只要他有空过来，都会帮母亲按摩手脚，以防止肌肉萎缩。病房安安静静的，云林默默做着事，只偶尔会说1、2句自己的现状，都是一些好话，也提到了资助生的事情，但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情。他本来就不是什么多话的人，一圈按摩下来，话也就讲得差不多了。他坐在椅子上，握着母亲的手。妈，我今天兼职又赚了1万，这半年下来，我已经攒了不少钱。等你醒了，我们就去个偏远的小城市，买个小房子，再做点小生意，好好过日子。云林扯了扯嘴角，将李苗的手抵在自己的额头。我会安排好一切，所以你能不能快点醒过来？说到最后一句时，他的声音小得堪比蚊子。父亲确诊前，他们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但也是个小康家庭。她和许多普通的女孩子一样，会穿漂亮的小裙子，扎着漂亮的头发。周末和父母一起去市集逛街，去小公园散步。她不需要担心生计问题，每天最大的烦恼不过会是今天要扎什么辫子，搭配什么衣服。那段生活很美好，是她目前为止最幸福的一段时光。直到父亲撑不住进了医院。父亲离开前，最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母亲。他一遍一遍地嘱咐自己要照顾好母亲，如果母亲真的坚持不下去了，也请不要怨恨他。明明是那么相爱的人，但爸爸妈妈比你想的还要坚强。他原本以为他们会这样平淡的生活下去，成为彼此的依靠，他也会努力考上好学校，赚更多的钱，让母亲享福。可是不是他哪里做的不够好，还是母亲累了，所以才不愿意醒过来。他从没有和任何人说过，他很害怕，他害怕母亲一睡不醒，他害怕母亲会离开自己。他甚至在想，
是不是因为父亲和母亲见面了，所以母亲才迟迟不愿意醒过来？他是不是不要自己了？发着呆，不知不觉也已经1点多了。病房门被敲响，云林喊了一声，池胜这才开门进来。他的手里拿着外卖袋子。我饿了，买了点吃的，顺便给你买了点。他熟练地打开一旁的小桌子，将外卖拿出来一一摆开。以往他肯定会说吃不完，给你了。我还以为你回去了，毕竟他可不是什么耐心性子。都说会等你了。说着，池胜递过来一双一次性筷子。云林很自然地接受。你下午还要待在这吗？不了，吃完就回去了，要整理一些东西。和南乔南墨的合作在下周开始，一些细节的事情他要列下来，方便他们后续操作。行，我让司机过来。看云林没动筷，却一直盯着他。池胜喉结滚动了一下，眼神也有些飘忽。干嘛？他的嗓子有些发紧。没，就是觉得你今天怪怪的。池胜一噎，脸色也跟着一变。吃你的！别忘记了，成绩下来，你答应了我什么？知道了。云林摇摇头，嘴角微微勾起，语气却满是无奈。吃完饭，两人一同回了池家。刚进门就看见2个礼盒摆在桌子上。阿姨，这什么？小盛，这是沈家和孙家送过来的，说是给云林的道歉礼物。给我的？是，送过来的人是这么说的。行，知道了。阿姨，你接着去忙吧。池胜摆摆手。云林看着眼前这2个盒子，有些发愁。怎么办？既然都说了是道歉礼，直接收下就好。退回去确实也不太好，云林只好收下，但也和2人发了消息。他不傻，往常池胜要是看到这场面，肯定会追问到底。但这一次他什么也没用，甚至在听到东西是给他的时候，也没露出半点意外的神情。陆亦成有没有叫池胜去他家打游戏不好说，但今天的事情，沈渊一定是告诉了池胜。怪不得今天这么奇怪。察觉到的云林却没有揭穿，拎着2袋东西就上了楼。没有人在谈论兼职时发生的不愉快，云林很好的享受了难得悠闲的周日。接着又是新的一周，2人如同往日一样一同上学，一样的景色，一样的人，谈论的话题从日常变成了成绩。每次考完试，成绩都会在周一的时候再公布在公告显示栏的电子屏上。果不其然，路过公告栏的时候，已经有不少人围在那了。但就算不挤，8点1到，也会有 PDF 版本发送到各个班群里。2人都不着急这一会，一个是对自己的成绩有绝对的信心，一个则是懒得去人挤人。路过的2人没有停顿，倒是云林余光中瞥到了林诗允在外围努力的身影。他们2个不看，有的是人看。2人脚还没踏进教室呢，就有眼尖的人看到他们过来。那人趴在窗户上，双手合十，朝着云林就是一拜。班长，受我一拜。看到成绩了？可不，零花钱保住了。恭喜啊！下次考试记得再次光顾。云林不忘为自己打广告。那肯定的，不过还得是你啊，还是第1名，甩了第2名20分呢，真狠啊！云林耸了下肩，却没有摆出多骄傲的表情。学校虽然都是些不愁吃穿的大小姐大少爷，但是该有的奖励还是有的。不仅有，奖励的丰厚度还远超其他学校。像开学测验，其中期末考这种特殊测验都有1万到5万不等的奖励，如果能连续拿得第1名，学期末还可以拿10万元奖励。这一笔笔的可都是大额，云林自然是不可能把这个机会让给其他人的。可惜班级排名还没出来，也不知道另一个资助生考得怎么样。不倒数就不错了吧？你看他在考场那样，万一心态不好，直接崩盘了也不是没可能。关于2人的谈话，云林没有参与，安安静静地回了自己的座位。而2人也在云林坐下的时候突然停止了讨论。抬头，果然是林诗允回来了。第38章，笑容不会消失，只会转移。看他的表情，大概也能猜得出来，他这次的成绩并不理想。他朝着蛐蛐他的2人冷哼了一声，又看了眼云林。云林早就收回了视线，准备着上课要用的东西，自然也就错过了林诗允那满是不甘的眼神。同样都是资助生，我还以为总算是来个能打的，结果也就这样。周婉离一进教室，瞬间将氛围变得紧张起来。好事的人围在他身边，眼神确实赤裸裸地盯着林诗允。老师是不是拿错试卷了？那人学着林诗允的语气，脸上满是嘲笑。哎呦，要是我估计都得退学了吧。哎，退什么学啊，放在下次考试，某些人就要被赶出去喽。你说人与人之间差距这么大呢？2人对视一眼，笑了起来，恶意丝毫不加掩盖。周婉离也勾着唇，
漫不经心走到林诗允桌前。林诗允看到他，整个人就不受控制的瑟缩了一下。他攥着笔的指尖发白，似乎在极力隐忍着什么。婉离，在周婉离开口前，云灵先一步叫了他一声：“怎么啦？”周婉离眼眸里的危险褪去，笑得单纯无害：“和我一起去洗手间吧。”女孩子的友谊最简单的不过是课间一起去个洗手间。周婉离答应的毫不犹豫：“走吧。”他快步走过来，揽起云灵的手。他离开的一瞬间，林诗允明显松了口气。云灵视线收回，对上周婉离的眸：“不是去洗手间吗？”无人的空教室里，周婉离坐在桌子上，双手往后撑着，漫不经心，却给人一种危险的感觉。婉离，那天我晕倒后发生什么事了吗？没有呀。周婉离摊了摊手，一脸无辜。云灵直勾勾地看着他的眼睛。周婉离撇撇嘴，移开视线。云灵叹了口气：“婉离，能不能不要针对林诗允了？我又没有，只是说了一句话而已。但没有你开口，其他人也不敢狐假虎威，不是吗？”云灵步步紧逼，严肃的表情让周婉离有些委屈。“你在怪我吗？”他撇撇嘴，似乎只要云灵一点头，就能立马哭出来。“你知道我没有。”云灵一脸认真地看着周婉离。“婉离，我晕倒后发生了什么吗？”他缓和了语气。“什么也没有。”周婉离有些生气了，像个闹脾气的小孩。“云灵，我不喜欢你这样。”“婉离，我也不喜欢你这样。”云灵没有要退步的打算。“为什么？他本来也不是什么好人，不是吗？还一直针对你，拿你做台阶。”林诗允自以为隐藏得很好，可在这些人看来，不过是些低质又不入流的小手段。这种人趁早滚出学校不是更好吗？周婉离冷哼一声，眼里满是对林诗允的不屑。而对于云灵来说，林诗允怎么样她并不关心，但至少她不能让周婉离再这样下去。她不知道周婉离经历过什么，她只知道周婉离这种状态很危险。决定做什么人是她的事情，但你是我的朋友，我不想你做一个欺凌者，哪怕你是为了我，我希望你好好的，好吗？这世界上有一个叶嫣然就够了。婉离提到叶嫣然，周婉离瞳孔收缩了一下，两人四目相对，云灵的眼里满是坚决，没有半点退缩的念头。“你想和林诗允做朋友是吗？你觉得你们更有共同话题是吗？我知道你还去帮助了那2个高一的资助生，你是不是不想和我做朋友了？”他看着云灵的眼睛，似乎这样就能看出云灵内心真正的想法。云灵摇摇头：“我和林诗允不会是朋友，相反，因为你是我的朋友，我才会和你说这些。”周婉离抿了抿唇，不情不愿地点了点头：“我知道了，我不会再主动去找他麻烦，这样可以了吧？”最后一句已经有点闹脾气的嫌疑了。云灵松了口气，笑了笑，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果递给他：“给你，别生气了，我没有责怪你，我也知道你是为了我才会去找林诗允麻烦，谢谢你，婉离。”周婉离接过，哼了哼，但云灵知道周婉离已经消气了。他拍拍周婉离的脑袋：“我们回教室吧。”回到教室，具体的排名也已经出来了。云灵毫无疑问是班级第1，也是年级第1。宋之玉是班级第3，年级第7。沈渊是班级第4，年级第8。至于林诗允，班级第18，年级第80名。要知道，一个班级也才20人，整个年级加起来也才100人出头，这就是倒数的程度。作为资助生，如果成绩没有保持在年级前30，那就要卷铺盖走人了。林诗允似乎也受不了这个结果，红着眼睛跑了出去。周围人都吓了一跳，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没一会，宋之玉也跟着走了出去。这就受不了了，切！周婉离嚼着糖，说话有些囫囵，但云灵还是听得真切。他抬头看了一眼周婉离，后者接受到视线，瘪着嘴移开视线，到底却是没再说什么。穆泽将这一幕看在眼里，被过去偷偷笑完了，才敢转过来。谁能想到，一个最混的和一个最病娇的，居然会被一个资助生拿捏？哎，云灵！池胜拍着云灵的肩膀，语气有多得意，拍云灵的肩膀就有多用力。云灵忍住翻白眼的冲动，转了过去。他看着池胜说：“510，还多赠送了10分给你。”他将自己的成绩单放大，放到云灵面前。云灵看了看他各单科的总分，和自己预料的差不多，名次在15名，但要进前50还差了一段距离。看来要提高补习的难度了。我知道了，我会遵守约定的。但是今晚补课之前，你得先把错题集整理出来。
云林将手机推了回去，池胜的得意没能在脸上多停留一会，就迅速沉了下去。但笑容不会消失，只会转移。原本还气鼓鼓的周婉离立刻凑到云林面前，生怕火不够旺，又加了一把柴。活该，云林每天辅导你，还能考成这鬼样子，没救了。云林，我有救，你教我吧。你的成绩已经很好了。云林没有说客套话。周婉离的成绩是班级第2，也是年级第2。如果硬要推一个天才出来，那个人毫无疑问是周婉离。他从不在这些课程上多下功夫，在云林这个卷王出现前，他一直都是第1名，从小到大。很多事情他只是懒得参与，一旦他认真起来，几乎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难倒他。第39章，我也没觉得你能考过云林，不过你也不错，我还以为你会把我上学期教你的都忘记了。在云林没来之前，池胜一直都是倒数，能在短短半学期里追上来，已经是算相当不错了。云林采取的是鼓励式教育，对于这个大少爷，那更是哄着来的。池胜能有这个成绩和分数，他已经很满意了。看云林为自己说话，池胜脸上的得意立马又回来了。那是，只要小爷我稍稍努力，分数什么的易如反掌。他伸出手掌，翻转了2下。云林笑了一声，到底没拆他的台。与此同时，宋之玉也追上了跑出去的林诗允。放开我！林诗允的声音带着哭腔，背对着宋之玉，不愿意转过头来。真的要我放开吗？宋之玉说道。两人僵持了一瞬，林诗允收回脚步，转过身来，却还是不愿意抬头。宋之玉也不和他拉扯，抬手捏住他的下巴，水汪汪的眸子就这么出现在自己眼前，让人看了好不怜惜。不过就是一次不入考核的测试，至于哭成这样吗？宋之玉皱着眉头。林诗允撇开头，我从没有考得这么差过，要是下次还是这个分数，那我该怎么办？想到母亲说的那些话，林诗允整个人都变得焦躁起来。他蹲在地上，用力地抠着自己的手指。之玉，我该怎么办？林诗允的眼里满是迷茫和恐惧。想起自己考前在班级里说的那些话，他更是恨不得直接找个洞把自己埋了，也好过这么丢脸。下次考上去不就好了？宋之玉说得轻松。我也没想到你不知道考试内容，算是我的错。这样，以后家教课你和我一起上吧，家教费我会另外多付一份给云林的。提到云林，林诗允立马变了脸色。他咬着牙，眼里有着不甘。他们明明都知道，却没有一个人告诉自己，看着自己像个跳梁小丑一样在云林面前蹦跶，等着成绩出来看自己打脸。天知道看到排行榜的那一刻，他是什么样的心情。而这些人就这么冷眼旁观者，静静地等待自己出丑。所以他也是吗？林诗允瞳孔闪烁了一瞬。不用了。他冷了声。下次考试我会提前找老师问好考试范围，不会再出错了。但宋之玉像是没有察觉到他情绪的转变。云林自己出的试卷和重点范围能猜中大部分题型，你可以参考一下，比你自己复习效率要高一些。看宋之玉还在提云林，林诗允的脸色更差了几分。我自己可以。林诗允再次拒绝。林诗允，我在帮你。所以你也觉得我比不过云林，是吗？我必须要让他辅导我，我才有可能继续留在这个学校，是吗？连着2个反问，表达出了林诗允的不甘和嫉恨。宋之玉叹了口气。林诗允，我不想和你吵架。他的语气很是无奈，显得林诗允格外不知好歹。而面对宋之玉的不回应，林诗允越发不满。他推开宋之玉，满眼委屈。宋之玉，你也觉得我丢脸吗？既然这样，我会把钱还给你的。这样我们就没有关系了。我再怎么丢脸，也不会连累到你。他的眼泪如同断了线的珍珠，一颗一颗不断滚落。看他脾气上来，宋之玉知道此刻再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索性将他抱在怀里，轻轻拍着他的肩膀。林诗允惊讶于他的动作，一时竟然也忘记了哭，双手就这么箍在胸前，不敢动弹。他红着耳廓，没看见宋之玉眼里压下的不耐。之玉，如果我觉得你连累我，那我就不会追出来，更不会给你出主意。他松开林诗允的手，擦去他眼角的泪水，眉眼柔和。你要是不想被云林辅导，那我来辅导你，这样你可以接受吗？林诗允心动了一瞬，点了点头。如果是你的话，我可以。宋之玉勾唇，乖。低沉又温和的嗓音，仅一个字就足以让人心动不已。对不起，我不该把脾气发到你身上，也辜负了你的期待，没能考赢云林。林诗允的声音软了下去。没事，我理解。你刚来，是我没考虑到位。
宋之玉笑了笑，拍了拍林诗允的肩膀。只是一次开学测验，你不用太在意，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和云凌一样。我也没觉得你能考过云凌，那天的话，你忘记吧。这些话就像无形的利剑，一发发射在他的心尖上。最后一句更是直直扎在了他的心头。他扯着笑，脸上却没多少笑意。是啊，是我太傻，以为大家是想帮扶云凌才会去买试卷。我也是，如果他没能力，你又怎么会选他做你的家庭教师？明明他会是更好的选择。那么多迹象都表明了云凌的不一般，是自己自以为是，所以才会栽了跟头。但以后不会了，云凌总有一天会被自己踩在脚下。到那个时候，不会再有人记得自己说过的大话，只会感叹自己的优秀，再遗憾的表达云凌也不过如此而已。想到那个画面，林诗允就忍不住翘起嘴角，连带着紧攥的拳头也松了下来。宋之玉看着他神情的变化，眼神闪过一抹得逞。快上课了，我们回去吧。他说道，眼神又变得温柔。林诗允点点头，跟在宋之玉的身后，看着他宽阔高大的背影，原本的屈辱散去，心间只留下少女的悸动。考试的风波只持续了一阵，到最后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成绩。又是午休，三人结束打工后前往无人的音乐教室。不知不觉间，这里似乎已经成为三人的秘密据点。云凌姐，我看到你的成绩了，年级第一，好厉害。一结束打工，南墨就憋不住自己的话痨个性了。多亏了你的笔记和提醒，我和哥哥考试前努力突击了一下，才不至于考得太惨。是啊，还以为这个学院都是些不学无术的富家子弟，没想到考起试来一个比一个倔。南乔也忍不住感叹了一句，能帮到你们就好。云凌笑了笑，成绩一出，南墨就给他发了消息。在完全没有学过的状态下，只是突击了短短1星期，就能保住大部分的基础分，足以证明这两个人的脑袋比自己想的还要灵活，同时也能看得出来他们足够努力。云凌对他们的态度和成绩都很满意。南墨拖着下巴，用着星星眼看着云凌。不一样的教学方式，不一样的阶层，不一样的测试方法，不敢想，如果没有你，我和我哥在这个学校都不知道能不能撑过1个星期。像是突然想到什么，他撑着手往云凌面前凑近了些。云凌姐，你作为第一个资助生，一定很辛苦吧？第40章，酒吧是男性专属。云凌眨了下眼睛，回想着刚进校的那段时光。因为自己是圣托利亚有史以来第一个资助生的缘故，所以格外受人关注。那个时候，自己和池胜的关系还很僵硬，连带着原本对自己释放着好意的同学，也怕惹到池胜他们，而慢慢孤立了自己。好在自己从一开始就明白自己和这些人的差距，倒也没想过要交朋友这件事，只是想着要好好学习。但架不住有人对自己有着纯粹的恶意。云凌瞳孔微微闪烁，看他明显走了神的模样，南墨抬手在他眼前挥了挥。云凌姐。云凌回过神，勾了勾唇。和你们一样，看到食堂价格也吓了一跳，还有很多听都没听过的教程，因为这个还出了不少次笑料呢。他笑容坦荡，丝毫不觉得尴尬。那你第一次考试的时候，你是怎么解决的？有人像你帮我们一样这么帮你吗？云凌摇摇头，没有。那你拿到试卷的时候一定很慌吧？南墨整张小脸都皱了起来，脑海里浮现云凌坐在考场上一脸无助的场景。云凌思索了一番，也没有。我父亲是大学教授，他在世时，我总是缠着他给我讲课。他去世后，我也经常看他留下的书籍，所以不知不觉间，我已经把大学的微积分也上完了。两兄妹对视一眼，一时间不知道哪一句更震惊自己。你们不用这副表情，我父亲已经去世很多年了，我已经没关系了。那你现在是和母亲一起生活吗？没有，我母亲出了事故，还没醒，所以目前我住在池家，就是资助我的卓女士家里。池家他们不知道，但说到卓女士，南乔兄妹就认识了。南墨闭上眼，一脸懊悔的拍了拍自己的嘴。死嘴，不会说话就闭上。对不起啊，我们不知道。南乔小心翼翼地道着歉。云凌摆摆手，没事，这也不是什么秘密。说着，他将文件放在桌面上。这个是我给你们整理出来的要点和资料，老板那边我已经去说过了，等会我带你们去走一遍流程，这个以后就交给你们了。没问题。解决了便利店送货服务问题，云凌这才回了教室。午休跑去哪里了？池胜问道。是啊，一下午都没见到你，冰都快化了。周婉离将奶茶递给他，天天喝，小心变胖。周婉离踢了一脚木泽，什么都没说，但动作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我把便利店跑腿的事情分给其他人了。那挺好，
省得你课间跑来跑去的。还是要跑，但是只要负责这个区域就好了。还以为你会干到毕业呢，没想到你居然会把活分给别人。穆泽也有些讶异，有些事情分出去比单干好，虽然看上去我的收益变少了，实际上我是付出了更少的精力，得到了更多的回报。穆泽在心里盘算了一下，眼睛骤然一亮，还真是这么回事。他拉着椅子凑过来，云灵，我有个绝妙的想法，你要不要听一听？什么？我有钱，你有脑子，咱俩合作，赚的钱5-5分，怎么样？6-4也行，我4你6。凭你这脑子，那开啥指定都亏不了。穆泽倒是越说越来劲，可还没等云灵开口，周婉离一只手已经盖上了穆泽的脸，顺势给他来了个锁喉。就你这样，开啥都得黄，别浪费我家云灵的智慧。怎么就你家了？他住我家，硬要说那也是我家。眼看着三人又吵起来，云灵早就习以为常，淡定地喝了一口奶茶。既然都乱成一锅粥了，那就趁热喝吧。但到底合作这件事就这么混了过去，没有人再提起。放学又是固定的家教课，池胜依旧独自坐一桌，眼神还是一如既往的幽怨。教就教，脑袋靠这么近做什么？宋之玉，你是聋了还是瞎了吗？宋之玉没开口，但是云灵先瞪了池胜一眼，后者撇撇嘴，像只犯错又不肯认错的小狗。云灵收回视线，将本子推了回去。这几道你做一下，和你错的题目是同类型的，做完我们对照一下，没问题就可以下课了。下次上课你带综合试卷，记得做好错题集，到时候集中讲解效率更高。宋之玉点头，拿起笔开写。林诗允没有抬头，捏着笔，却迟迟没有下笔。约莫过了10来分钟，宋之玉将本子递给了他。云灵拿着红笔，认真批改着。落日的余晖恰好洒在他的身上，整个人散发着柔和的光，让人移不开视线。宋之玉嘴角噙着笑，手不自觉地转着笔。林诗允抬头喝水，恰好看见这一幕，眼下的不甘越发浓烈。对了，周婉离的酒吧要开业了，你去吗？见云灵批改好，宋之玉这才开口：你也去吗？宋之玉应了一句：啊，你去做什么？池胜第一个反对，受到邀请，为什么不去？谁邀请你了？谁是店主，自然就是谁邀请的。周婉离，这死丫头！池胜咬着牙关，我们两家父母关系不错，商业上也有往来，所以他开业自然是会邀请我的，而我于情于理也该去给他捧个场。这话自然是解释给云灵听的。而林诗允则像个外人，明明就坐在这，却融不进去。他将手放在桌下，扬起笑脸，故作懵懂。你们在说什么啊？什么酒吧啊？宋之玉似乎这才想起了林诗允。周婉离开了个酒吧，下周开业，你到时候要不要和我一起去？酒吧吗？我没去过这些地方。不用担心，酒吧也是分3、6、9等的，况且周婉离也不会让人在他的酒吧里面闹事。周婉离为什么要选择开一个酒吧啊？她一个女孩子会不会不太好？再怎么说，这种地方鱼龙混杂，万一有谁喝大了闹事，又或者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交易，她一个女孩子能处理得过来吗？她说话声音软软的，却让云灵听了有些不舒服。那你觉得，如果遇到这些事情了，谁能处理得过来？他看着林诗允，眸光微暗。林诗允色缩了一下，显得有些畏畏缩缩，面上又是一副我是为了他着想的表情。我的意思是，他怎么不开个咖啡店之类的，更适合女性？所以在你看来，酒吧是男性专属，无论是客人还是老板，都应该是男性，是吗？第41章对立。云灵极少打断别人的话，和别人意见有冲突时，他也向来是保持沉默。但唯独这件事不行。见过母亲作为一个女性是如何带着她这个拖油瓶在这个社会上努力生存的她，没有办法像往常一样一笑而过。更适合女性，云灵冷笑一声，就是因为有你这种想法，女性的生存空间才会被一点点剥夺。酒吧本身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闹事的人和不做正经生意的老板，而不是来酒吧喝酒的女性客人。开一个店不是只靠钱就可以的，还要考虑各种因素。周婉离作为店里的老板，能让店顺利开业，就表明他有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至于你说的安全问题，我可以直接和你保证，不会有任何一个女性在这个酒吧出事。为了保证女性客人的安全，在开业前，周婉离就做足了功夫，甚至安排了一个独立的女性区域。如果遇到女客人喝醉酒或者遇到骚扰的情况，也会有暗号对接，在女性觉得不舒服的时候，第一时间出面解决。同样作为女性，
他的反应是要创造出更多可以让女性自在的空间，而不是像你一样，没有什么更适合女性之类的说法。与其让女性不要去这些地方，你倒不如让男性都好好待在家里，这样就算女性喝醉了酒睡在大街上，第二天醒来也只会发现自己身上多了一条干净香软的被子。另外两人似乎也是第一次见到云林这个样子，一脸错愕地看着他。我也只是出于好意才说的这些话，如果惹你不开心了，那我和你道歉。但是你会不会太过了一些？林诗允话锋一转，我随口一句话，你就要抬到这个高度？你就这么想看我下不来台，想看我丢脸吗？他的表情有些委屈，语气也软软地。原以为云林会接着破防，可云林的表现却再次出乎众人意料。他的眼神在顷刻间变得平静。我没有想让你难堪。他的话总是格外直白，从不弯弯绕绕。换做其他人，这句话毫无信任度。可那是云林，不管林诗允信不信，至少池胜他们是信的。如果不是因为他足够真诚坦荡，那他们也不会多看他一眼。我只是想告诉你，你也是一名女性，你有选择去或不去的权利，但你没有任何资格去批判选择去的女性。如果每个女性都选择了不出门，那等你想出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早已经没有了选择的权利。林诗允一时卡了壳，竟说不出半句话来。他捏着拳头，避开了云林那如深潭的眸。云林见状，也收回了视线。他将东西收好，随后起身。那今天的家教课就结束了，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我就先回去了。宋之玉挑眉，眼里是毫不掩饰的欣赏。他挥挥手，明天见。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话，也没有任何要为林诗允说话的打算。云林点头，看向池胜，走吧。池胜早就等着这句话了，拎包的动作都不带犹豫的。他看了一眼宋之玉，摇了摇头，表情要多遗憾有多遗憾，眼里却是怎么也盖不住的得意。宋之玉就这么盯着他，嘴角勾着浅笑，像个人机。直到两人离开，他才敛了笑。之玉，林诗允小心翼翼地叫了他一声，时间也不早了，你也早点回去吧。看着变得冷淡的宋之玉，林诗允咬着下唇，虽然想说什么，但还是忍了下来。他知道今天自己的失言已经惹得宋之玉不开心了。虽然他之前也闹过脾气，但这段时间相处下来，他也大概知道了宋之玉的脾气，阴晴不定。这种时候就证明自己要安静地离开他的视线了。如果不是云林，林诗允咬了咬牙，借着收拾书包的动作掩盖自己的情绪。再抬头，他又恢复了往日那副乖巧的模样。那我就先回去了，明天见。同样的话，却没有得到同样的回应。林诗允眼里闪过一丝落寞，但还是背着书包离开。三人都离开后，宋之玉却没有急着离开。他坐了下来，漫不经心地喝了一口咖啡。想到云林刚才的模样，他嘴角的笑容骤然勾起。半年过去了，他没想到云林还能给他惊喜。而林诗允，算了，再玩一会也行。日子这么平淡乏味，总得有些调味料拌一拌才行。而此刻同样愉快的还有另外一个人。看着池胜发来消息，周婉离本来是没打算理会的，但手一个误触，还是点了进去。看到视频里有云林和宋之玉，周婉离笑了。周婉离，你这家伙终于吃醋吃疯了吗？池胜白眼。池胜，能不能看一眼视频再说话？白瞎给你发这个视频了。看到这话，周婉离这才终于点开了视频。视频不长，却完整的记录了云林为他说话的那一段。周婉离作为店里的老板，能让店顺利开业，就表明他有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至于你说的安全问题，我可以直接和你保证，不会有任何一个女性在这个酒吧出事。听到这句，周婉离没忍住，笑出了声。老板，这是看到什么了？笑这么开心？擦着杯子的酒保忍不住问了一句。看到猫亮爪子了。他没抬头，将视频截到只剩下云林一个人后，才将视频保存在手机里。老板，你也养猫了吗？那可要小心点，抓到了得打狂犬疫苗的。保险起见，还是得定时给猫剪指甲。周婉离点点头，将手机在手里转了一圈，看上去心情很好。这就交给你了，我去仓库清点一下东西。好。那天的事情没有人再刻意提起，宋之玉和林诗允像往日一样相处着，只是周婉离在第二天对云林格外热情了些，搞得云林一头雾水。很快到了酒吧开业这一天，一群人早早到达，围在门口，在周婉离剪彩后才乌泱泱的进了酒吧，自由落座。真是有够厚脸皮的，居然还敢到我的地盘上来，是在挑衅我吗？谁叫你要邀请宋之玉的？池胜背着吉他
带着云林坐到周婉离旁边，看着林诗允怯生生跟在宋之玉身边的模样，周婉离眼里越发不满。这么害怕，还来做什么？搞得我这里多不正经似的。周婉离嘟囔着，话里话外满是对林诗允的不满。第42章，还满意你看到的这一切吗？恭喜开业。沈渊和陆毅呈走了过来，手里拿着的是无酒精饮料，相关的文件审批流程，谢了。周婉离举起杯子，沈渊和他碰了一下，算是回应。我给你安排了这么多器械，也不见你道一声谢。陆毅盛杯子一放，顺势坐下。顶级包厢就差把你们哥几个的名字刻上去了，还不够啊？酒吧一共有4层，1层公区，2层女性专区，3层是包厢区，其中有2个包厢并不对外开放，只给几人专用，至于4层是工作区域。开业第一天，看上去还不错嘛。穆泽安抚好其他的好友后，这才凑了过来。你也不看我前期下了多少功夫。周婉离极少对一件事情上心，但这家酒吧他确实花了不少心思在里面。他将酒吧定位为高品质酒吧，在这里最便宜的酒都要小1000。环境自然不用说，大到沙发和演奏设备，小到一个随机的摆设，都是精心而为。此外，酒水的品种也是挑了又挑，足足选了3个月才敲定了现在的供货商。能在这里消费的大部分都是有一定经济实力且追求格局的高端人士，也就是所谓的商业精英和上流名媛。宣传也挺不错的，我刚还看到了好几个眼熟的网红和明星。你这酒吧都挂上热搜了。宋之玉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带着林诗允过来了。周婉离虽然看不惯林诗允，但公开场合下他也不会做一些不符合身份的事情，让别人落了话柄。不宣传出去，来这里的人怎么感受到阶级差距带来的优越感呢？对于这话，几人心照不宣。创业对他们来说并不难，他们有钱有人脉，做什么都不难。哪怕周婉离不宣传，只要他的名字一摆出去，多的是人主动过来卖个面子，混个眼熟。但如果要酒吧后续能吸引更多同类顾客来，就必然要让他们看到酒吧的价值。上千的酒费和入会费只是门槛，他们既要排掉进不来的消费者，又要让这些消费者知道他们的存在，这样才能让进得来的消费者感受到阶级差异带来的优越感，从而满足他们的虚荣心。这一部分客户大部分都注重面子，酒吧名号打得越响，他们作为酒吧的消费者也就越有脸面，后续的客源也就越稳定。看出来你脑子确实挺好使的嘛。穆泽打趣着，周婉离却瞥了一眼云林，云林只当没看见，默默喝了一口果汁。几人说这话，哪怕有些不着调，都能让人看出来他们之间氛围的不同，哪怕是宋之玉也能轻松融入他们，丝毫看不出敌对的模样。更别说云林，同样质朴的服装，同样没说一句话，他却被周婉离和池胜夹在中间，神态自若，而自己则站在边缘，局促不堪。他咬着嘴唇内侧的嫩肉，恭喜你啊，婉离。林诗允主动开口，周婉离微挑着眉，打量了他一眼。他可不知道他和林诗允什么时候这么亲密了，但酒店开业第一天，他心情好，也就应了一句。话题到这本就该结束了，可偏偏林诗允又嘀咕了一句：要是我也能出生在富贵之家就好了，想做什么就能做。是啊，真可惜。不过你可以找准时机赶紧投胎，说不定下辈子有希望。周婉离受气，那是不可能的。林诗允脸色微变，扯了扯嘴角，你别生气，我没有恶意，我只是感叹一句而已。虽然你是靠家里才开起来的酒吧，但抛开这个，你能开起来就已经很厉害了。他说的真诚，却没有人买单。抛开？为什么要抛开？周婉离同样笑着回应，只是眼里却没多少笑意。我生而有钱，为什么要没苦硬吃？他说的理所当然。今晚你们几个的开销记我账上。宋之玉适时出声，他的手搭在林诗允肩膀上，微微用力按了下。林诗允吃痛，但不敢喊出声，紧抿着唇。周婉离看到了宋之玉的小动作，轻哼了一声，听到了，把账记上。话是对着酒保说的，也算是卖给了宋之玉一个面子。时间也差不多了，你是不是要去开场了？云林戳了戳池胜，池胜看了眼时间，人来的也都差不多了，是可以上台了。别砸我场子啊！池胜没说话，池胜给周婉离比了个不太文明的手势，看小爷我怎么惊艳全场吧。池胜背起吉他，眼神落在云林身上。云林手握着杯子，抬头看向他，加油！池胜抬手随意揉了揉云林的头发，不等云林反抗，他已经背着吉他上了台。他将盒子打开，拿出吉他，坐在位置上，调试设备的同时，酒吧的音乐也停了下来。
灯光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池胜长得很好看，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就连他本人也清楚的知道这一点，所以才格外臭屁。但云林有时候会忽略这一点，因为池胜的性格有时候实在太过幼稚和闹人。可当看见他安安静静坐在台上，随手拨弄着吉他弦时，那散发出来的随心慵懒的模样，让云林又再次意识到了这一点。周围随着灯光暗下也慢慢安静下来。池胜调整好话筒后拍了拍，大家晚上好。哪怕在这么多人面前，他也没有任何怯场。我是池胜，一开口又恢复了那副张扬的模样。欢迎大家来到 Only， 今天让我们歌声的环绕和美酒的加持下彻夜狂欢。说完简短的开场白，在大家的掌声中，他也开始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旋律缓缓飘出，靠着音响回荡在酒吧的每一个角落，接着便是池胜那独特的少年音。你不觉得他今晚像个开屏的孔雀吗？那眼神就盯着一个人了，可惜开给了一个瞎子。周婉离对穆泽的话表示赞同，但对结果表示遗憾。他偏过头靠着云林，就说找他开场是个绝妙的主意，长得不错，唱歌也还行，关键是在圈子的知名度够高。明星太大众化了，后期有活动再请也可以。像今天来的大部分都是来给他捧场的圈内人，只要找个更高一个台阶的人来压压场，池胜再合适不过。怎么样，还满意你看到的这一切吗？周婉离的声音不大，只有云林能听到。云林默默和他碰了下杯。怎么样，这波热搜还要再火一点吗？不聊，物极必反，慢慢降下去吧。知道了，我安排人去弄。周婉离起身和另外4人打了个招呼，拿着手机离开。这里每一层都安排了至少3个专业保镖，周婉离并不担心会出事。第43章，你能和我比？他去干嘛了？穆泽一脸疑惑。处理事情。云林回道。除了周婉离，没有人知道这酒吧也有云林的股份。想法是周婉离提出来的，但能一步步实现，是云林在背后规划。从酒吧的定位到环境的规划，再到供应商的确认，实际的策划和决定者都是云林。一个负责提供钱和人脉，一个负责运营，2个人合作起来却意外的合拍。但云林知道，周婉离完全有能力自己规划一个小小的酒吧。累人的活我不干，钱你要多少我给多少，要人要资源你尽管开口，但其他的都由你解决。我负责管理和出钱，你负责运营和账面，收益对半55分，怎么样？这是周婉离的原话。为什么不找别人？这种愚蠢的话云林不会问出口。既然周婉离亲自找自己谈合作，那就证明自己有利用价值。既然如此，自己只要点头，尽全力发挥自己的本事就好了。这可是绝佳的实践机会。像这种错了还有人无条件给你兜底的机会，但凡聪明一点的都不会拒绝。于是有了如今的 Only。 但云林在合作中只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不希望自己持有酒吧股份的事情被更多人知晓。他现在在学校的风头已经够旺盛了，如果被人知道自己和周婉离合作，难免会被误以为自己在抢夺他们的资源，这对自己而言并不是一件好事。还以为你不会来。宋之玉看着他，和池胜打了赌，如果他考到500分就过来。怪不得。宋之玉瞳孔微微转动，下一秒他起身坐在了原本属于周婉离的位置上，他的手穿过云林的脖子，搭在他身后的沙发上。穆泽一看，立马坐到了对面，就怕等会打起来伤及无辜。那作为你的学生取得了班级第3、年级第7的好成绩，老师有什么奖励吗？云林有些不太习惯这种被半包裹的姿势，稍微挪动了一下位置，但宋之玉立马逼近，不给云林脱离的机会。见状，云林刚才放弃挣扎，而林诗允就坐在他们对面，看着宋之玉对云林的亲近，藏在桌子底下的手紧攥着。只有沈渊注意到了他的情绪，但也只是冷冷一瞥。你找我做家教，不就是想要考更高的分数吗？一个个的怎么都还开始讨要奖励了，也不知道这分数是给谁考的。这不是要有点奖励才能有动力吗？回头别人问我成绩证明这么好，我也能把你推荐给别人，你说是吧？话有些道理，但总觉得哪里怪怪的。而且这宋之玉表面看着温温和和的，和池胜的性格完全不同，但是难搞程度可一点不比池胜低。早知道就不说和池胜约定好这件事了。用脚趾头想也知道宋之玉突然这样是因为什么。他叹了口气，那你想要什么奖励？先说明，我可没有钱。他说的坦荡。宋之玉轻笑一声，我还不至于要一个资助生的生活费。他的手指在沙发上敲了敲。那你要什么？
我家的赛马场新进了一匹小马，还挺可爱的，要去看看吗？说是讨要奖励，但还是象征性的询问了一下云林的意见。新到的小马想必一定很可爱，正巧我也许久没有去玩了，宋少爷应该不会吝啬到只请云林一个人吧？看出来云林有些为难，沈渊抢在云林开口前说道：“沈大小姐既然开口了，那当然是荣幸之至。那我也顺便看看我寄存在那的马吧。”几人都有自己专属的马寄养在宋之玉家的马场里，有时候还会由专业人士带他们去参加比赛。云林是看过一次的，当时还感叹富人家哪怕连宠物都比底层人金贵。看陆毅成也凑了一脚，宋之玉只是挑了下眉头，算是默认。他侧头看向穆泽，后者刚想拒绝，就看见一个人影怒气冲冲地走了过来，他的脸上立马挂上了一副看好戏的表情。下一秒，宋之玉搭在沙发上的手直接被池胜扒了下来，又二话不说挤到了两人的中间，两人都被挤得难受，各自往另一个方向移动。这下三个人都舒服了，但这舒服只是在位置上，而不是在心上。聊什么呢？要这么亲密？池胜咬着牙，脸上的笑容无比虚假，看着宋之玉的眼神更是有着快要喷出的怒火。宋之玉也很快调整好了自己的情绪，他拍拍被池胜挤到的手臂，用同样的假笑回应着池胜。聊奖励。池胜嘴角的笑立马收回，他转头看向云林，什么奖励？云林叹了口气，再次感叹多说多错，做人啊，谨言慎行。宋之玉知道你用考500分为条件让云林来这里听你唱歌，他也用这个邀请云林去他的马场。啊？你凭什么？听到穆泽的话，池胜也不装了，看他的表情，下一秒似乎就要上前拽住宋之玉的衣领了，但宋之玉却很淡定，凭我也是他的学生，是吧，云林老师？宋之玉探出头看向云林，后者扯扯嘴角，还没开口呢，眼前的视线就被池胜挡住。你能和我比？宋之玉眸光一暗，怎么不能？就因为你是白嫖的，我是出钱的。池胜一听，脾气也跟着上来。宋之玉，我看我是。好了，云林起身直接拽了池胜一把。你们是打算在晚离的酒吧里闹事吗？还是在第一天开业的时候？你们两个也快成年了，不是不知道场合，不知道分寸的小孩子了，能不能不要这么幼稚？刚才还针锋相对的两人，此刻在面对云林的批评时，同时低下了头。还不是他先搞事情。再说了，你都只顾着和别人说话了，哪里有听我唱歌？池胜嘟嘟喃喃地抱怨着，像只被抛弃的金毛。周婉离回来，看到的就是这个场景。他勾着唇，抬手让已经待命的保镖退下，自己则挤了下穆泽，坐在了最边缘的位置。这是怎么个事啊？穆泽也没卖关子，附在周婉离耳边，把刚才的事情一五一十告诉了他。越听，周婉离嘴角的弧度便越扩大几分。真有意思，他说着，目光极其漫不经心地往林诗允那边扫了一下。此时此刻的林诗允脸色已经黑得不能再黑了，就连一开始的假笑都已经维持不住了。看他这样，周婉离心情更好了几分。第44章，那又不是我和他不对付。到最后，还是以云林答应了宋之玉的邀请为结局。宋之玉满意了，听到云林答应的一瞬间，池胜撂挑子不干了，拉着云林就离开了酒吧，甚至没给其他人反应和开口的机会。车子停在门口，池胜拉开车门，直接把云林塞了进去。两人都没有开口，车内气氛压抑的可怕。司机一看这模样，就知道两人又闹矛盾了。他一个打工人，自然不会多嘴，他的工作就是负责接送这位少爷，旁的就要懂得装聋作哑了。此刻酒吧里，看来池胜这家伙气疯了。穆泽看热闹不嫌事大，再气到最后还不是得乖乖服软。周婉离半点不担心云林的处境，你信不信他最后还得臭着一张脸出现？就他和宋之玉的关系，他会去？穆泽有些怀疑，现在都流行当着当事人的面去了。宋之玉挑眉，却没有丝毫要生气的迹象。我赞同婉离的说法。陆亦成和周婉离碰了下杯，打个赌。周婉离看向宋之玉，你要不要也下个注啊？当事人一个个的都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主。赌什么？100万，就当玩玩了。行。穆泽当即拍板，我赌他不去。那我也玩一玩吧。沈渊和陆亦成也跟着下了注。看他们那随意又漫不经心的模样，林诗云咬着唇，这个数字是他们家一辈子也赚不到的钱，可在他们这里却只是一个随意的赌注。时间不早了，那我也就先离开了。
周婉离挥了挥手，不送了。宋之玉应了句，看向林诗允，后者早就待不住了，背着书包就跟上了宋之玉。明天你也一起过来吧，我让人去接你。我也去吗？林诗允有些意外，多一个人少一个人也没什么所谓了，所以自己只是个无关紧要的人员吗？林诗允垂眸，眼里有着失望。之玉，林诗允叫住宋之玉，说：“你主动和云林讨要奖励，是因为吃醋吗？还是为了故意让池胜不开心？”宋之玉停下开车门的动作，手搭在车顶，路灯的光刚好投射在宋之玉身上，昏黄的灯光让林诗允看不真切宋之玉的脸。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去咖啡店时我说什么吗？林诗允喉咙一紧，不要自作聪明。见他还记得，宋之玉缓和了几分脸色。上车吧，我让司机送你回去。那你呢？我另外叫车。林诗允抠着手，不敢再惹宋之玉生气，绕到另一边，自己打开车门上了车。车子缓缓发动，林诗允没忍住，回头看了一眼，宋之玉还在原地拿着手机在看，屏幕的光放射在他脸上，他的身材修长挺直，微曲着腿靠在路灯处，像个模特，一切都很好，除了他一眼都没看过来。从头到尾，从始至终，所有人的视线都没在自己身上停留过。他到底哪一点比不上云林？就因为自己考砸了吗？还是因为他比自己早来？但不管是什么原因，结果已经摆在了眼前。刚巧夏之的电话打了进来，林诗允忍下心中的委屈，接起了电话。妈，诗允啊，这都10点了，你回去没有？关心的话语从手机里传来。你可不能学那些不学无术的大小姐，你和他们可不一样，要是你学的和他们一样了，那可就完了。类似的话夏之说了无数遍，他让自己要学乖，要表现得与众不同，要矜持倔强，只有这样才能被别人高看。可真的是这样吗？那为什么平平无奇的云灵什么都不用干就能得到他想达到的目标？他垂着眸，眼里满是不甘。诗允，看林诗允没回答，夏之喊了他一声，在回去的路上了。没喝酒吧？没有，一个人。知玉让他家的司机送我回来的。这样啊。夏之满意的点了点头，似乎想到什么，又皱起了眉头。那他没跟你一起吗？没，他还有其他事情，怕我太晚回去不安全，所以先让司机送我回来了。原来是这样。今晚有发生什么事吗？没有，没有。不过他让我过阵子去他家的马场看小马。听出了夏之语气里的失望，林诗允急忙补充了一句。果不其然，夏之的声音立刻变得轻快起来。看小马？小马好啊，你记得吗？小时候你陈叔他们家养了2匹马，你天天拉着我，让我带你去看。林诗允扯扯嘴角，应了一句。你去的话，记得穿我给你买的那条白裙子。去那里穿裙子不方便吧？林诗允有些迟疑。哎呀，你懂什么？听我的就好了，妈还能害你？可是，到时候记得拍个照片给我。好了，我不和你说了，我得去睡美容觉了。说完，不等林诗允开口，夏之就已经挂断了电话。车里，林诗允叹了一口长长的气，他看着窗外倒退的景色，眼里满是迷茫。而此时，池胜和云林也已经到了家。莫等管家开口，池胜直接拽着云林上了书房，一把将门关上。原以为两人要大吵一架的管家跟了上去，但隔着一扇门，房间却静悄悄的。虽然疑惑，但没吵起来，他也就下了楼。此刻，书房里两人正在大眼瞪大眼。你又要闹什么？云林甩开池胜的手，揉了揉自己发红的手腕。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奖励吗？池胜想发火，又不敢，只能憋着，看着有些委屈。准确来说，这是宋之玉的邀请，虽然也没有给他拒绝的机会就是了。那你为什么要答应他的邀请？因为我为什么不能接受他的邀请？云林反应过来，不再被池胜带跑。因为我和他不对付。池胜差点卡了壳。那又不是我和他不对付，咱俩吃住都一起，不应该一条心吗？再怎么一条心，我也是个独立的人，你不能把你的想法强加在我身上。我没有。池胜梗着脖子，我只是不想你和宋之玉走太近，那家伙可不是什么好人。总之，你现在就发消息给他，跟他说你不去。他像个耍赖要糖的孩子，但云林却没打算顺他的意。第45章，比麻绳还坚固的关系。我不。他拒绝的干脆。云林，池胜绷着一张脸，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固执？池胜，我住在你家，不代表
你有权干涉我的决定。我理解你可能是出于好心，但我既然答应了，就是考虑了各方面的情况才会应下。我没有要干涉你的决定。池胜的话里有着无力，心头萦绕着许多伤人的话，他知道不能说，所以只能极力压制自己的情绪，连话也变得简洁了不少。他抿着唇，看着云林的眼睛，一定要去吗？有什么非去不可的理由吗？如果你想看小马，等放假了我带你去我家的马场。池家也是有马场的，只不过在国外。云林觉得自己说不定也是个颜控，至少池胜每次无理取闹时，自己看着他的脸都能稍微消消气，而每当他露出小狗般可怜兮兮的表情时，他也变得容易心软很多。也不知道池胜是不是也察觉到了这一点，小狗委屈脸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了。他叹了口气，马场沈渊他们也去，你不用担心，我不会和宋之玉单独相处的。他不会因为别人而改变自己的决定，但如果这一点小让步能稍微安抚一下池胜，他也愿意这么做。池胜不开口，显然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你每次看到宋之玉就会变得这么焦躁？如果你告诉我原因，我可以考虑不去。听到这个问题，池胜表情沉了下去。既然这样，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云林离开，池胜却没动。出去的时候，云林看了他一眼。他很少看到池胜这副模样，像是有一团黑雾笼罩在他的身上。难以想象池胜会有这种阴郁的表情，这种表情似乎和宋之玉更为适配。云林对两人的关系越发好奇，但池胜不说，他也就不追问。再熟的朋友，在某些私事上也要保持边界感。退一步说，他们算是朋友吗？可以称作朋友吗？云林不知道。关上的门隔绝了两个人，但两个人之间所隔着的却不仅仅只是一扇门。第二天，看着两人齐刷刷地出现在宋家的马场门口，四人表情各异，有调侃，有了然。而周婉离和穆泽的表情更算得上是极与极，一个两眼放着光，一个眼神幽怨至极。给钱给钱！池胜一听就知道这群人拿自己当赌局，本来就黑的脸色更是沉了几分。脸色别这么差嘛，大不了我分你一半。给我？那你还不如给他。池胜拉了下云林的手臂，白了一眼周婉离。那肯定不能忘记功臣。我？云林指了指自己，意外还有自己的份。没有你，这赌局也开不了。而且昨天开赌局的时候，我也给你吓住了。周婉离勾唇，一脸得意。下一秒，云林的手机跳出来一条转账消息，得知是自己应得的份，云林心安理得的收下。得知这钱是如何来的后，云林决定这2天对池承浩一些。看来赌局可以收盘了。宋之玉的声音从旁边传来，几人看过去，只见宋之玉穿着一身利落帅气的骑马装，衬托的他整个人格外高挺，像个上世纪的英伦贵公子，和穿着白裙子的灵师允站在一起时，倒意外和谐般配。欢迎各位到来。池胜冷哼一声，宋之玉充耳不闻。既然都到了，就由我带领大家去马场看看吧。听说新到的这匹马是纯血种，有人预定了吗？陆亦成对这些并不是很感兴趣，但某个人还得端人设，所以只能由他问出口。有几只已经被预定出去了，你要的话，我可以给你留一只。陆亦成看了一眼沈渊，随后点头。看看吧，如果有合得来的，我要一只。行，我母亲也让我帮她预定一只。对了，她下个月约了几个夫人打马球，想在你这边定个位置。穆泽想起来母亲的嘱托，宋之玉应下，给了跟在旁边的助理一个眼神。后者意会在 iPad 上记下事项。新一轮的赛马有安排了吗？我爸那边有几个客户对这个感兴趣，他们下个月要过来一趟，我爸想安排场比赛。叔叔要的话，我可以从其他马场调几只过来，具体什么时候要，你这边可以安排的话，我等会让人过来谈。聊到正事时，周婉离的表情也正经了不少，看着他们学着大人模样讨论着商场上的事情，云林还是不由得感叹着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起初，云林觉得他们的关系很神奇，看着像是很熟又不熟的样子，知道他们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后，就更觉得神奇了。和传统青梅竹马不同，他们既不抱团，也不互相打趣，哪怕是池胜和宋之玉，对彼此之间的感情也绝不是厌恶。但随着跟他们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云林也慢慢有些理解了。圣托利亚的学生就是掌握着80%资源的少部分人，在这个阶层里又分了3、6、9等，而池胜他们就站在最尖的那一层上。在外人看来，他们不过是一群10几岁的少年，但在他们所在的家族里，他们已经是需要承担起一部分家业的准继承者。
他们的家族各自站在不同领域的顶点，形成了一个密闭的圈，互相给彼此资源，却又不会成为对手。所以继承者们也要保持这份关系，将蛋糕的分配权牢牢地锁在他们手里。虽然看着他们之间的气氛很奇怪，但彼此的关系却比麻绳还要坚固。私人场的赛马规则会变吗？正常不会，但是如果客人之间自己加注，那也是可以的。宋之玉解答着云林的问题。想玩吗？你想玩，等放假我带你过去庄园那边的赛马场。不等云林开口，池胜先抢了宋之玉的话，眼睁睁看着几人就这么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而自己则慢慢被遗忘在后头。林诗允紧咬着牙关，满脸不甘。一开始他还好好的待在宋之玉身边，可从陆亦成说话开始，他们的步伐不知不觉就快了起来。林诗允被迫只能跟在了后头，谁知道周婉离和穆泽也跟了上来，自己顺势被挤到了第3排。他们谈论着不明所以的话题，像是自带结界一般，将他隔绝在了外面。他小跑了2步，想要跟上他们，可换来的结果是池胜和云林并肩走着，轻松就超过了他，也自然地加入了他们的话题之中。他不甘心，可除了不甘心，他再做不到任何事情。第46章，知之为知之。别说，这小马还挺可爱。确实，毛色也好。这只是纯血马吧？对，这个是打算留着到时候参加赛马的。还有吗？我们这次也就进了2只，1只已经被人订走了。你要的话，下次再有新的，我先给你指挥一声。谢了。穆泽挑眉，用手肘撞了一下宋之玉胸膛。这只看着乖巧些，你觉得呢？吉普赛马。沈渊摸了摸他的脑袋，小马也恭顺地将头蹭过来。我小姨也养了1只。几人各自参观着，看到感兴趣的马时，都能准确地说出马匹的名称和特点。你们的课程也包括要认这些马吗？云林问道。马术比赛和赛马这2项在圈子里都比较流行，很多达官显贵也都会去养几匹专门用来比赛的马。像我和宋之玉是有专门的马场，穆泽他们则是会选1匹马寄放在我们的马场里，由专人饲养和训练。接触久了，这些马的品种多多少少也就了解一些了。云林点点头，随手逗弄着眼前憨态可掬的小马。你也想要1只吗？云林摇头，看看就好了。看云林专心逗弄着小马，池胜不再追问。而这边沈渊接受了陆亦成的建议，找到了自己想要的小马。真可爱，小小1只，腿也短短的。他弯着腰，脸上挂着笑，看得出来对这只小马很是喜爱。我知道这个。林诗允话里有着得意和骄傲。吉普赛马属于矮型马，通常体型较小，性格温顺，很适合像沈渊你这种性格的人呢。沈渊收回笑容，扯了扯唇角，算是不失礼貌的回应。倒是周婉离瞥了一眼他们这边，不知道的还以为某人连夜把百度词条背下来了呢。林诗允脸上的得意僵住，讪讪地低下头，眼里却满是怨恨。但也难怪周婉离会这么说，他们谈论时的语气就像是在讨论今天的天气一样稀松平常，而林诗允仿佛是个特定 NPC， 遇到了特定的情节，开始了特定的话术。太僵硬了，以至于谁都能看出来他们之间的差别。云林看在眼里，不做任何意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多少人知道这句话，但又有多少人能做到这句话？没有人想被人看清，可在一知半解的前提下，还硬要不懂装懂，那就不只是被人看清了。周婉离说的干脆些也好，如果林诗允能听得懂他话里的意思，就该聪明些，学着闭嘴。但显然他没听懂，亦或是不甘心被嘲笑，于是更想着要证明自己。林诗允的目光被工作人员牵出来的另一只马匹所吸引。这是汗血马吧？真漂！别碰它！还没说完，宋之玉猛地呵斥了一声。林诗允被吓了一跳，但也收回了自己的手。我没碰。他咽了下口水，肉眼可见的变得紧张起来，小心翼翼地看着黑着脸朝他走来的宋之玉。几人也看了过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匹马还没训好，加上环境发生变化，性格比平时要暴躁一些。工作人员一边安抚着马，一边为宋之玉解释着。小宋总也是为了小姐你好，这家伙来的这几天可弄伤了不少人。林诗允原本还有些委屈，现在只剩下了后怕。我不知道。他怯生生看着宋之玉。抱歉小宋总，我不知道您带着朋友在这边。马就在打扫，我看时间也到了，就打算把马放这边，带着小马们去跑2圈，适应下环境。宋之玉摆摆手，没事。他回头看着众人，刚好，你们要不要也带着马去跑2圈？这一群人里，除了云林和林诗允，其他人都有马匹寄存在这。
来都来了，自然是要跑上2圈的。几人都穿着简便的马术服，显然是有这个打算的。就连云凌也穿着第一次来赛马场时周婉离送他的马术服。走吧，看我上次教你的你还记得多少？哪怕是要让你失望了。你知道的，我记忆力向来不错，实践能力也不差。池胜耸了下肩，不做评价。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云凌充当池胜的老师。作为一个大少爷，池胜的知识储备不差，生活知识却是差到令人发指的程度。云凌的出现则刚好能补上池胜对于这一块的空缺。卓西和池胜无数次想给他家教费，但都被云凌拒绝了。直到有一天周婉离邀请他们去打高尔夫，那一天池胜和云凌的身份交换了过来。于是池胜想到了一个绝佳的对等交换方法。云凌负责教他学习课本和生活上的知识，而池胜负责教云凌这个圈子的人会参加的活动以及相对应的礼仪。多亏了池胜他们来学院这半年，他学到了不少新技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两人也是相辅相成，互相是彼此的老师。池胜的思想方式有云凌存在的身影，而云凌在行为上也能看出来有池胜的几分影子。几人到达主跑道的时候，工作人员已经把他们的马牵了过来。好久不见，柚子。看得出来，柚子也还记得他。看到云凌的时候，很自然地垂下了头，亲昵地靠着云凌。池胜也不吃醋，勾着唇，也摸了摸柚子的脑袋。能不能不要这么谄媚？我才是出钱养你的那个，还不是随主人。周婉离牵着自己的马经过，听到池胜的话时，忍不住吐槽了一句。池胜给了周婉离一个警告的眼神，但后者根本不放在眼里。云凌，等下和我一起跑1圈呗。云凌，这是你的马吗？没等云凌回应，林诗允不知道什么时候冒了出来。周婉离撇撇嘴，安抚着马的同时也看着林诗允，似乎想看他又想搞什么幺蛾子。不是，这是池胜的马。看你装备这么齐全，这马还这么亲近你，我还以为是你的马呢。林诗允笑了笑。云凌笑了笑，对他阴阳的话充耳不闻。聊完就上去吧，我先带你走2圈适应一下，你再跟着周婉离跑。池胜的眼神至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过云凌的身上。池胜你人真好，不仅把自己的马给云凌用，还教他骑马。他的装备也是你给他准备的吗？他的表情有多无辜单纯，周婉离的眼神就有多危险。那你怎么没有？是不想吗？还是宋之玉没给你准备？哦，我忘记了，你自尊心强，怕是会觉得受侮辱吧。第47章，这2个人还要纠缠到什么时候？池胜无比直白的话让林诗允的表情变得有些难看，但池胜可不在意。他拉了下缰绳，马踢了下后腿，卷起的尘土刚好甩到林诗允的裙摆上。林诗允尖叫一声，后退2步，但为时已晚，白裙子的裙摆已经脏了一大块。不用谢我，现在你有可以下台阶的理由了。云凌合理怀疑池胜是在报复之前林诗允在食堂泼他一身饭菜的仇。你……林诗允涨红了脸。就在几人以为他终于要忍不下去的时候，下一秒他的眼眶变红，眼泪也蓄在了眶里，摇摇欲坠。我做错了什么？你们要这么对我？看他情绪转变得这么快，周婉离和池胜同时冷笑了一声。他挑眉不作数，只沉默地看着他。我不过是问了一句，你们为什么要扭曲我的意思？欺负我就这么好玩吗？这是我妈给我买的新衣服。他的声音低了下去。谁的衣服不是新的呢？池胜却根本不吃他这套。这下云凌更确定了，池胜这小子就是在报复林诗允。发生什么事了？注意到这边情况的宋之玉走了过来，一瞬间3人就明白了林诗允的情绪为什么会转变得这么快了。说实在的，他们都开始怀疑林诗允是不是从小泡在晚上8点档的狗血剧里长大的了。人不应该，至少不能。云凌忍住摇头的冲动。这么久了，难道林诗允还没看出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吗？就算他们再讨厌彼此，也绝对不会为了一个别人而破坏他们之间的平衡。走吧，我带你绕2圈。柚子要不耐烦了。似乎为了印证池胜的话，柚子甩了下头。云凌跟着池胜离开，宋之玉没有阻拦。周婉离打量着有些许狼狈的林诗允，眼神里充满轻蔑。这种人多看一眼都觉得是浪费时间。3人一个个离开，留林诗允在原地像个小丑。而就连宋之玉也没有要问他发生什么的打算。我让人带你去换衣服，身上这件我让人干洗了再送回来，不用担心。之玉，是他们？还是说你要先回去？林诗允到的指尖死死抠着虎口的肉。下一秒他抬起头，脸上挂着笑。有备用的服装就太好了，他不能就这么回去。
等换好了衣服，我教你骑马。要是以后有类似的活动，你也就不用在一边看着了。这算是安慰吗？林诗允想问，却不敢。林诗允跟着工作人员离开，而沈渊和陆亦成已经跑了一圈回来了。第二队开始出发的，则是周婉离和穆泽。挺厉害啊，不会背着我在马场做兼职了吧？池胜松开绳子，云林自己已经能抓得很好了，说不定还真能考虑一下。云林脸上挂着笑，是难得悠闲放松的模样。原本还有些怨气的池胜看他这副表情，也只能默默叹了口气。既然这样，要来我家的马场工作吗？听到宋之玉的声音，池胜好不容易缓和的脸色立马黑了下来。他转身瞪着宋之玉，像个护鸡仔的老母鸡。开个玩笑而已，但哪一天要是我的兼职泡汤了，就麻烦你给我留个位置了。随时欢迎。不需要。两人同时开口，前者是气定神闲的宋之玉，后者则是有些气急败坏的池胜。云林有些无奈，微微俯身拍了拍池胜的肩膀。池胜顿时泄了气，挠了挠头，余光瞥见周婉离回来的身影。抓牢了，别走神，等会跑的时候不要抓太紧，陡的地方慢慢走，别急。他嘱咐完云林，又看向周婉离，别跑太快，帮我看着他点。知道了。再过2次，云林的技术都能超过你了。那也是我这个师傅骄傲，你骄傲个什么劲？池胜嗤笑一声，周婉离只当作听不见，叫了云林一声，再次朝林子的方向跑过去。别吵架，我跑2圈就够了，很快回来。知道了，又不是3岁小孩。云林给了他一个眼神，似乎在说你就是，但他还是象征性的应了2句。直到周婉离停在不远处等他，他才骑着柚子跟上。霎时只剩下宋之玉和池胜2个人。云林一走，池胜的脸色迅速冷了下来，一脸严肃的表情，看上去颇有几分震慑力，完全不见平时撒欢的金毛模样。人一走，倒是不装了。宋之玉的表情倒是和平常一样，再怎么样也没有你会装，笑得那么假，其他人还和瞎了一样看不出。宋之玉瞳孔颤动了一下，那怎么办呢？这一群人里，哪一个不是在装呢？看着宋之玉这副什么都不在乎的模样，池胜就恨不得一拳挥上去。我知道你是想找我茬才故意接近的云灵，但既然你有林诗允了，就该知道替代品永远代替不了正品。别再找他，也别让你的好跟班再来我们跟前找茬，说一些无意义的、蠢到令人发笑的话。他知道宋之玉不过是看自己身边有云灵的出现，所以才会去招惹林诗允。那我就是要招惹呢。池胜，总不能什么好处都被你占了是吧？如果当初不是……宋之玉！池胜怒吼一声，两人紧盯着彼此。池胜攥着宋之玉的衣领，紧咬着牙关。宋之玉也不退让，眼神如一滩死水，但藏于死水下的是恨意。而此刻，陆亦成3人正在不远处看着，似乎生怕他们下一秒就打起来一般。之玉，林诗允冲了过来，池胜放开手的同时，他也顺势挡在了宋之玉面前。这是陆亦成他们第一次不反感林诗允的出现。池胜，你要对之玉做什么？这可是他的地盘，你会不会太嚣张了？换好衣服的林诗允看上去比之前利落不少，似乎是衣服加持的原因，她看上去比刚才有气势了不少，不再是一副可怜兮兮的小白花模样。但以她的身高，却完全挡不住宋之玉。池胜的眼神始终落在宋之玉身上，拳头紧了又松，松了又紧。怎么办？要不要让他们赶紧回来？穆泽问道。现在告诉他们也来不及了啊。这2个人到底还要纠缠到什么时候啊？沈渊皱着眉头。话一出，另外2人皆是沉默。好在2人终究没有打起来。走吧，我带你去挑马。第48章，真提了，又不高兴了。他走得潇洒，却不想林诗允根本跟不上他的速度。但林诗允没有放弃，咬咬牙，还是追了上去，一把拉住了宋之玉的手。宋之玉停住脚步，看着弯着腰在一旁喘着气的林诗允。还好吗？林诗允缓了缓，抬头的时候却依旧是笑着。看来放学要去操场跑跑步了。宋之玉扯了扯嘴角，到底是放缓了脚步。池胜他没对你做什么吧？林诗允试探性的问道。没有。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林诗允刚才的举动取悦到了宋之玉，他这次的态度异常的平和。林诗允松了口气，但也没敢得寸进尺，而是转了个话题。小时候我邻居带了2匹马回来，我可喜欢了，天天拉着我妈带我去看马。骑过吗？只被抱上去走了2圈，后来邻居一家把马卖了，就再也没接触过了。这只性格温和一点，你看看这只可以吗？林诗允自然是没有意见的。宋之玉于是牵着马
带着林诗云往外走。正巧云林和周婉离也都玩了一圈，他带着柚子绕着场说着夸奖的话。和平时平静淡然的模样不同，云林此刻看上去潇洒又肆意，是他羡慕的幸福模样。等等，羡慕？林诗云咬唇，眼里有着不甘。他为什么要羡慕和他一样贫穷的云林？我看云林很熟练的样子，他经常来吗？林诗允看向宋之玉，嘴角扯着笑，只来过一次，真羡慕啊。他说道，长得好看，成绩又好，什么都擅长，也难怪池胜他们这么喜欢他。不像我，什么都不会，没能给你长脸。他低垂着眸，一副愧疚的模样。见他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刚好经过的周婉离对他更是不屑。从小到大，他们见过了多少可以来讨好他们的人？早在800年前，他们都已经不吃这一套了。不熟练也正常，像云林那种的确实是少见一些。你也不用太伤心，多练几次就好了。宋之玉的话看似是在安慰林诗允，却也间接承认了林诗允比不上云林这句话。林诗允手指微拳，抿了抿唇，又不能不回应，于是只能扯出一个尴尬的笑容。周婉离乐了，有的人啊，也真是非得找不痛快。真提了，又不高兴了。我没有。听到周婉离的话，林诗允下意识反驳。周婉离耸了下肩，并不理会他，而是翻身下马去一旁休息了。是我做错了什么吗？为什么婉离总是针对我？是因为云林吗？林诗云委屈巴巴地看着宋之玉，不用在意周婉离的话，他向来是这个性格，他不会因为旁人而改变自己的喜好，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既然他不喜欢你，你就不要故意去招惹他就好。我没有招惹，你拉着这里，不要太用力。宋之玉打断了林诗允的话，林诗允只能将满腹的委屈咽回了肚子里。每一次都是如此。宋之玉从来不会站在自己这边，而这些人也像是听不懂自己话里的意思一样，每一次的回复都超出了自己的预想。正常情况下，他们不是应该觉得自己和其他人不一样，然后安慰自己，鼓励自己吗？为什么反而每次都维护着云林？明明他那么势利，那么俗气，张口闭口都是钱，还不要自尊去给他们跑腿，随意接受他们的钱和帮助。难道是自己太端着了？他回想着这段时间自己的所作所为，还有云林的表现，可怎么想都想不通。余光一瞥，却看见云林和池胜其乐融融地说着些什么。两人一个站在内场，一个隔着围栏站在外场，在蓝天和草地的背景加持下，云林仿佛是来接公主的骑士，池胜则是等待着骑士伸出手的公主。木泽拍下照片，心里已经盘算着怎么把自己输的钱从池胜那里抠一点回来了。跑得怎么样？还想再跑一圈吗？他在这的马不止一匹，柚子只是池胜最常用的马。早在云林和周婉离去跑圈的时候，工作人员就已经将他的另一只马牵了过来。要比吗？如果你赢了，晚上你可以少做一张卷子。云林眼里满是灵动，就连眼下的青黑也无法掩盖他此刻的兴奋。看这样，池胜就知道云林是玩高兴了。他很高兴看到这样的云林，想起那天马路上的惊险瞬间，直至今天他都会在半夜猛然惊醒过来。才一张？池胜抱怨着，眼里却是快要溢出来的笑意。两人有说有笑的模样，让林诗允心里越发变得不平衡。自己到底哪一点比不上云林？就因为他学习能力比自己强，可是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自己肯定能追上去的啊。少爷，有笔订单要你去确认一下。助理拿着平板走了过来。宋之玉看了一眼林诗允，叫来了工作人员。我很快回来，你先跟着他练。林诗允心不在焉地应着。可宋之玉前脚刚走，下一秒尖叫响在整个场内。几人同时往声音来源方向看过去，脸色皆是一变。只见林诗允一只脚挂在马凳上，整个人倒在地上被马拖着。工作人员赶在后面，却追不上马的速度。没有犹豫，云林掉了马头，径直往林诗允在的方向冲过去。云林！池胜脸色一变，顾不得其他，直接翻身跳了进去，想要追上云林。另外几人也吓了一跳，还没等他们做出反应，云林已经追上了拖拽着林诗允的那匹马。他利落下了马，快跑2步去拉拽那匹马的缰绳。马径直往前冲着，云林险些也被带跑。他咬牙死拽着缰绳，想往树干上绕。好在柚子是个聪明的，绕到了马的前头，配合着云林，马的速度缓了下来。几个工作人员一拥而上，云林松开缰绳，坐在了地上，捂着狂跳的心脏。云林，你怎么样？池胜跪在他身边，咽了下口水，一脸紧张。我没事。云林喘着气，看他四肢健全，
池胜内心的恐惧也化作了怒气。你疯了？这么危险，你凑上去做什么？万一这马直接朝你撞过来，或者发疯乱甩，你以为就你这个体格能拉得住他吗？看池胜赤红着眼怒斥着自己，云林也吓了一跳。抱歉，我没想那么多。你好了，池胜，你现在发脾气有什么用？先让云林缓一缓。沈渊皱眉护住云林，陆亦成也拍了拍池胜的肩膀，却被闹脾气的他甩开。你怎么样？有没有哪里痛？沈渊想拉云林的手，后者先一步收回，摇了摇头。林诗允呢？被云林这一问，几人才反应过来还有个林诗允。第49章，你怎么不学商人自私自利那一套？林诗允的脚总算是从马镫里解救出来，他坐在草坪上，身上的马术服变得脏兮兮的，头发乱成一团，夹杂着泥土和草。但他已经顾不得这些，他眼里满是惊恐，一脸呆滞，双手控制不住的颤抖着。工作人员围在他身边，还没等他缓过来，一个人影迅速挤了过来，紧跟着的是一个巴掌。众人吓了一跳，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反应，反倒是林诗允脱了周婉离这一巴掌的福，总算是清醒了过来。他捂着脸，下一秒就被周婉离掐住了脖子。林诗允想要掰开周婉离的手，但因为恐惧，他的手根本使不上一点力气。林诗允，你要死就自己找个地方把自己埋了，不要祸害其他人。我没有。婉离，冷静点。云林说着，给了穆泽一个眼神。穆泽小心翼翼拉开周婉离的手，你先冷静一下。宋之玉叹了口气，揉了揉眉间，强压着怒气，给他们检查一下。我不用了，我没事。柚子帮我带走了大部分力，树桩也卸了一部分力气。云林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又摸了摸柚子的脑袋。做得好，柚子。他勾着唇，眉眼柔和。柚子似乎听懂了，乖巧的将头靠了过来，贴在他的脖颈处。没有骨折，但是以防万一，还是去医院拍个 CT 比较好。医生摘下听诊器，向宋之玉报告着林诗允的情况。知道了。宋之玉抿了下唇，视线从低垂着头的林诗允身上移开。抱歉了，给你们带来了不好的体验。别紧张，谁也不想出这种事，总之都没事就好。穆泽拍拍宋之玉的肩膀，你先带他去医院检查一下吧，这边我们自己处理。陆亦成也跟着开口，这地方他们几个也算是从小玩到大的，熟悉程度不比宋之玉少。工作人员也知道他们的关系以及他们的家事，自然不敢阻拦什么。那我先带他离开。云玲，抱歉，今天多亏你了。宋之玉的表情难得严肃，语气诚恳又认真。云玲笑着摆摆手，没事，你快带他去医院检查一下吧。池胜冷哼一声，就你逞强。虽然这么说，他还是小心翼翼地去扶着他的手。云玲虽然觉得池胜有些夸张，但还是顺着他的动作，也算是一种无声的安抚。林诗允跟着宋之玉离开前，神色复杂地看了一眼云玲，但很快就被周婉离挡住，并瞪了回去。林诗允被宋之玉送去医院后，几人也被领到了休息室。以防万一，宋之玉还是安排了医生过来给云玲做了个基础检查。池胜和周婉离围着他，看上去比本人还紧张。头晕吗？有没有撞到哪里？云玲摇头，摘下手套，就拽绳子的时候拉扯了一下，不过手腕能正常活动，就是手心擦破了点皮。云玲摊开双手，两只手的手心都有丝丝血迹溢出。还好我手心的茧够厚，他一脸轻松地说着。一旁的池胜紧锁眉头，不知道的还以为受伤的人是他。小姑娘胆子是真大啊。云玲笑了笑，好了，没什么问题了，就是这个手先不要碰水，过个2-3天就好了。真是幸运，没有脱臼。谢谢医生。医生，不用给他缠个绷带什么的吗？不用，闷着也不太好，涂了药膏，小心不要弄到伤口就行，只是细微的擦伤，很快就能结痂了。医生认真回答了池胜的问题后，这才收拾好药箱，跟着工作人员离开。休息室里就剩下池胜、周婉离和沈渊。穆泽和陆亦成则去查看监控，找马突然乱跑的原因。看着三人面色不愉的脸，云灵尬笑了一下。你知不知道马发疯有多可怕？你是觉得你学了2次骑马就能比得上那些专业的工作人员了吗？你有没想过，万一你没拽住，或者柚子没帮你卸力，现在去医院躺着的就是你了。池胜对着云灵的脸连着输出了一通，这种语气，这种态度在之前从未有过。云灵咽了下口水，难得乖巧地低着头。是我冲动了。识时务者为俊杰，该低头就得低头。我这不是脑子没反应过来，刚巧又只有我一个人在马背上，人命关天，你们说是吧？
他的语气有讨好的嫌疑，池胜却难得不吃他这一套。你脑子没反应过来？我看你是脑子反应太快。云林摸摸鼻子，全当池胜是在夸他了。池胜捏紧拳头，做事要揍他，到最后却连戳他额头都怕他疼，只能捏着拳头在原地龇牙咧嘴，看上去没有半点威慑力。看他快把自己气死了，云林软了软声音，难得用带着讨好的表情看着池胜。这不是没啥事吗？而且我看过地形了，从一开始我就冲着那个树桩去的，我停下来的那个地方刚好能让柚子挡住他，不让他跑上林道。那我是不是还得夸夸你？云林当然能听得出来，池胜是在阴阳他。受伤了还能养养，人没了可就真的没了。这话一出，池胜更是两眼一黑。这话不就表明了说，就算有下次，他还敢吗？池胜连着做了几次深呼吸，最后选择转过头去，坐在了一旁的沙发上。云林不太理解，至于这么生气吗？他求助似的看向两人，而这次两人显然是和池胜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云林，你这次确实冲动了。沈渊抿了下唇，语气依旧柔和。那个林诗允天天憋着坏点子拉踩你，也就你还傻乎乎的凑上去。你今天能救他，他明天又能扎你一刀了。你说你脑子里都想什么呢？你爱赚钱，你怎么不学学商人自私自利那一套？这是可以说的吗？看周婉离说的这么直白，云林在内心小小的吐槽了一下，但他面上依旧是一副我知道错了的模样。我当然也知道他的小心思，但一码归一码，你们也不想出人命，是吧？各有各的理由，谁也说服不了谁。到最后，还是了解完事情的陆亦成和穆泽回来，打破了这僵硬的氛围。我们看了监控了，就是那匹没训好的马，在检查的时候，突然挣脱了工作人员的束缚，从马厩里冲了出来。虽然很快就被工作人员拉了回去，但闹出了点动静。那只马刚好在附近，应该是吓到了。恰巧林诗云把腿卡在马凳里了，马一激动就被拽跑了。意外往往就是有好几个巧合组成的。电话那头，宋之玉也沉默了一瞬。第50章，他想要的不过就是钱。那林诗允呢？他怎么样了？这里面还能想到提一嘴林诗允的也就穆泽了。检查结果出来了，没什么事，就是脚踝扭到了，但没什么大碍，养个1星期就好了。我现在准备送他回去。云林呢？你要不要过来检查一下？医药费和误工费我全包。不用，医生来看过了，除了手有些擦伤外，没有其他问题了。宋之玉开着扬声，云林的话林诗允也听到了。冷静下来后，回想刚才的事情，林诗允神色有些复杂，而宋之玉也不再多说。穆泽接过话头，马场这边基本已经安排好了，监控录像也给你发过去了，没什么其他事，我们就先回去了，有什么事再联络。平时不着调的穆泽，真处理起事情来也是干净利落。谢了。道完谢，宋之玉挂断电话，眸色阴沉地看着坐在医院走廊长凳上的林诗允。现在你满意了？什么意思啊？林诗允被宋之玉这没头没尾的话，还有阴沉的表情，弄得心头一阵慌乱。教你骑马的时候，你心不在焉，在想什么？林诗允想辩解，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林诗允，我以为你能到圣托利亚会是个聪明人。我不管你想做什么，也不管你对云林是什么想法。你要耍小心思，我也可以当作看不见，但你不要自作聪明，拖我后腿。看着宋之玉阴沉的脸，林诗允内心越发不安。之玉，对不起，我也不想事情变成这样子。他伸手去拉宋之玉的手，却被他一把甩开。这几天你先好好休息吧，放学也不用跟着我了。别再让我不愉快了。宋之玉的眼神里满是警告。林诗允收回手，红着眼眶，咬着下唇，既不敢哭，也不敢再挽留。他被司机送回家，看着亮起又按下的手机屏幕，不断地掐着自己的手。他也不想变成这样，谁会拿自己的生命去赌？明明他才是受害者，为什么反而都将错推在自己身上？下一秒，按下的手机再次亮起，这次不是电话，而是一条入账消息，是宋之玉给他转了1万块钱。他捏着手机的指尖发白，眼里满是迷茫。现在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做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了。第二天，楼下没有了来接他的司机，他垂眸，捏紧书包带子，一瘸一拐往附近的公交车站走去。自从认识宋之玉之后，他每天都是有专车接送上下学。时间久了，连他自己都差点忘记自己一开始的出行方式是地铁、公交和单车以及双腿了。平时坐车上学并不需要太早出门，突然换了出行方式，又加上脚伤，林诗允必不可免迟到了。好在老师也没有为难他，招了招手，让他回了自己座位。回座位时，
他看了一眼云林，因为手心的擦伤，云林拿笔的姿势有些怪异。林诗允回到自己座位，表情有些复杂。第2节课是体育课，林诗允因为脚伤，所以不用下去。他坐在位置上，看着人一个个离开，手始终放在桌兜里，神色有些紧张。直到最后一个人离开，他才起身，拿着东西往云林的课桌走过去。你在干嘛？回应云林的是袋子落地的声音。林诗允忙不迭将东西捡起来放到身后。云林走过来，一边打量着他。你不是去上课了吗？我忘记拿东西了。倒是你，想塞什么东西在我课桌里？云林再次追问。林诗允抿唇，捏着袋子的手发紧。你不说，那就别怪我上报老师，调取监控了。林诗允表情一变，一咬牙，索性将袋子放在了他桌子上。云林迟疑，拿起袋子看了一眼，里面放的是药膏，还有一盒创口贴。他看着林诗允的表情更迟疑了。这个给你，就算扯平了。他的表情极其不自然，眼睛甚至没敢和云林对视。一码归一码，如果没有云林出手，那他怕就不是脚崴这么简单了。云林看了看，谢了。他将东西放在课桌里，拿出自己忘记的东西。还有什么事吗？看林诗允还没走，他眉头微皱。你知道我讨厌你，我也知道你讨厌我，为什么还要帮我？林诗允想了一晚上，也没有想通这个问题。如果是他，换作是宋之玉被挂在马上，他都确信自己没有这个胆子追上去。要是被踹上一脚，那可不是开玩笑的。他不觉得自己能承受得住这个后果。你明知道我在针对你，为什么还要救我？救人需要理由吗？云林没有理解林诗允的逻辑。何况我并不讨厌你。准确来说，他并不讨厌任何人。讨厌人会消耗掉自己的精力，他并不想因为这些无谓的事情耗费自己的能量。但林诗允显然会错了意。你为什么不讨厌我？啊？云林从内心发出疑惑，而林诗允却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我知道了，你是想通过这个表现自己，证明自己心底多善良，是吧？林诗允说的肯定。没想到你对自己这么狠。你觉得正常人会拿自己的命去凹人设吗？云林没有任何形象顾忌的朝林诗允翻了个白眼。你怎么想的我管不着，但换做其他人，我也不会犹豫。在自己有能力的前提下，我没办法眼睁睁看着对方的生命受到威胁而无动于衷。他摇摇头，走了2步，又停了下来。如果你还想在这个学院好好学习，那你就不要再招惹这个学校的任何人。如果你想得到其他的东西，那你就要想清楚，你是否有承担后果的能力。顿了顿，他还是开了口。同样是资助生，我最后劝你一句，不要再搞你那些小动作了。这里没有人是傻子，不管你想要得到什么，前提是你得留在这个学校。如果你连留在这个学校都做不到，那也不用想其他事情了。这里的所有人都比他想象的要忙碌得多，没有人有那么多时间一直陪他玩这种无聊的过家家游戏。正式上课的铃声响起，云林离开了教室，剩下林诗允一个人坐在位置上发着呆。他要什么？他要留在这里，找到一个家世好的男生，成为他的妻子，带母亲来帝都过好日子。他要怎么做？他要表现得与众不同，引起富家少爷的注意，让他们来追求自己。想到这，他恍然大悟。归根结底，他想要的不过就是钱。有了钱，他就能过好日子；有了钱，他就能带母亲来帝都；有了钱，母亲就会开心。他不管其他人对云林是什么看法，他也不必去招惹任何人。他只要讨好宋之玉，留在他身边，不惹他生气，同样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第51章，南桥被打。对于林诗允的想法，云林自然是不知道的。他回到操场的时候，众人已经开始集队了。怎么拿个东西这么久？周婉离站在他身边小声问着。忘记放哪了，找了一会。为了避免多生事端，云林没有提起林诗允，恰好换了个热身姿势，两人分开，周婉离也没再追问。自由活动的时候，周婉离坐在台阶上休息，云林将自己从便利店买回来的水递给他。等会我把钱转你。那看来我得把之前的奶茶钱转给你才行了。周婉离笑着摇头，没再提转钱的事情。我的呢？打完球的池胜甩着头朝他们走过来，两人一脸嫌弃，但云林还是把水丢了过去，顺带还有一包纸巾。池胜接住，一抬头一咽下，矿泉水就少了一大半。他将水递给云林，这才坐在他旁边擦起了汗。突然，操场上喧闹起来，不少人往另一个方向跑去。三人像探头的狐獴，看着跑来的人，直到木泽一脸兴奋地朝他们跑过来。发生什么事了？周婉离问道。高怡那对资助生和赖飞打起来了。啊？怎么回事？
云林一脸讶异，两兄妹这么在意来这里学习的机会，不可能会主动惹事。不知道啊，现在好像在器材室那里。你们去不去？不去我自己去了。去当然是要去的。几乎是听到地点的一瞬间，云林就已经跑了过去。原本还兴致缺缺的两人一看也跟了上去，反而是一开始兴致冲冲来报信的穆泽被落在了最后。器材室门口已经围了不少人。我看上你妹，那是你们的福气，别给脸不要脸。呸！南乔脸上挂着彩，手一直将南莫护在身后。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20万，让你妹做我女朋友。看你们这一脸穷酸样，怕是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吧？你个死肥猪仔，像你这样的，用脸恶心别人不够，还要用钱恶心别人吗？赖飞脸一黑，给了旁边的人一个眼神。敢骂我？你一个乡野来的穷酸乞丐也敢骂老子？哥，南莫拽着南乔的衣角，眼眶噙着泪。别怕，哥会保护你的。南乔护着南莫，一边小心翼翼后退，直到南莫抵在架子处，两人退无可退。南乔看着周围围观的人，背着光，他看不清楚这些人的脸，但也知道这里没有人打算出手帮忙。南乔的心凉了半截，眼看着对方的拳头又要挥上来，南乔咬牙闭上了眼睛。喂，住手！云林喊着，但还是慢了一步。对方的拳头已经砸了上去，南乔泄了力气，缓缓滑坐在地上。我去！赖飞，你来真的？谁去叫宋池他们过来？周围突然喧闹起来，南莫已经无暇顾及，跪坐在南乔身边，看着他嘴角的血迹，眼神里满是慌乱和无措。哥你没事吧？哥，你怎么样？南莫声音颤抖着。南乔拍拍南莫的手，哪怕自己已经晕乎乎的，听不清楚周围的话，看不清周围人的身影，他还是第一时间安抚着自己的妹妹。南乔，你怎么样？云林跪坐在他身边，他掰开南乔的眼睛，瞳孔已经有些微微涣散。你谁啊？敢插手本少爷的事情，信不信我连你一起打？你敢？池胜站在云林身前，冷着脸看着赖飞，眼神里满是警告和威胁。池胜，赖飞咽了下口水，后退一步。你刚才说要打谁？池胜一步步朝他逼近。对不起，我没反应过来他是谁，对不起。赖飞道着歉，双手差点搓起火，和刚才简直判若两人。池胜却没打算就这么放过他，手指缓缓攥紧。池胜，先别管他了，帮忙把南乔送到医务室。云林的话拉回了池胜的思绪。等着。他拍了拍赖飞的肩膀，后者抖着脸上的肥肉，眼里满是惊恐。池胜冷哼一声，转过身面对云林的时候，又变成一副委屈巴巴的小狗样。他挠挠头，我是少爷，不是苦力啊。虽然这么说，他还是弯下了腰，将南乔背了起来。哥。南莫紧跟在南乔的身边，不断喊着南乔，生怕南乔睡了过去。云林拍拍他的肩膀，眉头紧锁着。婉离，这里就拜托你了。临走前，他嘱咐道：交给我吧。他抬了下下巴，转头看着赖飞的时候，眉眼冷冽下来。好了，都散了吧。穆泽拍拍手，疏散着围观的人群。至于你们三个，就别急着走了。器材室的门一关，又是一个世界。哎呦，这是怎么回事？莫毅看着南乔这一脸惨样，两眼一黑，差点倒了过去。莫医生，你先看看他怎么样吧，我看他瞳孔都涣散了。莫毅不敢耽误，让池胜把南乔放床上，帘子一拉就开始检查。南莫站在一边，小声啜泣着，眼睛一直看着帘子的方向。云林抿着唇，递给了他一张纸巾。南莫没接住，反而握住了云林的手。正值9月，他的手却宛如冰块。云林没有挣脱，而是搭上另一只手，将自己手心的温度传递给他。云林姐，我哥不会有事的，对吗？他的眼里满是恐惧和不安。没事的，别怕。那个时候，母亲也是这么握着自己的手，说着和现在的自己一样的话。但他的思绪来不及飘走，帘子就已经被打开。莫毅摘下听诊器，神情严肃，有轻微脑震荡的迹象，最好转到医院检查一下。听到这话，南莫脸色霎时变得惨白，腿也跟着一软。好在云林反应快，一把扶住他，用自己的身体撑住南莫。你是他妹妹吧？别担心，就是以防万一拍个片子检查一下而已，就算是缓2天就好了。你们别急，我现在叫司机把车备好。莫毅安慰着，一边拨通电话。学校有配备备用司机，就是怕出现这种突发状况。几人还没坐下，又跟着跑到了医院。这是和圣托利亚有合作的医院，车子一到，南乔就被带进去检查了。
检查期间，南莫一直拉着云林的手，宛如抓着最后一根稻草。云林明白他此刻内心的焦灼与不安，任由他抓着，无声地陪伴着他。已经和老师说明情况了。池胜挂断电话，和云林说明了情况。那3个人呢？放心，已经好好教育了一顿，现在正在办公室。此时的办公室，3个男生并排站着，脸出奇一致的红肿成了猪头。当然，这是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自愿自己扇自己，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愧疚。周婉离勾唇，像是在自己家一样，随手拉了张椅子就坐了下来。穆泽摇摇头，倒也老老实实站在他身边，没有离开。第52章，学校真的会站在我们这边吗？与此同时，检查完的南乔也被送到了 VIP 病房里，看结果，轻微脑震荡，要住院观察2天。至于其他的伤口，已经处理过了，没有什么大问题。病人醒过来后，头晕头疼是正常现象，有什么问题就按铃，会有医生过来检查。会有后遗症吗？年轻人恢复得快，只要好好静养2天就能出院了。话不能说得太死，几人也都明白医生的意思。好，谢谢医生。云林记下注意事项，等和医生道完谢，这才发现南莫不在病房里。南莫呢？池胜耸了下肩，无关紧要的人，他不会将注意力放在他们身上。我去找他，你去帮忙拿一下检查报告。云林，这世上敢使换本少爷的可没几个。池胜仰着下巴，满脸傲娇。云林叹气，拜托你了，池大少爷。云林双手合十，眨巴着大眼睛看着他。池胜最受不了云林这种小表情，怎么还带犯规的？他嘀咕了一句。什么？云林没听清。没。走吧，我去给你拿。云大小姐。最后这个称呼显然是带了调侃意味。云林忍住翻白眼的冲动，上前推了他一下。快走。知道了。池胜笑了下，假意被推得踉跄了一下。两人一前一后出去，门一打开，看到的就是南莫蹲在墙角默默哭泣的可怜样。一瞬间，他仿佛看到了自己。云林晃了神，直到池胜碰了他一下。我去拿报告。云林点头，看池胜离开了，这才往南莫在的方向走过去。他没有叫南莫，而是蹲在他面前，安安静静地等着他哭完。他知道南莫现在需要好好宣泄一下自己的情绪，但南莫并没有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太久。他抬头，泪眼婆娑地看着云林，委屈巴巴的，不想哭又忍不住要哭，但嘴角却颤抖着，根本抑制不住。看他这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云林觉得无奈又好笑。他抬手拍了拍南莫的脑袋，下一秒就被南莫扑了个满怀。好在云林常年锻炼，这才不至于被南莫撞飞。他稳住身子，感受着肩膀传来的湿润，手默默拍着南莫的后背。没事啦，不用怕。回应的声音像蚊子一样细微。怎么样，好一点了吗？蹲久了，云林扶着南莫坐在了地上。南莫点了点头，接过云林递过来的纸巾。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南莫吸了吸鼻子。那个人叫赖飞，隔壁班的，之前骚扰过我2次，不过我平时都在班上不出去，也不怎么一个人活动，所以他也不能对我做什么。恰好我们班上室内篮球课，我拿到的球没了气，我就打算去器材室那里换一个，谁知道赖飞他们刚好也上体育课，正躲在那里抽烟，我想走就被他们堵住了。想到那一张张挂着不怀好意的笑的脸和一句句不堪入耳的话，南莫默默抱紧自己。云林见状，将他揽到自己怀里，轻轻拍着他的肩膀，紧抿着唇，透露着他对这个小女孩的心疼。我哥应该是不放心我，就跟了过来，刚好看见赖飞在对我动手动脚，他们人多，架着我哥就是一顿打，还说就算把他打死了也没人敢多说一句话。他颤抖着身体，双手紧握成拳，眼神里满是不甘和恐惧。云林姐，我和我哥只是想在这里好好读书，为什么这么难？他抬手抹了一把眼泪。云林沉默。普通的学校都会有霸凌，何况是这个充满着阶级感的学校。原本大家的身份都保持在一个相对的水平上，就算不满，碍于家族的颜面，也只能忍下或者小打小闹一番。而资助生的到来无疑打破了这一平衡，有的人自然就不想掩藏自己的坏心思了。如果没有我，我哥也不会被他们打了。我是不是真的像我爸妈说的那样，就是个扫把星，赔钱货？要是我哥真的因为我有什么好歹？不是的。南莫。云林将他的肩膀转过来，让他看着自己。就算没有你，这些人也能找到无数的借口，他们只是单纯的坏，错的也只有他们。他的眼神无比坚定，连语气都是前所未有的严肃。云林姐，如果报告学校
会有结果吗？他没有那么天真，认为学校会为了他们这2个没背景的资助生而去得罪有钱有势的学生。可他还是不甘心。放心，会有的。不仅如此，你们住院这些天的费用还有赔偿费，1分都不会少。池胜拿着报告出现在2人面前，手里还拿着南桥的检查报告。真的吗？明明是池诚在说话，南墨却还是下意识询问着云林。云林点头，真的。至于这流程，他再清楚不过。不用担心那么多，学校后面会派人过来和你们了解相关的事情。你们的父母应该也在来的路上了。你先好好照顾你哥，其他的会有人安排的。南墨瞪大着眼睛，学校真的会站在我们这边吗？云林点头，但事实上，学校并不是站在他们这边。他抬头看了眼池胜，资助生表面看没有任何背景，但他们忘了一点，这些资助生是因为谁才能进这个学校？圣托利亚招收资助生本来就引起了不少热议，如果他们在学校出了事，对学校的名声也是个打击。再者，无论是学校还是资助生，背后都是池家等顶尖豪门在运营和资助，给学校抹黑或者招惹资助生，无疑是在挑衅这群人的权威。但凡能想清楚其中利益关系的，都不会主动去惹事。如果不出意外，过阵子学校应该就没有赖飞这个人了。卓女士在处理这种事情上向来是干脆利落，不留情面的。但一切还没有定数，结果也还没出来，云林也不敢对着南墨保证什么。坐在这里也不是个事，我们先回病房，万一你哥醒过来了，也不至于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南墨应下，擦干净眼泪后回到病房。这期间他一直拉着云林的手不肯放，似乎只有这样他才能稍微安心一些。好在没过多久，南桥就醒了过来。而正如池胜和云林所说，学校也派了人过来了解了情况。第53章，眼里全是对逃课的渴望。具体情况我们了解了，学校和当事人会承担所有的医疗费用，包括后续的看护费。西装革履的男人一张口就是公事公办的语气。据了解，2位有在做兼职工作，是吗？兄妹俩看了彼此一眼。是学校有规定说不能做兼职吗？南桥问道。学校没有规定不能兼职，2位放心，只是产生的误工费我们会算在赔偿范围里，所以和您确认一下。另外，如果2位因为这件误工而丢失工作，学校也会另外安排兼职给你们。听到这，兄妹俩已经有些呆滞了，但助理也没说什么，只是沉默地在平板上点着什么。综合算下来，我们这边会给你申请10万元的赔偿，你看可以吗？10万元！2人同时喊出声。如果您对这个赔偿不满意，我们可以再商量。2位有任何条件和要求都可以提出来，我这边会请专业的人进行评估，好得出更优的赔偿方案。不用了。南桥的脑袋还有些痛。您说的10万块是真的会给我们吗？是的。如果您这边没问题，后续合同打印出来，签个字，我们就会将赔偿打到您的账户。合同？2人刚松懈下去的弦又绷紧起来。是的，学校这边的条件是希望2位不要在公开场合发表不当言论，仅此一点。具体的条款2位可以等合同出来再做决定。另外，学校这边已经给2位放了1个星期的假，落下的课程会有老师额外上门给你们辅导，请不用担心。那赖飞他，学校已经通知了他的父母将他接走了，转学手续这2天就会处理好。转学，意思是赖飞他被开除了吗？是的。似乎没有察觉到自己的话给2个人带来了多大的冲击，助理依旧公事公办地回答着。那么，没有其他问题我就先走了。2兄妹脑子有些转不过来弯，但还是点了点头，朝助理说了声谢谢。直到助理离开，2人还没反应过来，学校考虑的范围太过于全面，以至于2人还没开口，想问的问题就已经有了答案，就是信息量有些大，他们需要一点时间消化一下。南墨捏了捏自己的脸，10万块，不会有坑吧？放心吧，我填过，都是合理合规的条款。而且，你们如果还想在这个学校学习，我建议你们还是填了比较好。2人当然也明白云林的意思，他们胳膊拧不过大腿，就算学校不作为，他们也没有丝毫办法，更别说让赖飞付出代价。而现在，赖飞不仅被开除了，他们还能拿到赔偿，事情能处理到这个地步，可以说是皆大欢喜。要是还想着闹事，那他们未免太不识好歹了一些。今天真是谢谢你了，云林。要不是云林突然出现，怕就不是轻微脑震荡这么简单了。他抬手摸到嘴角处的青紫，倒吸一口凉气。南墨有些担心，但南桥摆了摆手，朝他笑了笑，示意他安心，这才转头看向云林。不过你怎么会出现？
我们刚好也上体育课，你怎么样？还行吗？听到云林对南乔的关心，池胜撇撇嘴，脑袋有点晕，不过还好。这位是他的目光落在池胜身上，他是池胜，就是他背你去医务室的。南乔恍然大悟，谢谢你，我叫南乔。池胜扬了下下巴，算是回应。云林姐，你说你也签过，意思是你以前也遭遇过这种事吗？云林应了句，但没有多说的打算。见状，两人也就没有再追问。倒是池胜神色复杂的看了云林一眼，你刚醒，医生说你需要静养，我们就回去了。好，麻烦你了。南乔不再多挽留，毕竟他现在确实没有这个精力。小莫，送送。南莫应下，跟着云林出了病房。谢谢你，云林姐，要不是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南莫抓着云林的手，满眼都是信赖。云林笑笑，安抚性的拍了拍他的手，有问题就打电话给我，放学我会再过来一趟，有什么需要我顺便带过来的就告诉我。云林姐，便利店跑腿的事情真的非常抱歉。没关系，我理解，刚好这几天我也不太方便，暂停营业也好。虽然这么说，南莫脸上的愧疚还是没有褪去。对了，云林姐，我和我哥的书包都落在学校了，手机在里面，你放学过来的时候能顺便帮我们把手机拿过来吗？书包不用吗？太重了，不用了，我明天回学校拿就好。云林点头，行，那我放心给你送过来。麻烦你了，云林姐。南莫一脸不好意思，耳朵也红红的，他从未这么麻烦过别人。没事。云林拍拍他的手，讲完了吗？我饿了。池胜站在不远处，手插着兜，靠在墙角不耐烦地问道。云林没理，但也没再多说，直接和南莫道了再见。看云林过来了，池胜这才站直了身体，可算是能回去了。是啊，刚好能赶上下午的课程。啊？回学校？池胜一脸难以置信。不然呢？云林眨眨眼，这么好的逃课理由，池胜眼里全是对逃课的渴望，而云林眼里全是对知识的渴求。他闭上眼，认命地叹了口气。算了，要逃课了就不是你了。他嘀咕着。走吧，先吃饭去，饿死了。池胜一脸幽怨地将手搭在云林的肩膀上，疑似失去所有的力气和手段。医院走廊，直到看不见云林的身影，南莫才回了病房。他们走了。哥，对不起，都怪我。他低垂着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南乔勾唇，朝他招了招手，过来。南莫老老实实走到床边，微弯着腰。南乔顺势摸了摸他的脑袋。且不说我答应过大姐会保护好你，我作为哥哥，保护妹妹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这点伤很快就好了，别担心。南莫点头，擦了擦眼泪。南乔笑了笑，这么大了，还是个爱哭鬼。不过也算是因祸得福了，10万块省吃俭用，你的大学学费有着落了。说到这个，学校通知了爸妈，说是已经在赶过来的路上了。两人的书包都在学校，手机不在身边，也没办法联系自己的父母。等他们拿到手机联系，夫妇俩应该也已经在飞机上了，再联系也没用了。南乔皱起眉头，南莫，爸妈到了，你就说是我和他们发生了口角，还有10万块赔偿的事情，你就当作不知道，什么也别说，知道吗？他一脸严肃地叮嘱着南莫。南莫点头，脸上是化不开的忧愁和焦虑。南乔拍拍他的手，没事的，爸妈那边我来应付。就像答应南昭的时候说的，他一定会保护好南莫，不再让南莫经历和南昭一样的事情。第54章，可恶的有钱人。这边云林和池胜解决完午餐后也回到了学校。早上的事情已经传遍了学校，看到两人回来，其他人眼里明晃晃地挂着八卦2字，但他们也知道池胜的性格，所以也没敢贸然上前。当看到周婉离和穆泽他们也进了教室后，其他人的耳朵瞬间拉得老高。林诗允朝云林这边看了一眼，但很快就收回了视线，低下头写着习题。怎么样了？没什么事了。你们这边呢？看了出好戏。周婉离笑得有些阴森，看得穆泽连连摇头。你是看得上瘾了？要不是我拦着你，你能让他们互删到明天去？啊？互删？你做了什么吗？婉离？周婉离摇摇头，一脸无辜。好啦，事情解决了不就好了，过程不重要。正说着，铃声响起，看老师进来，几人各归原位。上课之前，先说一下，下个月有个物理趣味知识竞答比赛，
一共需要3名正式队员和2名备选队员。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找我报名，但是云玲、周婉离和宋之玉，你们3个是这次物理考试的前3名，所以必须参与。老师，我不想参加啊。周婉离靠着椅背，晃悠着椅子，看上去随性又散漫。不行，这次比赛我们是东道主，所以你们3个是必须参加的哈。这架势，摆明就是只给了他们一个选项。云玲用笔尖戳了戳屏幕，看上去兴致缺缺。老师打开课本，像是想起什么，目光落在云玲身上。对了，这次比赛如果能得第1名，每人奖励5万，没上场的备选队员也能拿到3万的奖励。云玲拿笔的手一顿，抬眸却发现所有人的目光看向了自己。云玲摸摸鼻子，不知道是谁先笑出了声，像是会传染一样，一个接一个。只有林诗允不知道好笑的原因在哪。果然，金钱就是我们云大班长的绝佳诱捕器。同学们，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没办法，实力摆在这，这正式队员的参赛名额我就认下一个了。面对调侃，云玲大大方方回应。林诗允瞳孔一缩，觉得云玲疯了。他下意识看向周围的人，却没有从他们眼中看到嘲讽和轻蔑，甚至于脸上的笑意也是不带任何负面的调侃。他不理解，但他更不理解云玲。穷、爱钱是很值得骄傲的事情吗？为什么他能说得这么理直气壮？难道他就不怕被人看低吗？他没有自尊心吗？没有人解答他内心的疑问，但他不知道云玲爱钱，爱得坦坦荡荡，众人皆知。大到几万块的奖金，小到几10块的跑腿，他都赚。一开始还有人嘲笑他，但随着他一点点靠着自己的能力拿下一笔费用时，嘲笑的声音慢慢就小了下去。加上云玲会来事，情商高，慢慢的，但凡是有钱的活动和比赛，无论是校内还是校外，他们都会主动发消息告诉云玲。除了你，也没几个人有这个底气了吧？有人附和道。过奖过奖。云玲笑了笑。不过这次比赛只有第1名有奖金。老师补了一句。吼，学校什么时候这么抠了？完了，这波针对我们云大班长来的。就是喽，除了我们班长，谁能看得上学校那3瓜2枣？就不能多给点吗？苏苏，泰宇，加油啊！班长，我在精神上支持你。都要第1名了，奖金也不知道给我班长大人提上去。还没等云玲开口，其他人反而先为云玲打抱不平起来。云玲感动，但还是忍不住附议了一句：这群可恶的有钱人。好了，感兴趣的同学找班长报名填表。云玲把报名表拿下去，其他人翻开课本第32页，准备上课。事情就这么敲定了下来。放学，云玲收拾好书包，刚想离开，就被池胜叫住。喂，你要去哪？今天不是没有兼职吗？我去医院一趟，万一南莫有什么事情，我也可以帮帮忙。2兄妹在这里无依无靠的，他毕竟跑了那么多次医院，各个流程也熟门熟路，能帮就帮一点。最重要的是，他们早点好，他的便利店才能早点重新开张。彼时的云玲已经有当资本家的潜质了，但池胜不这么认为。他撇撇嘴，是担心那女的，还是在乎那男的？人家被揍，你凑上去挡，怎么没见你这么维护我？你说什么？云玲将脖子凑近了些。我说我和你一起去。他拔高了音量。为什么？云玲疑惑。往常你不是赶着回家打游戏吗？我乐于助人，行了吧？云玲打量着他的脸，他可不觉得池胜是什么善良热心的人。行了，你走不走？他直接拿过云玲的书包。要不是看在你手有伤的份上，你才是要给本少爷拿包的那个。我自己背也可以的。池诚一梗，瞪了他一眼。对于池胜这莫名来的脾气，云玲更是摸不着头脑。行了，走不走？他拽了下云玲的手。走当然是要走的，我东西忘拿了。走到一半，云玲这才想起来手机的事情。你先去车里等我，我很快过来。说完，莫等池胜开口，云玲自己转了个身，就往南莫所在的教室跑去。去的时候，他们教室已经走了一大半的人了。同学，请问南桥南莫的座位是哪一个？云玲随便拉了一个人询问。听到兄妹俩的名字，教室瞬间安静了下来。你找他们的位置做什么？他们手机落教室了，我现在要给他们带过去。他们还好吗？医生说南桥轻微脑震荡，要在医院静养2天。云玲倒也没隐瞒，这些少爷小姐一打听就能知道的消息，他没必要隐瞒或欺骗他们，这样反而是给自己找麻烦。严重吗？宋池的眉头皱起。倒是不严重。
他的目光扫视过众人，所以能告诉我他们的位置在哪了吗？宋池指了指他们的位置。云灵，你现在是要过去看他们吗？看对方能准确叫出自己的名字，云灵并不惊讶。是，你们有话我可以帮你们带，但是你们想去探望的话，我不太建议，人太多了。宋池看向聚在角落的那一群人，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一群人一下子围住了云灵。第55章垃圾分类。顺利拿到手机后，云灵和池胜赶往医院。原本应该安安静静的 VIP 病房休息区，却传出一阵阵吵闹声。云灵觉得不对劲，加快了脚步。喂！速度快的池胜都没能拉住他，只好加快跟上去的脚步，生怕他又搅和到什么事里去。两人并肩还在走廊处，就已经听到了从病房里传出来的刺耳辱骂声。赔钱货，贱丫头，你怎么照顾你哥的？之类的话断断续续从病房里传出。妈，你够了，是我自己和别人打架才这样。你骂南莫做什么？我已经够头疼了，你能不能消停点？什么？头疼？死丫头，还不快点叫医生过来！待在这里像个木头一样，要你有什么用？够了，你别再说话就可以了。南乔喊着，不间断的耳鸣声更是让他脑袋一阵一阵的疼。南乔捂着耳朵，神情痛苦，而王春花丝毫没有察觉，一门心思将不满发泄在南莫身上。好了，天天骂，烦不烦？南宝站在王春花身边，表情不耐。云灵进来，看到的就是这副场景。在其他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一把将南莫拉了过来，护在自己身后。你谁啊你？又来一个赔钱货！我去你的赔钱货！嘴巴放干净点，小心我让你们见识什么叫真正的赔钱货！池胜想都没想，上手推了女人一把。183的身高站在平均身高只有167的夫妇俩面前，犹如铜墙铁壁，极具压迫感。南宝拉了一下王春花的手，后者却一把甩开了他的手。眼看着又要闹起来，云灵拉了下池胜的衣角。池胜按下呼叫铃。云灵这么一说，几人这才看向南乔。他惨白着一张脸，五官皱在一起。病房安静下来的瞬间，他的哀嚎声这才能顺利的回荡在房间里。哎呀，儿子，儿子，你怎么样？王春花脸色一变，围在南乔身边叫喊着：这，哥，还不快点去叫医生！你个老登，和你女儿一样没用！场面乱作一团，看得云灵眉头紧锁。按完呼叫铃的池胜走回云灵身边，半个身子挡在他面前，是十足的维护姿态。都说了病人要静养，你们吵吵闹闹做什么？医生来的比想象的要快。都出去，都出去！嘿，你什么态度？信不信我投诉你？行了行了，儿子重要。看王春花又要闹了，南宝总算有了点动作，扯着他出了病房。南莫也被云灵牵着手带出病房。放手关门这一瞬的功夫，南莫就被王春花扯了过去。他戳着南莫的脑袋，表情狰狞，像个地狱里爬出来索命的恶鬼。你个没用的东西，我让你照顾好你哥，你就是这么照顾的。你个贱丫头，怎么不是你躺上面死掉算了？我告诉你，你哥要是有个3长2短，我掐死你！要不是你哥，你以为你能来这里上学？你个死丫头！短短几句话里都是对南莫的辱骂。妈，对不起，妈！南莫挣扎着，充满哭腔的声音里满是求饶。云灵也不手软，一手推开王春花，一手圈住南莫。感受到南莫的害怕，云灵拍了拍他的肩膀：“你谁啊？关你什么事？没教养的东西！你爸妈呢？我都要看看他们怎么教育自己女儿的。放学不回家，和一个男的混在一起，看着也不是什么正经女孩。你个死丫头，我供你上学，你都认识了什么不三不四的东西？还不给我滚过来！要死啊！”王春花的声音无比尖锐，而一旁的南宝听到这些话，却没有任何要阻拦劝解的迹象，而是靠在墙角抽起了烟。要不就闭上你的嘴，要不我就让人把你丢出去！你个小兔崽子！王春花还想骂，可看到池胜那张阴沉的脸时，话变了个音调，大腿一拍，直接坐在地上闹了起来。哎呦喂，现在的年轻人还有没有点教养了？我爸妈可不会这么骂自己的女儿。云灵黑着脸，如果你们再不安分点，我就会做好垃圾分类，把你们扔到垃圾桶里去。还有那个在抽烟的，你要抽就去抽烟区，再在这里抽一口，就别怪我拿起厕所的拖把塞到你嘴里。云灵年纪小没错，但却也接触了各个阶层的人，早就知道了对什么人要说什么话。对付这种人，客气礼貌只会让他们越发嚣张，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更强硬的态度和手段压回去。果不其然，
听到云林话的那一秒，原本还缩在角落事不关己抽着烟的南宝默默灭了烟，走到了王春花身边。王春花见状，怒气更甚，拍了南宝一掌，恨铁不成钢。你哥！王春花话还没说出口，就被云林瞪了回去。我告诉你，你儿子能好好躺在这接受治疗，靠的是我们两个。要不是看在南墨的面子上，你对我大声说话的那一秒，我叫的就不是医生，而是保安了。到时候被扔出去的可就不只是你们，还有你们的宝贝儿子。老婆，你看他们穿的校服，肯定是有钱人家的少爷小姐，咱惹不起啊！就你那怂货样！王春花低声骂着。看两人消停了些，云林这才转过身去安抚南墨。没事吧？南墨摇摇头，高高扎起的马尾因为刚才的拉扯而变得有些凌乱。云林抿着唇，小心将他的头发捋到耳后。还莫等他说什么，医生已经检查好出来了。王春花刚想问，就被云林一个眼神瞪了回去。看他们没敢动，云林看向医生。脑震荡不是件小事，严重可能会产生呕吐、耳鸣等现象，他现在需要静养。你们吵吵闹闹，是生怕他好起来吗？对不起，医生。南墨弱弱道歉。医生看南墨这样，叹了口气，又看着一旁的夫妇俩，摇了摇头。医生离开，几人依次进去，除了因为一身烟味而被云林拒之门外的南宝。王春花一看，收回脚步。你来我老公做什么？怎么，你还想不让我们看儿子？云林冷哼一声，难得冷着脸。要是想让你宝贝儿子被烟味呛到呕吐进急救室，那就让他进去。南乔对王春花而言，无疑就是命根子。一听这话，他瞬间着急起来，连着拍了南宝好几下。抽抽抽，就这一会你也抽，怎么不抽死你？谁知道他是不是找茬？我又没让南乔抽烟。再说了，就这一会，哪有味？哪有？不就一个脑震荡吗？怎么还矫情上了？看两人互相埋怨着，云林没忍住翻了个白眼，直接将门关上，顺带反了锁。我叫了保安过来了。池胜晃了晃手机，一副我干得不错吧的表情。话音落下不久，门外的吵闹彻底消失。第56章，乔乔是哥哥，不是弟弟。面对两人的擅作主张，南乔对他们道了谢。真抱歉，让你们看到了我们家这么难看的一面。他笑了笑，温和的脸上透着一丝无奈。云林摇头，池胜则是直接坐在沙发上，手撑着脑袋，看着半躺在床上的南乔，发出了灵魂拷问：你们真是双胞胎吗？南乔苦笑一声，如你所见，我们确实是双胞胎。两人小时候的脸可以说是复制粘贴，长大后虽然说慢慢长开了，但也有7、8分相似度，世人谁看都会觉得他们是双胞胎的程度。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家有皇位继承。由真正有皇位要继承的池大少爷说出这句话，讽刺意味更是拉满。两兄妹沉默了一瞬。你们父母这么偏颇，也难为你们关系居然还这么好。难道是因为你们是双胞胎？一般来说，不患寡患不均。父母这么偏颇男孩子的情况下，大部分男孩都会理所应当的接受所有的好处，但南乔却没有，反而有什么好的都会率先想着南墨，倒是稀奇。但南乔却摇了摇头。事实上，我和我妹妹小时候的关系很差，就像你说的，父母这么偏颇，孩子怎么可能会团结？那个时候的他仗着有父母撑腰，没少欺负南墨和南昭。想起以前那个不懂事的自己，他就恨不得扇自己2巴掌。如果不是我大姐，我怕也不会醒悟过来。照顾南墨，除了哥哥的责任外，更多的还是因为对他们的愧疚。你们还有姐姐？云林第一次听说。南墨点头，坐在床边，眼里满是哀伤。南乔也叹了口气，拍了拍南墨的手，这才看向云林。不过他3年前自杀去世了。抱歉。没关系，反正再难看的场面你们也看过了，再多一点也没什么关系了。南乔扯扯嘴角。他叫南昭，反过来就是昭南，意为昭南，大我们3岁。南乔的声音总是很柔和，讲起故事来总之带着一股淡淡的忧伤。如你所见，我们家是再传统不过的家庭，父母也都没上过什么学，观念老旧，觉得男孩才是要给他们养老送终的，所以我出生后，我妈几乎把心思都放在了我身上。说起来，我的名字还是我姐给我取的。南墨补充道。兄妹俩出生后登记户口是父女俩去的，王春花则在家里照顾2个小孩。哪个小孩先出生？女孩？不对，不对，是男孩，是乔乔先出生的。南昭挥舞着自己的小手，努力让工作人员注意到自己。工作人员看到挥舞的小手，身子向前探了探，
又将目光落在男人身上，脸上带了些不耐。哪个小孩先出生的？乔乔先出生的，乔乔是哥哥。南宝尴尬地笑了笑，想要捂住南昭的口，却耐不住他闹腾。做家长的不知道哪个孩子先出生吗？对方的语气充满质问。南宝本来就心虚，摸了摸鼻子。男孩先出生。叫什么名字？南乔。这名字是男孩还没出生前，他们特意去庙里求高僧取的，寓意是希望像树木一样高大，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至于女孩的名字，一王春花的意思是说贱名好养活，让南宝自己看着办，随便取个名字叫就好。叫默默，茉莉花的默默。他喜欢茉莉花，白白的，很好看，种在隔壁小姐姐家的门口。他很喜欢那个小姐姐，可是他们一家后来搬走了。妈妈说自己的名字是为了能盼到一个弟弟，那他给妹妹取名茉莉花，妹妹以后肯定会像茉莉花一样漂亮。他拉着南宝的手，大大的眼睛里满是恳求。南墨，是吧？南宝点头。叫什么不是叫，也省得自己想了。上好户口，一大一小骑着自行车回了家。死丫头，哭哭哭，就知道哭。看我儿子多乖，安安静静的，真省心。王春花说着，又开始逗弄起了小儿子，对一旁哭闹的小女儿却置之不理。而刚到家门口，就听到妹妹哭声的南昭，自行车还没停好，他就从车后座滑下来，急匆匆跑到屋里，从柜子里抽出纸尿裤，爬上床后，利落地帮自己妹妹换好。默默乖乖。南昭学着母亲哄弟弟的样子，也哄着自己的妹妹。南默是他给妹妹取的名字。王春花斜了他一眼，在肚子就知道抢你弟弟的营养，出来了还要抢弟弟的吃喝穿，真是个赔钱货。乔乔是哥哥，不是弟弟。4岁的南昭直着地说道。什么哥哥弟弟？你个死丫头！王春花戳着他的脑袋。乔乔就是弟弟。你个死嘴，别给我乱说。等长大了，你们两个做姐姐的才知道要照顾弟弟。乔乔是哥哥，不是弟弟。嘿，你个死丫头！我最近没打你，你皮痒了是吧？行了，天天骂，天天打，你也不嫌累。停好自行车的南宝进了屋，随手给自己倒了杯酒。户口上好了？好了，人工作人员看出来了，把南乔改在了前面，是哥哥。什么？让你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一天天的，你除了会喝酒还会什么？男人似乎被骂习惯了，一句反驳的话也没有。见状，女人扯着南昭的耳朵，是不是你这个贱丫头乱说话？年纪不大，心眼倒是挺多的。我告诉你，都是女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什么。南昭没有。南昭捂着耳朵哭喊着，这一喊，好不容易安静下来的南默又哭了起来，连带着南乔也跟着哭。这下可把王春花心疼的不行。哎呦，我的乖乖，不哭。他抱着南乔，轻声哄着，可对着南昭时，则是满脸不耐。愣着做什么？还不快去给你弟弟泡奶粉！南昭不敢反抗，啜泣着下了床。可王春花却还嫌弃他动作慢，在他下床后还推了他一把。南昭踉跄了一下，却不敢哭，抹了抹眼泪，站在小凳子上，熟练地泡着奶粉。全程南宝都像个局外人一样，坐在椅子上，悠闲地看着电视，嗑着瓜子，喝着小酒，仿佛没有听到3个小孩的哭闹声一样，惬意得很。第57章，姐姐，我什么时候可以上学啊？转眼间3个小孩都大了些，双胞胎也到了该上幼儿园的年纪。南昭没上过幼儿园，他是法定年龄到了，村长找上门，他才能顺利上小学。南默自然也是如此。在王春花看来，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用，还不如到年龄去工厂打工，到时候嫁人了还能拿点彩礼补贴家用，留着给南乔做老婆本。但南乔不一样，他是男孩子，以后要赚大钱，要养家的，等7岁再去上小学，难免落后别人一截。所以夫妇俩大腿一拍，直接将南乔送去了镇上最好的幼儿园，每天都由夫妇俩接送。于是南默只能独自留在家里，等着姐姐回来教他画画和写字。4岁的他已经能够做大部分家务了，打扫、洗衣服、洗菜都是手拿把掐，就连做饭也不在话下。不过姐姐在的时候，从来不让他做饭，就算是要上学，也会在出门前帮着自己把家里人的衣服都洗好。姐姐，你看我画的好不好？南默一脸兴奋地将自己画的画举起来，画笔是南乔用完扔掉的。南昭知道南默喜欢画画，偷偷收了起来，加了点水在笔芯里，让南默偷偷用。南昭停下笔，笑着点头。
默默画画真棒。姐姐，我什么时候可以上学啊？姐妹俩坐在小方桌上，面前摆着5毛1本的田字格本子和一小节铅笔。等你7岁的时候就可以上学了。默默这么聪明漂亮，到时候肯定会有很多小朋友和你一起玩。玩，一天就知道玩。我交钱让你们上学，是让你们去玩的吗？天天就知道教你妹妹，不知道还有弟弟吗？王春花一进来就开始数落着两人，身后还跟着南乔。南默吓了一跳，立马将本子和笔盖好。要是被南乔看到了，他又要撕掉自己的画了。弟弟他又不学，天天就知道玩。南昭反驳着，话里全是不满。是的，哪怕上的是高价的幼儿园，南乔却连最基础的10字内加减都不会。你个死丫头，你弟是男孩子，爱玩一些怎么了？你什么语气？谁给你的胆子这么和我说话？说着，王春花对着南昭的后脑勺就是几巴掌。南昭吃痛，咬着牙不说话。瞧，坐这，让你大姐教你学习。死丫头，吃饭前你弟弟的作业要是还没写好，你就别吃饭了。王春花戳着南昭的额头，没几下，南昭的额头就红了一片。我不要写作业，我要玩。南乔耍着赖，一边用书包甩着王春花。乖，妈今天给你做你最爱的大鸡腿，等写完作业了，妈带你去买小汽车，好不好？这种哄人的语气，姐妹俩从未体验过。南默眼巴巴地看着角落里堆积成一团的独属于南乔的玩具，眼里满是羡慕。别说玩具了，他就连身上的衣服都是姐姐穿不下的。而这边王春花哄了又哄，南乔才老老实实坐在椅子上，不情不愿地从印着奥特曼的书包里拿出最新款的计算机文具盒和印着奥特曼的彩绘本子。打开文具盒，里面整整齐齐摆放着好几根削好的铅笔，就是橡皮不知为何被切割成了好几份，零零散散地散在文具盒的各个角落。南默看着，哥哥，可以给我一支笔吗？南乔笑了笑，直接递给了他。南默喜出望外，伸出小手接过。妈！下一秒，南乔大喊起来：怎么了，宝贝儿子？南默抢我的笔。南默脸色瞬间惨白，我没有。你个死丫头，都拿着了还说没有？你要死啊，敢抢你哥的？王春花看着南默手里的笔，二话不说，掰开南默的手拿了过来，连着扇了南默好几个巴掌。南默被扇得缓不过神来，大眼睛眨巴眨巴，眼泪不受控制的滚落。是南乔自己要给默默的。南昭大喊着，一边抱住南默，不让王春花再打他。好，你们两个合起伙来欺负乔乔是吧？两个贱丫头，是南乔给默默的。南乔说谎。南昭哭着，护在南默身上的手却没有松开。他要你们就拿嘛，是你们的嘛就拿，别吃了，你们两个今天都别吃了。王春花直接将两人拽起来，去，给我摘菜做饭去，再敢惹什么幺蛾子，看我不打死你们。小南默缩在姐姐怀里，南昭看着在一旁晃着铅笔笑得正欢的南乔，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你个死丫头，还敢瞪你弟弟？这一瞪恰好被王春花看见，毫无疑问，迎接南昭的又是一顿毒打。对不起。南默被南昭护在怀里，反反复复呢喃着这3个字，也不知道是在对谁说的。而造成这一切的南乔则扮起了乖孩子，坐在一旁写起了作业。这种事情没几天就会发生一次。南默年纪还小，记不住事，总是上当。而南乔仗着王春花给他撑腰，更是时不时就去挑衅两人。他知道南昭讨厌他，每次他和南昭说话，南昭都不理他，所以他就去招惹南默。只有这个时候，南昭才会和自己说话。再后来，双胞胎都上了学，南默和南乔也到了开始记事的年纪。自那开始，南默就不怎么上当了，就算南乔故意去招惹他们，他们也视而不见，不去理会他。眼看找茬不管用了，他就想讨好两人，可南昭每一次都会带着南默离开。一来二去，南乔脾气又上来了。他们越是孤立自己，他就越给他们找茬。3人的关系陷入了恶性循环。两姐妹在家里越来越沉默，而南乔则越来越活跃。那个时候的南乔还看不懂南昭的眼神，只觉得南昭看他的眼神阴森森的，让他有些害怕。因为这个，他朝王春花告了不少状，总说南昭在瞪他。南昭因此挨了不少打。转折发生在那个暑假，彼时双胞胎12岁，小升初。南昭出生高，15岁，还有1星期就满16。难得放暑假，夫妇俩带着南乔去市里的动物园玩了，剩下两姐妹独自看家。姐，你拿到通知书了？听到动静，南默起床，第一时间就是找南昭。
南昭今天的心情格外的好，他拿着刚拿到的通知书，转头对着南墨晃了晃，笑意盈盈的，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好看漂亮。默默，等姐姐以后考上大学，赚了好多钱，就带你去大城市好不好？到时候你就好好学画画，等姐姐买房子了，就由你来设计，怎么样？南昭的眼里泛着柔光，眼里满是对未来的美好期盼。那我一定给姐姐设计一个世界上最漂亮的房子。是给我们。南昭纠正道。第58章，为什么你不死掉？南昭捏着通知书，那一天两人聊了很多关于未来的想法。等爸妈回来，看到你的通知书，肯定会改变主意，让你接着上学的。南昭点点头，表情却有些僵硬。他看着时间一点点流逝，脑海里不断演练着等会要说的话。终于，熟悉的脚步声传来，伴随着的还有南乔那吵吵闹闹的声音。你们看我的泡泡水！一进来，南乔就拿着泡沫水朝两人炫耀着，但两人都没有理会他。南昭更是直接绕过他，走到了王春花面前。双胞胎站在原地，眼神却是跟着南昭移动。妈，他的声音有些发涩，紧攥着的手暴露了他的紧张。但王春花没有察觉。刚好我路口看见你离审了，他说已经给你问过了，厂里有位置，你晚上收拾收拾东西，明天跟着他去厂里，他会带你的。去厂里醒目点，嘴甜点，别天天摆着一张苦瓜脸，给谁看呢？话到最后永远是以贬低收尾。南昭垂眸抿了抿唇，妈，录取通知书到了。什么通知书？是一中的通知书。王春花皱眉，眼神往下移，落在了他拿着的信封上。没等南昭反应过来，他已经拽了过去。下一秒，碎片散落一地。南昭看着地上的碎片，表情出奇的平静。别让我再多说一句，能让你读到现在不错了，我可没那么多钱供你上学。你也不想想，你们吃的喝的，哪样不要钱？好不容易养你，到现在能赚钱了，还读书，你倒是有心思，你也不想想我多累。王春花的话里满是不耐烦。趁我今天心情好，赶紧把垃圾收拾好，要是我出来还看见你这副死样子，看我不打死你！王春花戳了戳南昭的额头，力气很大，南昭被戳得后退了2步。王春花进去后，南昭依旧站在原地。南墨反应过来，立马跑了过去。姐！南墨小心翼翼地喊着南昭。南昭没应他，低着头看着被撕成碎片的通知书。南墨红了眼眶，蹲下去将碎片一张张捡起。没事，弟姐，等一下我就把它粘起来，没关系的。他扯着极为勉强的笑，没事的，姐，我很快就会把它粘好的。不用了，默默。南昭的声音干涩到有些发哑。这张通知书已经作废了。不会的，我去找一中的老师，我让他们再给你一张。姐，你别这样，我害怕。南墨瘪着嘴巴，看着表情如一潭死水的南昭，眼里满是担心和害怕。就是，要是你陪我玩，我就让妈妈送你去上学。南乔也跑了过来。要是你和我玩，我还给你糖吃。怎么样，没吃过这个吧？他从口袋里掏出几个糖果，一脸得意。看着眼前包装精致的糖果，南昭缓缓抬起头。南乔勾着笑，可看到南昭的脸时，他的笑容瞬间僵在脸上。为什么你要出声？为什么你不死掉？南昭赤红着眼，看着南乔的眼睛里是溢出的恨意。南乔呆滞在原地，不自觉抓紧了手里的泡沫水。我要告诉妈！他喊着，眼泪随之滚落。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哭，他只知道他讨厌南昭这个表情。他不知道为什么南昭对南墨总是笑意盈盈地，对自己却从来没有一点好脸色。南昭却没有理会他，冷着脸直接将他推在了地上。他坐在地上，表情呆滞。王春花刚好看见这一幕，没有迟疑，他抄起扫把，径直朝南昭走来，嘴里说着各种不堪入耳的咒骂的话。南昭却看都没看他一眼，直接跑了出去。姐！南墨喊着，想也不想跟着跑了出去。身后是王春花的咒骂，但南墨已经顾不上这些，他紧跟着南昭，一路喊着他，可南昭直到跑到小河边才停了下来。姐，你别做傻事！南墨想也没想，一把扑上去，死死地抱住南昭。他大哭着，眼泪鼻涕呼了南昭一身。南昭也不嫌弃，反而拍了拍南墨的头。我不是好好的吗？你别哭。对着南墨，他永远都是笑意盈盈的表情，哪怕此刻的他完全笑不出来，看着南墨的表情也是柔和的。姐，我们明天去找一中的老师，我会去求妈妈，我会给他赚很多很多钱，我不读书不画画了，你不要伤心。他哭得一抽一抽的，不知道的以为上不了学的是他。
但南昭的表情却依旧平静。默默，明天和姐姐去其他地方好不好？好。他甚至都没问南昭要去哪，他只知道姐姐去哪他就去哪。两人在小河边待了很久，直到太阳彻底落山，月亮高高挂起。南昭牵着南默的手，两人并肩回到那个不属于他们的家里。原以为会遭受一顿毒打，但王春花只是看了他们一眼，就接着看电视了。三人窝在椅子上，南乔拿着王春花的备用机在打着游戏。姐妹俩没说话，安安静静的洗了澡。因为没有留饭，两人饿着肚子早早进入了梦乡。第二天一大早，家里人都还没有起床，南昭已经带着南默出了门。出门前不忘带上2个蒸好的包子给南默拿着。你们要去哪？我要告诉妈，说你们偷跑出去玩不带我。南乔睡眼朦胧地跑了出来。南默一脸紧张，南昭却一脸平静。我在你房间里放了东西，你能找到的话，以后我就会带你玩。南乔眼睛一亮。真的？南昭点头。南乔，南昭叫了他一声，语气平淡，不喜不悲。干什么？你要记得今天。为什么？他不解。今天又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你要记得，造成这一切的人是你。如果没有你，如果不是你的存在，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如果你有点良心，你之后的人生都必须要好好对待南默，因为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你。南乔站在原地，心里敲着鼓，浑身僵硬。他想开口说些不着调的话，打哈哈过去，可看着南昭那个漠然又带着平静恨意的表情，却像是被谁掐住了喉咙了一样，一句话也说不出口。时至今日，他常常想，要是当时能看懂南昭那个眼神，能早一点明白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了。第59章遗书。那一天，南昭失踪了，而南默是在寺庙里找到的。庙里的僧人看天色已经晚了，南默的家人也没找过来，南默又不肯说自己是哪家的，于是报了警。王春花看到南默的一瞬间，冲上去就要给他2巴掌。僧人们吓了一跳，南默也下意识缩起了身体。妈！出乎南默意料，这一次挡在自己面前的不是姐姐南昭，而是南乔。大姐还没找到呢。南默，大姐在哪？南默不说话。南乔眉头紧锁，双手搭在南默肩膀上。你说话啊！大姐在哪？她在不在这里？是不是躲起来了？你说话啊！可不管南乔怎么晃，怎么说，南默就是不开口。王春花本来就憋着一股气，看他这样，更是撸着袖子就想拽他。死丫头，还不快点说！别以为你在这我就不敢打你，等回家，你看我怎么收拾你们！南昭，南昭，妈，你别动他！看着学着姐姐将自己护在怀里的南乔，南默心里的不安感却越来越强烈。几人拉扯着，场面乱作一团，连僧人和警察也拉起了架。只有南宝站在一旁，说着几句无关痛痒的话。这位施主，佛家清净之地，勿喊。来庙里的只有小姑娘一个人，没有旁人了。她已经在这坐了1天了，一句话也不说。眼看天色黑了，我们也要关门了，这才报了警。死丫头，竟给我找事！走！丢人现眼！王春花的辱骂就没有停过。妈，大姐还没找到呢，你能不能冷静一点？南乔今天一反常态，护在南默面前，一直催着王春花找人。如果不是南乔一直闹，王春花才不会出来找人，更不会大晚上来寺庙接南默。管那个死丫头做什么？她最好是死在外面，不然回了家，看我不把她的腿打瘸。不找到大姐，我就不回去。南乔梗着脖子，你这孩子怎么今天变了个性子？你管那个死丫头做什么？骂她一句就敢跑出去，那以后岂不是要上天了？南乔抿了下唇，急得红了眼睛，想解释又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只能将目光重新放在南默身上。南默，你就告诉我大姐在哪吧。她可能出事了。不可能，姐姐说让我在这里乖乖待着，说她会回来找我的。听到大姐会出事，本就没有安全感的南默立马反驳着南乔的话，声音却忍不住哽咽起来。大姐骗你的，你快点告诉我，大姐和你在哪里分开的？你相信我一次好不好？我求求你了，只要大姐能回来，以后你们说什么我都听，我绝对不闹你们了，我求你了。两人到底是双胞胎，在一方伤心到极致的时候，另一个人也能感受到一丝难过。姐姐，姐姐把我送到山脚，让我自己上来。她说她找到了一个好地方，等她弄好了就来接我。终于听到一点线索，南乔没有找王春花，而是看向一旁的警察。
叔叔，快救救我姐姐，她现在很危险，这是她的遗书，你们救救她。你就是早上去报案的小孩吧？警察也响了起来。抱歉啊，我们队里的人还在排查监控，但还没有找到你姐姐的踪迹。遗书？12岁即将升初中的孩子当然知道遗书是什么东西。南莫愣在原地，浑身僵直。什么遗书？他的疑问淹没在吵闹声中。南乔和警察在讲话，僧人正在安抚王春花和南宝的情绪，而他站在中间，脑海里全是姐姐离开前的叮嘱。默默，你去庙里等姐姐，姐姐处理好事情就来接你。这个包子你拿着，饿了就吃。如果有人问你话，别和他们搭话，知道吗？姐姐，你要去哪里？对于南昭的话，南莫是无条件信任的。南昭摸了摸南莫的脑袋，动作极其温柔。姐姐要去个地方，有点远，所以可能要久一点才能来接你了。我不能和你一起去吗？我不怕远，我本来是想带你一起的。默默，如果到了晚上，南乔没有来找你，你就沿着山脚一直往下走，不要再回家了，好吗？那我离开了。姐姐，你去哪里找我？他不在乎南乔会不会来找他，他只害怕姐姐会找不到自己。姐姐会找到你的，相信姐姐。南昭笑着，眼眶却忍不住红了起来，看得南莫也跟着鼻尖发酸。他点头，我相信姐姐。姐姐，你别哭，我等你回来接我。姐姐不想回家，我也不回家。他很乖，听着姐姐的叮嘱，没有和任何人说话。他等着姐姐来接他，他不想回家，他想和姐姐在一起。南莫的目光落在自己坐过的位置上，旁边放着2个早已经冷掉的包子。突然，耳鸣声爆发，他的眼前一黑，随后就没有了意识。再次醒来时，家里已经挂上了各种白色的花环和发带。他坐在床上，环顾着周围，眼神呆滞。南莫，你醒了，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是南乔。姐姐呢？南乔脸上的惊喜瞬间退下，他的眼神闪躲，南莫却像是明白了什么。姐姐死了，是吗？对不起，南昭死了，死在离家很远的水库里。南莫因为低血糖晕过去后，南宝接到了警察的电话，说是有钓鱼佬钓到了一具小孩的尸体。经过照片对比，是南昭。再过1个星期就是他的16岁生日了，可南昭的生命和他还没画完的生日礼物一起停留在了这一瞬间，不会再有后续了。外面吵吵闹闹的，有王春花的哭闹，大抵是说自己养了这么久的赔钱货，不过就撕了他的通知书就跳河了，说自己怎么就养了个这么自私的白眼狼。伴随着的还有宾客的安慰。南莫听着，眼神没有一点波澜。姐姐的遗书写了什么？给我的那一份，姐说不能给你看。这一封是她给你的，我没有告诉爸妈，这也是姐的意思。到死，南昭也没对自己的父母抱过任何希望，自然也就一句话都没给他们留。南莫拆开纸条，只有短短3句话：默默，好好上学。默默，不要讨厌南乔，可以的话，我希望你讨好他。默默，祝你成为最优秀的室内设计师，你一直都是姐姐的骄傲。故事讲到这戛然而止。云林和池胜都没有询问南昭写给南乔的那份遗书的内容。气氛沉默之际，是南乔率先开口，打破这一尴尬场面。第60章，自由的去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小莫，你等会自己回去，爸妈在这段时间你就别过来了。如果他们打电话给你，你也别接，有什么事情我会发消息给你。他作为既得利益者，没办法对自己的父母说什么，在还没有能力给妹妹更好的生活时，也只能用这种方法来保护她了。南莫点头，有父母在这，南乔只会受到更好的照顾，所以他并不担心。还有，你们也别过来了，我怕我爸妈又要打什么主意。在这里，我替他们和你们道歉，真的抱歉。云林摆摆手，让他不用在意。给，这是你们的手机。提到电话，云林从包里掏出2人的手机。另外，你们班有个叫宋池的，让我帮忙给你们带句话，说是赖飞的事情他们知道了，他们已经去教训了他一顿，还说如果你们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就说一声。对了，他们是想过来的，但我和他们说了你要静养，所以才让我带了话。怕引起误会，云林又补充了一句。2人有些意外，2人在班里和其他人几乎没有交流，自然也没想到宋池他们会说这种话。那没什么事，我们就先回去了。东西物归原主，2人也没必要再待下去。云林姐，我和你一起下去。哥，我走了，到家了发个消息给我。南乔坐在床上，挥手和他们说再见。房门关上，病房里又恢复了本该有的宁静。南乔长叹一口气，眼里包含了太多复杂的情绪。他拿出随身携带的护身符，那封写给他的遗书就在里面。
他熟练地拆开，纸张不大，密密麻麻的字却都是控诉和恨意。我讨厌你。信的开头写着这4个字，但我更恨爸妈。如果不是他们，我们3个人的感情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很多时候，我都恶毒的希望你烂掉，可我也知道，你烂掉了，也会有爸妈给你兜底。不像我们，哪怕差一点就能准备开花了，也能被他们毫不留情的掐掉。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南桥。我把默默带走了，如果没有意外，我不会再回来了。你要知道，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作为利益既得者，你永远在卖乖讨好。你不用体验冬天手洗衣服和碗筷的寒冷，也不会知道夏天闷在厨房炒菜和去厂里做手工补贴家用时的难受。你理所当然地享受着一切，而我们不管做或没做什么，都能惹来咒骂和毒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承受的这些咒骂和毒打，超过一半的源头都是来自于你。因为你的存在，我们才会遭受这一切。哪怕你有时候什么也没做。坦白讲，我无数次想要带着你一起死掉，这样才能报复他们。但不行，默默还在。感谢默默吧，不然我真的会把你们都杀掉。如果你还有点良心，还没有彻底烂掉的话，接下来我写的所有话你都要记住。让默默上学，他在画画方面有很强的天赋，梦想也是做一名室内设计师。我没有办法护住他了，虽然很可悲，但我确实只能将希望寄托在你身上。如果你不想，那我求你不要去找他，放过他。我求你了，南桥，让他自由的去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我会让南漠自由的去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话很轻，像是承诺，又像是回应。下一秒，门外传来动静，南桥立马将东西收好，闭着眼睛假寐。那2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头？居然敢让保安把我们扔出去！现在的学生一点教养都没有，书都读到狗肚子里了。还就是，你怎么这么没用？我怎么就嫁给你这么没用的男人？一句话都不帮着说。王春花说着，对着南宝的手臂就是几巴掌。南宝缩着手，一脸怨气，却又不敢还手。那他们都是有钱人家少爷，咱普通老百姓哪里弄得过他们？说不定乔乔的伤就是他们弄的呢。不行，下次见到他们，指定得要个说法。王春花眼里闪过一抹贪婪。妈，不是他们做的，你能不能不要一张口就污蔑人？嘿，我怎么就污蔑人了？这叫合理怀疑。如果不是他们出面阻止，我就不会只是轻微脑震荡了，更不会住上这么好的病房了。算我求你了，你能不能消停一点，不要给我找麻烦了。听着话，王春花一拍大腿，立马就嚎了起来。林真起手，战绩可查。哎呦，我王春花是什么苦命啊，养了你们这么些个白眼狼。我这不是关心你吗？你也不想想，我千里迢迢跑过来是为了谁？你出去了，我天天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就怕你在外过得不好，受了委屈。你倒好，我来到这水都没喝一口呢，你不但一句关心都没有，反而全是指责我的。哎呦喂，我命苦啊！南桥眼里满是无力，每次都是这样，只要他一没有顺着王春花的意，他就会开始撒泼打滚，一哭二闹三上吊。妈，我没有。你坐了这么久的飞机，坐下休息一会吧。一听这话，王春花马上收起了眼泪，看着空荡荡的病房，她皱起了眉头。那死丫头呢？我让南漠先回去了。回去？你这个当哥的受伤，他不留在这里照顾你，就回去了？那死……妈！南桥冷着脸。见状，王春花撇撇嘴，我又咋了？我哪句话说的不对了？妈，南漠也是你的孩子。这咋了？我小时候你外婆也是这么对我的，我说什么了？现在我不还是好吃好喝伺候着她？现在的孩子一点抗压能力都没有，还小心眼。你看我们以前被打被骂，第二天还不是得乖乖帮着家里干活？哪像你们，还敢对我们甩脸色？王春花越说，南桥的脸色就越黑一分。你总说外婆对你不好，现在你有了女儿，为什么要走外婆的老路？王春花移开视线。行了，不说了，我知道你们都烦我这个老太婆，是我不中用了，你们大了，我这老婆子说一两句话，你们都不乐意听了。南桥吐出一口浊气。总之，我让南漠这2天不要过来了，学业紧张，我请假这几天得让南漠去学校给我记笔记，不然我下次考试要是考不到前几名，就得卷铺盖走人了。那怎么行？听到最后一句，王春花拔高了音调。第61章，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怎么回事？你这成绩在一中不是挺好的吗？这里的学生放学都会请家教老师补课，他们早就把课程都学完了，
我要不努力点，根本赶不上进度。南乔嘴角下垂，一副极为苦恼的模样。还好有南墨在，不然这落的课程谁给我补？还有作业谁给我交？这些可都是关系到我能不能留下来的。行，不喊她就是了。这死丫头真是会享福。哥哥躺在这，他倒是天天准时准点去上学。那放学呢？放学总能过来了吧？他过来了，谁去兼职赚钱？王春花眼睛一转，也是，这样才对嘛。你呀，就好好学习，干活的事情交给他就好了。到时候你考上大学，妈就让他去打工，给你挣学费。王春花笑着，似乎已经看到了儿子功成名就的模样。他是摊上了好时候。要不是你说这么远你一个人没个能给你搭把手的，又凑巧这丫头也有名额，我才不会让她来。你知不知道，隔壁阿玲去厂里1年就赚了好几万，3年下来我白白损失了10几万啊！王春花一想到这个就一阵心痛。对了，儿子，你被人打成这样，打你那人呢？赔偿呢？对，差点把这事忘了。被南宝一提，王春花拍了拍脑门。那接我们过来的人把我们送到这就走了，我顾着找你也忘记问了，你们学校有没有什么表态？还有那个把你打成这样的死人头人呢？你放心，妈一定给你讨回公道。要是他们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妈就去学校闹，找记者发到网上曝光他们。听了这话，南乔更是两眼一抹黑。妈，学校已经把人开除了，你就别再瞎掺和了。把你弄成这样就只是开除，不用赔钱吗？王春花也没打算善罢甘休。是啊，看这环境，住1天要多少钱啊？南宝这摸，那看看佝偻着身子的模样，看上去有些猥琐。住院的所有费用由学校承担。学校派人来找过我了，问我需不需要道歉，我说不需要。另外，人家也给了5万的赔偿。自家父母是什么性格，他再清楚不过，1、2万根本不能让他们满意。要是他们真去学校闹了，一切就完了。5万！夫妇俩同时开口，眼里闪过一抹光亮。南乔点头，说是要我签个合同，只要不闹事，这5万立马打到我的账户上。原来是封口费，那5万少了点吧？王春花眼珠子一转，南乔就知道他打的什么算盘。不签1分没有，连带着你儿子我也得卷铺盖走人。妈，你眼光能不能放长远一点？他们有钱有势，你还找记者，怕是没找到就得被人赶出去了。王春花尴尬地笑了2声。你妈，我不是没上过学吗？南乔故作不耐了一声。我是这么打算的，钱到账了，我给你们转2万，剩下3万我自己留着。你一个孩子留这么多钱做什么？王春花皱眉，对南乔的分配很是不满。妈，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被人打吗？还不是人家看我穷，人家用的哪个不是名牌？你看我这鞋子，你这鞋子咋了？我可是专门去商场给你买了好几百呢，人家穿的可是几千块的名牌鞋子。我不管，我也要。南乔闹着脾气，难道你想你儿子我被人看不起，被人一直欺负吗？王春花有些迟疑，可是那给你留个1万也差不多了。南乔见状，伸手拉住王春花的手。妈，你想啊，我这学校随便一个人拎出来都是大少爷大小姐，要是我能和他们打好关系，以后毕业了那还不是风生水起。就说这衣服8000块啊，人家一给就给了2套，1分钱不要我们的。8000！王春花咽了下口水，这校服8000？南宝直接上手摸了摸他的衣服，可不是，看我们没穿校服，手一抬就送我们了。妈，这3万可是敲门砖，现在花个3万撑场面，以后回报的可就是30万、300万了。算命的说过，自家儿子是个有出息的。南乔初中开始，成绩就一路突飞猛进，不仅考上了全市最好的高中，还拿到了资助生的名额。这种种迹象更是让王春花对算命说的话深信不疑。所以此刻南乔说的这些话，他丝毫没有怀疑。他的表情满是纠结。南乔就拉着他的手，也不说话，用期盼的眼神看着王春花。好吧，反正这个家以后也是你的，3万就3万吧。就是啊，妈，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人家少爷小姐出去吃一顿就几千块了，我要讨好他们，不得咬咬牙，是吧？南乔满意的笑了。到时候啊，我就带你和爸来这大城市享清福。王春花被南乔一句话哄得嘴角上扬，她拍了下南乔的手，眼尾满是因为笑容而冒出的褶皱。乖儿子，妈老了可就全指望你了。
妈知道你是个有出息的。他说着，脸色突然严肃起来，声音也压低了几分。对了，你可别让你妹知道，小女生心思最多了，要是被她知道了，指不定打着什么坏心思呢。我知道。南乔扯了抹笑，我这边没什么事，后天就能出院了，到时候你和爸就回去吧。好不容易来一趟，爸妈多留2天陪陪你。妈，学校分配的宿舍不给带别人入住，那我们又不是别人。再说了，你这不是受伤了吗？妈也没去你们宿舍看过。妈，学校规定了，家长也不行。被发现了，可是要被开除的。这走廊都有监控的，咱这初来乍到的，胳膊肘拧不过大腿，还是老实点。可，您放心，等儿子以后混好了，带你们住大房子，想在这待多久待多久，谁都赶不走你们。王春花盘算了一下，还是点了点头。至于南宝，自始至终就没有话语权。见状，南乔心里总算松了口气，他捏着手里的护身符，妈，我有点头晕，我先休息了。听着话，王春花又是一顿忙活，生怕自家宝贝儿子出了点什么问题。医院外，池胜先上了车，眼巴巴地看着不远处还在说话的两人。第62章骂人教学。云林看着低垂着头的南漠，眼里有着心疼。父亲死后，他的生活虽然拮据，但和母亲也总能苦中作乐。而南漠，我陪你回去吧。南漠摇头，扯出一抹笑，脸上的巴掌印还清晰可见。不用了，云林姐，时间也不早了，而且你朋友也还在等你。你一个人没关系吗？我没事。他早就习惯了，这一巴掌对他而言不痛不痒。你快回去吧，别让你朋友等太久。今天真的谢谢你，云林姐。他笑着，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有事就打电话给我。女孩子想要幸福平安的过完一生，真的好难。明天见，云林姐。他挥着手往公交车站台走去。云林站在原地看着他上车。池胜在车里看着，没有要催促云林的意思。直到他上了车，坐在车上时，池胜一直盯着云林。做什么？云林合上单词书，看向池胜。起初他是没有打算理会池胜的，但架不住池胜一直用小狗视线攻击他。没。得到云林回应后，他挑眉，故作傲娇地撇开了头，看向车窗外的风景。等了一会，也没等到云林开口。池胜转过头，这才发现云林又看起了单词书。他的嘴唇抿成一条直线。他在期待什么？为啥非得给自己找罪受？虽然这么想，但他还是憋不住，伸手拿走了云林的单词本。说，云林总算是把视线转到了池胜身上。池胜瞬间满意了，他将头凑了过去，好看的琥珀眼好奇地盯着云林。我怎么不知道你这人还挺会看人下菜碟的？话里没有讽刺，全是好奇。大少爷，你身边的都是受过教育的精英，你见过他们满嘴粗话的样子吗？池胜眼珠子转了转，破口大骂的不少，但要说张口就是粗话的，确实是一个都没有。池胜摇摇头，受的文化程度不同，生长环境不同，都会导致人产生不同的性格。对待没受过文化教育又满嘴粗话的大爷大妈，你正常说话，他们也只会觉得你好欺负。这种时候你一定要骂回去，就像你那句拖过厕所的拖把。一想到这句话，池胜就忍不住想笑，但云林很认真地点了点头。要是你想不出这种话，我教你个简单的。什么？池胜来了兴趣。两人也是一个敢教，一个敢学。某个器官加一些毛病，要想战斗力加强，就往祖宗18代往上扯。怎么说？就比如你他爹的是不是脑子泡了水？牙黄的像是喝了陈尿一样，散发的臭味更是像行走的腐肉一样，无时无刻不在恶心人。池胜张着嘴，想到那个画面就觉得有些恶心。他咽了下口水，给云林比了个大拇指。战斗力真是强的没边，这种只适合对线那种没素质没礼貌的人，慎用。那要是对待有礼貌但见得没边的人呢？云林眼珠子一转，忍着笑。宋之玉，知道吧？你提他做什么？池胜的表情瞬间变得幽怨。他就记下他气你的那些话就可以了。哦。池胜愣了一秒，反应过来后，手直接按在云林的脑袋上。云林，是我给你的自由过了火是不是？你现在胆子挺大啊，都敢用宋之玉来调侃我了。池胜，你的梗太老了。云林忍着笑，语气软软的，哪怕池胜真的有些生气，看他这样，也就只剩下无奈和纵容了。他咬着牙，故意揉乱他的头发。云林也不气，笑着拨弄自己的头发。真是的，没心没肺一点多好，自己的事情都那么多了，
还要因为别人的事情伤心。池胜看着他，云林还在整理自己因为摩擦起电而乱飘的头发。平时做题速度那么快，这回笨手笨脚了。嘴上吐槽着，帮他理顺头发的动作却轻柔得很。关于南桥兄妹的事情，两人都默契的没有提起。一个是不喜欢被人议论别人的家事，一个则是单纯的对旁人的事情不感兴趣。车开到一半，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等两人到家，雨已经彻底下大。云林发了条消息给南墨，但对方没有回。我今天可因为你出了不少力，你就不能酌情减少点题目吗？不行，你的成绩本来就不稳定，早上又缺了2节课，得给你先补回来。我说你周扒皮。走到客厅，池胜的声音戛然而止。妈，你今天怎么有空回来了？池胜将书包甩在沙发上。卓女士。云林站着，恭恭敬敬打了个招呼。卓西将合同递给助理，抬头看向他。坐吧。那个南桥怎么样了？显然，卓西知道两人去医院看南桥了，已经检查过了，轻微脑震荡，需要住院观察2天，没什么问题的话，后天就能出院了。卓西点头。你见过他父母了吗？他的家人有其他需求吗？依你看，我要不要让他的父母来学校一趟？云林没想到卓西会问自己这种问题，虽然不知道卓西是什么意思，他思索了一番，谨慎地开了口。我的想法是，最好不要。南桥父母不是会讲理的人，一旦您这边开了口，他们那边大概率会得寸进尺。相反，南桥做事更稳重成熟一些，单独找他商量，解决事情的效率会更高一些。赔偿和相应的条款也能更好的落实到位。要是让那夫妻俩来学校，反而会让事情复杂化。别说兄妹俩还能不能拿到赔偿金，学校可能还会因此招惹上大麻烦。到那个时候，这事就真的过不去了。卓西若有所思，没急着回应，而是看向池胜。你呢？你也去了，什么想法？我同意云林的说法，那对夫妇我见过了，就不是能正常沟通的人。你费那个劲，还不如直接找当事人沟通。池胜说话则要直接浅显一些。行，我知道了。那您今天留下来吃饭吗？卓西看了眼手表，你的航班是晚上8点半，行李的话，生活助理已经收拾好，先带过去值机了。我们这边最晚要在7点15前出门。助理补充道。那刚好，这么一想，也是好久没在家里和你们正儿八经吃上一顿饭了。云林勾了勾唇，卓西应下的瞬间，他看到池胜整个人都松了口气。下一秒，手机亮了亮，是南墨发来的消息，说自己已经到家了。第63章发烧。一个资助生也敢这么嚣张？让我看看。哎呦，这笔记做的可真满啊！真努力啊，我们资助生。笑死了，整个学校怕是找不出第2个用本子做笔记的了吧？哎呀，都是资助生了，指不定这本子都是哪个垃圾堆捡回来的呢。咦，魏贤，你恶心我！叶嫣然想也不想，就将笔记本扔在地上。地面都是水，笔记很快被水浸湿。叶嫣然一脚踩在笔记本上，用力捻了捻。果然，脏东西就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学校里，害得我手都脏了。画面一转，一个女孩浑身湿漉漉的站在角落，寒风刺骨。她抱着自己，身体不受控制抖动着，眼神却死盯着面前的几人。叩叩叩！床上，云林猛地睁开了视线，随后又是一阵敲门声。哪位？云林咽了下口水。你还好吗？7点了，再不起来要迟到了。是池胜的声音。云林看了眼手机，昨天随手放在床头，顾着做题做到后半夜，忘记给手机充电了。我忘记给手机充电了，闹钟没响。我很快下去。门外的池胜松了口气。那我去楼下等你，早餐我让阿姨给你打包好了，你等下可以在车上吃。好，谢谢。云林应着给手机充上电后，起身进洗手间洗漱。下了楼，池胜已经收拾好在等他了。看他下来，池胜背上书包朝他走来。没等云林开口，他的手已经探上了他的额头。没发烧啊？你脸色怎么差成这样？要不要请假休息1天？原以为大少爷要抱怨自己动作慢的云林愣了一下，表情有些微不自在。他抬开池胜的手，我没事，可能是没睡够，昨天做题做的有点晚。考试都结束了。池胜皱着眉头，快迟到了，赶紧走吧。云林不打算纠结这个问题。两人到的时候刚好赶上第1节。今天怎么这么晚的？下了课，周婉离凑了过来。池胜，是不是你睡过头了？池胜翻了个白眼，什么也没说。是我手机闹铃没响。云林解释道。难得啊。周婉离有些讶异，但云林也没过多解释。
你拿着什么？报名表，老班看你没来，叫我拿给你。他让你填完交给他，这是我的，还有我的。宋之玉也将自己那一份递了过来，交完还不忘挑衅的看了一眼池胜。池胜白了他一眼，好，我知道了。云林接下，话说备选名单出来了吗？本来是沈渊的，但他拒绝了，所以落到我头上了。还有一个好像是高一的。木泽也将自己填好的表交给云林，居然还有高一的，毕竟没有规定说要哪个年级参加，有人报名也不奇怪。云林点头，没再多问。与此同时，高一，南墨，你哥怎么样了？南墨来的时候已经要上课了，宋池没能询问。还好，我爸妈在医院照顾他，明天就能正常上课了。宋池松了口气，那就好。你呢？看你脸色有点差，没事吧？我吗？我没事，谢谢你，宋池。南墨一板一眼地回复着，像个小人机。他本就不擅长和别人相处，来到这里后，除了哥哥，也就和云林交流最多了。面对宋池这突如其来的关心，他确实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你真的没事吗？另一个女生问道。你脸色好难看。我没事，谢谢你。南墨扯了抹笑，捏了捏眉间，随后将头埋在双臂间。女生还想说什么，却被宋池拉住。他摇了摇头，比了个嘘的手势。见此，没有人再打扰南墨。很快，上课铃再次响起。南墨皱着眉头，缓了一会，慢慢睁开眼睛。他极力想理解老师说的内容，但老师说的话却像是从远处飘来的一样，在脑袋外围转了一圈就消散了，什么也留不住。南墨摇摇头，眉头锁得更紧。下一秒，眼前骤然一黑，桌子发出响声，在本就安静的教室更是格外清晰。宋池吓了一跳，侧过头去就看见南墨倒在桌子上，脸红的有些不正常，连呼吸都是乱的。老师，他发烧了，我送他去医务室。宋池举手示意，但却没等老师开口，就一把抱起了南墨。好在医务室不算太远，宋池用脚踢开门的时候，莫毅正在清点药品。吓死我了！他捧着药瓶，一副灵魂出窍的表情。抱歉，老师，我没手。不对，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他发烧，晕过去了。昨天是哥哥，今天是妹妹啊。将他放到病床上吧。莫毅带上听诊器，仔仔细细给南墨做着检查。他没事吧？宋池在一旁看着，满脸担忧。温度有点高，我给他打个点滴吧。你先回去上课吧，让他在这里休息一下。我不能留在这吗？莫毅看了他一眼，表情诡异。喜欢人小姑娘？宋池翻了个白眼。老师，网上说的性缘脑，就是你这种人吧？只是同学而已，加上这堂是数学课，不想上，好无聊。那不行，学生的任务就是上课。这里有我呢，老师回去上课去。莫毅摆摆手，开始赶人。宋池撇撇嘴，行吧，那我下课再过来。离开前，宋池看了一眼还在昏睡的南墨，他是不理解这种做法的。生病了就直接请个假，在家里好好躺着就好，为什么非要来学校呢？这种情况也学不进去多少吧？难道上学比身体重要？他摇摇头，带着不解离开。直到下一节大课堂的铃声响起，但来的不是宋池，而是云林。云林，你怎么来了？医生，我想再和你拿点药。他关上门，压着音量。上次那些，你这么快就吃完了？云林抿了抿唇，麻烦你了。莫毅叹了口气，一个两个的，真是让人不省心，一个比一个脸色差。云林疑惑，还有其他人吗？有啊，就那个双胞胎妹妹，我记得叫南墨是吧？她怎么了？莫毅往帘子在的方向探了个头，发烧了，在里面打吊瓶休息呢。发烧了？云林一脸错愕，伸手拉开帘子，果不其然，南墨正安安静静的躺在床上，脸上的红晕还没有褪去，连呼出的气都是热的。第64章，理不直气也壮。昨天还好好的。云林收回手，给他掖好被子。姐，迷糊间，南墨拉住了云林的手。姐姐，泪水顺着他的眼角滴落在枕头里。原本想抽出手的云林叹了口气，只好把旁边的椅子拉了过来坐上。给你的东西。莫毅将袋子给他。云林收下，莫毅却又递了一张名片过来。这个名片你拿好，有空的话去这里看看。放心，我已经和我师姐打过招呼了，第一次不收费，你就当捡了个大便宜，便宜不占白不占，是吧？云林笑着接下。我知道了，我会去的。谢谢你，莫医生。莫毅叹了口气，还想说什么的时候，南墨动弹了一下，
缓缓睁开了眼睛。见状，莫弈将话咽下，云凌也默默将袋子和名片揣进兜里。南漠的眼神逐渐聚焦，眼里有着疑惑，似乎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有些陌生的地方。南漠，云凌小声地喊了他一声：“云凌姐。”南漠的眼神落在云凌脸上：“我这是怎么了？你发烧了？是你同班同学把你送过来的。”听到莫弈的话，南漠想要起身，却被云凌按住肩膀：“你吊着夜呢，别乱动，在这里好好休息吧。”云凌姐，你怎么会来这里？哪里不舒服吗？反应过来的南漠第一反应是关心云凌的身体状况。我没事，倒是你，昨天不还好好的吗？可能是昨天淋了雨，宿舍离公交车站有点距离，等我跑回家，已经浑身湿透了。他笑笑，看上去有些憨憨的。云凌摇摇头，表情有些无奈。算了，刚好我也有事要和你说。什么？我昨天想了一下，这个对你可能有点用。云凌掏出手机，打开备忘录，点开其中一条链接，看页面跳转过去，云凌这才将手机递给了南漠。设计比赛。南漠一脸讶异。云凌每天会花费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的时间浏览各个平台的兼职或者比赛，如果有合适的，他会一一记下，再根据实际情况去参加比赛或者面试兼职，以此拿到奖金或工资。听到南漠在这方面有天赋，他一下就想起了前阵子被自己排除掉的这个比赛。你可以试试，前3名都有不等的奖金，很丰厚哦。因为奖金丰厚，他当时还想着要不要报个班试一试，毕竟后面也可能要用上。但他算了一下沉没成本，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我都没有正经学过。南漠有些不自信，就算只是参与奖，也能拿到一套绘画工具。如果你以后想走这条路子，提前去看看以后的同行也不错，说不定还能有意外之喜。南漠看着比赛页面，眼里隐隐有着期待，但更多的则是担忧。想就去做，做了就会有结果。到那个时候，不管好坏，自己只要平静的接受就好。这是说给南漠听的，同时也是他的做事信条。他不介意在自己有余力的前提下托举别人一把，但也不会去干涉对方的决定。对了，高2会开设专门的艺术班，高1可以旁听，免费的，你可以去看看。当然，工具要自备。南漠一脸严肃，谢谢你，云凌姐。虽然我现在什么都给不了你，但是你有什么要我帮忙的，你尽管开口。云凌勾唇，拍了拍他的手，好好画画。如果你真的决定走室内设计师这条路子，说不定我还真需要你帮我的忙。他没有说一些客套的场面话，南漠能记得最好，但是若是不记得，他也没损失。还想说什么，云凌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南漠吓了一跳，赶忙将手机递了回去。那你好好休息，我先走了，链接我等会发你。云凌朝南漠挥了挥手，又和莫弈告了别，这才接起了电话。池胜，有什么事吗？我现在要回去了。没去哪里。云凌打开门，正好碰到要进来的宋池，两人点了下头，算是打了招呼。南漠目送云凌离开，刚想接着休息，就看见宋池走了进来。哟，醒了，谢谢你送我过来。他那个时候还是有一点意识的。小事，既然你醒了，那我就走了。他双手插兜，如来时一样，离开时也异常潇洒。南漠一脸疑惑地看着莫弈，后者耸了下肩，表明自己也同样疑惑。两人都没看明白宋池的操作。另一边，云凌也回了教室，交个报名表，还以为你倒在哪了。云凌没说话，在他面前转了个圈。报告，四肢健在。池胜嘴角瞬间向下，连带着头也扭了过去。云凌还以为自己的玩笑不好笑，撇了撇嘴，一脸无辜地坐在了自己的座位上。见此，池胜才敢转过头来，他单手抵着嘴巴，克制的嘴角是快压不下的笑意。周婉离摇摇头，一脸嫌弃。池胜瞪了回去，眼里满是警告，但周婉离没理会。云凌，他的音调微微上扬，抬头看着周婉离的时候，眼神澄澈又平和。周婉离自认不是个什么有耐心且好脾气的人，但在云凌身边的时候，整个人都会莫名平静下来。但他知道，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有这个感觉。周日有个宴会，你有空的话，要不要过来搭把手？听着话，池胜悄悄挺直了背，身子也微微前倾了一些。小型的吗？不，比较大型，所以人手不太够。是不是有关那几个项目的事情？显然，池家也在邀请列表里。哦，你叫他去兼职，那不就代表我要一个人去了？池胜眉头皱起，一脸不满。你是什么3岁小孩吗？还要人陪？周婉离可不惯着他。云凌，
这次参加的都是商界的大佬级别人物，你提前认个眼熟。宾客的资料我会提前发给你，你先熟悉一下。明白。对了，我给你问了一下工时费，早上7点报到，到晚上10点，1个小时300块，算下来15个小时就是4500。而且这种宴会到最后能顺利结束，主人还会额外发个补贴红包，1天就能赚普通牛马1个月的工资。想到这，云林的嘴角就忍不住翘起。谢谢你，婉离。说这话时，云林的眼里满是对金钱的渴望。周婉离抬了下下巴。至于池胜，无人在意。看周婉离离开，他还是不死心，一直戳着云林的肩膀。云林叹气，转过头幽怨地看着他，陪我出席，可谓是理不直，气也壮。第65章，精神上的压迫和肉体上的折磨。工时费我不及你。不要。云林拒绝的干脆。为什么？两人大眼对大眼。精神上的压迫和肉体上的折磨，我选后者。池胜脸一黑。我怎么就精神压迫你了？云林手动闭嘴，眼珠子咕噜咕噜的转。没有得到答案，池胜很是不满。可除了不满，他对云林没有任何办法。他的表情极为幽怨。云林忍着笑，似乎想到什么，从书包里掏出一颗糖，放在了池胜桌上。他去便利店清点货物时，老板总会给他一些小零食，有时候临期的物品也会先免费送给云林，再拿到网上低价转卖。1颗糖就想糊弄过去了？那给你2颗。池胜闭上眼睛，拼命压住嘴角的笑意。转过去吧。好嘞，少爷。云林应得爽快。相处大半年，怎么拿捏池胜，他手拿把掐。事情就这么接了过去，而云林也顺利得到了兼职的机会。宴会当天，客人要晚上7点才会陆续到场，而他作为牛马，7点就得报到。差不多10点的时候，周家夫妇出现。作为这次宴会的主办方，他们自然是要提前来看一下现场的情况。彼时，云林正在后厨帮忙，听到消息，他也没抬头，安安静静做着自己分内的活。什么身份做什么事？此刻的他是宴会的服务员，而不是周婉离的朋友，更不是宴会的客人。哪怕他已经见过周婉离父母好几次，哪怕夫妇俩对他的态度一直很友善，他也应该保持边界，而不能贸然上去打招呼。我说看着怎么眼熟，原来是云林。听到声音，云林抬起头。周夫人。说话的正是周婉离的母亲陶曼。她身上穿的定制旗袍将她的曼妙身材勾勒无遗，任谁也看不出来眼前的女人已经快60岁了。也是因为晚来得女，夫妇俩对周婉离都异常的疼爱，几乎是到了快溺爱的程度。周婉离能养出这么一副散漫高傲的性子，和她的父母脱不了干系。是婉离让你过来兼职的吧？是。也好，你心思细，又会来事，到时候我让管家给你安排到外场去，你帮阿姨控着点场。他笑着，语气温和，但云林却是不敢贸然应下这句话的。这么大的宴会，怎么轮得到自己一个小姑娘来控场呢？谢谢夫人夸奖，但这控场，我看我得求着管家收我做关门弟子，才能学到一点皮毛了。您放心，今天晚上我一定好好跟着管家，争取先偷学个1-2分。云林没有直接应下，反而用幽默的话语夸着跟在陶曼身边的管家。婉离和他说过，这管家自小是和陶曼一起长大的，自小就跟着父母伺候陶曼。为了照顾陶曼，一生未婚。两人看着虽然是上下级关系，但情比金坚，甚至有一度陶曼还想让周婉离认她做干妈，还是管家觉得不妥，始终没有答应。这种关系下，云林不恭维陶曼，转而表达对管家的敬佩，反而更能让陶曼满意。毕竟他自小身居高位，什么样的追捧他都见过了。反而身边的管家是一直被人忽略的那个。果不其然，不光陶曼脸上的笑容扩大了，就连向来沉默寡言的管家脸上也露出了一抹和蔼的笑容。云林暗自松了口气，这些大人物讲话就喜欢拐800个弯，接触多了，连他自己讲话也变得官里官气起来。阿静，你看看，我就说这小姑娘会来是吧？夫人看人的眼光向来是错不了的。晚上你就跟着我吧。这最后一句自然是对着云林说的。自此，云林的目的也算是达成了。从一开始他就没想待在后厨埋头苦干，现在还能跟在管家身边学习，算是意外之喜了。于是云林脱离了后厨，换了新的工服后，他就跟在了陶曼和管家身后。周家作为宴会发起人，要安排的事情比云林想象的还要多。小到进门时客人要走的红毯的长度，摆桌的布，甜品的装饰，各种酒的排列，大到桌椅的摆放，场地活动的区域的规划，事无巨细都要一再确认。
哪怕是谨小慎微的细节，也需要屡次调整，直至完美。管家则负责记录陶曼提出的问题，同时要在问题提出的瞬间想出解决方案，并迅速安排下去，最后再进行确认。云林以往到宴会兼职也能学到不少东西，但因为自己只能打下手，所以学到的知识都比较固定，大概参加个2、3次类似的兼职后，他就能很好的掌握这些技能和知识点。如今跟在两人身后，他才知道自己所了解的不过冰山一角。云林，刚才说的那些你记住了吗？记住了。很好，那你等下先去确认一遍我刚才提到的问题，有什么情况再报给我。我等会要陪夫人去换礼服，大概下午3点过来。这期间这里就交给你了，没问题吧？好的，有什么问题要及时和我沟通。今天的宴会很重要，不能有一点差错。是。两人离开前，云林看到了管家和其他工作人员说着什么，两人还朝自己这边看了一眼。云林站在不远处，笑着点头回应。毕竟是大型宴会，不能出一点差错。管家让人看着他点，也算是留了个后手，要是真出了意外，也能及时补救。但管家估计也没想到，他吩咐的那个工作人员是个拎不清的。你懂什么？我干这一行多少年了，用你这个小丫头在这里指指点点。芳姐，这酒看着一样，喝起来味道是完全不同的。客人们从小就受过这方面的培训，哪怕一点点细微的差别都能品尝出来。就这几瓶，你不会灵活点，把这几瓶放在最里面吗？看着满地的狼藉，云林太阳穴青筋一阵一阵的跳。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干活多年的芳姐会撞上这一排摆着酒的长桌。虽然保住了大部分，也及时清点了库存，可偏偏有一款还差个几瓶。他原本想着看能不能从其他地方先调几瓶过来，谁知道这芳姐居然想让人去超市随便买2瓶掺在里面。看芳姐那一副慌乱还不得不强撑着的模样，云林叹了口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更平和一些。芳姐，我知道你怕赔偿，但如果这个事情没处理好，酒是小事，让客人看了笑话，夫人丢了脸面，那才是大事。到那个时候就不是赔酒钱这么简单了。他没有指责，而是表明自己理解芳姐的心情，但也直接指出了他做这件事会产生的后果。芳姐到底也是这一行的老人了，自然知道云林说的有理。那我也没办法，这些就都是特意从庄园那边空运过来的，7点宴会就开始了，这么短的时间，你让我去哪里补上这些东西？他抖着手，横竖都交不了差，放几瓶进去补数量，说不定还能混过去。第66章，怕是不止培养一个助手这么简单。这些酒的价格，就算是门外汉都知道不便宜。云林抿唇，芳姐，您先到一边缓一缓吧。酒的事情，我先和管家报备一声。不行，不行。芳姐连连摇头，这要是说了，我就完了呀。看他抓着自己，云林也只是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芳姐，不说才是完蛋，说了说不定还能有其他解决方法。再者，这么多人都看到了，监控也拍到了，您觉得不说就能瞒过去吗？云林用平和的语气和芳姐沟通着，生怕语调一高更把人刺激到了。他抬头看了周围一圈，给了其中一个人眼神。你先带芳姐去外面休息一下。好。那是个年轻小姑娘，应该是新来的，看着怯生生的，由她带着芳姐去休息是最合适的。玲玲姐，你去仓库拿新的红毯出来，把这个换了。就弄到了1点，也要换吗？如果换作是管家，自然没有任何人敢质疑他的决定。可偏偏是云林，在这里他年龄最小，却干着指使人的活，免不了要被人质疑几句。云林理解，但却没有和之前一样柔声柔气的解释。地毯湿了本就不容易干，到时候酒味一散发，颜色又深浅不一，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哪里捡了个破烂摆上。还有，你能确保这些酒瓶子的碎片没有跳到地毯里面吗？他板着脸，严肃的模样看上去是有几分威慑力。如果池胜在这，说不定还会调侃云林什么时候偷施卓女士了。女生有些心虚，慌乱低下头。知道了，我这就去换。云林摆手看向另一边，陈嫂，这边让人全方面清洁一下，绝不能有任何碎片残留。另外，这张桌子往后再一个2公分吧。将事情嘱咐完，云林这才走到角落，将情况完完整整报告给了管家。原以为会被骂一通，但管家的语气却出奇的平静，想来是经历了太多的风浪。如果是其他酒，倒还可以替换新的一批，偏偏那一批是未发售的新品，送给了几个重要的客人后，剩的本来就不多。管家皱着眉头，大脑飞速运转着。这是第一批生产出来的红酒，第2批是打算今天过后看情况再决定是否打量生产，所以几乎所有的库存都运送了过来。原本是打算先一步给客人尝鲜，
好打响招牌。这下好了，不换，库存不够；换了，白白流失一个绝佳的广告机会。既然这样，可以和持有这一批酒的客人私下沟通一下吗？一般来说，能收到周家送的礼的人都是商业里的大头，这一部分人应该很乐意卖周家一个面子，毕竟都是互惠互利的关系。管家显然也想到了这个方法。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瞬，云林没有出声，安静等着对方回复。云林啊，电话那头换了个人。夫人，你做得很好，现场就麻烦你盯着点了，酒的事情我来处理吧。他的声音依旧柔和，丝毫没有因为这个突发事故而焦躁暴怒。好的。电话挂断，云林也松了口气。他将手机收起来，接着处理剩下的事情。而这边，陶曼拨通了另外一个电话，电话响了3声后被接起。周夫人，今天这么忙，怎么有空打电话给我啊？对面是卓西的声音。我们家云林没给你添什么麻烦吧？听到这句话，陶曼微微勾唇。小姑娘会来事，又能干，人谦虚也就算了，做事也有头脑，难怪婉离这么稀罕她。就今天也帮了我不少忙。哦，怎么个事？陶曼也不兜圈子，将刚才的事情大概复述了一遍。一般的小姑娘怕是吓得魂都没了，也难得她还能安抚好其他人的情绪，利落地处理好后续的事情。发现问题了，也能第一时间和我们报告，这不我才有时间给你打这个电话。对了，甚至连这个方法都是他提出来的。陶曼话里话外满是对云林的赞赏。卓西利落地在合同上签上名字，将文件递给助理。小姑娘脑子灵活，就是可惜没有一个好的环境让她发挥。酒我等会让人给你送过去，有能帮上忙的尽管提就是了。那可真是帮大忙了。两人简单寒暄了2句，随后挂断了电话。想不到卓西对云林的态度倒是比我想的还要上心几分。依您看，这是表面还是？陶曼摇摇头，为了一个没任何背景的小姑娘做表面功夫，卓西可不是这种人。您的意思是，卓西有意在培养云林？怕是有这个意思。解决完事情，陶曼朝化妆师招了下手，示意他继续。既然要培养他，为什么不带着自己身边，而要让他到处去兼职呢？管家不解，怕是不止培养一个助手这么简单。妈！话音才落，周婉离穿着定制的礼服从更衣室里出来。这是谁家的宝贝女儿啊？真好看。陶曼看着周婉离的目光满是骄傲与疼爱。我刚才听到你提到云林了，她怎么了吗？这么关心她啊？陶曼声音柔和，哪怕周婉离忽略了他的话，他也没有生气的迹象。这学校太无聊了，要不是有他，我早办休学了。他不喜欢学校，简单的知识，无聊又虚伪的同学，最重要的是太多规矩，束缚的他难受。原本会打算高一下学期就直接去申请大学，顺便环游世界的周婉离，在云林进了学校后，才将自己原有的计划暂时搁置。妈出钱让你们去留学，你又不愿意，还不准我在他面前提起这件事，是怕伤到他自尊吗？周婉离勾唇，妈，你不了解他。陶曼没有反驳，他确实不了解云林，如果不是看周婉离难得对一个人这么关心，他也不会关注到云林。但经过前几次的接触了，特别是经过了今天的事情后，他对云林也多了几分好奇。所以他怎么了吗？话里又绕了回来，没怎么，有佣人把新瓶打碎了，他帮着收拾了烂摊子，和我报告一下情况。解决了吗？解决了，恰好之前送了一打给池家，依卓西的意思还是沾了云林的光呢。解决了就好，至于其他的，周婉离不关心。周夫人，您的妆容已经好了，换完礼服就可以开始做造型了。知道了。宝贝，你去打个电话给你爸，让他看着点时间。好。与此同时，云林也顺利检查了管家提出的问题，保险起见，他还是再检查了一遍，直到门外传来了些动静。云林出去查看，只看到一辆再熟悉不过的车辆，还有一个靠在车门边耍酷的大少爷。第67章，你没良心。池胜，你怎么来了？看云林出来，池胜站直了几分。简单的牛仔白 T 穿在他身上，干干净净的，透着干净的少年气息，也很好的显现出了他的比例。怎么来的？当然是听到消息赶来的。听说某些人急得要哭了，我过来看看热闹。池胜摘下眼镜，嘴角勾着坏笑。请不要臆想一些子虚乌有的事情。云林小幅度的摆了摆手，嘴抿成一条直线，脸上就差刻上无语2字了。少爷，这酒要放在哪里？司机拎着礼盒从后备箱冒出头来。云林视线往下落在了司机拎的东西上，那个 logo， 那个名字，看来周夫人是找了卓女士帮忙。说这个给我吧。给什么给？
你拎得起吗？等下摔了，那你可就真的要找地方哭去了。池胜的嘴没停下，接过袋子的动作也很是顺畅。真是的，这里的人这么没有眼力见吗？也不知道出来拿东西。好，下次知道您来的话，我一定提前铺好红毯，让人站成一排迎接您池大少爷到来。池胜压住翘起的嘴角，云玲，你现在跑起火车可是越来越顺嘴了啊。云玲扯了个笑，要多敷衍有多敷衍，可偏偏池胜就吃这种，被白眼了也丝毫不在乎。酒摆上，云玲松了口气，一旁的芳姐更是拉着她的手连连道谢，完全没有了一开始仗着自己是老员工打压云玲的那份高傲。我也只能帮你到这了，等夫人他们过来了，你再好好和他们说一说吧。云玲不会说什么夫人不会为难你之类的安慰话，万一人家真信了，又碰到正主要追责，那自己可就无端端惹了一身骚了。再次确认了所有事情后，云玲看了一眼时间，管家应该也要过来了。至于周家人，则要再晚2个小时。扭头却发现池胜还在。你晚上不是要过来参加宴会吗？还不回去？我又不着急，他们套个西装，整理一下发型就可以了，连粉底都不用打，省事的很。他双手搭在身后，绕着云玲走了一圈。这衣服真丑，谢谢夸奖。还以为他要说什么的云玲忍住翻白眼的冲动。哦，你眼光不行，和你的审美反着来的话，证明这工服设计得很成功。他皮笑肉不笑地看着池胜，在互对这块，池胜就没赢过，可偏偏他不长记性，也算是另类的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甚至还有点乐此不疲。没什么事就回去吧，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忙，没空理会你。池胜撇撇嘴，我到处看看不行啊？少爷，我专门抽时间给你送东西，你一句好话没有，还总是想着赶我走，你没良心。面对池胜委屈的控诉，云玲叹了口气，他怎么感觉这少爷越来越做了？但这话是万万不能说出口的。他耐下性子，伸手从旁边的盘子里拿出几颗糖塞在池胜的手心。我的大少爷，你爱怎么看怎么看，只要你乖乖的，别捣乱啊。云玲说完就离开，接着干活去了。反倒是池胜跟被谁定住了一样，站在原地攥着糖果，耳廓通红。等云玲再从后厨出来，已经是半小时后的事情了。他绕着宴会厅走了一圈，也没有看到池胜的身影。阿叔，你有看到一个瘦瘦高高长得很好看的男生吗？看到大叔进来，云玲顺嘴一问。他刚走，这个是他让我给你的。云玲低头接过阿叔手里的奶茶，谢谢阿叔。阿叔笑了笑，那我就接着去门口候着了。云玲点点头，等阿叔离开，拍了个奶茶的照片发给了池胜，配了一张可爱的感谢表情包。几乎是发出去的一瞬间，新的消息就跳了出来，是池胜发来的一个穿着龙袍坐在龙椅上的表情包，看着很是臭屁。云玲笑了一声，没有回复，将手机收了起来。之后的事情就简单了许多，管家到了后，他也只需要跟在管家身边学习相关的宴会知识。时间一点点流逝，周婉离一家也在5点半的时候到达会场。作为主办方，夫妇俩巡视了一下宴会，做完最后的确认，就去待客室休息了。周婉离知道云玲在忙，也没特意拉着云玲说话，只是招了下手，就跟着母亲去了待客室。宴会时间一点点接近，客人也陆陆续续到达。周氏夫妇带着周婉离在和到来的客人寒暄，云玲则跟着管家站在一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以确保宴会正常进行。酒店大厅富丽堂皇，有专门的乐队现场伴奏，悠扬的旋律，华丽的礼服，觥筹交错间，云玲的眼前却骤然出现一间破败的小屋。她晃了一下，稳住身子的同时，思绪也被拉了回来。没事吧？是不是累了？要不要去后面休息一下？管家注意到了她的不对劲。不用，刚才跑神了，恍惚了一下，抱歉。看你脸色不太好，你先去后面缓缓吧。哪怕云玲这么说了，管家还是执意让她先离开。宴会才刚开始，今晚是场硬仗，你白着一张脸，等下吓到客人就不好了。话说到这份上，云玲也只能先离开。她前脚刚走，后脚宋之玉就进了宴会厅，身边还跟着一个林诗雨。她穿着精致得体的礼服，踩着小高跟，本就精致的脸蛋稍微打扮了一番，更显美艳。一进来就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第一次参加这种场合的林诗雨咽了下口水，眼睛都不知道该看哪里，只能拽着宋之玉的袖子，以此来给自己一些安定感。宋之玉手微微抬起，示意林诗雨将手搭在他的手臂上。婉离，那个女生是谁？怎么以前没见过？作为主办方，周氏夫妇当然要第一时间注意到来的宾客。那是林诗雨，这学期到我们班的资助生。
周婉离看到他也有些意外，这宋之玉又想做什么？他的眼睛微微眯起。两人这是没在一起。听周婉离这么回答，陶曼大概也明白了。看宋之玉带着林诗云往他们这边走过来，两人自然的收了声，笑着看向他们。第68章纷争。周叔叔，周阿姨。宋之玉和两人打着招呼。之玉来了。陶曼的话里满是亲近。一段时间没见，又帅气了不少啊。周谦拍了拍宋之玉的肩膀。小时候不及腰高的小孩，如今也已经高出他一个头了。你父母最近可好？劳您挂心，一切都好。这次他们在国外没能赶回来，特意让我要当面和您说一声抱歉，还说等回来了再邀请二位好好聚上一聚。好好好。周谦笑着，这位是林诗允同学。林诗允怯生生地看着周谦，腼腆地笑了笑。周谦看了他一眼，脸上依旧挂着笑，却没有再多问什么。林诗允嘴角的笑容有些僵硬。行，那你们随意一些，叔叔阿姨去招待其他客人了。婉离，你就在这和知玉他们说说话吧，同龄人更有话题些，跟着我们也无聊。周婉离应了一句，等夫妇俩走远才看向宋之玉。你又想做什么？质问的语气表达了对宋之玉的不满，但宋之玉却一脸无辜。来参加宴会很难看出来吗？我不管你今天是出于什么原因带他过来，但这是我家主持的宴会，你最好看着点他。要是因为他惹出什么麻烦，你知道我是个睚眦必报的性格。面对威胁，宋之玉表情依旧，但林诗允却很是委屈。婉离，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但你也没必要这么说我吧。知道你还来。周婉离半点不惯着林诗允。林诗允吃瘪，抬眸看向宋之玉。宋之玉拍拍他的手，不要这么紧张，没有谁会蠢到在周家的地盘闹事，不是吗？周婉离冷哼一声，最好是你在这啊。气氛冷下的瞬间，穆泽出现的时机恰到好处。他的身边跟着池胜，看到周婉离也只是点了下头，没有多余的表情。他环顾了四周，却没有找到自己挂念的身影。云灵呢？他问道。刚才还看见的，可能去后面帮忙了吧。云灵也在。问出口的瞬间，林诗云也意识到自己的声音有些大了。几人同时看向他。你怎么在这？穆泽这话几乎是脱口而出，可在林诗允听来，未免就带了些歧视了。云灵都能来，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他抿了下唇，声音很低，却刚好能被周围的几人听见。呵，池胜嗤笑一声，敢让他出来，你也是挺勇气可嘉的。他看着宋之玉，脸上是毫不掩饰的嘲笑，甚至于他都没给林诗允一个眼神。你们！林诗允瞬间红了眼眶。你敢哭，我现在就敢让人把你扔出去。周婉离一句话，直接将林诗允的眼泪憋了回去。他瑟缩着躲到宋之玉身后，看着好不可怜。那次排球事件后，他就知道周婉离这人是个疯子了。对于周婉离的话，他深信不疑。好了，各位火气不要这么大嘛，谁没有个第一次呢？这么针对一个人，未免显得自己有些小气了。周婉离直接翻了个白眼。好了，我们到那边去吧。穆泽拉着两人离开。池胜被拽着，却也一直张望着，但始终没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几人各自散开，剩下两人在原地。林诗允低垂着头，知玉，我是不是不应该过来？我来这是不是丢你的脸了？为什么这么说？来这里的人非富即贵，我不属于这里。是我先想的太简单了，忘记我只是个没有背景的资助生。他咬着唇，微红的眼尾更给他增添了几分娇弱感。不要多想，你要知道，和你同样身份的人，可没有几个能接触到这种场合。但云灵也可以。他心想，心中五味杂陈。林诗云抿了抿唇，我去一下洗手间。刚好，我要和几个叔叔聊下天。你等会去餐饮区那边等我吧，记得不要乱跑，也不要和别人说话。有人问，你就说是我带你来的就好。如果没有周婉离那句话，他大概率会觉得宋之玉在担心他，而现在他却忍不住想，宋之玉这特意的叮嘱是怕他给他惹麻烦吗？但他还是乖巧地回应着宋之玉。脑海里闪过一堆带着嘲讽表情的人脸，林诗允不自觉加快了脚步，仿佛这样就能将这些脸甩在身后。啊！林诗允骤然反应过来，他一脸惊恐地看着被自己撞到的人，看到对方和自己差不多年龄后，又稍微松了口气。于青，你没事吧？好在同伴反应快拉住了他，不然于青指定要出个大丑。抱歉，我不是故意的。
赶着去投胎吗你？于青站稳，撇开林诗允的手，一脸不耐烦。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他弯着腰，双手合十，一副快哭出来的模样。见到他这样，于青皱起眉头，上下打量起了林诗允。生面孔，你是谁家的？我是知玉的女伴。知玉。于青看向同伴，宋知玉。同伴想了想，回道：原来就是你。于青双手环胸，冷笑一声。刚才还听说宋知玉带了个女生过来参加宴会，还想着是哪家千金，怎么是这么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家伙？话出口的瞬间，两人嗤笑一声。听说是圣托利亚的资助生，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居然能哄得宋知玉带他来这种场合。话一出，林诗允脸色一白。我不过是撞了一下你，你说话至于这么难听吗？你就是那个叫云林的。于青对林诗允的话充耳不闻，而听到云林名字的林诗允心中更觉屈辱。我是林诗允，不是云林。听过没有？两人这无所谓的态度更是让林诗允气得浑身发抖。你们太过分了。过分？到底是谁没长眼先撞上来的？我已经和你们道过歉了，你们还要我怎样？这位小姐，道歉有用的话，还要警察干什么？于青故意学着电视剧的语气回怼着林诗允。两人嬉笑着，全然没有将气急的林诗允放在眼里。林诗允咬着牙关，紧捏着拳头，看着两人嬉笑的脸，忍不住推了于青一把。于青没防备，往后一倒，他惊呼一声，下意识去拽住同伴的衣服，而同伴这次也没能及时反应过来，被连带着拽倒在了地上。刺啦一声，是衣服裂开的声音。第69章，再发出点死动静。尖叫声吸引了其他宾客的注意，而林诗允也反应了过来。他惨白着一张脸，赶忙将自己的手背到身后。我不是故意的。他后退几步，却正好撞进云林怀里。他刚好从后出来，就听到了这里传来的动静，没有空搭理林诗允。云林放开他后，立马将倒地的两人扶起来，顺手将自己刚才顺手拿起的外套盖在女孩身上。小姐，休息室有备用礼服，您跟着工作人员走。在人聚集之前，云林第一时间招呼工作人员带着衣服被撕坏的夏冰离开，又搀扶起一旁的周于清。这位小姐，您还好吗？赶过来的周婉离看向云林。周小姐，这位女士有些低血糖。明白云林的意思，周婉离揽住周于清，去拿颗糖果过来。是。原本正和其他客人交谈的陶曼也察觉到动静，失礼了。他招来服务生，将酒杯放在托盘上后往林诗允所在的方向过去。怎么了吗？于清，发生什么事了？陶曼依旧优雅，声音也如往常一般柔和，丝毫没有因为小插曲而生气的迹象。但周于清却骤然一抖，他有些低血糖了，这不把另一个客人吓着了。两位和我去待客室休息一下吧，我让人给二位送些甜品过来，补充一下糖分，缓一缓。周婉离接下母亲的话，原来是这样，那快带着他们休息去吧。小姑娘，为了身材是拼命了点。各位，我们移步到另一边吧。周围的人应着，脸上挂着笑意，又恢复了一开始的交谈，不再关注这边。不管是真是假，但凡有些眼力见的，都不会在这时候惹事，包括周于清。众人一走，他立马甩开了周婉离的手，而察觉不对劲的宋之玉也在这个时候赶了过来。在看到林诗允一脸无措站在中间时，他的眉头忍不住皱起。你做什么了？宋之玉低喝道。我不是让你别惹事，别开口吗？林诗允低着头，红着眼眶，眼泪在眼眶里摇摇欲坠。就知道哭，死爹还是死娘了，天天哭丧着一张脸，给我憋着，再发出点死动静，我就让人给你扔出去。周婉离黑着脸，嫌弃地拍了拍自己刚才揽过周于清的手，也被吓到的林诗允只能紧咬着下唇，不敢发出一点动静，生怕周婉离给他扔出去了。各位先移步待客室吧。云林开口，几人自然是没意见，跟着云林往待机室走。只有池胜一个跨步站在了云林身边。你一晚上都去哪了？我找了你大半天。我在后厨。你找我做什么？没事不能找你了。池胜话里带了些委屈，但云林并不知道他在委屈什么。到了待机室，池胜一直黏在云林身边，穆泽倒是轻松自在，把门反锁后直接窝在了沙发里。于清，你怎么样？换好衣服的夏冰也被工作人员带了过来。周于清摇头，走到他身边，脸色很是难看。说吧，你们怎么回事？周婉离冷着脸，
压抑着心中的暴力。周于清没开口，撇开头，冷哼一声：“我们什么也没干，是他先动手推的我们。”夏冰指着林诗允，看众人都看着自己：“是你们先骂我的。”林诗允反驳：“那你倒是说我骂你什么了？我不过是在陈述事实，你恼羞成怒做什么？”周于清瞪了一眼林诗允：“就是，一开始还是你先撞的我们呢。你知道我的礼服多少钱吗？因为你这一推10几万就没了，我还差点丢人丢大发了。行了！”眼看三人又要吵起来，周婉离喊了一声，林诗允的气势骤然弱了下去，委屈巴巴地贴着宋之玉，不敢开口。哼，乡巴佬就是乡巴佬，一点教养也没有。周瑜清冷声道。林诗允想反驳，却被周婉离一个眼神压制了下去。周瑜清，你要是不想晚上被你爸妈拉着教训一顿，我劝你给我安分一点。你……周瑜清一脸不服，却被夏冰按住。我不管你们谁对谁错，谁要是敢在这里闹事，我周婉离也不会让你们好过。至于你，林诗允……周婉离眯着眼睛，一步一步朝林诗允走去。林诗允咽了下口水，整个人恨不得躲在宋之玉身后缩成一团。周婉离，宋之玉伸出手挡开两人，语气有着警告。周婉离却丝毫不怕，直视着宋之玉：“我说过了，看好你的人，过后我会亲自去和叔叔阿姨赔罪。”周婉离冷哼一声：“蠢货就该好好待在应该待的地方。丑小鸭就是丑小鸭，再怎么特别，也不会变成天鹅，更不要妄想成为天鹅。”可这话却像是突然刺激到林诗允一样，他站了出来，盯着周婉离的眼睛：“是，我没钱，我只是一个资助生，我就不应该穿着漂亮的礼服出现在这里，我就应该和云林一样，穿着服务员的衣服，在这里伺候你们，对吧？”林诗允手指着云林，一边大喊着，全然没发现几人变了脸色。周婉离更是直接掐住了林诗允的脖子：“在这里，天鹅和丑小鸭是由我们决定的，而你一个坐井观天的癞蛤蟆，有什么资格对我叫嚣？”他挑眉，一点点加重力道。林诗允一张脸涨红，手下意识去抠周婉离的手，眼看一条条红痕出现在手上，周婉离也没有丝毫要放手的架势。周婉离，宋之玉脸色微变：“喂，周婉离！”穆泽也利落地从沙发上爬起来，池胜和云林也走了过去，但周婉离却跟听不见一样，依旧死掐着林诗允。三人想要将两人扯开，奈何周婉离掐得太紧，他们又不敢太用力。婉离，云林轻声喊着他的名字，一边轻拍着周婉离的手臂：“婉离，松手好不好？你的手受伤了，我想给你处理一下伤口。”听这话，周婉离手松了一些，随后便像扔破布一样将林诗允随手甩开。林诗允瘫倒在地，捂着脖子拼命咳嗽着，连带着眼泪也被呛了出来。宋之玉眉头紧锁，半跪着帮他顺着气，眼神却落在周婉离身上，神情看上去还有些紧张。彼时云林正握着周婉离的手，轻轻对着他手臂和手背上的红痕吹气，还好就抠破了点皮，丝丝血迹从伤口冒出，嫣红的血珠子凝聚成一团，在白皙的手背上格外显眼。几人沉着脸：“刚好这里有个药箱，你坐在这，我去拿过来给你处理一下伤口。”在云林翻找药箱的时候，周婉离对着几人摇了摇头。第70章，正是闯的年纪。周婉离这一发疯，效果显著。吵吵闹闹的待机室此刻鸦雀无声。周于清和夏冰两个人坐在角落，降低着自己的存在感。林诗允跪坐在地上，整个人色缩成一团，无助又惊恐地拽着宋之玉的衣角。池胜和穆泽则站在云林身边，看着他给周婉离处理伤口。他的动作很轻柔，眼里满是心疼与担忧。只有周婉离像个没事人一样，百无聊赖地打了个哈欠。大概处理了下伤口，就在云林低头拿创可贴的时候，周婉离却突然起身，随手拽了2张纸巾压在手上：“婉离，你别乱动啊，那个太丑了，我不贴。这点伤口，等下自己都干了。”可正说着，门突然被敲响，穆泽给了几人一个眼神。宋之玉扶起林诗允，用自己的身形挡住他，周婉离也背着手坐在沙发上，不忘拉着池胜挡住自己。确认没问题后，穆泽这才开了门：“周阿姨。”“小子啊！”陶曼笑着，身边跟着管家：“我说怎么一个个都不见踪影，原来都聚在这了。”他扫视了一圈，没发生什么事吧？“没有，阿姨，聊着天呢，来这里偷个懒。”穆泽挡住陶曼的视线：“您怎么突然过来了？下面不忙吗？我来找云玲。”
夫人，云林，有人想见你。云林讶异，但也没多问，跟着陶曼离开。池胜不放心，后脚就跟了上去。看两人走远，穆泽3步并作2步走，直接拉起周婉离的手，熟练地擦拭漫出来的血迹，用另一款胶带贴住周婉离的伤口。他松了口气，抬头看着周婉离，没开口，却能让人感受到他的不满与担心。别说漏嘴了。知道了，他没好气地应道。而这边云林跟着陶曼走，兜兜转转，才在角落见到了卓西。卓女士，云林疑惑，吓到你了？卓西笑着，轻轻摇晃着手里的红酒杯。没有，只是有些讶异，您会在这种场合找我。这不是宴会结束我就又要走了吗？找你过来聊聊天。但我这……云林没有看向一旁的陶曼，反而是低头扯了扯自己的工服，表情有些为难。您看，我这还在工作中。陶曼摆摆手，没关系，到这个时候也没什么事情了。再者，管家在外面看着呢。隔着一道屏风，管家的身影只能看个大概。卓西，你家云林今天可是给了我不少惊喜，就连阿静都对他赞不绝口，说他临危不乱，遇事冷静，又说他反应迅速，处理事情井井有条。他从小就跟在我身边，像这样夸人倒是头一回。刚才的事情，陶曼已经看了监控，对于云林的做法，他也是赞赏的。小姑娘遇事冷静，第一时间让不方便的女士先跟着工作人员离开，又在人群聚集起来前先把人扶起来，表明是因为低血糖才会闹出点动静。这份反应力可不是谁都有的，也难怪卓西想培养他，连他自己都动了这份心思。要是让云林接替阿静的位置陪在婉离身边，对婉离来说也是个助力。可不是，卓西应得利落，眼里有着骄傲。原本还担心你在这么大型的场合会不会有些不适应，看来是我多虑了。能被二位肯定，是我的荣幸。既没有受宠若惊的恭维，也没有畏畏缩缩的小家子气，他淡然地接受这两人的夸奖，又恰到好处地表达了自己的谦虚。陶曼，今晚让云林跟在我身边可以吧？陶曼嘴角笑容未减。当然。需要让人备一套礼服吗？不用，这样就好。听卓西的话，云林不仅没有任何不舒服，反而松了口气。行，那你们接着聊，我就先出去招待客人了。陶曼说完，起身出去，将空间留给两人。一出来就看见在一旁的池胜。阿姨。陶曼点点头，却也没问他为什么会在这。看两人离开，池胜也装作不经意，一点点朝屏风处挪了过去。云林，我没有让人给你准备礼服，你会不会不舒服？觉得我看不起你？云林摇头，我目前的身份，穿上礼服反而招人看低，倒不如穿着工服来得自在。云林没有隐瞒自己的想法，面对他的坦荡，卓西眼中欣赏更甚。你说的对，我固然能将你拉到身边，摆在明面上的位置，但这个时候，你所受到的优待并不是源于你。我明白，今天的宴会你就跟在我身边，至于能学到多少，就看你了。云林瞬间明白了卓西的意思。作为后厨，他只能接触到一点宴会的皮毛；作为服务人员，他能看到各行各界的大佬和商业精英；作为管理人员，他可以学到举办宴会所需要掌握的知识和调控现场的能力。而跟在卓西身边，他不用表明自己的身份，就可以听到各行各界的动向，听他们对于市场的判断与未来的规划。他的每一步走的都很有目的性，却不会给人一种功利的感觉。他不谄媚，不投机取巧，什么身份就做什么样的事情，从不逾矩，再加上能力够强，所以哪怕周围的人都能看得出来他想要什么，却也愿意帮他一把。云林不傻，对于这些他都有感知。谢谢你，卓女士，你是个优秀的孩子，说不定几年后，你也会成为这宴会来宾的一员。卓西拍了拍云林的脑袋，但云林只是勾了勾唇，没有应下。走吧，卓西说道。两人一前一后出去，卓西前脚刚踏出去后，就看见了一旁的池胜。妈，怎么是你？你在这做什么？被卓西这么一问，池胜下意识看向他身后的云林。我到处走走。他摸了摸鼻子，表情有些不自在。卓西看着他，眉头微皱。你呀，要能像云林一样，让我这么省心就好了。哦，池胜不明白自己又做错啥了。行了，你也一起过来，看着点，学着点。明年就要成年了，再这么吊儿郎当下去，是想让你妈我60岁的时候猝死在工位上吗？妈，你要相信自己的身体超过90%的脆皮年轻人。你看，你儿子
我看一篇课文都头疼脑热的，您瞧瞧您自个，看60份文件都不带休息的，可谓超绝工作圣体。池胜朝卓西比了个大拇指。再说了，这60岁又怎么了？60岁，正是闯的年纪。卓西看着眼前故作认真的池胜，真是恨不得给他2拳头。云林忍着笑，在卓西身后低头不语。第71章，你算什么东西，也敢教训我？池胜到底没逃过，还是被抓了过来。和云林不同，云林只需要拿着托盘，在一旁安安静静的站着就好，而池胜则还需要挂着得体的笑容，附和着长辈们的话。恰好他们转了话题，池胜也就顺势后退了一步。早知道就不去找你了。他的脸依旧挂着笑，话却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看放荡不羁的池大少想走不能走的憋屈样，云林压住勾起的嘴角。现在害我想走都走不掉，你找我做什么？没怎么，他就是想让他在自己的视野里。云林对他前言不搭后语的回应早已习惯，不再搭理他。云林依旧认真做着自己的事情。池胜看着他那一脸专注听着别人讲话的样子，眉眼的不耐烦散去了几分。他转过头来看着其中一人，叔叔，最近我看股市的行情还不错，就是着林氏药业和木氏器材，我有些摇摆不定。我爸前2天还和我提起，说要经常和你们聊聊天，向你们讨教些经验，不要总看着死教材。看他主动开口，不止云林，连卓西都有些讶异。他脸上带着笑，眼里多了几分欣慰。怪不得说虎父无犬子呢。云林依稀记得池胜的父亲在国外就是专门做金融的，夫妇俩各自管理各自的产业，虽然聚少离多，但感情却一直很好。可不是，我这恰巧有些内部消息。林氏最近似乎和秦氏来往密切了说，据说是喜事将近。几人聊着，而餐饮区林诗允正独自一人坐在角落。听说你低血糖，怎么样？还好吗？听到声音，林诗允抬头，眼前的男生瘦瘦的一长条，穿着量身定制的西装，却也难掩眼下的乌青。长而方的脸上挂着金框眼镜，让本就不大的眼睛看上去更是细长一条。你是？我叫梁莹。你好，我叫林诗允。林诗允怯生生地回应着。我们认识吗？我是宋之玉的朋友，之前去酒吧的时候就看到你了，但是没来得及和你打个招呼。听到朋友2字，林诗允松了口气，脸上的笑容也自然了些。有什么事吗？梁莹挠了挠头，笑了笑。我想说，能不能加个聊天方式，交个朋友，以后有什么事也可以联系。林诗允愣了一下。不行吗？梁莹一脸失落。当然可以。他掏出手机，也许是不经意，梁莹在扫2维码的时候，手指不小心划过了林诗允的手背。林诗允脸颊微红，像触电般收回了手。抱歉。梁莹同样红着耳朵。没有，是我不太习惯和异性接触。他笑得腼腆，配上宴会的灯光，叫人移不开眼。你之前也去了酒吧吗？林诗允将话题拉了回来。说来也巧，我从来不去这些地方，那天也不知道怎地就被朋友拉了过去。现在看来是为了要见到某个人吧。林诗允眼神躲闪，微微低下头，压住嘴角的笑意。你经常去吗？没有。林诗允连连摆手。我不喜欢这些地方，但是收到邀请没去，我怕不太好。怪不得，我看你那天很早就回去了。看来我们真的很有缘分。2人相视一笑。我知道有个很漂亮的花园空中餐厅，有空的话要不要一起去？哟，这会子功夫又勾搭上一个了。周于清的声音打断了他们的对话。于清，你瞎说什么大实话呢？这话要让某些人听到，怕不是又要哭唧唧的推人了。林诗允咬着下唇，紧握着手里的杯子，低垂着头坐在沙发上，一语不发。周于清冷哼一声，眼里满是厌恶。上不了台面也就算了，竟会耍些不入流的小手段。上不了台面，那就做小情人呗。说罢，2人对视一眼，笑了出来。林诗允紧咬着牙。周于清、夏冰，你们2个不要太过分了。梁莹挡在林诗允面前。周于清嗤笑一声，看着梁莹的表情满是不屑。怎么，这就有找好目标了？你在胡说什么？每次都这样空口造谣，别人很好玩吗？我看你们就是嫉妒诗允比你们漂亮，又看她性格软，才总是找她茬，故意欺负她吧。周瑜青脸一黑。我嫉妒她？这么护着她，那你怎么不帮她赔钱啊？13万的定制礼服，你别以为这是过去了，那是夏冰花了大价钱才拿下的，就这么没了，他自然咽不下这口气。我不是故意的。
听到13万，林诗云脸色霎时白了几分。不是故意的就不用赔钱了？这么会勾引男人，怎么就没一个肯给你出钱的？周于清说的话越发难听起来。就是，这钱你要是不赔给我，这事没完。凭什么要我出钱？要不是你们先出言不逊，我也不会一气之下推了你。还有，你的衣服是周于清扯你才会坏的，和我没有关系。到这个时候，林诗允的思路意外的清晰。要不是你推我，我能拉他吗？几位是又想闹事吗？一触即发之际，云林突然冒了出来，他的语气平静，甚至没有拉开两人，就站在一旁冷眼看着这一幕。又是你！周于清这3个字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于清，冷静，你想想刚才。夏冰及时拉住他。想到周婉离刚才的样子，周于清憋着的话又咽了回去。他紧抿着唇，一脸不服气。而此时看着刚才还气势汹汹辱骂着自己的周于清，却云林面前瞬间灭了气焰，林诗允更是咬紧了牙关，一脸屈辱的撇开了头，倔强的抹了一把眼泪。云林只是看了他一眼就收回了视线。宴会已经快结束了，刚才的事情周夫人看了监控，已经很不满了。几位如果还想闹事，那我也奉劝几位想好自己是否有承担后果的能力。你算什么东西，也敢教训我？别以为你有周婉离撑腰就可以对我说教。她一个大小姐，有几个人敢这么威胁她？甚至还是个没钱没背景的资助生。周于清既压不下这口气，又不敢大发雷霆。你又算什么东西，敢在这狗叫？但几乎是话音刚落的瞬间，池胜的声音就压了下来。他就站在云林身后，甚至高出了云林一个头。可奇怪的是，在他开口之前，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所有人的视线都不自觉被云林所吸引。明明只是个资助生，却有着不符合他身份的气势。第72章，把这个位置还给真正有需要的人。周小姐，人多嘴杂的地方，还希望你注重一下自己的言行举止。你有任何不满，可以出去之后再解决，我绝不干涉。但抱歉，确保今天的宴会顺利进行，直至结束，是我的工作。早已习惯这些的云林平静地陈述着事实。周于清咬着牙，却愣是说不出来一句话。周于清，你们家只能算周氏的一个旁支，这些年更是靠着周氏才能勉强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转。质问他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是因为什么才能站在这里？他挑着眉，眼神冷冽，是十足的撑腰姿态。于清，我们先走吧。夏冰拽了拽周于清的胳膊。周于清剜了云林一眼，但还是顺着夏冰给出来的台阶走下。看两人离开，云林也放下手里的托盘。宴会差不多了，大家都是在寒暄些家常的话，所以卓西就让他先离开了。原本是想来这里吃点甜点垫垫肚子，没想到会遇到这场面。工作时间还没结束，他插手也是不得已的事情。他没看林诗允，也没理会另外一个人，将托盘放在台面上后打算离开。哎，你又要去哪？池胜第一时间拉住他的手。我去洗手间。宴会结束别急着走，我在外面等你，和你一起回去。云林的事情快结束，但池胜的社交还在继续。知道了。他摆摆手，前往卫生间。从下午开始，他就没上过厕所了，此刻正是急的时候。池胜原本还想说些什么，见他一溜烟没影了，也只能叹了口气。回头却还看见两人在原地，池胜连一个余光也懒得给，径直离开。你没事吧？看人都散去，梁莹弯下腰，将手帕递给林诗允。林诗允接过，谢谢。声音里带着哭腔，让人好不心疼。他们就是这样，平常一个包都要大几万了，才不缺这13万。不过是看你是个资助生，故意想要让你难堪，你别放在心上。我知道的，但是这13万，没事，等过个几天，他们就忘记了。梁莹的手顺势搭在他的肩膀上，冰凉的手搭在他的裸露的肌肤上，瞬间激起他一层鸡皮疙瘩。他猛地起身，吓得梁莹后退了几步。我去下卫生间。说罢，也不等梁莹开口，他便一脸慌乱地跑开。此刻的云林刚解决完3级，正洗着手，看着慌慌张张走进来的林诗允，他皱起眉头，关掉水龙头。你没事吧？林诗允吓了一跳，转过身来，看到是云林的时候，又松了口气。有问题可以找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他说着，抽出一张纸巾擦了擦手。你今天一定很得意吧？云林一脸不解与疑惑。林诗允，你要不回去多做几道阅读理解题吧，省得总是说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我和周于清不过对你说了一句重话，就有这么多人急着给你出头。那你还是想想，为什么你受委屈
却没人帮你出头吧？我能让别人帮我，那是我的本事，而不是你嫉妒我的借口。他将纸巾扔进垃圾桶，打算离开，却被林诗允拦住。我嫉妒你？你有什么好值得我嫉妒的？林诗允咬着牙，一脸不服气。就凭你成绩好，会讨好别人？云玲，如果他们真的在意你，为什么不带你融入他们的圈子，反而让你在他们的地盘做个任人使唤的服务员？说到底，他们就是看不起你，觉得你不配，而你被人看低了，却还沾沾自喜，自以为是。我真替你感到可悲，嫉妒你。我穿着精致又华丽的礼服融入宴会，而你穿着廉价的工服服务别人，你有什么好值得我嫉妒的？看林诗允赤红着眼，云玲笑了笑，但眼里却不见任何笑意。林诗允，你怎么想，与我无关。你对我说这些，不过就是因为你觉得自己那所谓的自尊心受到了侮辱，又碍于地位不平等，不敢和他们闹矛盾，所以只能通过找我这个和你拥有一样的资助生身份的地位平等的人身上找存在感。他戳了戳林诗允的胸口，脸凑近了些。你会经历这些，那也是你自己选的，我可没有拿着刀架在你脖子上让你上赶着出丑。你自认为融入了他们，却不想人家只是出于教养才对你保持礼貌，但你身边没有了依靠，而你自己又体现不了任何价值的时候，只会遇到像周于清一样的人。说到底，你究竟是因为觉得自己的自尊被践踏，还是因为结果没有像你预料的那样发展而恼羞成怒，也只有你自己知道。我的脾气不算差，但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再拿我做出气筒，我就把你的脑袋按在水池子里好好洗洗。林诗允脸一白，似乎没想到云玲会说这种话。他后退一步，云玲也顺势放开他，神态自若地拽了拽自己有些褶皱的衣服。我就知道你在装，信不信我将你的真面目告诉他们？云玲冷笑一声，林诗允，你真的是靠自己实力进的这学校吗？林诗允紧绷下颚，当然。他咽了下口水，眼神飘忽。云玲见状，脸色更是冷了几分。我做足了努力，才让学校开放了资助生这个通道，是为了让有需要有能力的孩子能接受更好的资源，而不是给你这种目的不纯的人钓金龟婿的。你又好到哪里？和池胜天天勾搭在一起，还和宋之玉眉来眼去，到底是谁在钓金龟婿？被说中心思的林诗允急着反驳，一时也忽略了云玲的前半句话。所以，你跟着宋之玉身边上了那么多节家教课，就真的一点不听事吗？我才不屑听你们墙角。云玲翻了个白眼，他都默认宋之玉带着林诗允坐在一桌了，声音也没有刻意压低。但凡稍微有想过要提高自己成绩的人，都会收下这个无言的信号吧。你到底是因为自尊心作祟，还是太蠢？成绩提不上来，你觉得你在这学校还能留多久？话到此，云玲已经没有了什么耐心。我有我自己的办法，不需要你来指手画脚。我没有闲到去指手画脚你的人生。如果你只是为了嫁入豪门，那你就滚出这个学校，把这个位置还给真正有需要的人。说完，云玲直接撞开林诗允，出了洗手间。她站在门口，掐着自己不断抖动的手，不断调整自己的呼吸。每次她情绪只要一激动，身体就会变成这样。云玲看到来人，云玲立马将手背到身后。第73章，品味太差。婉离，云玲脸上挂起和往日一样的笑容。你的手怎么样了？婉离晃了晃自己包扎好的手，没问题了，就是刚才和我妈解释，费了一番功夫。这也是为什么她刚才一直没有出现在会场的原因。宴会要结束了吧？差不多了。对了，周于清他们没找你茬吧？没有。云玲没打算说刚才发生的事，那是周于清和林诗允之间的矛盾，和他们没有关系。你下次别再这么冲动了。吓到你了？你为我出头，我为什么会被吓到？云玲想也没想的回答，意料之中的答案，却依旧让周婉离感到高兴。我不希望你因为我惹上什么麻烦，再者，我也不希望有任何麻烦找上你。知道了。周婉离应得敷衍，也不知道有没有听进去。云玲摇摇头，笑容有些无奈。许是因为周婉离和他聊天转移了注意力，他的情绪很快平复了下来。到宴会厅的时候，他已经彻底不手抖了。说起来，你和周于清是亲戚吗？她是我堂妹，不过也就小我2个月，不过我们的关系并不好。云玲点头，不再多问。反正你下次要是再看到她，也不用给她什么好脸色。她怕我妈，你拿我妈的名号出来，她保证一句屁话都不敢说。我的大小姐，宴会人来人往的，你稍微维持一下你的形象。周婉离挑眉，痞里痞气的。明明穿着精致的礼服，却不像个娇养长大的小公主，反而像极了梅丽达。
行了，我找你就是为了问这件事，没什么事就好。周婉离拍拍云林的肩膀，宴会快结束了吧？说到这个，池胜和卓女士先离场了，不过池胜说他在车里等你。周婉离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却有些不爽。要是没有池胜，自己就可以管云林在家里休息了。他不想在云林面前耍什么小心机，所以就算不满也没有隐瞒。云林应下，两人各自前往自己要负责的区域。周婉离作为主人之一，需要在门口送客，而云林作为工作人员，则要配合管家安排好宴会后续的清洁，清点好相应的礼品。那周阿姨，我就先走了。宋之玉揽着林诗允和陶曼道别，今天的事，改日我再亲自上门赔罪。小孩子嘛，能理解，不用在意。等你父母回来了，咱两家再好好聚聚。宋之玉应下，带着林诗允离开。林诗允跟着他进了停车场，一路安安静静的，不敢开口，直到站在垃圾桶前。之玉，林诗允心里一阵慌乱，小心翼翼去拽宋之玉的手，却被他不着痕迹的躲开。夏冰的礼服我已经帮你赔了。听到这话，林诗允眼里满是错愕，他咽了下口水，抬眸看着宋之玉：你不是生我的气吗？林诗允，没有能耐之前就收一收你的性子，这是最后一次了，再有下次我不会再管你。我错了，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惹麻烦的，对不起，之玉。林诗允慌了，红着眼拉住宋之玉的手。宋之玉冷着脸，再一次将他的手掰开。上车之前把你那破手帕扔了，香薰味太重，品味太差。说完也不等林诗允反应过来，宋之玉先行上了车。手帕？他没有这种东西。似乎想到什么，林诗允看着自己的小包，果不其然，没盖好的小包露出来手帕的衣角，那是梁莹递给他的，但他慌乱间不小心将手帕也塞了进去。之玉，那是别人的，我得还给人家。他靠在窗边解释着。你放心，我和他什么也没有。之玉，你别误会。想着宋之玉说不定是吃醋了，林诗允内心有些窃喜，但看宋之玉闭着眼睛没有回应，他又有些拿不准宋之玉的想法，正想开口再解释一下。走吧。宋之玉突然开口。林诗允一喜，正打算上车，司机却踩了一脚油门，将林诗允甩在身后。林诗允踉跄了一下，好不容易站稳，但宋之玉的车也已经开走了。他站在原地，手还抓着手帕，脸上满是无措。他小跑2步，脚后跟的疼痛感让他不得不停下。他就这么被扔在了这里。林诗允咬着下唇，一脸委屈。他真的捉摸不透宋之玉，明明这个男人上一秒还会帮自己，还10几万的礼服裙，下一秒却能将自己扔在这里，头也不回的离开。他在宋之玉眼里究竟算什么？一个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玩具吗？迷茫之际，一个喇叭声在身边响起。林诗允吓了一跳，走到一旁，但对方没有离开，反而按下车窗。诗允。林诗允抬头，梁莹。他吸了吸发红的鼻尖，语调有些委屈。发生什么事了？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梁莹下车，站到林诗允面前。林诗允握紧手，低头一看。对了，这是你的手帕，我不小心拿走了，抱歉。没关系，只是一个手帕而已。天色晚了，我先送你回家吧。梁莹的温柔和宋之玉的冷漠形成鲜明对比。林诗允迟疑了一瞬，还是点了点头。谢谢你。大晚上让如此美丽的女士穿着单薄的礼服自己回家，可不是一个绅士应该做的。梁莹的话让林诗允脸上挂上了些笑容，总算是笑了。梁莹的话让林诗允鼻头骤然一酸。梁莹，你人真好。梁莹笑笑，走吧，我送你回家。车内两人并排而坐。是和宋之玉吵架了吗？梁莹小心翼翼地问道。林诗允点头，随后又摇了摇头。梁莹故作恼怒，再怎么样他也不能把你扔在这里啊。说着他语气骤然降低，不过也没办法，他这个人从小脾气就阴晴不定，我看就是因为这个，池胜他们才这么不待见他。池胜他们以前很熟吗？熟啊，都算得上是死党了，几人天天凑一块，后来也不知道怎么的闹掰了。不过也是，两人的脾气都没好到哪里去，也是我脾气好一些才能和他们做朋友，但我似乎从来没见过你，我和他们不在一个学校。林诗允点头，原来是这样。是啊，过几天我们还要去你们学校参加物理比赛呢，你也要出席吗？我是带队队长。梁莹推了推自己的眼镜，笑容温和。第74章，生下来就是要享福的。聊着聊着，林诗允也不自觉卸下了防备。
下车的时候，他的脸上挂着笑。今天谢谢你了，如果没有你，我都不知道怎么回来。能送你回家是我的荣幸。那我就先上去了。路灯下，林诗允微红着脸。等等！梁莹突然下了车，追了过来。这个给你。梁莹摊开手，是一瓶碘伏和一包棉签，还有一个创可贴，刚好车上有。这个，林诗允讶异。你的脚是不是不太习惯穿高跟鞋？你怎么知道？我有姐姐，她之前穿高跟鞋，天天闹着高跟鞋把她的脚后跟磨破了。林诗允低下头，抿了抿唇。谢谢你，梁莹。来到这里，还是第一次有人会注意到她这些微小的事情。你今晚可谢了我太多次了。不过换个方式。换个方式。林诗允头一歪。就是我想请你吃饭，不知道你愿不愿意。他挠挠头，看着就是个腼腆的毛头小子。林诗允低头，唇角微微勾起。他应着，声音很轻，却刚好能传到梁莹耳朵里。那我们手机联络。他的声音难掩激动。对了，我可以发消息给你吗？他问的小心翼翼。林诗允红着耳朵点了点头。那我上去了。回头见，好梦。他站在原地，朝他挥挥手。林诗允没敢看他，似乎也忘记了脚后跟的疼痛，拿了东西就跑上了楼。或许他那个时候只是想安慰自己呢。林诗允想着。上楼之后，他没有立即开灯，而是跑到窗户边，小心翼翼地朝窗外看了一眼。梁莹还没走，似乎有所感应。梁莹抬头。林诗允一惊，急忙放下窗帘，弯下腰将灯打开。再回到窗外，就看见梁莹已经上车离开了。他松了口气，缓缓滑坐在墙角，捂着自己发红的脸。下一秒，视频通话响起。妈！一个字迅速让林诗允收敛了表情。他手动给自己的脸降了一下温，确保消退后才接通了手机。妈！宝贝女儿，今晚怎么样？一切都好。而此时宴会厅，云林看了眼时间，不知不觉也快12点了。周父和其他老友续场去了，周婉离也在送完宾客后先行离开，剩下陶曼和管家2个人在这里处理剩下的事情。今天辛苦各位了。陶曼说完，云林端着放着红包的托盘，跟着管家将红包一个个发给工作人员。领完红包就可以先离开了。云林是最后一个领到的。等等，云林，周夫人，这个是另外的红包。今天辛苦你了，你表现得很好。看着红包的厚度，几乎是其他个人的2倍大。云林没有推辞，双手接下。谢谢周夫人。虽然说来这里也是希望学点相关的知识，但最原始的目的他可没有忘记。该是他的，他自然要拿。有机会再过来帮我的忙吧。不过不是在这，而是在周氏。云林微愣。那就是我的荣幸了。他笑着回应。陶曼对于云林的反应很满意。和聪明的孩子聊天，不仅不用说得太明白，还能省下很多口舌。天这么晚了，我让司机送你回去吧。谢谢周夫人，但卓女士已经安排了池家的司机在等我了。他没有提起池胜，一个大少爷在外面等他快2个小时，说出来未免有些不太妥当。那就好，剩下的交给酒店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你可以先回去了。周夫人再见，陈管家再见。看着云林离开，陈管家这才开了口。夫人，您这是想抛橄榄枝给云林？你觉得他会接受吗？没有理由不接受吧。能进周氏工作可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就是他现在还是一个高中生，会不会有些太操之过急了？陶曼却摇摇头。一个高中生，你见过卓西对谁这么上心吗？还特意找了个借口让人待在他身边，怕是不止想要培养一个助理这么简单。那您还朝他抛橄榄枝？有时候先开口也能占据先机。我就婉离这么一个女儿，以后的家业肯定都要给她继承，有云林在她身边，她也能轻松一些。那孩子是个沉稳的，性格也不坏。相比之下，知玉带过来的那孩子，陶曼摇摇头，表情淡淡的，脸上没有嘲讽，也没有贬低。那2家的联姻，再看看吧。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可不愿意她受一点委屈。她陶曼的女儿生下来就是要享福的。而这边云林也已经换回了自己的衣服，刚出来，池家的车就正停在酒店门口。池胜的脑袋从窗户边冒出来，慢死了，小爷都快睡着了。嘴上抱怨着，人已经下来给云林打开车门了。对于池胜的抱怨，云林没有一点生气的迹象。这个点公共交通都已经停运了，人大少爷
却愿意在车里等快2个小时来接自己回去，自己听1-2句抱怨怎么了？劳烦大少爷等我了，辛苦辛苦。我今天赚了钱，怎么样？要不要去吃个宵夜？眉眼弯弯的模样，让看到他的人心情也不自觉好起来。池胜压住嘴角的笑意，算你有良心，只能吃路边摊。我撤回上一句，别啊，你想想，我赚的可都是辛苦费，那怎么不说好？这不是看你等我的份上吗？阿叔，你等会也和我们一起吧，大晚上的，不好意思啊，害你加班了。池胜透过后视镜给了司机一个眼神，原本听着2人对话正呲着大牙了的司机瞬间敛了笑，没事，你一个小姑娘，大晚上打车也不安全。听说这2天这边抓违章，我就不和你们下去了，万一要挪车也方便。行，那我等下给你打包过来。好，谢谢你了，云玲。说这话就和我客气了，阿叔。云玲为人开朗，再加上会来事，在池家待久了，没有一个人不喜欢她。说话间也到了2人经常偷溜出来吃夜宵的地方。看这架势，司机也已经做了不少次共犯。2人轻车熟路的穿过小吃街，进了一家小吃店。老板，老样子，一份外带打包。好嘞。第75章，你就是池胜。被肉盖得快看不见面的面条摆上桌，池胜将擦好的筷子递给云玲。云玲，这是打包的，这碗没加葱没加香菜。老板是个高大的女人，干活很利落，店面虽然不大，但总是干干净净的，不仅没有一点油烟味，每张朴素的小木桌上还会拿一次性杯子放一朵小花在里面养着。好久没见你们来了，这小菜给你们，免费的。谢谢老板。2人道着谢。老板，庆庆最近怎么样？庆庆是李苗在垃圾桶旁边捡到的孩子，报了警，但没用。2人正商量着要不要送孤儿院的时候，是老板开了口，走正规程序领养了女孩。挺好，早上还念叨你来着。你最近怎么样？你妈还是老样子吗？老样子。等你妈好了，姐把店关1天，给你们煮上一桌好菜庆祝。云玲笑着道谢。那行，你们先吃，我就去忙了。老板说完就接着忙活去了。云玲将筷子放下，我先把面给阿叔送过去，你在这等我。话才说完，面已经被池胜拿了过去。看在你出钱的份上，小爷给你当一回跑腿。云玲今天走了1天，也没和池胜争辩。感谢池大少爷。你别乱跑，安分点，别让我不省心。离开前，池胜还故意揉乱他的头发。云玲叹了口气，也不知道不让人省心的是谁。池胜回来的很快，等他回来了，云玲这才开动。此刻热气腾腾的面条正是能下嘴的程度。池胜捧着碗喝了口热汤，这才开始吃面。谁能想到现在吃得这么畅快豪爽的大少爷，第一次来这时像是浑身长满了虱子的猴子，坐立不安，恨不得立马回去把身上的衣服扔进垃圾桶，再泡上3个小时的澡。那天是个阴天，云玲一大早就出了门，直到快到晚餐的时间点也还没有回来。池胜下楼的时候看着空荡荡的客厅，皱起了眉头。他还没回来。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云玲住在家里的原因，正是闹别扭的时候。云玲说晚上不回来吃饭了，他今天去做什么兼职？一整天不见人就算了，晚饭都不用回来吃了。可别被人骗了，他今天不是兼职，听说是有个很照顾他的老板生病了，他去帮忙了。啊！池胜脑海里顿时浮现一个肥头大耳的中年油腻男形象。任老板生病没家人吗？要他一个小姑娘去陪？池胜抿唇，眉头紧锁。这我也不清楚。少爷，你要现在用晚餐吗？佣人问得小心翼翼。知道他那个老板的地址吗？不知道。池胜眉眼间的不耐更深了几分。他拿出手机发了消息，就这么亮着屏幕等了3分钟，对面也没有要回复的迹象。池胜索性拿起手机拨通了电话，这下对方倒是接得很快。你人呢？莫等对面的人开口，池胜先发制人。在外面。云玲老老实实回答。听到这个回答，池胜额头青筋跳了一下。地址？你要做什么？云玲皱眉，摸了摸小孩的脑袋，起身走到一边。我怕你出了事赖上我家，行了吧？我很安全。地址？以前的池胜也是有过硬气的时候。电话那头的云玲沉默了一瞬。姐姐，你今天晚上陪我睡觉好不好？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稚嫩的声音。你直接告诉我，还是我自己查？云玲，只要你在我家1天，我就会一直盯着你。毫无威胁力的话让云玲撇了撇嘴。知道了，我把定位发你。
哼！池胜冷哼一声，下一秒手机跳出来一条定位消息。池胜挂断了电话，起身：“我晚上不回来吃了，叫李叔备车。”是。车子开不进来小巷，池胜只能下车，跟着定位左拐右拐。他锁着眉头，抬眼打量着周围有些老旧的建筑。正值饭点，小巷人多，挤来挤去的，街边小吃排成两列，各种味道交织在一起。少爷裹紧衣服，加快了脚步。他到的时候，云林正在面馆里面教庆庆做作业。庆庆，这个写完就可以看半小时电视了，我们再坚持一下好不好？姐姐。庆庆拽了拽云林的衣袖，怯生生地看着外面。云林转头就看见一个模糊又熟悉的身影站在外面踌躇。云林摸了摸庆庆的头，语气柔和：“庆庆别怕，那是姐姐的朋友。”说完，他起身朝外走去，掀开厚重的帘子。池胜听到声音，池胜回头，他没说话，上下打量了云林一眼，见他一切正常，松了口气，脸上却不显：“还活着呢。”“活着呢。”云林顺着他的话回答。少爷被一对，脸色更是黑了几分。“所以你要我的定位做什么？有什么事吗？”池胜咽了下口水，眼球飞速转动了一下。云林，怎么了吗？老板的声音传来。没事。云林转头，老板刚好出来，身后还藏着一个小家伙。这位是我之前和您说过的，我现在住的那户人家的儿子。你说我什么坏话了？池胜小声地问道，那声音就跟蚊子叫似的。我可没有。你就是池胜呀。老板的话打断了两人的交谈。你好。池胜微微点头，脸上挂着笑，一副三好青年的模样。云林对此很是惊讶。老板笑眯眯地看着他，小伙长得真帅气啊。许是没有听过这么直白的夸奖，池胜耳朵微红。吃晚餐了吗？还没。那刚好，进来吧，一起吃点。不用了。字还没出口，池胜就被老板拉了进去。男子汉大丈夫，不要这么优柔寡断。进来，姐请你吃姐这面店的招牌，保准你吃一次就爱上这个味道。看到池胜朝自己投来求救的目光，云林忍着笑，默默将视线移开。老板进了后厨，池胜坐在外面，和他们隔了一张桌子。看着池诚坐立不安的模样，云林摇摇头，压着嘴角的笑，看向庆庆。庆庆，把你的课本收起来，我们准备吃饭了。云林揉了揉庆庆的脑袋。小女孩很是乖巧，云林一说，她就开始回到位置上收拾起了自己的书包。收拾好了，就熟练地拿着抹布将桌子擦得干干净净。云林也没闲着，将煮好的面条一碗碗端出来，香味弥漫在整个面馆。池胜皱了皱鼻子，肚子不争气地叫了起来。第76章，没什么事就好。大少爷，劳烦您挪动一下尊定，到这边来用餐了。云林不开口还好，一开口，池胜看着他的目光更多了几分幽怨。云林努力克制着嘴角，庆庆，哥哥有点害羞，你叫他过来坐好不好？庆庆有些害羞地看着池胜，但还是一点点挪到了池胜面前。哥哥，吃饭。池胜看着眼前伸出手的小女孩，四目相对，不到3秒，他就乖乖地伸出了自己的手，被庆庆牵着走到他们这一桌来。桌子擦得发亮，但池胜还是觉得浑身不舒服。老板很爱干净，早晚都会清洁店面，筷子和碗都是消过毒的，可以放心用。你要是实在不能接受，我就去外面找小吃街老板要个一次性筷子，或者和老板说一声，让你离开。我没有嫌弃。池胜说道。我知道。大少爷要是真的嫌弃，就不会进来了。相处了一段时间，他也看出来了，这大少爷多多少少有点洁癖。这种公共位置，每天坐了那么多人，筷子也有许多人用过，哪怕消过毒，心里觉得膈应也是正常的。我去给你一次性筷子吧。不用了，你们都用这个，我要是用一次性的，老板会怎么想？池胜撇撇嘴，眼神闪过一抹纠结。云林倒是没想到，看着大大咧咧的池大少，还有这么心细的一面。他拿起筷子，用纸巾擦了擦，递到池胜面前。池胜看着他，云林晃了一下筷子，我用纸巾擦过来。池胜接过，移开视线。谢谢。什么？他说的又快又囫囵，云林坐在他对面，一时没听清。我说谢谢。他拔高了音调，字正腔圆的，耳朵红得不像话。不客气。云林撇过头偷笑。发生什么事了？听到动静的老板出来。没有。老板，还有什么要帮忙的吗？没有。老板将最后一碗面端了出来。今天真是麻烦你了，云林。
老板摘下围裙挂在一边，坐在庆庆身边。没事，刚好今天没有兼职。你身体怎么样？睡了一觉，烧退了，没什么事了。恰好周末，老板又刚好发烧，这才打了电话让云林过来帮忙照看一下女儿。吃吧，怎么都不吃？这不是等你过来吗？人不齐，自然不能开席。嗨，咱不讲这些。迟胜是吧？不好意思啊，我这脑子不太好使，但你放心，我手艺那是一绝。你快尝尝。几人紧盯着迟胜，迟胜咽了下口水，硬着头皮夹起一筷子。入口的瞬间，他的表情亮了几分。怎么样？还不错吧？迟胜点点头，将嘴里的面条咽下。很好吃，这可是我的独家秘方。老板显得很自豪。好吃下次再来，免费。老板，咱可是说好了的，没有白吃白喝这一说的。云林适时出声。哎，是啊，老板，开店就是赚钱的，哪有倒贴的道理？迟胜也跟着开口。就你们这2小碗，每天都来吃我也亏不了啊。小孩子家家的，姐还请不起你们一顿饭了。一码归一码。云林说的对，您这样，我下次可不敢来了。我脸皮薄，不好意思蹭吃蹭喝。行，说不过你们2个，但今天这顿我请了啊。行，双方各退一步，不再争论。在那之后，云林帮着老板收拾了碗筷，迟胜则陪着小孩玩。等云林洗完碗出来，2人已经玩作一团了。忙完了，要走了吗？明天还要上课。庆庆，哥哥下次拿好吃的给你。哥哥再见，姐姐再见。2人要走，庆庆也不闹，乖乖的和2人打着招呼。云林捏了捏庆庆的脸蛋，和老板告别。出来时，地上是湿的，看样子是下过一阵雨了。走没2步，一声闷雷，随后便是淅淅沥沥的小雨。2人淋得猝不及防，却也躲无可躲。周围全是慌乱躲雨的人。迟胜没犹豫，脱下外套，直接披在了云林身上。帽子扣在他头上，绳子一束，云林的脑袋被包裹得严严实实。没等他开口，迟胜拉着他的手就往停车的地方跑去。上了车，云林脱下外套，脱了迟胜防水外套的服，云林上半身干干爽爽。反观迟胜，妥妥的落汤鸡。云林从包里拿出一张纸巾盖在迟胜头上，帮他擦去头顶的水珠。迟胜一愣，我自己来就好。他咽了下口水，僵硬的将纸巾拿下，随便擦了擦。别这么大力，等下纸巾掉渣，搞得你头上全是纸屑。知道了。他的耳朵通红，好在车里没开灯，云林看不见。他低着头，又拿出一张新的，贴在他身上，好吸掉一些水分。干嘛把衣服给我？哼，我是怕你淋雨感冒了，传出去以为我们家虐待你。你是不是担心我才跑过来这边的？我无聊，到处走走，不行啊。他有时候反射弧是慢了些，不代表他傻。迟胜放着好好的游戏不打，突然要他所在的地址，还特意跑过来，怎么也不像是无聊想找个地方散步的样子。再加上他刚才在面店的行为举止，云林也明白了，他不是自己想象中那种不学无术、自命不凡的混二代。之前因为迟胜一直找自己茬，所以自己心里对他也有些偏见。今天迟胜确实让他有些改观了。不管怎么说，还是谢谢你了。云林将湿掉的纸巾一一收好。原以为迟胜又会说1-2句话来堵他，而这次迟胜只是冷哼了一声，就将头撇了过去，没多说一句。虽然说那天过后，2人还是和平常一样没事对一对对方，但只要去了面馆，就会默契的停止争吵，就像一个停站点一样。直到后来2人解开误会。笑什么？迟胜将嘴里的面条咽下才开口。没什么，吃完了我们回去吧。迟胜接过云林递过来的纸巾，随意的擦了擦嘴。老板，我们回去了。迟胜喊道。好，路上小心，到家了给我发个消息。老板的声音从后处传来。2人应下，并肩走在小路上。这个点，小吃街正是最热闹的时候。看到来人，迟胜拉了一下云林，让他往自己这边靠一点。看着迟成自然而然的动作，云林忍不住想起2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不知不觉间，他们的关系已经亲近了这么多。对了，我妈叫你进去，说了什么吗？没有，就是夸我今天事情处理得很好，让我宴会跟在她身边。云林没有隐瞒。这样，没什么事就好。第77章结束关系。周一正常上课。听说了吗？林诗允和宋之玉闹掰了。云林没听说。云林不感兴趣。你这有哪里听来的小道消息啊？我可是听说宋之玉为了给自己这位小跟班善后，
给了夏冰13万，赔了她那条裙子呢。周婉离走过来，接过了穆泽的话头。哦，没想到宋之玉还挺舍得给林诗允花钱的。开学先是8000，现在直接13万了。陆亦辰冒了出来。可不是，看两人说的有鼻子有眼的，穆泽反而不自信起来。那我怎么听说林诗允被宋之玉扔在停车场了？还是梁莹送他回去的？梁莹？陆亦辰讶异，怎么又和他扯上关系了？这周末沈渊有演出，沈家夫妇都没空去不了，所以拜托了陆亦辰送花，自然也就不知道宴会上发生了什么。谁知道呢？你又不是不知道梁莹是什么人。穆泽撇撇嘴，眼里满是嫌恶。梁莹？就是那个戴眼镜的人吗？云林想起那天站在林诗允身边的男生，又想起了林诗允慌乱跑到洗手间的模样。他怎么了吗？看着挺斯文的。斯文？池胜坐不住了，上手捏住云林的脸，强迫他看向自己。云林，你看人的眼光什么时候这么差了？云林皱眉，拍开池胜的手。你认识他？周婉离问道。不认识，他是个禽兽来着的，只要是个女的，他都会粘上去。他家又只有他一个男丁，宠得很，闹了好几次事，都被家里保下来了。总之，他不是个什么好东西。你要是见到他，离他远点。要是他敢对你做什么，拿出你学泰拳那股劲，给我往死里打，出了事，小爷我担着。池胜磨了磨牙，仿佛已经看到了梁莹调戏云林的画面。看两人一脸严肃，云林点点头，没有怀疑他们的话。离开这种宴会，他大概率也不会和这些人有什么往来。那林诗允和梁莹他们，谁知道呢？穆泽耸了下肩。行了，不提他了，提到他都嫌晦气。周婉离撇撇嘴，脸上是毫不掩饰的嫌弃。是啊，再说了，谁不知道林诗允现在是宋之玉的跟班？梁莹应该也没胆子招惹宋之玉。陆亦辰淡淡开口，不管是林诗允还是梁莹，或是宋之玉，他都没什么兴趣。聊一聊就算了，要是掺和进去，谁知道会不会踩到沼泽地，惹得一身泥泞不说，还有可能出不来。他从不给自己找麻烦。就是，反正你给我离那个梁莹远一点。但别说，这林诗允是有点手段，又能哄得宋之玉心甘情愿给他花钱，现在又搭上了梁莹。穆泽点点头，脸上有几分佩服之色。宋之玉什么时候这么蠢了？周婉离皱眉，百思不得其解。谁知道他又想干什么？脑子抽了一样。看来几位对我的私生活很关心啊。我去！穆泽吓了一跳，直接撞上了桌角，整个人像熟虾一样缩了起来，涨红了一张脸，手指着宋之玉，被迫开启了静音模式。反观讲小话被抓包的池胜一脸淡定，他抬头对上宋之玉的视线，这不是惊讶于宋大少爷的阔绰吗？为小跟班豪掷13万，真叫人佩服。池胜鼓着掌，语气却是要多阴阳有多阴阳。怎么样，云林？云林指了指自己，一脸疑惑，要不要考虑来我这边啊？池胜脸一黑，还没等云林开口呢，他先站了起来。小心点说话，宋之玉。他拽着宋之玉的衣领，压低了声音，威慑力十足。周围的人被两人闹出的动静吸引了视线。我说什么了？怎么激动成这样？宋之玉只是笑，云林早已经见怪不怪。他起身拉了下池胜的手臂，却看着宋之玉，脸上带着笑。我这个人更喜欢做个体户，是吗？那可真可惜。宋之玉这么说着，脸上却不见任何可惜的表情。正说着，林诗允也进了教室。今天的他依旧是坐公交车来的。看宋之玉和几人站在一起，他抿着唇，低着头走回了自己的位置。有些人还是先盯好自己的东西吧，可别一不小心被偷了家，这个就不劳烦池大少费心了。宋之玉离开的潇洒，反而让几人有些搞不懂了。所以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穆泽揉着自己的腿，表情还有些狰狞，却压抑不住一颗想要八卦的心。谁知道呢？周婉离耸了下肩。你觉得呢？陆亦辰看向池胜。我？池胜指了指自己，微挑眉头。他爱怎么样怎么样，管他呢。反正他这种人，一辈子也想不明白人和人到底该怎么相处。最后这句话莫名带了些赌气的成分。云林视线微微一动，又默默收回眼神。哦，林诗云也出去了。周婉离拍了下穆泽的脑袋。你这么八卦做什么？穆泽一脸委屈，我就说一嘴。此时林诗云已经追上了宋之玉。从洗手间出来的他看着面前的女孩，眉头微皱，眼里有了几分不耐，但他还是走到了无人的角落。
他依靠在窗边，姿态随心慵懒。说实在的，任谁都能看出来，宋之玉和梁莹不是一个级别的人。衣服的事情，谢谢你。他应了一句，手帕我已经还给梁莹了。所以呢，我只是想知道，在你心里，我到底算是什么？为什么你总是对我忽冷忽热？前一秒还能帮我，还13万的礼服，后一秒却又将我扔在停车场里。我给过你选择的机会了，林诗允。什么？林诗允不解。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跟班游戏结束了。他已经腻了，原本只是想用来打发下时间，也想用来证明。算了。宋之玉的眸光一暗，那笔钱你也不用还了，以后没事不要擅自和我说话了。不。林诗允瞳孔一缩，一把抓住宋之玉的手。什么结束？什么意思啊？之玉，我和梁莹真的没有什么，你不要这样，不要生气好不好？他的声音颤抖着，用近乎哀求的目光看着他。可宋之玉的眼神从始至终都宛如一滩死水，没有任何变化。第78章，我要赚很多钱。他掰开林诗允的手，林诗允抓得越紧，他掰开的力道就越大。你知道我没什么耐心，让一个没有背景的资助生离开这里，是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林诗允的手无力垂下，红着眼眶，嘴唇轻颤。是我在宴会上害你丢脸了吗？可是我真的是周于清他们先找的事情，我一气之下才推了他一下，我没想到他们会摔倒。而且事情不是解决了吗？还是梁莹，我把手帕还给他了，他只是看我一个人大晚上在停车场不安全才送我回去，除此之外真的没有什么了。林诗允颤抖着手要拉住宋之玉，却被他一个眼神吓住。他的手悬在空中，眼泪挂在睫毛上，看着好不可怜。我会另外再给你10万，这笔钱怎么样也够你吃饭了，但要是你还想打什么主意，就别怪我了。林诗允低着头没说话。宋之玉迈开脚，像是想到什么，又停住脚步。林诗允一喜，赶忙转过身，眼里满是期待。最后奉劝你一句，离梁莹远点。说完，宋之玉径直离开。这一次他没有再回头。林诗允脸上的笑容一点点僵住，直到上课铃声响起，他才迈着僵硬的步伐回了教室。他的眼眶通红，看上去是刚哭过的样子。不少人偷偷议论着，但也没一个人去问。等老师一进来，林诗允的事情很快就被他们抛到了脑后。午餐时间，南家兄妹也重新回了校园。因为两人身体原因，学校勒令他们在宿舍休养1周，还派了医生每天去给他们检查，可以说是尽心尽责了。怎么样，你们2个人身体还吃得消吗？也算是因祸得福，这1周不仅有专门的人负责我们的3餐，检查我们的身体状况，还拿到了额外的赔偿金。南墨和南乔2人拿着饭盒坐下，看2人有些红润的脸，云玲也替他们开心。那就好，他说道。对了，云玲姐。南墨眼里难掩兴奋。我听了你的建议，去美术室那边旁听了。老师大课结束后还找我聊天了，我说我想学点基础的绘画知识。那很好啊，云玲发自内心的说道。南墨点点头，我给老师看了那个活动，也给老师看了我大概的草图设计。老师夸我很有天赋，也建议我去尝试，还说如果我参加，他可以在大课结束后额外抽半个小时辅导我。这倒是云玲没想到的。美术课那个老师是短发，戴着眼镜，常年围着一块黑色围裙的女士吗？对。云玲姐，你认识白老师？云玲摇头，不认识，只是听说过他。说来也巧，他好像大学主修的就是室内设计，但在艺术上很有才华，大学就已经能开画展了，毕业后更是直接被学校聘请过来当美术老师。传说他性格乖僻，对学生更是格外严格毒舌。没想到他会主动提出来给你指导，看来你比我想象的还要有天赋，能让获奖无数的白老师也主动开口要指导你。南墨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没有啦，他摆摆手，脸红扑扑的，格外可爱。云玲也忍不住弯了弯唇角。那笔钱我也已经想好怎么办了，那5万我给你留着，作为你大学的学费，剩下的用来给你买画笔、颜料、平板和手绘板。南墨和他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后，他也第一时间了解这个专业相关的内容和所需的东西。几乎是钱到账的瞬间，南乔就把加购在购物车里的所有南墨要用上的工具全下了单。等假期我找个借口留在这，你就去参加学校专门组织的校外培训课程。每年寒假，学校会组织各种校外专业培训活动，一方面是为了让学生更好地了解各个专业，
从而确定好自己所要学习的方向。另一方面，则是给已经确定好方向的学生一个更深入了解该专业的机会。南乔一点点规划着南墨的未来，眼睛亮得出奇，比规划自己的未来还要认真。关于钱，更是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用在自己身上。云林听着，眉眼也柔和了几分。10万块，对于这个学校的大部分学生来说，可能不过是一天的零花钱，可对于他们这些普通人而言，10万块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许多人一年到头可能都挣不到10万块，更别说有10万的存款了。说到这个，南墨，能给我看看你设计的草图吗？云林问道。南墨一愣，当然可以啊，我的稿件没带过来，不过我拍了照片。不过现在只是基础的草稿图，后面还要润色，还要去建材市场和家具城那边逛逛。南墨打开照片，将手机转了个方向，放到云林面前。针管笔画出的线条简约干净，配合着黑色马克笔勾勒出一个个家具的基础图案，空间布局合理，每个地方都得到了合理的运用。关于室内设计，你有实际上手过吗？南墨摇头，就是自己看了一些学习视频和资料。我家附近刚好有个二手家具城和建材市场，我没事就去那边逛。哪家建房子，我也会去凑个热闹，有时候就和我爸一起去工地，给他打下手，所以多多少少也学了一些。听到后半句，南乔低下头。他在家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少爷，而他的姐姐和妹妹不仅需要承担所有的家务，放了假还得去工厂打工或者去工地帮父亲搭把手。云林察觉到南乔情绪的变化，却没说什么，只是将手机还给了南墨。一点点慢慢来，至少现在你开了一个好头了。南墨应了一声，眼神比以前亮了不少。那你呢？以后有什么规划吗？云林看向南乔。南乔一顿，抬头腼腆地笑了笑。我还没有，反正目前的想法就是好好上学，考个好大学，找个容易就业的工作，说不定会去考个公务员，找个铁饭碗。如果不是南招，他也不会这么用心学习，因为他知道，如果他考不上好学校，南墨就更上不了学了。这也挺好的。那你呢？我，云林笑了笑，我要赚很多钱。他的声音不高不低，像是在陈述一件事，一件认定且非做不可的事。听到这话，兄妹俩笑出声，但笑声里没有一点嘲讽的意味，他们只是单纯的觉得这是只有云林这个人会说出来的话，直白却不让人觉得俗气。说真的，如果你都赚不到钱，我也想不到还有谁能赚到钱了。没错，南墨狂点着头，眼里满是对云林的信任。第79章，面试那天你陪我去吧。放学，云林再次前往拳击馆。刚演出完，不好好休息一下吗？沈渊不语，只是一昧的击打着沙包。云林摇摇头，将他的东西收拾好放在一边，又拿了他专用的毛巾和水过来，却没急着上前，而是坐在台阶边。再低一点，出拳不要这么猛，注意节奏。好好热身了吗？他停下，喘了几口粗气。热身了。应完，又接着开始，但肉眼可见没有刚才那么急躁了。差不多了，先擦擦汗，喝口水。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哪个动物园跑出来的。沈渊接过水的时候，冷不丁说道：“没有这么夸张吧？”云林笑笑，戴上手套。你确定你可以？我可不想明天的头条是外交官女儿拳击馆打死工作人员。云林觉得无奈又好笑，怎么觉得类似的话好像在哪里听过？他摇摇头，两个拳头碰了碰。放心吧，沈大小姐，做我们这一行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过人的耐力。看他精神状态确实还好，沈渊才放下了心。但原本40分钟的对练，不到20分钟，大小姐就不打算继续了。她将手套放在一边，随手拿起毛巾擦了擦，又从自己包里拿了一瓶能量水，扔给了云林。云林稳稳接住。便利店买一赠一送的。他还什么都没说呢。云林偷笑，却还是顺着他的话往下说。哦，哪家便利店？我今天去进下货，明天原价卖给其他人，不仅能回本，还能多赚一半的钱。沈渊难得不顾形象的翻了个白眼，没接云林的话茬，自顾自的喝着水。不管怎么说，谢了。云林不再逗他，坐在他旁边。下周我有个面试，是我母亲托了关系找的资深老师，如果能通过，下学期我就可以去国外，到他的学院上课了。所以最近压力才这么大。他轻叹。沈渊眨眨眼，神色复杂。其他人听到这个消息，不是让他要好好把握机会，就是羡慕他有这么好的机会。也只有云林会说这种话了。他勾着笑，眼神却有些苦涩。有什么我能做的吗？云林问道。面试那天你陪我去吧。他的声音很轻。
什么时候？他喝着水，瞥了他一眼。周日下午3点。行，我到时候去接你。云林没有拒绝。那天过后，沈渊没有再来过拳击馆。据陆亦成所说，他最近每天都在学校练习得很晚，晚上回去还要再另外加训3个小时。为了保证最佳状态，在保持这个高强度的练习外，他还得严格控制饮食。云林看在眼里，但他没有任何方法。日子还是正常运转着。宋之玉似乎真的和林诗允闹掰了，就连补课也不见林诗允的身影。最开始的几天，林诗允肉眼可见的憔悴了不少，但后面他就又恢复了往常的样子，只不过比以前更安静了些。云林没有特意关注他，比起掺和进这种对自己毫无益处的事情，他更关心这次竞赛能不能得到第1名，顺利拿到奖金。很快到了比赛这天，知道他要比赛，池家的厨师特意给他做了比较清淡又顶饱的早餐。出门前，佣人还塞给了他几块巧克力，说是比赛用脑多，吃巧克力能补充体力。云林笑着接下，和2人道了谢。池胜拎着书包在一旁等着他。黑眼圈怎么还是这么重？不会是我盯着你睡完觉后又爬起来做题了吧？是的，眼看着云林黑眼圈越来越重后，池胜又开启了监督业务。他还找了许多网络方法，又是喝牛奶，又是睡前故事的，不过都没什么作用。他还尝试过念数学题，不过仅2次他就放弃了。第1次是他陪着听课，结果自己睡着了。第2次是他按着答案念，结果云林越听越精神，还揪出了他念错的数字，最后还把书拿走了，给他从头到尾好好讲了一遍，差点没把他气得撅过去。没有，知识都在脑子里了，临时抱佛脚是没有用的。云林回着，你在骂我？男子汉大丈夫，不要这么敏感。云林忍着笑，拍了拍他的肩膀。池胜了一下，做事要打他。云林也不躲，下一秒手里的书包被拿走。这要出去了，谁知道我才是这家的少爷？是，那我放学去给你买个红毯，你每天上学我就提前铺上，这样够气派吧？2人边说着边往外走去。佣人们对这副场景早已见怪不怪，笑着站在门口看着他们离开。知识竞赛下午2点在礼堂进行，高1和高2的学生前往礼堂观赛。至于参赛者，则需要先集合，和比赛队伍打招呼，并和自己的队友确定好答题策略。所以一进学校，2人就分开了。池胜前往教室，而云林则要前往礼堂2楼的等候室。路上碰到了周婉离，便结伴行。到的时候，2个备选队员已经到了。一个是穆泽，按理说应该是沈渊来的，但沈渊在准备面试，所以没有参赛，顺位轮到了穆泽。另一个是高1的宋池。哟，早上好啊！他爽朗地打着招呼。听说高1也有人参加，我还想着是谁，原来是你。周婉离拉开椅子坐下，听这口气，看来又是他们的老熟人，感觉挺好玩的，就报名了。他晃着椅子和穆泽并排坐着。是不是还差一个人啊？宋池问道。差你堂哥呗。打完游戏的穆泽总算是抬起了头。我猜也是。宋池耸了下肩。你和宋之玉是堂兄弟？云林第一次听说。不过他太高冷了，我每次打招呼都不理我。话才刚说完，宋之玉就推开门进来了。哥。宋池后仰着头。宋之玉垂眸看了他一眼，转身将门关上，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宋池看向云林，一副看吧，我这么说来着的表情。人都到齐了。负责的老师走了进来。齐了。宋池的声音很大，充满朝气。那行，整个队去和对手打个招呼吧。几人应下，但这边的门却率先被敲响。老师，我们是一中的学生，来和圣托利亚的选手打个招呼。我们这正准备过去呢，没想到你们动作快一步。快进来吧。老师笑着将门敞开。对方排着队进来，不看还好，一看1半以上都是熟面孔。第80章，你和周婉离什么关系？你们好，我是一中的带队老师，我姓王。王老师。几人规规矩矩地打着招呼。王老师松了口气，看来这贵族学院的学生还是很有教养的嘛。他笑了笑，看向自己学校的学生。你们也打个招呼吧。你们好，我叫陈浩，备选队员。我叫罗佳，备选队员。孙老师，我看不必了，都是老熟人了。周于清双手环胸，冷哼一声，正对着周婉离。王老师尴尬一笑，他怎么也没想到没礼貌的会是自家学校的学生。可不是，都是老朋友了。梁莹推推眼镜，朝宋之玉笑了笑。当然，对方没有给他一个眼神。他垂眸，眼里闪过一抹嫉恨。
只有孙冉淡定的抬手和对面的云林打了个无声的招呼。云林笑着回应，但场面仍然有些尴尬。老师，是不是还要带一中的同学参观校园？云林的声音不大，刚好能让身旁的老师听见。对，吴老师喊了一声，肉眼可见的轻松起来。王老师，离下午比赛开始还有段时间，我先带各位逛一逛学校，顺便到礼堂确认一下下午比赛的流程。好，麻烦吴老师了。两个老师互相给着对方台阶，几人互相看不顺眼对方，但也没有多说什么。两个老师站在最前面，而其他人则按着排名跟在自家老师身后，形成了两个队列。陪同的还有两个主任。几人在前面说着话，他们几个安安静静跟在后面，在外人看来气氛很是融洽。好久不见啊！孙冉率先开口，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我倒是从一开始就知道你会参加。孙冉对于见到云林这件事并不意外，上次抱歉了，你还记得啊？云林笑着回应，都那么久的事情了。正说着，周婉离突然拉住云林的手，隔在两人中间，和他并排走着。孙冉挑眉，怎么，周大小姐有兴趣加入我们的话题？那就得看是什么话题了。周大小姐冷哼一声，挽着云林的手更紧了一些。你怎么认识他的？他的语气有着防备。上次去沈渊家做兼职认识的。有发生什么事吗？周婉离追问着。没什么。周小姐似乎对云林的私事很感兴趣啊。孙冉特意加重了私事二字。周婉离眼睛微眯，转头看着孙冉，眼神里带着警告。云林摇摇头，倒也没插进两人的对话。他并不惊讶两人会认识。孙冉能和沈渊相识，两家父母还走得近，证明家世相当。已知沈家和周家同样关系密切，那么三人就是处在同一阶层的人。虽然谈不上熟络，但也肯定都是互相认识的。好，那也差不多时间了，我先带几位去食堂用餐吧。主任看了眼手表，再过半个小时就是圣托利亚学生的午休时间了。几人都没有意见，到了食堂后自由入座。和一中仅有一个的食堂不同，圣托利亚的食堂装修堪比校外的5星餐厅，当然价格也是和米其林媲美的。其他人对这个物价早已经习惯，只有一中的带队老师和两个普通学生像见了鬼一样停在餐口看了许久。好在学校有给几人安排了饭票，凭借工作牌就可以免费用餐。学生和老师分开用餐，学生都在1楼，老师们则去了2楼。周婉离和云林坐一桌，穆泽凑过来后，连带着宋之玉和宋池也凑了过来。隔了几桌，一中的人也都聚集在一起。之前就听说圣托利亚够豪华，没想到一个食堂的面积都快赶得上咱学校一个操场大了。罗家端着餐盘坐下，这只是其中一个，我们早上逛的也只是圣托利亚的主要建筑楼，真要逛起来，走马观花看起来也得小一天。这到底是学校还是公园？听到孙冉的话，他的眼里满是羡慕。那你们怎么不来这学校？看你们都是认识的，家世应该也不差吧？这学校可没这么好混。孙冉摇摇头，但罗家却理解错了孙冉的意思。一群富二代聚集的地方，虽然我们家世上比不过，但这比赛肯定是手拿把掐。孙冉笑了一声，没反驳，低头干饭。没人回应，罗家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我说错啥了吗？他戳着盘子，也不怪我刻板印象，我可听说了，这学校的年级第一是个资助生，和那些大少爷大小姐都不是同一个阶层的，指不定他们学校就靠着那个叫云林的人撑场面了。对于这段谈话，云林浑然不觉。我们走吧。周婉离将餐盘放回去后，走到云林身边。云林吃的速度很慢，但因为食量不大，结束的时间也比别人快一些。早些时候他为了赶工，只能加快吃饭的速度，久了胃就有些受不住了。但那个时候为了有更多时间，就算知道吃着急会胃痛也得忍。但现在不同了，虽然还是忙，但胜在3餐准时，吃的也精细，所以他也就慢慢调理了过来，连带着吃饭的速度也慢了下来。不用等老师他们吗？不用，说是我们吃完可以自由活动了，让我们养精蓄锐，好好准备下午的比赛。宋池说道。吴老师忘记说了，刚才下楼的时候我刚好和他碰上了。行，那我们走吧。周婉离点头，自然地揽着云林的手臂，捂着嘴打了个哈欠。碰到周于清是意料之外，时间还得退回半个小时前。老师回来后发现他把手机落在食堂了，刚好碰上他们老师要开会，所以只能拜托云林帮忙拿过来。手机倒是顺利拿到了，回来途中却刚好碰上了周于清。出于礼貌，他微点了下头，算是打了招呼。错身而过的时候，却被他拽住了手臂。云林，是吧？你找的是这个学校的云林，还是其他学校的云林？听到回答，
周瑜青脸一黑。云林撇撇嘴，好吧，看来对方没什么幽默细胞。有什么事吗？你和周婉离什么关系？第81章冥想。什么关系？云林皱起眉头，这可真是个好问题。朋友关系？这么说会不会太自恋？可要是说同学关系，好像又比普通的同学关系好上不少。他叹了口气，这个嘛，你觉得呢？但周瑜清理解错了意思，你在挑衅我？之前我就发现了，你是不是容易暴躁啊？你要不要试着冥想一下？我有冥想跟练视频，挺好用的，有利于平复情绪。我有视频链接，等下分享给你啊。云林的表情和语气越是真诚，周瑜清的脸色就越黑，但他像是想到了什么，下一秒又恢复了那副高傲的神情。他双手环胸，用鼻孔对着云林，哼，你就接着装傻吧，可别到时候被人当了血包都不知道。他看着云林，似乎在等着他开口询问，但云林只是点了点头。虽然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但还是谢谢你。所以我可以走了吗？没想到云林会这么说，周瑜清脸上的冷笑僵住。你就没有什么要问的？云林皱眉，一脸不解，随后又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不管你说什么，我下午的比赛也不会放水的。周瑜清再次被噎，他捏紧拳头，谁要你放水了？这句话他几乎是吼出来的。顿了顿，他呼出一口浊气，放缓了声音。我告诉你吧，周婉离可不是什么好人。你以为他为什么会找你一个没背景没权力的资助生做朋友？那是因为在他眼里，朋友就是他的移动血包。我查过了你的资料，你的血型和周婉离一样。我说的这么明白，你还要装傻吗？然后呢？然后，周瑜清被云林这一问问的有些懵。什么然后？你和我说这些，想让我做什么？云林的脸上没有表情，就只是平静地看着周瑜清。这反应一时让周瑜清有些摸不着头脑。我只是好心提醒一下你而已。谢谢你的提醒，这样可以了吗？云林看周瑜清又生气了，云林叹了口气。我就说你该去看一看冥想视频吧。我知道了，你是看中了周婉离有钱吧？云林想了想，点了点头。你别说，一开始还真是因为钱。周瑜清一脸了然。呵，我就说嘛，都说穷人要钱不要命，果然如此。周婉离真是命好啊，找到你这么一个绝佳的血包。他给了你多少钱才能让你这么死心塌地？怎么，你要给我吗？云林笑着回应，也不是不可以，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做。哦，云林挑眉，离开周婉离，离开圣托利亚，只要你能做到，我会另外给你安排一个学校，再给你一笔钱。那先给个1000万看看实力吧。周瑜清脸色微变，云林，你这是想狮子大开口？你真以为你留在圣托利亚就能麻雀变凤凰吗？周瑜清气急败坏地喊道。云林耸了耸肩，不给就算喽。真可惜，交易失败。虽然这么说，他的脸上也没有任何失望的表情。你在耍我？周瑜清反应过来，云林也冷了神色。你对我什么看法？我不在意，但有些事，我先和你说清楚。你和周婉离之间有什么事，和我无关，我也不想掺和。我也不管他周婉离和我做朋友是不是另有目的，我只知道，我切切实实受到了他的帮助，不止一次。所以只要他有需要我的地方，不需要任何理由，我会帮他。最后4个字，他说的格外坚决。周瑜清咬着牙，你不会真的以为他们把你当朋友了吧？他嗤笑一声，他们不过是可怜你，拿你做他们无聊生活里的调味料罢了。他们就是想看你跪在他们脚边舔他们的脚丫子，看你因为他们从手指缝里飘下来一点金沫子，就恨不得贴上去的谄媚样。笑死我了，还帮他？周瑜清站到云林面前，捏住云林的下巴。云林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你觉得堂堂周家大小姐，哪里需要用到你这个没钱没权的资助生的帮助？不要太会给自己升咖好不好？真以为到了贵族学院，你就是贵族了？认清自己的身份好吗？你只是一个在贫民窟里摸爬滚打的穷酸货而已。周瑜清的表情极为轻蔑，话里充满着侮辱性的词汇。他环胸仰头，看上去高高在上，不可一世。是啊，你说的对。云林平静的表情和回答让他皱起了眉头。没来这里之前，我确实每天都只能在贫民窟里摸爬滚打。我也不觉得我这种人能和他们成为朋友，毕竟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阶层的人。他不知道周婉离他们对于朋友这2个字的定义是什么，但在他这里，朋友2字代表着纯粹的友情，是双向奔赴，是我选择你作为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人，而我同样也是你
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份子。这也是他为什么从来不敢大大方方承认自己和周婉离他们是朋友关系的原因。无论是周婉离还是池胜或是沈渊，从一开始他都是带着目的的接近。他从不否认他想通过他们获得更多的经济来源，他从一开始就不够纯粹。不够纯粹的人是不够开口说朋友二字的。只不过现在他找不到一个更合适的词，所以只能在不可避免的时候稍微沾染一下这个词。他呼出一口气，看着周于清，很奇怪，他明明没有让人一眼惊艳的美貌，却总能勾得人多看两眼。很奇怪，他明明没有一双像池胜那样勾人的琥珀瞳，可在和他对上视线的那刻，对面的人却会在一瞬间觉得自己被扯入了一滩平静的湖水之中。周于清不由后退一步，你想做什么？他环顾四周，却没有一个人经过。别怕，我一个没钱没权的资助生，能对你一个大小姐做什么？云林笑了笑，话我已经说得明白了。抱歉，我不会离开圣托利亚，哪怕你给了1000万，我也不会离开。但你放心，今天的事情我不会和任何人说，包括婉离。但原因不是因为你，而是我觉得这是一件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且浪费时间的对话。云林离开，走了2步，却又停了下来，回头看着周于清的背影。嫉妒一个人有时候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因为嫉妒，所以萌生要超过他的念头，因此会更加努力地证明自己的能力在那个人之上。但如果因为嫉妒而萌生出偏激的念头，可就要先想想是否有承担后果的能力了。他没有特指某一个人，却又将话摆在了桌面上。对了，冥想视频记得看哦。周于清攥紧拳头，整个人气得发抖。可转过身来的时候，云林已经离开了。第82章，整蛊别人的方式都不升级一下吗？离开后，云林直接回休息室，走到一半，刚好碰见开完会的老师出来，就直接将手机还给了老师。回去的时候，却发现周婉离不在。他环顾了一圈，他买咖啡去了。穆泽头都没抬一下，一直盯着手里的手机。话刚落，就看见周婉离提着2杯咖啡进来。你的。他将其中一杯直接递给了云林。我的呢？自己去。周婉离踢了他一脚，顺势窝在了单人沙发里。穆泽搓了搓自己被踢的部分，敢怒不敢言。休息好了，就准备一下出发去礼堂了。老师进来，拍着手喊着几人。几人都不是什么拖延的性格，手机一关就准备出门。1个2个了，别说草稿纸了，就连笔都凑不出来一支。老师叹了口气，算了，反正礼堂那边也有备着。云林，等会的比赛，你可要打起精神啊！他拍了拍云林的肩膀，语重心长地嘱咐着。云林看他一脸担忧，觉得有些好笑。老师，我会的。到底还是给了老师一颗定心丸。出了休息室，刚好碰到一中的人出来，两方对上视线，莫名带了些火药味。2个老师互相打了招呼，带着各自的学生前往礼堂。还没到观众入场时间，礼堂只有工作人员在布置场地，检查设施设备。几人按着早上沟通好的流程入座舞台的2侧，中间则是裁判席。确认无误后，几人先行离场，回到后台做最后的战略部署。因为这是第1届物理趣味知识竞答比赛，双方都没有过往题目可以参考，只能根据比赛范围笼统复习，再适当的参考其他地方的趣味竞赛。后台没有分区，2个学校的人都各自占据了一个角落。相较于一中这边在赛前一遍遍确认每个人的负责部分的紧张气氛，圣托利亚这边则要松弛得多，一个个的各自窝在角落，安安静静的，不像队友，更像是陌生人。罗家忍不住多看了2眼，我就说他们是玩玩的吧。你看，除了那个云林，其他人哪里像是来比赛的？如果我刚才没看错的话，云林手上的好像是英文单词书。陈浩冷不丁的一句话，让孙然忍不住笑出了声。看来他们已经放弃这场比赛了。梁莹推了推眼镜，我看不一定吧。别忘记了，他们的成绩也是校内前3，谁知道这前3有多少水分？别忘了，圣托利亚的试卷可是从来不对外公布的。梁莹话里充满不屑。孙然耸了下肩，不与梁莹争辩。圣托利亚的试卷之所以不公布，只是因为对其他普通的学校而言，没有任何的参考价值。真要说含金量，可不见得谁比谁差。而周于清也少见的沉默着。梁莹看了他一眼，周于清，你觉得呢？我记得周婉离是你的堂姐吧？她什么能力？你应该是我们之中最清楚的了。谁清楚了？周于清突然的喊声也引起了圣托利亚几人的注意。于清，罗家，嘘了2声。你这么激动做什么？我不就问问吗？
梁莹被落了面子，脸色也拉了下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问清楚也是为了更好的应付他们。你突然发什么疯？周于清抿唇不语，双手环胸，脸色依旧难看，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陈浩和罗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好安安静静低头看着自己手里的资料。至于孙冉，他本就不喜欢这两个人，自然也不会瞎掺和。几人各自消磨着时间的时候，外面也逐渐热闹起来。宋池掀开帘子看了眼外面，原本空荡的礼堂已经乌泱泱坐满了。他放下帘子，眼里多了几分兴奋。哎，下半场能不能让我上去玩两把？他直白地说出自己的请求。行，你要全场上都行。周婉离打了个哈欠，兴致缺缺。得了吧，全场多累啊，我就上去装一把。他扯了扯衣服，昂着头，一点都不藏着自己的小心思。穆泽笑了笑，行，你叫他们压个分，让你上去力挽狂澜一把，更燃更帅气。那也不是不行。宋池应着。你不上吗？我不，我就是来凑个热闹，还有正经的不上课理由。一人一句，似乎这冠军已经是他们的囊中之物。说话间，云林也已经将最后一个单词背完。他考试前一般都会学其他科目来放松一下脑子，以保持更好的状态，不至于让脑袋陷入麻木状态。我去个洗手间。听到云林的声音，周婉离这才把脑袋从他肩膀上移开。还有半个小时，你可以再休息一下，等时间差不多了，我叫你。周婉离点了点头，眼睛从头到尾都没睁开过。云林不再多说，让他安安静静睡觉，自己则离开后台，前往卫生间。好巧不巧，又碰上了周于清，四目相对，两两无言。周于清沉默地洗着手，云林则进了洗手间，摸了摸口袋，这才发现自己忘记拿卫生巾了。他发了个消息给周婉离，自己则打开厕所门，准备出去外面等。一打开，又是四目相对。云林视线下移，周于清也反应了过来，立马背过手。可惜拖把太长，他这个动作无异于是掩耳盗铃。云林挑眉，需要我重新进去吗？周于清脸一黑，我们学校有保洁阿姨，就不劳烦周小姐动手了。云林先一步堵住了他的话，他退开一步，将门露出来。忘记告诉你了，你这招过时了，而且没用。云林敲了敲门，这是原扶手，你拿拖把是卡不住门的。云林也没想到自己还能2次遇到这种事。这些人整蛊别人的方式都不升级一下吗？连门都知道升级了，他们居然还在用着老一套的方法。他摇摇头，错身而过，悠然地打开水龙头洗着手。周于清脸青红交加，死死攥着拖把。云林透过镜子看了他一眼，这里是圣托利亚，我劝你还是冷静一点。就算我是一个无钱无权的资助生，但你要是在这个时候动我，可就是2个学校之间的问题了。一中的周于清同学。说到最后，云林关掉了水龙头，洗手间安安静静的，只有云林擦手的声音。第83章，真是个没用的废物。云林，周于清。周婉离的到来打破了洗手间诡异的气氛。他皱着眉头，看到周于清手里的拖把时，眼神瞬间冷了下来。周于清，你想做什么？我什么也没做。周于清反应过来，直接将拖把扔在地上。周婉离直接走到云林身边，云林却先一步拉住他的手，朝他笑了笑。别紧张，他什么也没做，别担心。再过一会就要比赛了，谁也不会蠢到这个时候惹事的。周婉离眉眼的戾气却还是没有消散，尽管如此，他也没忘记正事。我在这里等你。他将卫生巾递给云林。谢谢。你就在这，不要冲动，等我一下，我很快就好。他摸了摸口袋，掏出了早上佣人给他的巧克力，像是哄小孩一样，他将巧克力塞到周婉离手心里，眨巴着眼睛等着周婉离回复。快去吧。周婉离垂眸，将巧克力包裹在手心里，声音依旧有些僵硬，但身上的戾气却消散了不少。云林笑了笑，进了洗手间。外面2人盯着对方，原本打算离开的周于清看到2人的相处，原本的尴尬无措被怒气取代。他冷笑一声，真好啊，恭喜你啊，周婉离，这么快找到替代品了。听到2人的对话，云林暗道糟糕，你说他知道何双是怎么死的吗？周于清。周婉离捏紧拳头，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这3个字。巧克力的包装袋被他捏得嘎吱作响，尖锐的包装角扎着他的手心，他也仿佛毫无知觉。这就生气了？我可什么都没说呢。看周婉离生气，周于清就开心了。从小到大，他最讨厌的就是周婉离这副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明明都姓周，他要什么有什么，而他们一家却只能依附他们生存。
明明他是个杀人犯，所有人却都护着他，只因为他是周婉离，周氏集团唯一的继承者。他赤红着双眸，眼里满是不甘和嫉妒。我好了，我们走吧。在事情变得复杂起来之前，云林急忙出来。他甩了甩手，将纸巾扔进垃圾桶里，像是什么也没发生一样，笑着搭着周婉离的手。周婉离表情有些勉强，但到底是压住了脾气。可没想到周于清却破罐子破摔，一把将云林扯了回来。云林没防备，差点被拽倒，好在周婉离一直让云林搭着手，反手一拉，给人拽了回来。云林松了口气，这倒下去刚好会撞到洗漱台的脚。虽然他具体也没想过自己会活多少岁，但也没想过自己会是这种死法。哇！他捂着胸口，还好有你，婉离。周于清，你到底想做什么？我只不过是想揭开你的真面目罢了。周婉离嗤笑一声，好啊，那你说吧，需不需要我带你去广播室，让你更好的传播出去？周于清咬牙，他只针对云林一个人，也只不过是因为他和周婉离走得最近。如果广播出去，那到时候完蛋的就不是周婉离，而是自己了。再让我知道你找云林麻烦，别说是你，你们家也别想好过。话一出，周于清脸色更是黑了几分。以前也是，现在也是。你除了会用自己的家事威胁别人帮你做事，你还会什么？别忘了，当初你爸快破产的时候，是我爸出手帮忙。没有他，你以为你们能翻身成功吗？现在我们家不过是一时没落，你别太得意了，周婉离。听这话，周婉离嗤笑一声，我当然不会忘。要不是他，周氏的发展至少能比现在高3个台阶不止。你什么意思啊？翻身了就开始翻脸不认人了？周于清脸色微变，我就说你们家都是一个德行，自私自利。你等着吧，周婉离，迟早有一天我们家也会翻身的。凭你，还是凭你那废物父亲？周婉离嗤笑一声，你……周于清脸色一黑，没有他，周氏只会更好。真以为你爸是什么救世主了？你什么意思啊？周于清心脏漏了一拍，下意识后退了一步。当年我家几乎当掉了一切能当的东西，你父亲表面帮我们出手，实际上是趁我父母没空清点物品，中饱私囊了1/3的物品，甚至还抽取了一半的利润，导致到我们手里的钱不到物品本价值的1/10。周婉离冷着脸朝周于清一步步走去。我爸那么信任你爸，而你爸呢？两面三刀，趁我们私吞了我们2家小型企业。你以为你们现在的周氏是怎么来的？不可能！谁知道你们是不是为了给自己的自私自利找借口？周于清跟着后退。不可能！那你回去问问你爸妈啊！你以为他们为什么每年这么卑躬屈膝？你以为他们为什么总是让你和我打好关系？真是这样，你父母怎么可能会帮扶我们家？就你妈那种人，怎么可能？他喊着，神情慌乱。那还不是因为爷爷？你父亲可以不孝不义，我爸可做不到。说话间，周于清已经被堵到角落，他的后背抵着墙，被迫抬头看向周婉离。还好意思说我妈？当年不是你们做的这么绝，我妈也不至于气急攻心，差点死在医院。到底谁自私自利？你要不要回去好好找你父母对对账？不可能，不可能！周婉离脸色冷得出奇，真是个没用的废物，说2句实话就接受不了，还妄想要翻身。不对！周婉离冷笑一声，你们有翻过吗？都没翻过，何来翻身一说？周于清看着周婉离，恍惚间似乎看到了陶曼的影子。你闭嘴！周于清眼睛一闭，猛地推了周婉离一把。周婉离瞳孔一缩，整个人不受控制地往后倒去。他下意识去扯周于清的手，周于清也下意识去捞他，却扑了个空。云林冲了过去，第一时间护住了周婉离的头。砰！一声响，伴随着的是尖叫声，还有流淌下来的血。云林坐在地上，怀里护着周婉离，面前是呆滞着靠着墙缓缓滑落坐在地上的周于清。第84章，为什么止不住？婉离，你怎么样？云林将他扶起来，看着周婉离被拖把上面的铁钉划破的手臂，眉头紧锁，看来要打个破伤风了。他说着，从口袋里抽出纸巾，小心翼翼擦着从伤口里冒出来的血。你先走吧，比赛要开始了。周婉离想抽走，却被云林瞪了一眼。别动，我把周围的血擦掉，这样才好判断伤口深不深。等下处理好，我让老师带你去医务室那边包扎一下。竞赛你别担心，就算迟到了，木泽和宋池也会顶上。你不上场，你不要那笔奖金了。这种时候你管什么奖金？云林皱着眉头，头却没有抬一下。1张2张，沾满血的纸巾用了1张又1张。
可每当云林擦完伤口周围的血迹时，新的血迹又会沿着刚才的血痕再次滴落。云林的动作变得迟疑起来，他抬头对上周婉离的眼睛。为什么止不住？他的声音颤抖，眼神里有着恐惧。周婉离抿唇，将手抽了出来。我有凝血功能障碍。不关我的事。周于清开口，云林这才想起来身后还有个周于清。不关你的事？那是谁干的？周于清，如果婉离有事，我不会让你好过。他喊着，声音是前所未有的大。周婉离眼里有着错愕，认识云林这么久，他从没有听到云林发出过这么大的声音。云林，走，我现在就带你去找老师。他顾不得其他，甚至没有听到周婉离喊他的名字，只是低着头，用着自己在医院学到的急救知识，按着周婉离的手，带着他往后台跑去。周婉离就这么被他拽着跑，眼神里有着错愕。彼时，比赛已经开始了10分钟，你们怎么这个时候才回来？宋池和穆泽已经先顶上，这怎么回事？老师变了脸色。罗家听到动静也凑了过来，看着周婉离淌着血的手臂，吓得叫了一声，但很快就捂住了自己的嘴巴。来不及解释了，老师，快准备车。在这种关头，云林却格外冷静，甚至记得拿上周婉离的东西和自己的书包。反倒是老师等云林提醒了才反应过来。等等，周婉离抽开云林的手。云林，你留在这。不可能。云林想也没想的说道，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要是有什么事我也能帮上忙。这个时候他要是再没理解周于清午休和自己说的那些话，那就是蠢了。周婉离有凝血障碍，如果医院血库不够，那自己也能帮上忙。这医院他肯定是要去的。可周婉离却再次甩开了他的手。周婉离，你真的觉得我很看重这5万？云林，你自己也清楚这场比赛为什么规定要你上场。作为这场竞赛唯一的资助生，你的表现关系到卓女士他们对你的评价。所有人都有不上场的选择，只有你没有。云林紧绷着脸，拳头缓缓攥紧。周婉离手上的纸已经被血浸透，唇色也变得苍白，眼神却依旧清明，就这么盯着云林。老师站在一旁手扶着周婉离。要不云林，你先留在这吧，我陪婉离去医院。老师说的小心翼翼。云林垂眸，让开位置。他知道他要去，周婉离就不去。现在不是任性的时候，也不是适合对峙的时候。让步的人注定是他。老师，他的手机你拿着，我这边比赛完立刻过去，你到医院也发个消息给我。好好比赛，伤口不深，不用担心。周婉离弯了弯嘴角，是平日极少见的温柔。云林勉强扯出一抹笑，他很不喜欢这种感觉。他的父亲，他的母亲，现在是周婉离。云林呼吸不自觉加快，手控制不住的抖动着，只能通过疼痛来夺回身体的控制权。现在两方的比分咬得很紧，看得出来一中的带队队长很有实力，连抢3题。裁判的声音传到后台，于清，你可算回来了。罗家的声音引回了云林的注意力，他看向正愣的周于清。周于清被他的眼神吓了一跳，那是一种阴郁到近乎疯狂的眼神，让他汗毛直立，毛骨悚然。周于清急忙移开视线，躲到罗家身边，背对着云林。他甚至不敢开口询问周婉离的情况。于清，发生什么事了吗？周婉离他，老师，圣托利亚要求更换选手。云林打断了罗家的话，他走到老师面前。每队仅有1次可以更换选手的机会，你不等下半场再用吗？比赛分上下2场，中间休息10分钟。一场的用时规定在1小时内，如果这1小时题目提前用完，则提前结束比赛。按目前的进度，估计要按时间来算。云林等不及那么久，他想赶紧结束比赛。不了，老师。好，看他神色坚定，老师不再多说。等他们这一题结束，你准备一下。谢谢老师。云林道谢，脸上却没有任何表情。他站在幕布口，闭上眼睛，深呼吸一口气。此时观众席上，池胜和陆亦成坐在一起，表情不耐。为什么云林没上场？周婉离也没上，可能是什么战术吧。陆亦成淡定回复，不可能，这比赛说到底就是为了让那些老头子明白云林的能力，其他人都有可能不上场，云林是绝不可能不上的。池胜皱着眉头，手机发了10几条消息，还有几条语音，都没有任何回应。不行，我去后台看看，说不定出事了。你无关人员，没有工作牌，怎么进去？我是校董儿子。陆亦成异议。你冷静一点。冷静不了一点。
他起身，下一秒，一个老师从后台出来，走向裁判。陆亦成见状，将池胜拉了下来。干嘛？他推开陆亦成的手。先听裁判宣布。场上安静了下来。好，我们收到通知，圣托利亚行使权力，决定更换选手，两队休息3分钟进行调整。一中选手也可以根据情况决定是否更换上场选手。听到消息，双方都有些错愕。这个时候换人，才开场没多久，孙冉觉得有些不对劲，可能是我们领先了2分，他们着急了吧？孙冉皱眉，不应该，都是些花架子，根本不用担心。梁莹一脸神气。见状，孙冉不再说话，而圣托利亚的几人也进了后台。怎么突然换人？我还没玩够呢。抱歉，事出有因。云玲，怎么只有你？老师和周婉离呢？穆泽环顾一圈，事情复杂，婉离受了伤，老师陪她去医院了。我想速战速决，你们谁和我交换？我。穆泽毫不犹豫地说道。第85章，不对劲。穆泽前往医院，周于清状态不在线，罗家正在陪他。调整时间只有3分钟，几人也来不及问清楚更多的细节。时间一到，几人再次上场。好，调整时间结束。我们可以看到，一中还是保持原有配置，而圣托利亚的穆泽已经更换成了云灵。目前的比分是6比9，不知道云灵选手的上场会不会改变局面。好了，云灵上场了，你可以老老实实坐下了吧？不对劲，池胜的眉头依旧没有松开。又怎么不对劲了？池胜没说话，目光停留在云灵身上，不曾移开。陆亦成摇摇头，也没再开口。裁判按铃，代表比赛再次开始。提问：氢原子中基态电子的结合能 E 与氦离子 T 中基态电子的结合能 E 的比值最接近于1/4。回答正确。几乎是题目刚说完的瞬间，云灵就已经拍下抢答铃，完成了作答。而其他人别说按铃了，手上的笔甚至没来得及在草稿纸上计算。一中的几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眼里都有错愕。他怎么回事？陈浩一脸错愕。只是运气罢了，下一题注意就好了。梁莹捏紧了握着笔的手。云灵没看对面的人，只是低垂着头，看着桌上的白纸，耳朵里只能听到裁判一人的声音。与此同时，医院。前往医院的路上，老师就报备给了卓西，而卓西也在第一时间通知了周婉离的父母。两人到达医院的时候，卓西已经陪同周家夫妇在医院门口等着了。宝贝，你怎么样？一看到周婉离，陶曼立刻凑了上来，接替了老师的位置。宝贝，快坐下。周谦将轮椅推了过来。周婉离没来得及说什么，就已经被医护人员推了进去。还在处理伤口的间隙，穆泽也已经到达医院。叔叔、阿姨、卓女士，你不是在比赛吗？怎么跑过来了？云林说他要速战速决，所以提前上场了，我就先过来看看周婉离。穆泽，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陶曼抓着穆泽的胳膊，也只有关于周婉离的事情，陶曼才会露着这么紧张着急的一面。但穆泽摇了摇头，换场的时间很短，我也不清楚发生了什么。要让我知道是谁害得我宝贝女儿受伤，我绝不会放过她。陶曼的眼里闪过一抹阴狠，动他尚且可以考虑放过对方一马，但要是动他女儿，就别怪他不讲情面。陶曼，你先冷静一些，具体的原因等比赛结束我会叫所有人过来问个清楚，这事我一定会给你一个说法。现在我们就先等婉离处理好伤口，再问他发生了什么。卓西第一时间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安抚着陶曼。老婆，卓西说的对，我们先来冷静，如果是有人故意伤害我们女儿，我第一个不会放过他。周谦的手搭在陶曼腰上，扶着他坐下。他的老婆向来冷静，处理事情更是比自己要果断干脆不少，只有遇到女儿的事情才会少见的变得慌乱。老公，你看女儿手上的血，除了那次，她什么时候这样过？平日里他们是半点尖锐的东西都不敢让周婉离碰，所有有可能造成她流血的危险物品更是全年收着，就怕她有个万一。是不是我就应该让她待在家里？她要是哪也不去就不会。老婆，你越说越远了，你这样女儿她怎么想？磕磕碰碰在所难免，这种事情更是意外，谁也不希望发生。你因为外来的不可控因素去控制她，你也是知道女儿的脾气的，和你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能乖乖被你锁在家里，那以后在家里摔倒了，你岂不是连房门都不让她出了？太极端只会适得其反。就是啊，妈，你别这么紧张，就一个小伤口，这不就处理好了？周婉离的声音从门后传来，随后大门被护士打开。
你要是把我锁在家里，我明天就能从窗户上跳下来。呸呸呸，说什么胡话呢？陶曼皱眉，满脸担忧。你也别说胡话了。周婉离用完好的手拍了拍陶曼，故意用着轻松调侃的语气缓解陶曼的焦虑。先到病房里休息下，这走廊上堵着也不是个事。卓西适时出声，送走医生，门一关，就剩下了这几人。至于送周婉离过来的老师，卓西已经让他先回学校了。婉离，你这伤怎么弄的？好好参加比赛，怎么会受伤？是啊，医生说是被铁钉子划伤的，怎么回事？是周于清推的。周婉离并不打算隐瞒。夫妇俩听到这个熟悉的名字，皆是一愣。我和他发生了口角，顺势把他父母做过的好事说了出来。他不信，推了我一把。云林及时护住了我的头，但是没想到旁边刚好有个拖把，手就这么凑巧滑到上面的铁钉了。好在云林懂得一些急救措施，一直给我按着，才不至于流血太多。这个方法云林还交给了老师，一直叮嘱老师要按着，不能松开。这个周于清，我就知道他和他父母一样，都是没良心的白眼狼。陶曼本来就对周于清一家不满，这下更是怒火中烧。他扭头瞪着周谦，周谦，以前的事情我可以不追究，我就当那些钱撒给乞丐了。但这次我不会放过他们的。你要是还念着旧情，我就和你离婚，带着女儿自立门户。老婆，我什么也没说啊，你先冷静，我们一件一件事情来。你知道我的呀，我是肯定不会让咱女儿白白受委屈的。周谦此刻也是一个脑袋两个大。我们有话好好说，咱是一家的，我不可能拎不清啊。最好是这样。那个周于清呢？还在学校吧？周婉离回道。把你弄成这样，他倒好，跟没事人一样，还能接着参加比赛。陶曼说着，怒气噌的一下又冒了起来。卓西见状，赶紧握住陶曼的手。陶曼，咱先冷静。孩子还在这，我们出去外面先好好捋捋，冷静了我们再回来好好问个清楚。周谦也正有此意，两人拉着陶曼就出了屋。直到这时，穆泽才终于能和周婉离说上两句话。你怎么样？穆泽问道。还行，就是还得观察一下，如果没有持续出血就可以回去了。周婉离的手被缠上了绷带，现在不能动弹，怕拉扯到伤口导致再次出血。看他脸色惨白，但精神状态还好，穆泽也松了口气。第86章，刚才不挺会说的吗？你不是在比赛吗？云林提出要换人，我就和他交换了。他还好吧？看着挺吓人的，还是第一次见他这表情，之前魏贤他们那样搞他都没这样过吧。周婉离不语。对了，他说比赛结束就过来找你，我这边估计一时半会说不清，手机你拿着，等会要是云林打过来，你就和他说直接去我家。行。与此同时，学校的比赛还在进行，一中的人脸色已经差到宛如锅底，宋之玉和宋池同样没有开口的机会，几乎每道题一念完，不出3秒，云林就能按铃并抢答，速度快得惊人，分数很快被逆转。原本预计1个小时都讲不完的题目，在云林上场后不到15分钟已经全部结束，上半场用时30分钟。这一下台下的人都不困了，台上的人也都懵了，就连同队的宋之玉和宋池显然也没想到事情的走向会是这样。不是，就算你是年级第一，你这也不对吧？下了场，宋池忍不住开口。云林扯了扯嘴角，抱歉，我着急结束比赛。宋池摆手，我早上就是在开玩笑，不用在意。我就是有点惊讶，你的反应速度和计算能力怎么能比都不用划拉2下就知道答案呢？看来某些人平时都藏着呢。宋之玉眼神微眯，看着云林的眼神里满是好奇和探究。云林却没回应宋之玉，从书包里翻出手机，走到角落，看到周婉离发来的消息，云林松了口气，但还是打通了他的手机。手机很快被接通。婉离，云林，我是穆泽。周婉离没事了，他知道你大概会打电话过来，让我帮着接听。那他人呢？他父母过来了，现在正在了解情况。对了，他让你比赛结束直接去他家，不用来医院了。穆泽说话的时候，身旁隐约传来陶曼的声音。好。知道周婉离没事后，云林心里就已经安心了不少。电话挂断，池胜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身后。发生什么事了？云林被吓了一跳，池胜也下意识抬手去拍他的后背。抱歉。云林推开他的手，却被池胜拽住。你的手怎么了？云林这才发现自己的手背关节磕破了几块皮。婉离和周瑜清起了争执，被推倒后不小心被铁钉划伤了手，现在在医院。我这个应该是护着婉离头的时候磕到地板了吧，不碍事。
云林抽回手，这种小伤口，没发现的时候不觉得疼，一旦察觉就会隐隐作痛。严重吗？池胜眉头蹙起，眼神依旧落在云林的手上。还不清楚，但木泽说没事了，他父母也过去接他了。等会比赛完，我去一趟周家，我和你一起。池胜说着，一边拉着云林道，一边坐下。云林点头，没多说什么，毕竟他们和周婉离都是发小，出了事去看望他理所当然。你的小药包呢？在书包里。池胜熟练打开，拿出里面的碘伏棉签。不过你怎么过来了？说完正事，云林才反应过来。我看你状态不太对，过来看一眼。池胜犹豫了一瞬，还是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我没事，倒是你，还是先回观众席吧，这毕竟是后台，无关人员不能随便进来。到了这个时候，云林还在遵守比赛的规则。知道了。从头到尾，他都没有对云林的能力表示出任何的惊讶。他收好药包，等下比赛结束你直接出校门，我在校门口等你。好。正应着，一个老师走过来，朝云林招了招手。那我先走了。池胜说完，云林这才跟着老师离开。宋池和宋之玉也被叫了过去。池胜收回目光，抬脚打算离开。谁知道是不是透题了？梁莹黑着脸，正常人怎么可能计算的这么快？陈浩皱着眉头，想显摆也不是这么显摆的吧？这不是明摆着黑幕吗？罗家跟着附和，老师不是已经去反映了吗？这么着急下定义不好吧？再说了，说不定人家就是有这种头脑和天赋呢。几人在怀疑的时候，只有孙冉持不同意见。不是，孙冉，你到底哪个学校的？今天一整天都在说对面的好话吧？梁莹一脸不满。怎么，身在曹营心在汉？那你读什么一中呢？哦，我忘记了，是因为沈渊吧？我可是听说了，这比赛本来是有他的，只不过他有事才退出了。你说，要是你在圣托利亚，有你上场的机会吗？孙冉眸光一冷，直勾勾地盯着梁莹。梁莹却仿佛抓到了孙冉的痛点一样，一脸得意地回看着他，半点不带躲闪。看他这样，孙冉冷笑一声，脸上满是嘲讽之色。揣测别人的时候，倒不如先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是个什么货色，可别是拐着弯的骂到了自己身上。梁莹脸色铁青，阴沉着脸，孙冉却没有就此停止输出。我从一开始就说了，圣托利亚的人并不差。先不说云林能做圣托利亚的第一名是什么实力，他没上场前，难道你没感受出来宋之玉他们根本没出全力？孙冉冷哼一声，语气轻蔑，人家演一演，为的是让两个学校的比分看上去旗鼓相当一点，不至于落了咱学校的面子。可惜啊，有的人自负又没能力，有的人没眼色还蠢，非得这个时候去找茬。现在被人碾压了，也只敢通过说别人是黑幕来给自己找点面子。被暗指的周于清抠着手，一反常态，不敢说话。一旁的手机亮了又暗，打过来的名字变了又变，周于清却一个也不敢接。但梁莹可忍不了，他嗤笑，手指着自己，我被他碾压，就他一个平民，要是没有9年义务教育，怕是都不知道在哪个角落捡垃圾吧。就这种人买得起辅导资料吗？他的话里尽是轻蔑和不屑。你自己出去问问，在场哪一个人能做到云林那个程度？再夸张也要有个限度吧。还真以为贫民窟里能出来一个天才吗？要真这么有能耐，他还来圣托利亚做资助生做什么？不如去当网红算了，说不定还能被什么大佬发掘呢。不过我看他更需要金主吧。一旁的池胜收回脚，换了个方向，站到了梁莹面前。池胜。梁莹咽了下口水，刚才不挺会说的吗？这会怎么结巴了？池胜挑眉，抬脚，限量款球鞋就这么踩在了梁莹的鞋子上。他捻了捻，面上不显。梁莹吃痛，咬着牙，却不敢将脚抽开。第87章，我现在就一拳抡死你！你这么有能耐，怎么说2句就破防了？池胜挑眉，拍了拍梁莹的脸，与有些轻浮的语气对比，他的眼里全是冷意。菜就多练，别看到比你强的人就冒酸炮，开黄腔，不是每个人都和你一样的，懂？池胜一反常态，完全没有了平日咋咋呼呼的模样，可气场却比平日要强了不少，让人不敢直视，不敢忤逆。我又没说什么。梁莹咽了下口水，用你那灌满废料的脑子好好想一想，圣托利亚什么时候需要因为这一个小小的比赛这么大费周章了？圣托利亚搞黑幕。池胜轻笑一声，这话传出去，你说被嘲笑的对象会是谁？是你还是你呢？说着他拽住梁莹的头发。梁莹吃痛，
嚎了一声，一中的几人也被吓了一跳，一时也忘记出手阻止。别再让我听到你说他一句坏话，就你这种，再来10个也是被吊打的份。说完，身后传来一些动静，他松开手，像无事人一样拨弄了一下梁莹的头发。池胜，你还没回去吗？走了。听到云林的声音，他回了一句，这才离开。云林疑惑，但也快要上场了，顾不得其他。一中的老师也走了回来。怎么样，老师？罗家问道。老师摇摇头，说是没有问题。题目也是2个学校的老师联合设计的原创题目，网上没有答案。那会不会是提前透题了？罗家不死心。老师摇头，试题是早上才送过来的，云林根本没有时间作弊。出题的老师更是没有出过屋子，手机通讯也被上交，完全按照高考的模式进行的。不可能，肯定有猫腻。梁莹却还不服气，虽然冷哼一声，面对池胜，狗屁不敢放一个。他一走，倒是会废了。孙冉，别以为你是女的，我是女的，所以呢？难不成你还想对我动手？谁都知道，孙冉是跆拳道黑带，拿过国际比赛1等奖的那种。梁莹再次吃瘪，直到再次上场前，脸都是黑的。而云林全程没有被影响，依旧保持着上半场的水准，稳定发挥。但也许是放下了心，他没有再像上一次那样激进，反倒是梁莹不顾一切抢铃，又没办法在规定时间内答出题目。1次2次还好，到后面倒怪起自家队友不给力了。孙冉也不惯着，直接举手示意换人。我才是队长，你凭什么换掉我？下了场，梁莹立刻爆发，就凭你那丢人样！孙冉直接回怼，作为队长，这题你会不会自己心里没点数吗？还怪队友，你这队长还真是挺能耐啊！下场罗家上，你留在这。孙冉，你以为？再说一句废话，我现在就一拳抡死你！你现在倒了，丢的只有你一个人的脸。你上场了，丢的是我们整个一中的脸。梁莹，孙冉说的也有道理，反正我们也是输定了，倒还不如体面一。陈浩小声开口，话还没说完，就被梁莹瞪了回去。梁莹，人不行，别总怪路不平啊！宋池忍不住出了声，这么不满，怎么不大喊一声黑幕啊？是指望别人帮你喊吗？宋之玉也走了过来，上下扫了梁莹一眼，去了其他学校才能在自己擅长的科目上拿到第1名的人啊！他摇摇头，笑着掀开幕布，上了场。云林跟在最后面，宋之玉给他撑着幕布，但他没有急着离开，而是看向梁莹，眼神坚定，目光清澈，充满自信。脑子是用来思考的，而不是用来摆设；嘴巴是用来吃饭和沟通的，而不是用来造谣的。圣托利亚不屑黑幕。作为圣托利亚无可置疑的第1名，我尊重对手，乐于接受挑战，但不屑和接受不了失败的人打交道，比如你。你要知道，一中在我上场后拿不了1分，一部分是因为周瑜清，一部分是因为你的愚蠢让我不快。你，陈浩及时拉住暴怒边缘的梁莹，你一个资助生，谁给你的勇气让你这么和我说话？云林耸了下肩，握住梁莹的食指往上掰。梁静茹吧。他嘴角带着笑，手上的力道却一点没松。好老的梗。孙冉嗤笑一声，却没有要阻止的意思。宋之玉也勾着唇，抬着幕布的手始终没有放下。时间已到，现在请选手们重新上场。裁判的声音通过音响传到后台。云林放下手，拍了拍手上不存在的灰尘，朝宋之玉点了下头，算是谢谢他的绅士。没想到你的爪子藏得挺好，因为我知道这个人对我没用。你倒是算得清楚，谢谢夸奖。2人低语，被观众席上的池胜看得清清楚楚。那个宋之玉凑那么近要做什么？又想搞什么鬼？他们现在是队友，说不定是在沟通战术。陆亦成语气平淡，就云林那个脑子，一个人都能干翻他们5个，哪里需要什么战术？肯定是宋之玉又在搞什么小动作。陆亦成抿着唇，表情一言难尽。再怎么说，人家现在也是队友，你下次努力，争取坐上宋之玉那个位置。哦，陆亦成，你是谁发小啊？池胜推了一下陆亦成，硬要说的话，他也是，好吧，是你发小，唯一的。感受到池胜的眼神，陆亦成转了个话口，补了一句。说话间隙，台上的分数比也越来越大。如云林所说，一中直到结束都没有再得过分。握手环节，除了孙冉，一中几人的脸色黑得堪比锅底。为首的梁莹阴沉着脸，原本应该由他和云林握手，但被孙冉推到了第2位。你比我想象中厉害。
能被沈渊看上的人果然不一般。谢谢。云林大大方方地接下夸赞。对此，孙然很是欣赏。他不喜欢扭扭捏捏的人，就像沈渊，明明很厉害，每次被别人夸奖，却还要装模作样的说自己还差得远。想到这，他了一声。云林疑惑：怎么了？没，想到了让人不爽的人。云林点头，不再追问。听说你有在给别人做家教，我给你3倍的工资做我的家教，怎么样？抱歉，现在没有档期，而且我已经应承了别人，不能随意毁约。那真可惜。孙冉没有纠缠。下了场，云林拎着包直接走人。梁颖想拦住他，却被宋之玉挡住。梁颖咬着牙对上宋之玉充满警告的眸，只能咽下怒气。无人在意的周于清，没有一个人发现他早已经离开。第88章，云林他不太一样，有疑惑就去找老师。再怎么样，这里也是圣托利亚，真当我们是摆设？他只是一个资助生，那也是圣托利亚的资助生。梁颖紧绷着下巴，你要动歪心思，与我无关，但你要是动圣托利亚的人，可就得想好后果了。梁颖抿唇，余光一瞥，突然勾了下唇。林诗云也是吗？作为一个绅士，怎么能把那么漂亮的女孩子独自一人扔在停车场呢？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完全不顾别人死活呢。你也一样，还是那个没用的废物，只会在弱者身上找存在感。宋之玉嗤笑，对于梁莹的讽刺完全没有放在心上。那怎么办呢？有钱的不止你一个，自愿的情况下，就算是你也不能干涉我吧。有的人的烂是骨子里透出来的，怪不得别人看不起他。三观不合，哪怕是一起长大，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散开。后台的人三三两两散去，只剩下工作人员在收拾。只有梁莹还在礼堂附近。我本来想进后台找你的，但工作人员说不能进去。林诗允站在他面前，将手里的小花束递给梁莹。这个给你，这是安慰吗？梁莹苦笑着收下，只是庆祝你比赛顺利而已。胜败乃兵家常事，下次再努力就好了。她笑容甜美，让人移不开眼。原本想在你面前好好表现一把的。梁莹扯了扯嘴角。林诗允一愣，想在喜欢的人面前好好表现一把，很正常吧？他垂眸，却还是忍不住偷偷抬起头，观察着林诗允的脸色。林诗允双颊绯红，低头抠着自己的手指，两相无言。能邀请你吃晚餐吗？当作是安慰一个比赛输了的丧家犬。梁莹自嘲一笑，你才不是丧家犬，你已经很厉害了。林诗允抬眸，眼里充满真诚。我只是没想到圣托利亚也会用这种手段。手段？林诗允不解。我不是输不起，只是这么快速的解题速度，连草稿纸都不用，我很难不多想。林诗允释然一笑，你不是圣托利亚的学生，不清楚也是正常的。我刚来的时候也像你一样。什么意思啊？云林他不太一样，如果是他的话，是有可能做到这个程度的。林诗允对云林的感情很复杂，他自己也说不上来这是一种什么感觉，但在学业上，他必须承认在这个学校里，没有人能打败云林。他来这学院也有段时间了，如果再看不清楚形势，那未免就真的太蠢了。是自己想的太简单了，所以错失了最佳拉拢机会。这次他不会再犯之前的错误了。梁莹，他必须要抓牢。他心思百转千回，没看到梁莹被反驳僵了一瞬的脸色。没关系的，以后还有机会。梁莹点头，笑容勉强。也是，人外有人嘛。他咬着牙挤出这句话。算了，不说了，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一起去吃个晚餐吧。吃完我送你回家，算是花的谢礼。林诗云点头，跟着他离开。而这边云林也已经到达了周家。周婉离事先嘱咐了佣人，再加上身旁有个池胜，云林进来的很顺畅。只是没想到周家如此热闹。他和池胜并肩站在大厅处，看着周于清的父母在教训着跪在地上的周于清，而周氏夫妇则坐在正中间，冷眼看着这一幕。至于周婉离，正悠闲地坐在侧沙发上，旁边还有佣人给他投喂着水果。余光一瞥，周婉离挥手示意佣人离开。云林，过来。他挪了挪位置，示意云林坐在他身边。侧沙发很大，坐两个人绰绰有余。周夫人，周先生。两人先和周氏夫妇打了招呼，两人点了下头，算是应答。见状，云林才坐在了周婉离身边。你怎么样？挺好的，没死。又说这种话。云林眉头皱起。周婉离挑眉，拉着他的手，盯着涂着碘伏的伤口，眼神晦暗不明。云林怕他扯到伤口，愣是不敢动，只让他小心一点，
注意些伤口。我有分寸，放心，其他的等会再说，先看好戏。他拍了拍云林的手背，明明自己才是受伤的人，反倒下意识安抚起云林来。云林将视线放在了跪着哭得梨花带雨的周于清身上，至于被忽视了个彻底的池胜，早就自己找了个位置坐下。嫂子，你看这于清也不是故意的，他也道歉认错了，您能不能不要撤资，不要报警啊？周伯捂着手，是啊，都是一家人。婉离也就这么一个堂妹，从小到大两人都一直黏在一起，他真不是故意的啊。黏在一起，不是你们故意让他黏着我吗？多亏了他，小时候可是抢了我不少东西。周婉离玩着云林的小尾指，连头都没有抬一下。他要什么就会有什么，对这些小玩意自然也就没那么在乎，给了就给了。可怜周于清还以为是赢了，实际上是作为乞丐被施舍了。当然他也不会白给。周于清每拿一个东西，他就会不经意提起周于清当下最在意的东西，以物易物，很公平。周于清理亏在先，所以任凭他再怎么哭闹，他在意的东西终究还是会到自己手上，而自己再将东西当着他的面扔进垃圾桶，想在他这里占便宜，那是不可能的。怎么能说是抢呢？小玩具都是一家人，互相交换着玩，也很正常嘛。夫妻俩的表情一僵，尬笑两声。可不是，小时候的事情。现在这事可是关系到你堂妹的未来，这不一样。婉离，你看在你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能不能就这么算了？白玉珍恳求着。算了，我说周于清也只比我家婉离小几个月吧，再过个小半年也成年了。婉离是个什么情况，他也是再清楚不过的。陶曼开了口，直接堵住了周于清母亲的话头。周于清看向周婉离，被泪水灌满的眼睛只能依稀看到周婉离的轮廓，但蜷缩成拳的手还是透露了他的不甘。我又没做错什么，我说的话哪一句不对了？是你自己瞎说，造谣我爸妈，我才忍不住推了你一把的，谁知道你会被铁钉划伤？如果不是云林护着我的头，你觉得现在我能好端端坐在这？我造谣？那你倒是说说，我造谣了什么？第89章，让我女儿不好过，你们也别好过。周于清咬牙，眼一闭，将周婉离说的话抖了出来。爸妈，当年不是你们大伯一家，怎么可能有这个规模？他们资助我们本来就是理所应当，只有你们好脾气，忍着他们一家的臭脾气。你们不要求他们了，他们早就看不惯我们了，现在正好我给了他们一个由头。啪，清脆的巴掌声回荡在客厅。爸，周于清捂着脸，声音都是抖的，被泪水浸湿的眼睛里满是不可置信。逆女，闭嘴！周伯涨红着脸。爸，为什么打我？我说的难道不对吗？看吧，我都说有好戏了。周婉离在云林耳边嘀咕。云林不语，只是冷眼看着这一幕。原来是这样，周谦，看看你的好弟弟，就是这么编排我们的。我倒不知道什么时候成我们欠你恩了。陶曼被气笑，双手环胸，看着眼前的几人。周伯，你……周谦指着周伯，一脸失望。哥，不是这样的，不是，我们是一家，当年是我一时鬼迷心窍，我错了。但这之后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是一点不敢忤逆啊。我知道错了，这事也过去这么久了。你看你们也把周氏做得这么大，这资助我们也是随手的事。爸他临死前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我们两家和和睦睦的，你也是答应老爷子的啊。周伯有些慌了，连带着话都有些语无伦次。于清还小，这是怪我们没说清楚，让于清误会了，这才会失手推了婉离。嫂子，你看婉离现在也没事，求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们一把，也放过于清吧。这样我给你跪下好不好？求求你了。周氏撤资，我们就完了啊。白玉珍说着，直接朝着陶曼跪下。周于清看着这一幕，瞳孔骤然收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但陶曼的眼神却没有一点变化。现在倒是拿老爷子来压我了。当年在医院里我就说了，我就直忍你们这一次。今天我还就把话挑明了，动我女儿，这事没完。我管你们故意的还是无意的，让我女儿不好过，你们也别好过。本就对周伯一家有怨的陶曼直接摊牌了。哥，周伯知道陶曼的性子，只能将希望落在周谦身上。但陶曼预判了周伯的预判，直接堵住了周伯的话。周谦，你要护着你弟，我无话可说。你既然认他们做家人，那我们就离婚，我带着婉离自立门户。这事我不会就这么过去。
本来就是晚来的女，加上周婉离小时候又在鬼门关走过一遭，陶曼凡事都能退一步，唯独在周婉离的事情上是绝不肯让她吃一点亏，受一点苦的。在别人看来，周婉离不过是小小的划伤，在他眼里，这就是在要他陶曼的命。老婆，冷静，冷静，我肯定和你是一家的。周谦拉着陶曼的手，却被他一把甩开。周谦见状，直接将怒气发泄在了周勃身上。看你们干的好事，哥，这样我把于青送到国外去，保证他不再出现在婉玲面前，好不好？我不要。凭什么？我又不是故意的。周于青想也不想地喊道。为了周婉离，他已经选择了一中，凭什么现在为了他，自己要去一个陌生的国家生活？他不要。我已经报了警，剩下的你们去和警察说吧。嫂子，别啊，于青也是你看着长大的，报就报，谁有证据证明我推的？事已至此，周于青干脆破罐子破摔，可话一落，又是一巴掌。有你说话的份吗？现在造成这一切的，不就是你吗？脸颊高高肿起，周于青满眼恐惧，不敢相信眼前连着打自己2巴掌的恶魔是平日里对自己疼爱有加的父亲。他咬着唇，眼泪却控制不住的滚落，不甘和愤怒交杂着。周于青的胸口剧烈起伏着。现在你满意了吗？周婉离，都是你，你害了胡枫姐不够，现在还想逼死我，是不是？为什么当年你没有死掉？要是你死掉了，就不会有今天的事情了。听到这话，云林的眸光瞬间冷了下来，像是触发到什么机关一样，云林耳朵突然爆发一阵鸣叫声，伴随着的是医护人员冷静的声音和仪器的滴答声。病人咳血不止，癌细胞进一步扩散，病人失血严重，这边血包不够了，快调过来。画面一转，又回到了厕所。他抱着周婉离，流不尽的血，止不住的血，他却只能看着，无能为力。云林阴沉着脸，目光死死锁在周于青身上，手却无意识抠着自己手上的伤口。也许那一推是怒极所致，但周于青对于周婉离的恨意却是一直存在的。就算没有这一次，也会有下一次。从他推的力度就可以看出来，他嫉妒周婉离，甚至到了想让他消失的程度。云林，池胜瞳孔一缩，周婉离也发现了云林的不对劲。云林，云林，周婉离喊着云林的名字，池胜则尝试掰开云林的手。突然，云林站了起来，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而他却浑然不察，只是走到陶曼面前，眼神空洞，宛如一个被操控的机器人。陶曼看着他掏出手机，我录了音，后面还有视频，是周于青挑衅在前，也是他推了周婉离，我清清楚楚拍到了。在洗手间听到2人争吵，他就提前录了音。出来后看周于青还不依不饶，趁着周婉离和他对峙的时候，他就转成了录制视频。原本想着用来以防万一，威胁周于青安分一点，没想到在这个时候用上了。周于青瞳孔一缩，云林，你就这么甘愿做周婉离的血包吗？哼，你会后悔的，你就是下一个胡枫。我已经警告过你了，周于青。云林丝毫没有将他的话放在心上。陶曼看了他一眼，接过了手机，而云林也被池胜拉了过来。周婉离让人拿了医药箱过来，由池胜给云林上药。这边陶曼将视频点开，周于青脸部的狰狞和咄咄逼人的语气都被清清楚楚地记录了下来。他的眸光更冷了几分。还有什么要说的吗？陶曼将音量调到最大后，将手机递给了周谦。原本还念着最后一丝亲情的周谦，此刻的脸色也彻底冷了下来。且不说我对你们一家怎么样，于青，大伯没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吧？从小到大，碗里有的，你哪样没有？你到底在恨什么？周伯，你们到底给孩子灌输了什么想法？我周谦到底哪一点对不起你们一家子？第90章，我想让你知道。周婉离抬起头，爸，事到如今，你还是没明白啊？周谦看着周婉离，又看向陶曼，一脸疑惑。陶曼摇头，白了周谦一眼，连女儿都看出来了，只有周谦这个老爷子的好蛋儿还傻傻的，也不知道自己当初到底看上了他什么。小叔一家从一开始就觉得爷爷偏袒我们一家。偏袒？这话怎么说？周谦眉头蹙起，眼睛一转，站了起来。他手指着周勃，手微微颤抖着，却突然笑出了声，眼眸里满是失望。爸，他最疼的就是你，临死前还一直担心你，一再嘱托我要好好照顾你。知道你没有经商的本事，他把财产几乎都给了你，只给了我一个房子和一个只剩空壳的公司。空壳？怎么可能？周勃变了脸色。你以为为什么我们一家当初为什么要当掉东西？就是为了补上公司的漏洞。
而你呢，乱投资亏了钱，甚至还帮着别人挤兑周氏。如果不是我答应了吧，就凭你做的这些，你……周谦叹了口气，恨铁不成钢。不，周伯后退一步，眼神里闪过一抹慌乱。看他这表情，周谦一切都明白了。事已至此，以后咱两家就彻底断个干净吧，以后也别再往来了。念着老爷子的份上，我也最后再给你们一个选择，留在这，以后咱在商业上就是敌对关系。要是你们一家搬走，我可以额外再给你们一笔安家费。不是，哥。周伯要过来，被周谦推开。是谁报的警？拉扯间，警察也到来。是我们。陶曼开口。警察了解了事情经过，又拷贝了视频，就将周于清一家带走了。陶曼和周谦作为报警人，也需要前往警察局一趟。但他们都知道，哪怕有证据，周于清作为一个未成年人，别说周婉离没出事，就算出了事，也不会有多大的惩罚，顶多就是口头教育一下，最多碍于周家的压迫，在周于清的档案上记录一笔。而在这之后，周于清一家怎么抉择，就不是云林该管的事情了。客厅里只剩下3人。你怎么样？周婉离抿唇，看着他重新被包扎好的手。周于清太让人生气了，害得我都忘记自己手上有伤了。可惜了，就算有视频，也不能拿他怎么样。云林笑了笑，看上去对自己的伤口毫不在意。只有池胜沉默地坐在一边。池胜，你在这里待着。云林，你和我上楼。没等两人回应，周婉离率先起身上了楼。云林疑惑，却也还是跟了上去。周婉离坐在小沙发上，云林将门关上。怎么了吗？胡枫的事情，我想和你说清楚。我一定要知道吗？我想让你知道。周婉离眼神坚定。云林叹了口气，坐在一旁，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周婉离。胡枫是我家保姆的女儿，16岁开始就被接到了我家，和我们一起生活。我和周于清都很喜欢她，特别是周于清，很多次都想让胡枫去她的家里。为了这件事，他还闹了不少次，虽然最后都是无疾而终。我妈妈说了，周婉离流血就会死的，你们要是害她受伤了，你们就完蛋了。小小的周婉离很可爱，只要出去，总会有人和她搭话。每当这时，周于清就会跳出来，将其他人吓跑。多亏了周于清，那个时候的周婉离和现在一样，没有什么朋友。不同的是，现在是他不愿意接触别人，而那个时候是别人不敢接触他。次数多了，他就不怎么出门了。很多时候，他都是一个人待在家里看书。陶曼并不知道这些，只以为自家孩子喜静，所以才会默许周于清的到来，希望他能带着周婉离出门走走，哪怕是出房门也好。但效果奇差，有时候周于清来周家一天都不见得能看到周婉离一眼。直到周婉离5岁那年，16岁的胡枫被接到了周家。两人年纪差距虽然大，但胡枫凭借着自己的温柔和耐心，还是很快就获得了周婉离的信任。于清，不可以这样子，我又没说错。要是他流血了，他妈妈可不会放过他们的，姐姐也会挨骂的，说不定还会被赶出去呢。要是这样的话，你就来我家吧，我不会赶你走的。小小的周于清总是见缝插针的和胡枫说着类似的话，而每当这时候，胡枫总会一脸无奈的摸摸周于清的脑袋。那个时候的周于清更活泼，更嘴甜，所以也更得胡枫喜爱。于清，周夫人也是担心婉离，而且周夫人人很好，不会平白无故的骂别人的。小周于清撇嘴，你们都向着周婉离，我不喜欢你们了。话是这么说，过一会他又会贴了过来，而胡枫则会笑笑，随即递给他一颗糖果，算是安抚。当然，周婉离也会有。婉离这么乖巧漂亮，等上了学就会有很多人和你做朋友的。我不需要朋友。周婉离拉着胡枫的手，他有胡枫就好了。胡枫笑得很温和，不大的手握着周婉离的小手，暖暖的，让人觉得很舒服。婉离这么乖，姐姐一定会好好照顾婉离，不让婉离受伤。时间久了，大家就会知道婉离一点都不可怕了。但彼时的小婉离并不知道，小孩子的承诺是做不得数的。周家的生意越做越好，难免会有眼红的人。那年，周婉离和周于清7岁，胡枫18岁。那天，3人原本应该在院子里玩耍，但周于清总是闹着要出去。婉离，我们出去走走好不好？小婉离摇摇头。妈妈说外面很危险，不要出去。看胡枫迟疑，周于清闹得更大声了。胡枫一脸为难，用恳求的目光看着周婉离。你看妹妹一直闹，我们就走一小会，很快就回来好不好？就一小会，没关系的。面对胡枫的请求，小婉离还是同意了。两人被胡枫带到了平常经常去的小公园。小婉离乖巧地堆着沙堡，周于清却耐不住，
吵着让胡枫带他去买糖果。胡枫无奈，嘱咐周婉离好好待在这，就带着周于清去对面的小街。也正是这一走，周婉离就被人掳走了。胡枫慌了神，不敢跑回去和大人说，怕被责骂，只能带着周于清到处找周婉离的踪迹。随着天色一点点黑下去，看着围起来的人群，胡枫走过去。终于，两人在草丛堆里找到了浑身是血的周婉离。第91章，你为什么不死掉？救护车很快到来，胡枫一只手捂着周于清的眼睛，一只手死死握住周于清的手，连周于清的叫喊都没有听到。姐姐，周婉离要死了吗？周于清那个时候对死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认知，毕竟他经历过了爷爷的葬礼。我以后再也不用见到周婉离了吗？他的眼里没有恐惧，反而对此感到喜悦。爸爸妈妈说了，要是没有周婉离，她就会是唯一的小公主了。周婉离的东西都会是自己的，姐姐也会是自己的。他不喜欢周婉离，不会死的。胡枫眼里满是惶恐，他反应过来，推了周于清一把。都怪你，要不是你喊着出门，喊着要吃糖果，婉离就不会出事了，都怪你。看一向温和的胡枫为了周婉离推自己，周于清嘴一瘪，坐在地上哭了起来。别哭了。但这一次胡枫没有像以前一样温柔地安慰自己。听到他的大喊，周于清吓了一跳，哭得更大声了。我讨厌周婉离，我讨厌你！呜呜，你骂我，我不要和你们一起玩了。听到周于清的控诉，胡枫像是才反应过来一样，蹲在地上死死抱住想要推开他的周于清。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他念叨着，眼神空洞，重复着这句不知道是对谁说的话。直到周氏夫妇到来，胡枫看着自己的母亲，眼泪瞬间夺眶而出。可他没等来母亲的安慰，反而是迎来了母亲的一巴掌。我让你好好照顾大小姐，你，婉离，我的女儿。陶曼看着急救室的红灯，眼前一黑。周谦直接将胡枫拉了过来，双手按着他的肩膀。胡枫，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不是让你们好好待在院子里，不要乱跑吗？陶曼近乎崩溃地喊道。周于清被吓到哑了声，缩在角落里不敢开口。是婉离吵着要出去，我没办法才带着她出去的。可是我就一转头，她就跑开了。我找了很久，我叮嘱过婉离，她不可能乱跑。你在撒谎。陶曼想也不想地说道。我没有。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说啊。第一次看陶曼这样，胡枫直接被吓哭，整个人控制不住地颤抖着。老婆，冷静，我们现在不能倒下。你让我怎么冷静？我就婉离这个孩子，你也知道他的情况，他只是一个孩子啊。陶曼跪坐在地上，掩面痛哭。而这时护士也急匆匆地出来。护士，我女儿怎么样了？陶曼几乎是跪过去的。在这之前，他从未有过如此狼狈的时候。失血过多，血库的血不够用了，有没有匹配血型的？快！有。我女儿可以献血。看着母亲毫不犹豫将自己推出去，胡枫眼里满是惊恐。周于清的那些话浮现在自己的脑海里。我不要！他想也不想地喊道。我不要献血！胡母瞳孔一缩，抓着胡枫的头发，对着他就是几巴掌。你个死丫头，你怎么这么白眼狼？你以为你从小到大的学费谁交的？要不是夫人开了口让你来帝都上学，你哪能上大学？让你照顾大小姐，你怎么照顾的？现在让你献个血你都推三阻四，你这个白眼狼，你个死丫头，看我不打死你！胡母气急，拍着胡枫那是半点没收着力。胡枫要躲，却被胡母按着，只能哭喊着求胡母放过他。人命关天的事情，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怎么吓成这样子？我们也不是黑心医院，做人怎么能没良心成这样？情况危急，护士也忍不住多说了两句。快去公司群里发消息，凡是献血的奖励1万，让助理发消息到网上，但凡血型合适能来的都能拿1000，线上写的奖励1万。快！陶曼也反应过来。周谦一拍脑袋，也顾不得说些拍马屁的话，急急忙忙打电话将事情安排了下去。而胡母还在打着胡枫，要不是你血型合适，你以为你能这么好命到周家生活？让你给大小姐献血是你的福气，你个死丫头，你这是要气死我啊！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一个害人精？这一切都被周于清看在眼里，他缩在角落不敢说一句话。好在周婉离不是什么特殊血型，有了金钱加持，来输血的人络绎不绝。没多久，周婉离的情况就稳定了下来。你当年被掳走，怎么逃出来的？
周婉离没想到云林最先询问的是这个，有些错愕。可看着他紧皱的眉头和不自觉露出的担忧时，忍不住弯了弯唇角。我骗他们说要上厕所，他们看我是小孩，认为我跑不走，所以放松了警惕。但他们不知道，我无聊的时候看过整个城市的地貌图，哪里是巷子，哪里是大道，我脑子里自带着 GPS， 那怎么还会弄得一身伤？一些是他们抓了我之后，为了泄愤，刮了我几刀。如果我不逃跑，他们的下一步计划就是闹我的某些组织去警告我的父母。一些则是逃跑途中刮到的，虽然说都不是什么大伤，但架不住流血量多，所以刚好撑到我跑到人多的地方，也算是有惊无险。这还叫有惊无险？云林感叹着，一个7岁的小孩经历这种事情没风都好了，居然还能冷静地计划出最佳的逃跑路线，这换做成年人都不一定做得到。在那之后呢？云林没忍住问道。我醒过来已经是3天后了。宝贝，你怎么样？短短3天，陶曼整个人都憔悴了不少，连带着头发都白了许多。小婉离眨了眨眼，她没什么力气开口，只能努力动着自己的小手，安慰着自己的母亲。第4天，小家伙的精神状态已经好了不少，他比所有人想象的还要坚强，就连心理医生也忍不住感叹道。第5天，他主动提起当天事情的全部经过，帮助警察锁定了嫌疑人，将坏人绳之以法。第6天，周伯一家来医院看望他，虽然小婉离看上去并没有被这件事影响到，但他们还是尽量避开了小婉离。病房里只有2个小孩，周于清坐在一边的沙发上，晃荡着双腿，歪着头，看着周婉离的眼神很是无辜。周婉离，为什么不给你输血？胡枫姐姐就要被打，你为什么不死掉？你死掉的话，胡枫姐姐是不是就能回来了？小孩子往往有着最为纯粹的恶意。周婉离盯着周于清，眸光平静宛如深潭，让人看着发毛。周于清忍不住哭了起来。大人们听到声音进来，却只以为周于清是因为心疼周婉离才会哭。周婉离没有辩解。当天晚上，她睁开了眼睛。妈妈，胡枫姐姐呢？第7天，她见到了胡枫。第92章，你是我的首选。她坐在轮椅上，手里抱着一个玩偶，不时傻笑着，嘴里念念有词着什么。小婉离同样坐在轮椅上，看着庭院里的女孩。她仰头对上陶曼的眸。妈妈，她怎么了？她疯了。陶曼知道自家女儿早会，很多词语不用特意解释，周婉离也能明白。为什么？因为她没有宝贝这么坚强。陶曼蹲下和婉离平视，抬手轻轻撩开小婉离耳边的碎发，眼神里满是温柔与疼爱。是我吓到她了吗？当然不是，宝贝。陶曼想也不想地说道。会变成这样，全是她自己造成的，要怪也只能怪她自己。小婉离不解，她是个成年人了，宝贝。在我雇佣她后，她就已经不是单纯的玩伴了。保护你，照顾你，是她的职责所在。小小的婉离第一次知道这件事，原来她以为的关心是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怪不得胡枫在周于清面前总是更放松一些，他会在周于清面前大笑，会夸奖周于清，也会在周于清做错事的时候板着脸骂他。而在自己面前，他像个被设定了程序的机器人，永远温柔，永远耐心。原来是这样。陶曼摸了摸小婉离的脑袋，语气依旧轻柔，充满耐心。在我多次嘱咐后，他还将你带出了门，这是错误1；带你出去却没有照顾好你，这是错误2；你不见之后，他没有第一时间报备，而是因为害怕，选择独自寻找，害我们耽误了解救你的第一时间，这是错误3；在我询问原因的时候，他选择隐瞒和说谎，这是错误4；你命在旦夕，他在明知道自己职责的前提下，却选择了拒绝输血，这是错误5。作为员工，他是失职的；作为你的朋友，他是不合格的。所以他疯了吗？悔恨和愧疚是会毁掉一个人的。当他没有办法为自己的行为找一个合理的借口时，他内心的防线就会崩溃。可这是他自己做的选择，因为他坏的不彻底，也好的不彻底。他不够善良勇敢，也不够自私自利。太矛盾了，妈妈，我不理解。人本来就是很矛盾的，宝贝。小婉离抱着自己的母亲，她有些难过，却不知道自己在难过什么。妈妈，如果我死掉的话，是不是对大家都好？所有人都不用因为我而提心吊胆了。陶曼心一沉，宝贝，是谁和你说了什么吗？小婉离摇了摇头，我只是疑惑。不会的，宝贝。陶曼重新将小婉离抱在怀里，你的存在是弥足珍贵的，足够爱你的人只会因此而更珍惜你。在爱你的眼里，你不会有任何附带的头衔，
你就是你。母亲和年幼的他的谈话，周婉离并没有说出来。在这之后，我们家给了胡枫一家一笔钱，送他们出国疗养了，自此也就断了来往。他自认为他们一家能做到这个程度，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云林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抿了下唇，犹豫了一瞬，起身将周婉离抱在怀里。周婉离愣了一瞬，原本还想调侃云林这突如其来的感性，但不知为何，他不受控制地闭上了眼睛，用完好的手回抱住云林。竹林的对话我听到了，我没把你当作血包。我知道他认识周婉离也不是一两天了，周婉离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自己会有判断。不管怎么说，谢谢你，谢谢你这么坚定的选择站在我这边。下次有人问我们之间的关系，坚定一点吧，我们是朋友，最好的朋友。就这么坚定地回复他，好不好？云林在周婉离的语气里听出了一丝丝恳求。我可以吗？他问着周婉离，也是问着自己。你知道我接近你的目的并不纯粹，他提醒着周婉离，也在提醒着自己。但你从来没有掩饰过你的野心，你足够坦荡，所以我选择了你。他不怕对方对自己有所图谋，他们这一圈谁不是因为利益而纠缠在一起呢？大家都心知肚明，只有一个云林。我知道你想创业，你有钱，我有头脑，我们合作怎么样？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和一个没钱没权的人合作？我够有钱，有钱就能买到一堆有头脑的家伙为我所用。那我不要钱，你就当招了一个能免费逗你愉快的小丑来干活，怎么样？他不知道那时候的云林为什么能这么坦荡地说出这种话。为什么？他挑眉，眼里多了几分兴趣。因为我想赚钱，和你合作，我们能实现双赢。云林的目光很是自信，像是已经预料到了结局。想赚钱的人多的是，和你性价比太低了。他故意逗弄着云林。如果你的脑海里没有想法的话，先看看这份计划书吧。云林没有接周婉离的话，而重新将话题拉了回来。你就不怕我拿着这份计划书和别人合作？我说过了，我头脑很好。如果你和别人合作，那我会找别人合作。周婉离眸光骤然变得危险。和别人？云林没察觉，应得坦荡。我的首选是你，但你要是认定不和我合作，我自然要寻找别的赚钱门路。不过你不用担心，这份计划书既然给你了，就是你的，我不会和第二个人分享。周婉离勾唇，眼眸中的危险褪去。为什么不找池胜？他翻开计划书，极为不经意地说道。我说了，我首选是你。首选吗？他低语。什么？云林没听清。可以，我们合作吧。他抬头对上云林的眸，双手交握的那一刻，新的命运之轮也正式开始转动。怎么样，朋友？周婉离问道。谢谢你，朋友。云林鼻头一酸。周婉离笑着抬手摸了摸云林的后脑勺。那一天两人抱了很久。也许一开始两人的目的都不单纯，一个出于利益，一个出于逗弄，但这些不纯粹早就在每一天的相处中逐渐从彼此的身上脱落。对于云林而言，周婉离是他来这里除池胜外第一个接触，也是唯一一个主动接触的人。对于周婉离而言，云林是这么多年以来唯一一个不按套路出牌闯入他世界里的人。早就在不知不觉中，对方已经成为了自己生命中很重要的人。云林不会知道周婉离在听到周于清与他的对话时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情，周婉离也不会知道在止不住他写的那一刻，云林又是怎样的一种心情。第93章，车到山前必有路。而楼下，在两人关上门后，池胜也拿到了电话。他抬头看了一眼楼上，没有犹豫，拨通了电话。您好，哪位？莫医生是吗？我是池胜。池胜？莫毅的声音有些迟疑。这么晚了，你打电话给我有什么事吗？他顿了顿，不会是云林出什么事了吧？老师，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莫毅屏住呼吸。坏了，一着急，让这小子给自己套上套了。谁说这池大少不行？可精明着呢。知道什么？他打着哈哈，想要糊弄过去。我知道你给云林的不是维生素，是安眠药。原本我以为他只是因为学习压力太大，所以睡不着，现在看来好像不止如此。莫毅沉默了一瞬。他怎么了吗？他似乎有控制不住伤害自己的行为，有时候会突然走神，对外界的声音没有反应。池胜仔细地想着有关云林的点点滴滴。当时过马路看他心不在焉的，他只单纯以为是受了委屈有些走神，没有多想。现在看来，云林的不对劲早在很久之前就有苗头了，而他却像个没事人一样，
还整天嘻嘻哈哈的。池胜抓了下头发，表情有些烦躁，埋怨自己没有更早察觉到这一点。反倒是莫亦有被惊讶到，没想到池大少你看上去大大咧咧的，还有这么心细的一面。所以他到底怎么了？换作平常，池胜高低得夸自己2句，但现在他一门心思都只想找到答案。我怀疑他有初期抑郁症和焦虑症，如果他最近开始有自虐行为的话，那看来是变严重了。莫亦从云林拿药的频率就能看出来。电话那头，池胜低头不语，虽然自己心里大概也有了底，但从莫亦口中说出来，还是让池胜的心情沉了几分。他最近有受到什么刺激吗？刺激？池胜低喃着。事实上，我推荐了我师姐的名片给他，建议他去做个咨询，但是他好像一直没去。正说着，就听见楼上传来动静。老师，麻烦你把你师姐的联系方式发我一下。好，话还没说完，池胜就已经挂掉了电话。莫亦皱眉，但还是将联系方式发了过去。这边池胜看到后，将手机收了起来。他起身走向云林。说完了？云林点头。回家吧。他下意识伸出手，又硬生生收了回来。那我们先走了，你这几天好好休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就打电话告诉我。你的视频和录音已经帮了大忙了。没有说太多客套话，两人和周婉离道别。周婉离看着云林离开的背影，视线最终停留在他缠上了绷带的手。伤口其实不大，但池胜怕云林又抠开，所以一意孤行的给他绑上了。两人前脚刚到，后脚卓西就一脸疲惫的进了屋。妈，卓女士，你们回来了，去看周婉离了。他将包包随意放在沙发上，揉了揉眉间。见状，云林倒了杯水放在卓西面前。卓西喝了2口，目光下移。手怎么了？磕到了，只是一点破皮，等下让家庭医生来看一看。说着，他闭上眼，靠在沙发上。你怎么了？这么累？池胜走到卓西身后，帮他按着太阳穴和肩膀。要处理周婉离的事情，学校理事会那边也要开会，等会我还要去外省开个会。他抬手看了一眼手表，我还能再休息个10分钟。你也不年轻了，干嘛还这么拼？现在不说，60正是闯的年纪了。池胜皱了皱鼻子，没敢说话。你也差不多可以接手一些简单的业务了。等放寒假，我放几个项目给你们练练手。你们？云林有些讶异，而卓西像是长了眼睛一样。云林，没问题吧？是辅导池胜吗？云林不确定。辅导他做什么？你自己做一个。你去辅导他，指不定他还得给你拖后腿，分开做吧。哦，我怎么就拖后腿了？卓西睁眼，你几斤几两？我这个当妈的还能不知道？吼，卓女士，谁家像你这么看扁自家儿子的？这叫对你的定位有清晰认知。望你成龙，我倒不如希望望云林成凤来的可靠。母子俩一人一句，丝毫不觉得自己的话有什么问题，甚至没有人对云林这个外人能接受池家的业务提出质疑，一切仿佛理所当然。理所当然到云林都不好意思再问话。算了，等到寒假还有一段时间，还没到来的事情就不为难自己了。云林从不内耗，也从不为未来的事情而感到焦虑。船到桥头必有路，若是死路就回头，这是他父亲告诉他的，他一直谨记着。卓西每次总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两人早已经见怪不怪。家庭医生过来检查后，也只是留了一瓶药水让他涂着。晚上房门被敲响，云林放下笔，打开了门。药呢？什么药？医生给你开的那个。说话间，池胜已经拿到了随意放在桌上的药水。过来。他坐在自己的补习椅子上。我自己涂就好了。行了，涂完小爷，我要睡觉去了。说着，他有模有样的打了个哈欠。云林有些无奈，但还是走了过去。白色台灯照出池胜的轮廓，他的神情专注，动作也极为轻柔，像是在对待一个易碎的物品。明天早上9点，和我出门一趟。去哪啊？去了就知道了。要很久吗？你有其他事吗？刚才周夫人打电话给我，约我明天下午见面。池胜将棉签扔进垃圾桶，一边收拾着桌面的瓶瓶罐罐。他找你做什么？不知道。所以，你明天要带我去哪里？不会把你卖掉的，而且很快，不耽误你下午的行程。他起身，揉了揉云林的脑袋。不知道是不是台灯的原因，池胜的神情竟少见的柔和下来。衣服有什么要注意的吗？没有，穿轻松舒服一些就好。行了，别想那么多，赶紧睡觉。他戳了戳云林的额头，随后离开，不忘带上门。看着今晚有些奇奇怪怪的池胜，云林眼里有着疑惑。他甩甩头，
到底还是放下了笔，关掉了台灯。第94章，你父亲一定很爱你的母亲。黑漆漆的空间里，云灵站在中间，一束白光打下，云灵眼前一亮，想也不想朝他扑过去。爸爸！他大喊着，语气很是激动，却扑了个空。他停下脚步，往后看去，男人依旧站在那个位置。云灵的脚步变得迟缓，他缓缓走过去，手一抬，便从男人中间穿了过去。爸爸！他低喃着。男人没有回应，只是笑着看着他，满眼温柔，带着丝丝文文的书香气。云灵红着鼻尖，只一眨眼，男人又退出了一段距离，但这一次他的身边多了一个人。妈！云灵颤抖着嘴唇，像是意识到了什么，他的眼眶一瞬间通红。不要，妈！爸！不要带走妈！求求你了，爸！他搓着手，用着极尽诚恳的语气祈求着，可两人依旧不语，只是笑着朝他挥了挥手。爸！妈！不要丢下我，求求了，我不要一个人。云灵慌了神，在黑漆漆的空间里四处奔跑着，却怎么也找不到出口。他一遍遍地哀求着，一遍遍寻找着父母所在的方向，却始终被困在这个幽暗的空间里。云灵！云灵猛地一睁眼，像是溺水的人猛地抓住了一根浮木。他坐在床上，大口大口喘着粗气。云灵，你怎么了？池胜的语气极为轻柔，像是怕吓到眼前的人一样。他抬手轻轻顺着云灵的后背。别怕，我在这，没事。他不厌其烦，哪怕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也一遍遍地重复着这句话。池胜！他眨了下眼，原本还晃荡在眼眶的泪水就这么滴落了下来。他微抬头，泪水顺势绽放在池胜的手背上。池胜的大拇指抽动了一下。我在这。他抬手用指腹拭去他脸上的泪痕。你怎么会在我房间里？云灵渐渐缓过来神，但还是有些懵懵的。我们不是约好了今天早上要一起出去吗？现在几点了？8点40。池胜将云灵放在床头的手机递给他。我忘记设置闹钟了。没事，还来得及。你还好吗？要不我约改天？云灵摇摇头，我没事。看着他通红的眼眶，池胜眼里的担忧始终没有退散。从云灵断断续续的梦话中，他大概也知道云灵梦到了什么。那我去外面等你，你慢慢收拾。云灵点头，等池胜出去后，他才起身前往洗手间。镜子里通红的眼睛也掩盖不了眼下那一团乌青，整个人看上去颇有些憔悴。云灵叹了口气，往脸上泼了2次水，这才开始洗漱。车子缓缓停在小别墅面前，池胜打开车门，云灵随后出来。门铃按下，很快就有一个女人出来。女人扎着一个随意的丸子头，蓝色的修身长裙随着她的走动而微微摆动着，整个人看上去成熟又知性。是池胜和云灵吧？女人打开门。您好，苏女士。苏松兰笑眼弯弯。进来吧。她侧着身子让两人进来。别墅的1楼是270的玻璃屋，外面的光线很好的照射到屋内的每一个角落，屋内的人也能看到整个后庭院的美景。看得出来，这个房子的主人审美品味很好。云灵，是吧？女人将花茶摆在两人面前。是。云灵坐得端正，反而让女人笑了笑。不用这么紧张，随意一些就好。这是我自己做的花茶，尝一尝。面对女人的邀请，云灵不好推脱，端起杯子浅尝了一口。浓郁的花香在嘴巴里散开，夹带着一丝丝甜味，却不是市面上那种劣质糖精的味道。很好喝。云灵发自内心的说道。喜欢就好。刚好，要不要去我的后花园看看？我给你介绍介绍原材料。云灵看向池胜。那就麻烦您了，苏女士。池胜算是替云灵做了回答。我就在这里等你，你和苏女士到处走走看看吧。是啊，我的后花园普通人可是不给进的。盛情难却，云灵虽然觉得有哪里不对劲，但毕竟池胜也这么说了，云灵也就跟着苏松兰离开了这里。走到一半，他回了下头，透过玻璃，他能清楚地看到池胜在和他招手。云灵眼里有着疑惑，但也还是乖乖地举起了手回应着池胜。看来你们关系很好。苏松兰回头刚好看见这一幕。还可以吧。云灵实话实说。男女朋友？不是，但具体是什么关系，云灵也没说。池胜来找您，您却带我来后花园，没关系吗？不会耽误到你们吗？当然不会。况且我认为咱俩聊天会更愉快。这种结论是根据什么判断的？云灵不清楚。后庭院的花园是个玻璃房。云灵进来的一瞬间，以为到了那个热带森林，
时不时还能看到几只小动物从树上晃过的身影。怎么样，我的后花园？很惊艳。苏松兰笑了笑，你喜欢花草吗？云林点头。小时候，我家附近有一片很大的花田，我父亲经常会带我去那里，给我介绍这些花花草草的名字，然后再带着我摘1-2朵小花送给母亲。李苗是个节俭实在的人，如果花了钱，他反而要闹着不实惠。但云父认为日子是需要一些浪漫来做调剂品的，所以想了个方法。平日呢，他就会带着云林去后山采摘不同的小花送给李苗。如果是一些比较重要的纪念日，他就会在下班后绕路去花店，选一束开得最好的玫瑰花。记忆里，李苗虽然每次都要抱怨2句，但脸上却一直挂着笑。抱怨过后，还会拿出花瓶，将玫瑰花修剪好后放进花瓶里好好养着，直到全部枯萎才会不舍得将花扔掉。平日的小花，他则会拿一个透明的塑料杯，在里面装点水，摆在餐桌、冰箱或者电视柜上。对于云林而言，不管是路边的小花，还是鲜艳欲滴的玫瑰，都是幸福的代名词。你父亲一定很爱你的母亲，婚后还能保持浪漫的男人很少，能在送浪漫的时候考虑到对方的心情更是难得。是的，他们很相爱，相爱到云父临走前10句有8句的嘱咐都是关于母亲，相爱到云林害怕母亲会扔下自己，跟着父亲离开。第95章，那你呢？为自己感到骄傲吗？苏松兰看了他一眼，看得出来云林有些走神。累了吗？刚好坐在这里休息一下吧。不知不觉间，两人走到了玻璃房的正中央。那是一个单独开辟出来的地带，摆放着一张茶几、一个推车和一大一小2个沙发。不回去吗？不啊，女生的茶话会为什么要让男生加入？可是，不用担心，我知道你，我也想见你很久了。我吗？云林疑惑。就是你。苏松兰给予云林一个肯定的回复。为什么想见我？我们在哪里见过吗？苏松兰摇摇头，嘴角勾着笑。我只单方面见过你，也知道你的一些传奇，所以才一直想和你见面聊聊天。抱歉，我好像有些冒昧了。说话间，水已经沸腾，水冲泡着干花，清水慢慢变成淡紫色，飘着似有若无的花香。这是另一种花茶，有养神的功效。对了，我最近学了一套按摩手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当我的小白鼠？这云林迟疑，拜托了。云林不喜欢争辩无意义的事情，于是同意了苏松兰的请求。怎么样，力道可以吗？很舒服。云林能感受到对方的手法是专业的，松弛有度。他闭着眼睛，难得有了些困意，连呼吸也平缓了下来。也许他自己都不曾发觉，他总在有意无意地控制着自己的呼吸，以至于无法让自己真正的放松下来。你的手怎么了吗？看你好像涂了药水，不小心磕到了。手可是我们的第2张脸，要好好爱护才行哦。云林嘴角扯出一抹笑，应了一句：在贵族学院生活不容易吧？我初中的时候就自己一个人出国上学了，那段日子呜到现在都不想回想。他假模假样的抹了下不存在的眼泪，用着轻松和幽默的话语讲着自己刚出国时那段艰难的时光。现在想想，自己当初真的做了很多蠢事呢。为了让自己能快速融入到一个新的环境里，总是强迫自己去做一些不想做的事情，到最后反而闹了不少笑话。但你一定很为那个小小的自己骄傲吧？云林的语气带了些困意，自然也没发现身后的苏松兰笑得有多么温柔。那你呢？为自己感到骄傲吗？云林的眼皮变得越发沉重。他回应道。能和我说说你是怎么做的吗？我努力的学习，努力让自己变得有价值，努力赚钱。现在我有了一个朋友。朋友？池胜吗？不是，他叫周婉离，我的朋友。能在这样的学校交到一个好朋友，真是太好了。云林嘴角挂着笑。等再醒来的时候，苏松兰已经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池胜。他睁开眼睛，看着玻璃屋顶，眼里有一瞬间的迷茫。醒了。池胜关掉手机，他的声音拉回云林的思绪。他起身，身上的毯子滑落。苏女士呢？她有其他事情，先离开了，让我们等下直接离开就可以，不用再专门和她道别。他将被子拿起来，顺手叠好放在一边。居然睡着了，苏女士没有生气吧？没有，她还给你准备了伴手礼，说是你今天喝的那款花茶。池胜将精致的小袋子放到他面前。这可以收。池胜一眼就知道云林在想什么。他说和你聊得很开心，你是第一个觉得他会对自己感到骄傲的人。什么意思啊？池胜没理解苏松兰的那句话，
但云林却知道。他弯了弯唇角，没说话。池胜没再追问，看他这样，反而莫名的跟着高兴起来。差不多时间了，我们回去吧。好，睡得舒服吗？离开玻璃屋，两人沿着小路向外走去。虽然有点不好意思，但很舒服。苏女士泡的花茶很香，在玻璃屋里感觉像是进入了森林一样，只能听到树叶摆动和动物发出的细微声音，搭配苏女士说话的声音和恰到好处的按摩力度，云林猜测着自己会睡着的原因。不管怎么样，谢谢你，池胜。你是特意带我来苏女士这里的吧？莫医生和你说了什么吗？果然还是没瞒过你。云林的聪明总是超出池胜的预期，还以为你没那么快发现的。他的语气有些无奈。不过不是莫医生和我说了什么，是我主动打电话给他的。池胜解释着。你什么时候知道的？是因为昨天的事情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帮你，但我想为你做点什么。你别觉得我多管闲事好不好？骄傲如池胜，居然也会用这种恳求的语气和别人说话。看着停下脚步挡在自己面前的池胜，那双吸引住自己的眼睛在阳光下越发璀璨，让人移不开眼。我没有怪你，谢谢你，池胜。他直视着池胜的眼睛，语气真诚。有一个人能够挂念你，担心你，是一件难得的事情。云林不是不知好歹的人，有来这里真是太好了。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舒服的睡过一觉了，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我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在这。他直白的感谢让池胜红了脸颊和耳廓。苏女士说下周还要再过来一趟，到时候你能陪我一起吗？池胜眼睛一亮，当然，随时。做的事情得到了认同和赞扬，这个认知让他的心情变得无比轻快。下午，云林孤身一人前往咖啡店，他特意提前了10分钟，但到达的时候陶曼已经在了，身旁跟着陈管家。周夫人，陈管家。云林规规矩矩地打着招呼，没有说一些抱歉让您久等了之类的虚假话语。提前10分钟到达，他没有迟到，在自身没有过错的前提下，还总是将道歉的话语挂在嘴边，反而会给对方一种你在怪我的错觉，就连自己的道歉也会变得廉价。坐吧。密闭的包厢，两人相对而坐。不知道您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云林直接询问对方约自己的原因，而没有随意猜测对方约自己的意图。我知道你是聪明人，那我就开门见山直接说了，这次找你主要还是为了我的女儿婉离的事情。第96章，真是一个神奇的孩子。有关的证据我已经全都交给警察了，还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不是这个，但还是要感谢你，让这件事情变得简单不少。他举了下手，管家立马将一张填好数字的支票放在云林面前。这个是给你的感谢费和医药费。云林低头看了一眼数字，各10百千万，一共是60万元整。周夫人和传言一样大方。云林笑着回应，伸手压住支票。但抱歉，我不能收。该是自己的，云林从不会推辞。换作是其他不相干的人，他会直接收下，因为以后也不会再有过多的牵扯。但那个人是周婉离，收下了，我帮婉离的兴致就变了。他将支票推了回去，但陶曼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讶异或嘲弄的神情。亲兄弟也要明算账，可惜我是独生女。云林勾着唇角，眼里却没有多少笑意。周夫人，我最近没有接周家的活，也就是说我们之间没有雇佣关系。陶曼点头，没有打断云林的话。那么我就斗胆用婉离朋友的身份和您对话了。陶曼眼里的好奇一闪而过。我知道您很关心疼爱婉离，你是想说我过度保护她了，是吗？关于这个我没有发言权。一个母亲想要保护自己的孩子，这无可厚非。我想说的并不是这个。那你想表达什么？我希望您不要插手我和周婉离之间的事情，哪怕您是她的母亲。云林的眼睛没有一丝躲闪。如果你希望有人能照顾好婉离，这笔钱可以雇佣10几20个佣人，衣食住行每一方面都能将她照顾得很好，而你却选择把这笔钱给我，那就表明你也明白佣人和朋友是不同的。我不能一边用着你的钱，一边以朋友的名义待在婉离身边，这是背叛。既然是朋友，关于利益的东西，他们两个之间可以摊开来讲个清楚，分个明白，却不能由第三个人来插手。他是个独立的个体，我不会去管他的衣食住行。作为朋友，我并不需要每一天都陪在他身边，我不会特意去讨好他，更不会处处忍让他，有时候可能会因为磨合不好而和他吵架。当然，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吵过架。听到这最后一句，对面两个人都笑了笑。那你希望我怎么做？陶曼问道。如我一开始所说，什么也别做。
不管我们做什么，无论是因为对方而高兴，还是因为对方而伤心，您只要做个旁观者就好了，什么也不用做。两人沉默良久。我知道了，陶曼说道。话已经说完，云林也就没有再多留。陶曼看着玻璃窗下那个熟悉的身影，这么看来，想花高价让他来做婉离的助手，好像也不太行呢。听说卓女士有意让他假期接手持家的小项目。哦，陶曼摸着杯沿，视线落在咖啡店对面的公交站台，就这么一直盯着云林，直到他上了车，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云林真是一个神奇的孩子，如果婉离的朋友是他，那也不错。大小姐的眼光和你一样毒辣，他认定的友人想必是不会差的。陈管家回道。转眼又到周一，物理竞赛横幅已经挂出，小队成员的照片也都上了光荣榜，但云林没有去看。学院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平静又平凡的，每一天都不会有太大的出入。云林，还得是你啊，让我摆摆你，等下的物理小测可一定要及格啊。这答题速度你是怎么练的？算了，你这方法我应该也学不会。他自顾自地说着，又朝云林拜了拜。没有人提起黑幕的事情，外人不知道，他们还能不清楚云林的能力吗？哪怕是林诗允，也没有故意在云林面前找存在感。应该说，自从他和宋之玉掰了之后，他的存在感就变得很低了。与此同时，一些不安分的人也开始冒了出来。哦，抱歉。林诗允抿了下唇，将桌子默默摆正。这些人也只敢做这些小动作了。看着沈渊站在自己面前，云林有些讶异。难得你会在学校和我说话。沈渊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周婉离怎么样？没什么事了，但是保险起见，还是让他在家里休息一段时间比较好。沈渊点头，显然也是知道周婉离的情况比较特殊。周末的事情别忘了，难得你会特意来提醒我呢。云林再次感到诧异。沈渊再次回避，记得就好。说完，他出了教室。陆亦辰看在眼里，他应该只是担心周婉离不在，你会不会觉得无聊而已。面试那天你去吗？不，那天就拜托你了。云林点了下头。对了，他最近好像练得有些太过火了，可以的话麻烦你劝一劝他。你为什么不自己去说？陆亦辰笑笑，他太骄傲了，又不想辜负任何人的期待，所以总是自己卷自己。我和他身处同样的漩涡，没有什么立场让他放松。云林大概明白了陆亦辰的意思。我知道了，但我不觉得我说的话会有作用。陆亦辰不语，只是笑。云林有时候觉得这群人奇奇怪怪的。放学，池胜照常收拾好书包。我要去舞蹈室那边一会，你先回去吧。我等你，刚好我有其他事情。你等下好了发个消息给我。好。你们两个最近是不是有点过于形影不离了？穆泽忍不住吐槽道。不是一直这样吗？池胜白了他一眼。穆泽耸了下肩，不做评价。几人各自分开，云林前往舞蹈室。到的时候刚好看见陆亦辰离开，云林也没有追上去打招呼，安安静静从后门进去。他将书包放在旁边，盘着双腿靠着墙角坐下。沈渊站在中间，跟随着音乐舞动着，及腰长发搭配柔弱无骨的身段，一举一动皆看得人挪不开眼。音乐放了一次又一次，沈渊就跳了一次又一次，丝毫不给自己停歇的空间。遇到有卡顿的地方更是不厌其烦，梳理了一遍又一遍。云林就这么看着，一边盯着时间。第97章额外服务。又是一曲结束，云林起身按下暂停键。再来一次，休息10分钟，就算再来10次也不拦你。物极必反，你现在将在这里越练只会越差。云林将矿泉水和毛巾递给他。沈渊看着他的眼睛停了3秒，最后有些闹脾气的抽走了毛巾，但云林拿着矿泉水的手依旧没放下。相处时间久了，这些大少爷大小姐都是什么脾气，他一清二楚。果不其然，没到3秒，沈渊就拿过了矿泉水。谢了。不情不愿的声音响起。不客气。云林勾唇。你怎么会来这里？来看看我的客户最近的状态如何。如你所见，不算顺利。沈渊靠着墙，闭着眼睛，缓缓呼出一口浊气。看得出来，他的脸色有些疲倦。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以陪练的身份吗？这就要看你自己怎么定义了。云林从自己的书包里拿出一块包装简陋的曲奇饼干。无糖的，我特意做的干硬一些，这样你嘴巴不容易空，很适合你用来缓解焦虑。沈渊有些讶异。你什么时候准备的？周末。就算没有陆亦辰，云林也会来找沈渊，但我不确定这个对你有没有用，你先试试看。说着，
云林又从书包里拿出一个小袋子，里面零零散散装了10来块。如果还是控制不了，我再想想其他方法。为什么要做到这个程度？沈渊看着手里的饼干，表情复杂。想做就做了，顺手的事情。云林回答的极其随意，这可不包含在陪练的要求里。虽然这么说，沈渊还是拆开了饼干。云林不知道，沈渊不会随便吃别人给他的零食或饮料。平日里，他的饮食都是被严格控制的。但莫名的，沈渊不想看云林为此感到失落。这是额外服务，不收费。但是你要是给个5星好评，那也不是不行。两人的相处模式有些奇怪，有时候说的话牛头不对马嘴的，却也能顺利的交流下去。好硬，干巴巴的，不好吃。看大小姐毫不掩饰的嫌弃，云林却笑出了声。等你面试结束，我给你做好吃的曲奇，不能是小蛋糕吗？大小姐也只在云林面前提这种略微有些任性的要求。可以，曲奇也要。行，云林笑着应下。谢了。沈渊没看他，依旧在啃着他觉得不好吃的小饼干。如果不是因为环境够安静，云林怕也听不见这一声小如蚊子的谢谢。云林觉得大小姐应该不讨厌自己，只是有些别扭。其他的我也帮不上什么忙了。对了，没什么事的话，我可以过来吗？随便你。另一边，池胜正在医务室，手机显示视频通话，对面那人是周婉离。莫毅看着一人一手机，笑容僵硬。不知两位找我有什么事？云林和你拿安眠药拿了多久？在这段期间，他有没有说什么？没有啊。莫医生，你应该知道是谁在给你开工资吧？池少爷，您说这话，莫毅欲哭无泪。你们不是去找我师姐了吗？有在治疗不就好了？而且他现在只是早期，治愈的可能性是很高的。莫医生，了解前因后果，也方便苏医生对症下药，你说对吧？周婉离透过镜头盯着莫毅，哪怕隔着屏幕，莫毅也感受到了威胁。你们真的不知道吗？莫毅叹了口气。知道什么？一个正值青春期的女孩子，来到一个阶级差异如此大的学校，又经历了那么多事情，怎么可能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不说其他人，你就看新来的3个资助生，哪一个能做到像云林那样？池胜眉头蹙起，电话那头的周婉离也安静了下来，表情变得严肃。换一句话说，如果没有云林，那3个资助生能有现在的环境吗？云林刚来的时候都经历了什么？你们不是再清楚不过吗？两人不语，又是校园霸凌，又是寄人篱下，还要在你们这群大少爷大小姐中间周旋。这种情况下，他还需要抽出时间学习和兼职。这每一件事，哪一件不耗费精力？他再怎么厉害，也是一个还没成年的小女孩。父亲早亡，母亲还在医院躺着，什么时候醒来都不知道。你让他怎么真正的开心起来？他总是下意识的忽略自己，却总能第一时间感知到别人的情绪变化。这一点，他们也知道。那我们能做什么？周婉离问道。我也不知道。莫毅回道。他身处在这个环境里，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都会给他添加无形的压力。他自己应该也是知道这一点，所以才会让自己努力去忽视这些事情。那他一直失眠，有什么好办法吗？还有要怎么样才能让他不下意识伤害自己？你们是真的把他当朋友了吗？莫毅有些讶异，他一直以为这两人只是把云林当一个玩具娃娃，喜欢的时候多看2眼，坏了就修一修，修不好就算了，反正多的是替代品。可看他们这样，似乎和自己想的有些出入。不然呢？周婉离皱眉，不相干的人，我为什么要过问这么多？他说的理所当然，好像是有些道理。莫毅摸摸鼻子，所以老师，你有什么好方法吗？这种事情和心情也是有关的，虽然现在还不到要吃药的程度，但最好还是定期去做一下心理辅导。平时呢，可以带他运动运动，看看风景，最重要的是不要受到刺激。莫毅顿了顿，回想了一下云林的举动，他这个状态更像是遭受了太多刺激，当下没有爆发出来，积攒在心里了。时间久了，压抑感得不到爆发，人的内心就会一点点崩溃，一旦接触到类似的事情，就会想起自己那些不好的遭遇，最终形成躯体化。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和你有联系，还和你拿安眠药的？我是校医，他作为学校的学生来我这边看病是免费的，一来二去也就熟络了一些。第98章，手不要伸太长了。刚来圣托利亚的云林瘦得跟个皮包骨似的，话也少，总是安安静静地待在角落。作为圣托利亚史上第一个资助生，他的到来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这些目光有好有坏，但总体上保留批判和观望态度的人更多。资助生？这是什么？就是穷人喽。
我就说没有听到什么姓云的大家，学校疯了，让这种人进来，也不怕这种穷酸气像病毒一样散开。我听说他和池家有关系，早上有人看到他和池胜一起来上学的，不会是私生女吧？他们对这些有些敏感，谁知道呢？你看池胜对他的态度不就知道了。我觉得吧，十有八九，从小到大都和同阶层的人一起长大的他们，反而不会太在意阶级感这种东西。可当有一个人出现打破这个平衡时，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会自然地分成了3、6、9等。也许他们自己也没意识到，在面对低一阶级的人时，他们那种高傲感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甚至于，他们这些话都没有避开云林，云林只是听着。现在的他没有一个人可以依靠，而他们却是一体的。贸然和他们有冲突，只会对自己不利。云林知道自己的目标，也知道他们之间的差距，所以他到这个学校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了解有关这个学校的一切。在得知学校的物价后，他又第一时间去找寻兼职，可惜无果。无法，他只能先从校外兼职做起。但兼职的钱不是现结的，云林还是得想其他方法。和林诗允他们不同，卓西对于云林的3餐和住宿是全包的，还额外给了他一张卡供他消费。云林在找不到兼职期间曾用过这张卡，哪怕被人看到专属池家的 logo 而被人辱骂，他也没有辩解过一句。只有保证生存，才有资格想其他的东西。再者，没有底气，没有钱，自然也没有话语权。解释是一句话的事，但要让别人信任自己，可就不是一句话的事情了。谣言愈演愈烈，我看到了，他今天在食堂刷的是池家的卡。这么多天，你看池胜对他都没有一个好脸色，我觉得10有8九就是私生女没跑了。那干嘛不给他一个名分，还光明正大一点？这谁能知道？哎，要不要？别了，还带着池家的头衔，我可听说魏贤他们。先看他们呗。云林看了眼空荡荡的书桌，往窗外一看，散落的书籍，飘散的本子，还有一个变得破破烂烂的书包。他转身下楼，果然是每个学校都会有1、2个乐于做这种事的人啊。他看着自己已经不成样子的书包，叹了口气。无奈，他只能先放弃自己的书包，将散落的书和纸张一个个捡起来。他知道此时此刻有无数人正站在窗口看着他的笑话，他也知道必须要做点什么了。一昧的沉默只会让这些人变本加厉。谁干的？池胜黑着脸，一进教室他就看见一群人围着窗口，往下一看就看到了现在这一幕。一群人面面相觑，没一个人开口，谁也摸不准池胜的心情。不说，等我调监控出来就别怪我了。池胜转过身扫视着整个教室的人，叶嫣然有些坐不住了。池胜，你不是讨厌他吗？池胜走到他面前，这么说我还要感谢你了。叶嫣然的脸迅速红了起来。只要你开口，我可以。但我讨厌他，关你们什么事？一句话让叶嫣然脸上的笑敛了起来。我只是想帮你教训他，有些人还是不要太自作聪明的好。池胜说着将他的书包拿了出来，稍微一抖，里面的东西便掉落在地上。叶嫣然瞪大眼睛，你做什么？弄坏别人的东西当然要赔了，虽然是个2手的，总之先将就用一下吧。池胜说完径直离开教室。叶嫣然下意识想要拉住他的手，却被周婉离先一步拍开。手不要伸太长了，再有下次在下面捡东西的就是你了。你！周婉离勾唇，眼神里满是警告。楼下，池胜先一步捡起云林掉落的书，指尖相触，云林抬头，正好撞上那一双琥珀色的瞳。池胜松手，将书包敞开。云林看了眼他，又看了眼书包，将就用一下吧。他移开视线，将书包塞在他怀里。云林感受着书包的质感，怎么也不是将就用的程度。谢谢。云林将书包放在地上，将捡起来的书一一放进去。事先说明，这不是我做的。沉默间，池胜突然冒出一句话：我虽然讨厌你，但也不会做这种没品的事情。说话间，池胜已经将他这一块的资料捡了起来。我知道，至今为止，池胜的讨厌都是在口头上。自己清点一下有没有东西坏了，我让人给你换新的书。能告诉我是谁做的吗？应该是叶嫣然。我猜也是。你想做什么？没什么，只是人家给了我一份大礼，我也得回敬一下才行。这是池胜第一次因为云林而起了一手的鸡皮疙瘩。他搓了搓手臂，还没来得及多问，云林已经拎着书包离开了。池胜来了兴趣，3、2步跟了上去。看着云林出现在教室门口，手里还拿着叶嫣然的包时，
班级一片寂静。叶嫣然黑着脸，还没等他起身，云林反而率先走到了他的面前。是你干的？面对质问，叶嫣然没有一点害怕，眼神里满是挑衅，连表情都是一副是我干的，你能奈我何的欠揍模样。其他人也看着云林，一个资助生居然也敢反抗，到底是不知天高地厚。周婉离侧着身子，翘着二郎腿，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幕。池胜同样，给你2个选择，一是把东西折算成现金给我。呵，听到这话，叶嫣然笑出了声，眼中的不屑和嘲讽更甚。但云林丝毫不受影响，慢悠悠比出个耶的手势。2，我把你的所作所为告诉老师以及卓女士。叶嫣然瞳孔一缩，下意识看向池胜，你看他也没用，池胜讨厌我，照样没办法把我赶出池家，而你能承担卓女士的怒火吗？第99章都说了好好相处，这句话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大家的目光从云林身上移开，落在了微微有些挂脸的池胜身上。池胜也不惯着他们，直接瞪了回去。你在威胁我？叶嫣然脸色微微涨红，当然是被云林气的。你可真够不要脸的，云林，你自己是怎么入住的池家，你自己心知肚明，一个私生女，可真好意思狐假虎威。魏贤替好友骂了回去。云林等的就是这一刻。首先，我不是池家的孩子，更不是什么私生女，我有自己的父母。其次，我就是狐假虎威了，你们又能怎么样？前面不管，是因为都是些小恶作剧，无非是笔记被涂鸦，课桌被塞了些小玩意。这种时候，注意到这些小恶作剧的人不会太多，也不会放在心上。自己就算说明了真相，大概率也是无人在意。而这次，一整栋楼的人估计都知道了，不管他们信不信，自己的这句话很快就会传遍整个学校。怎么样？你选哪个？他在赌他们不敢真的兑现卓女士。你要多少钱？果不其然，僵持片刻，叶嫣然忍住怒火问道。云林勾唇，伸出一只手，5万。就你那些破烂玩意，你还真是敢狮子大开口。叶嫣然黑着脸怒瞪着云林，然而云林摇了摇头。50万。叶嫣然拔高了音调。云林沉默。这就是有钱人的世界吗？他叹了口气，用一言难尽的表情看着叶嫣然。我是说500块。他的书包加上损毁的笔记，加起来都超不过50块。这个价，他已经把精神损失费和误工费这些算进去了。现金还是转账？我这边都支持。这年头谁还用现金？魏贤翻了个白眼。云林没理会他，早知道中午出去就不带手机了，不然还能多要点赔偿费。他掏出手机，没有意外的又关机了。这算是初代的智能手机了，跟老年机没什么差别，因为用的久了，电池掉电很快，经常自动关机。云林习以为常，按下开机键。所有人就这么静静的等着云林的手机开机。这画面过于抽象，这群富家子弟在这之前从没见过这幅景象，想笑又觉得这个时候应该严肃一些。终于，二维码总算是掉了出来。天知道，我现在多想给他买一个手机。我也。云林没听到吐槽，快点，不然又要关机了。叶嫣然很难评价自己此刻的心情。发了。他黑着一张脸，手机也十分争气的在收到钱后才歇了菜。谢谢惠顾，下次要是再这样，可就不是500的事情了。云林满意的将手机收起来。都是同班同学，我也不想闹得大家都不愉快，但也不能只有我一个人不愉快，你说是吧？云林没有刻意压低音量，声音不大不小，却刚好够所有人听见。教室异常安静，他们没有想到一个资助生居然敢威胁他们。云林，你好像忘记你就是一个资助生了，说这种大话，你也不怕出门就磕掉牙齿？我记着呢，倒是你们好像忘记我是谁特招进来了。叶嫣然咬牙，你就这么确定卓女士会为了你而和我们闹不愉快吗？别忘了，你只是一个资助生，无权无势的资助生。云林当然不确定，他在赌这群人不愿意招惹卓西，赌这群人相信卓西会为自己出头。那你们可以试试。他的表情极为淡定，双手一摊，更是有种你奈我何的硬气。和谐相处吧，虽然我们绝对不会成为朋友，但也没必要成为敌人。他拍拍叶嫣然的肩膀，被气急败坏的叶嫣然直接挥开。谁要和你这种人做朋友，拉低我的档次，滚啊！不用把你那穷酸气沾到我身上。云林摇头叹了口气，如你们所说，我只是个资助生，我呢
只想好好上学，毕了业，大概率和你们也不会再有交集，你们没必要专门来找我麻烦。退一步说，我是卓女士特批进来的，你们把我搞死了，你们觉得卓女士真的会旁观吗？他看出来了，卓女士的影响力比想象中大。反正卓西也不会知道今天的事情，他也就大胆的把卓西拉出来当挡箭牌了。恶作剧到此为止，和谐相处，对大家都好。他拍拍手，像是给这份口头合约盖了章。池胜眼神复杂，周婉离的眼里满是玩味，就连从来不屑于凑热闹的女神沈渊也抬起头看向云林所在的方向。有趣。宋之玉勾唇，默默翻开书本的下一页。没有人回应云林的话，一个个各怀心思。云林不确定自己说的这番话是否有效，但他想多多少少能让自己清静一段时间。但总有一两个人非要证明自己的存在感。云林坐在马桶盖上，浑身湿漉漉的，水从头发上滴落，最后和地上那一滩水融在一起。但他没有生气。当一个人经历了足够多的事情，整个人就会变得平静。再者，现在也不是生气的时候，他得先想办法出去才行。没有预料的尖叫声和咒骂声，连哭泣和求饶也没有。要不是他们亲眼看着云林进去的，都快怀疑里面没有人了。叶嫣然咬着指甲，气到发抖。我倒要看你高傲到什么时候。他给了魏贤一个眼神，后者点头，将云林直接拽了出来。云林没想到他们会突然开门，没有防备，就这么被扯了出去。刚想反抗，就有两个人压住自己。不等他开口，两巴掌已经落下。云林侧偏着头，用舌尖顶了顶腮帮子，他的眼神冷了下来。下一秒，他的头发被叶嫣然拽住，头皮的撕扯感让他被迫看向叶嫣然。对方一脸得意，有种报复后的快感。云林想也没想，将嘴里的血沫子吐到叶嫣然的脸上，瞬间尖叫声响彻整个洗手间。我的脸！嫣然，我有纸巾。蠢货，纸巾能擦掉吗？我要洗脸啊！好恶心！云林，你死定了！啊，我的脸！叶嫣然用水死命地搓着自己的脸，精致的妆容被水冲洗的糊成了一片，看上去很是恐怖。云林透过镜子看到叶嫣然这副狼狈样，笑了一声。都说了好好相处，你怎么就非要找事情呢？第100章，你算哪根葱？我都没动他。叶嫣然抬头看着自己糊成一团的妆容，又是一声尖叫。嫣然，你没事吧？蠢货，你还不快点去我包里拿卸妆油过来！魏贤像是现在才反应过来，忙不迭跑回教室。云林的脸红肿着，眼睛却亮得出奇。这副表情在叶嫣然看来无异于是挑衅，于是又是两巴掌落下。云林，你这条疯狗，居然敢朝我吐口水！你都敢打我了，我还不能吐了？云林直视着他，怎么，你已经做好承担后果的准备了？出了这个厕所，谁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呢？凡事要讲究证据的，云林。叶嫣然拍了拍云林的脸，一脸得意。云林的心沉了沉，但脸上不显。你是觉得卓女士瞎了，看不见我脸上的伤吗？真可惜呢，就算是卓女士，也要讲究证据的呀。叶嫣然顶着一张五彩斑斓的脸，看得云林发笑。笑什么？叶嫣然恼羞成怒，伸手拽住云林的头发往上扯。云林倒吸一口冷气。嫣然，卸妆水拿过来了。这么慢？魏贤的到来让叶嫣然松开了手。他拿过卸妆水，动作极为粗暴，而魏贤却习以为常。流水声响起，云林盯着地面，想着逃脱的方法。他的力气虽然大，但也耐不住两个人压着他。环顾四周，也没有能利用的东西，除了拼一把，也没有其他方法了。他一咬牙，先是弯腰，接着猛地一抬头，撞向其中一个人。那人不察，被撞翻在地，但另一个人反应更快，直接把云林拽了回来。云林扭头，直接咬上对方的手臂，嘴里充斥着铁锈味，云林却没有松开，反而咬得更紧，像是要把对方的肉给咬下来一般。那人尖叫着，卯足了力气甩开云林。云林就像一个破布娃娃被甩在地上。云林抬头，余光一瞥，却看到一个不算熟悉的身影，是沈渊。他比了一个嘘的手势，将手机收了起来。转身离开前，云林看到他无声地留下2个字：等我。云林不知道沈渊会不会回来，但除了信任他，也没有其他方法了。过了今天，他一定要去找拳击助教的工作。云林想着，还想跑，挺会咬人的。叶嫣然踢了云林一脚，云林整个人像虾一样蜷缩起来，没忍住哀嚎了一声。一个资助生而已，居然还敢威胁我们，弄死你，
比一只蚂蚁容易。你真以为卓西会为你出头吗？不自量力！魏贤也跟着补了一脚。他就是看不惯云林一个最底层过得这么潇洒，而他却得考虑家里的情况，费尽心思的讨好叶嫣然。云林应该和自己一样，跪在地上舔着自己的脚来讨好自己才对。想到这，他眼神变得越发阴暗，抬脚直接踩住云林的手捻了捻。云林咬着牙，怒瞪着魏贤。余光一瞥，写满笔记的作业本已经在叶嫣然手里了。让我看看。哎呦，这笔记做的可真满啊！真努力啊，我们资助生。叶嫣然翻着云林的笔记本，一张一张当着云林的撕下，笑死了。整个学校怕是找不出第二个用本子做笔记的了吧？哎呀，都是资助生了，指不定这本子都是哪个垃圾堆捡回来的呢。魏贤收回脚，笑着接叶嫣然的话。咦，魏贤，你恶心我！叶嫣然想也不想，就将笔记本扔在地上，地面都是水，笔记很快被水浸湿。叶嫣然一脚踩在笔记本上，用力捻了捻。果然，脏东西就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学校里，害得我手都脏了。云林因为寒气忍不住抖动了一下，他的胸口微微起伏着，第一次对一个人有了恨意。怎么，很不服气？可是你又能对我做什么呢？叶嫣然笑了笑，朝云林走了过来。他蹲下，掐着云林的下巴，俯视着他。别以为你到了池家就能麻雀变凤凰，收起你那点小心思。你只是一个低贱的下等货，别妄想不属于你的东西。那你在橱窗里卖多少钱啊？高等货大小姐。要说难听的话，自小在形形色色的人里混的云林自然是张口就来。叶嫣然说不过云林，恼羞成怒，又是一脚要落下。你们在做什么？一声怒吼响彻整个卫生间，叶嫣然更是直接被推翻在地，手和衣服都沾上了地上的水渍。叶嫣然叫了一声，满脸嫌恶。嫣然，你怎么样？魏贤脸色一变，急急忙忙上前扶住叶嫣然。而这边池胜已经扶起了云林，原本那两个压着云林的人早已经被池胜给吓退，站回了叶嫣然身边。你怎么样？云林抬起脸的瞬间，池胜的脑子嗡的一下，他的脸色完全僵住，手悬在半空，脑子一片空白。他原本是在操场打球，接到沈渊的消息后立马就跑了过来。该死的！池胜咬紧了牙关。池胜、云林、周婉离几人也跑了过来，沈渊却不见了身影。后来云林才知道叶嫣然的奶奶对沈家有恩，所以他不便出现，只能拍下证据，然后去告知池胜。云林一直记得沈渊这份恩情，带他去医务室。池胜沉着脸将自己的外套披在云林身上。谢谢。云林拽紧衣服，声音如细纹。池胜抿了下唇，神色复杂。能走吗？周婉离扶住他，冷着脸，动作却很轻柔。能。周婉离没再问，何木则一左一右搀扶着云林。陆亦成把洗手间的门关了。陆亦成将门落了锁。洗手间里剩下池胜、陆亦成和叶嫣然他们这个小团体。看着池胜阴沉的脸色，四人都有些害怕。到现在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池胜会突然出现在这。他们特意是找池胜去打篮球的时候对云林下手的。往常打完篮球池胜他们就直接走了，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但他们就算知道原因，也为时已晚了。是你们做的，对吧？我做这些都是为了……又要说是因为我？池胜冷笑一声，打断了叶嫣然的话。我说了，不要自作聪明。你们是聋了吗？还是听不懂话的智障？我和他的事情，还不需要别人插手。你算哪根葱？我都没动他。池胜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气愤，但他知道此刻的自己很想掐死眼前的女人。事实上，他也这么做了。第101章，是啊，我很穷。看叶嫣然涨红了一张脸，陆亦成握住池胜的手。池胜，够了，他死了会增加不必要的麻烦。陆亦成的声音清冷，没有一丝感情的起伏，像个设定了程序的机器人，完全没将叶嫣然放在眼里。他不在乎叶嫣然是死是活，他只是单纯不想给自己找麻烦。他捏着池胜的关节，池胜的手骤然泄了力气。他有些不满地瞪了陆亦成一眼，看叶嫣然无力地瘫软在地，池胜的眼里没有一点怜惜。说吧，你们怎么对他的？他半蹲着，用看垃圾一样的眼神俯视着叶嫣然。叶嫣然抖动着身体，我是为了你啊，你不是讨厌他吗？如果他消失了，你不就不用再见到他了吗？谁说的？谁要求你的？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池胜被气笑，拿我做借口，
你可真是能耐啊，叶嫣然。我没什么耐心。池胜不耐烦地打断叶嫣然的话。叶嫣然，你到底都做了什么？最好一五一十地交代清楚。他的声音很轻，却满是威胁。他抬眸看着叶嫣然身后不敢动弹的三人，还有你们，一个也别想跑。池胜笑得阴沉，让人看了忍不住起一身的鸡皮疙瘩。池胜，他只是一个资助生。叶嫣然不明白，只是一个来路不明的资助生，池胜为什么要为了他针对自己？你喜欢他？除了这个，叶嫣然再想不出其他。我喜不喜欢，都不是你霸凌别人的理由。池胜至始至终都没有被他带偏，何况他住的是我家，不是你家，我都没敢对他动手，你怎么敢的？面对池胜的反问，叶嫣然根本不敢开口回应。最后是压着云林的人开了口，用我的名义打我的脸，你可真行。他笑了一声，眼神冷得人发寒。这样吧，他起身扯了扯有些褶皱的衣服，这么喜欢欺负别人，就好好感受一下被人欺负是什么样的感觉吧。时间也不长，就3天，很公平，对吧？四人白了脸，可不要想着不上学，躲过这3天就完事了。我多的是手段，趁我还能好好和你说话的时候，最好识相一点。3天，原本叶嫣然是想利用卓西不在这3天好好教训一下云林，而现在这3天却成为了他们的噩梦。等池胜到医务室的时候，云林已经换上了周婉离的干净校服，脸上的红肿还没消退，莫毅给了他一个冰袋。周婉离和穆泽坐在另一张空着的病床上，医务室安静的可怕。你怎么样？池胜的到来打破了沉默。他走到云林面前，看他乱糟糟的头发和红肿的脸，眉头紧锁着。还好，今天谢谢你们了。云林倒像个没事人，冷静得很，脸上没有任何害怕或愤怒的情绪显现。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周婉离问道。还没想好，总之需要先告诉老师，然后能怎么样呢？他们有钱有权，自己什么都没有。云林沉默了一瞬，这个时候你怎么不想着我妈了？看他这样，池胜就气不打一处来。云林没说话，他也不确定卓西会不会站在他这边。叶嫣然有些话说的有道理，卓西真的会为一个无权无势无钱的资助生出头吗？平时一张嘴这么厉害，真有事了你怎么还成哑巴了？我要是你，我不闹的全世界都知道，我绝不罢休。闹起来卓西会不会生气？他生气了，自己不上学是小，他母亲怎么办？大恩如大仇，万一他觉得母亲碍眼了，停止了一切资助怎么办？母亲什么时候醒来都是个未知数，他必须要在母亲醒来前好好照顾自己，努力赚钱才行。对，钱，他在心里盘算着。怂了。周婉离眼里一闪而过的失望，但云林却摇了下头。不，云林说的坚定，这让周婉离眼里重新燃起了对他的兴趣。你想怎么做？他迫不及待地问道。视频我发给你了。陆亦辰晃了晃手机。不是我拍的，我也只是做个中间人而已。云林拿出手机，视频刚放了3秒，手机就自动关了机。谢谢，麻烦帮我转告他一句。陆亦辰点头。有了这个视频，一切就更容易了。你打算怎么利用这个视频？池胜也有些好奇。发到网上吗？穆泽问道。不，发出去不利的反而是自己。他是可以利用网络，但这相当于是在抹黑学校，万一有心人在网上科普了圣托利亚，甚至还会挑起阶级矛盾，那到时候就不是他和叶嫣然他们之间的矛盾了，闹大了对所有人都没好处。现在有视频，能做的事情，能做的选项就多了。另外几人面面相觑，云林的眼神却格外坚定。有时候闹大了，自己反而容易成为下不来台的人。既然如此，倒不如逐个击破，从他们身上薅下一块肉来。口头的道歉没有任何用，伤都受了，自然要拿点实在的东西。于是当天晚上，本就惴惴不安的叶嫣然4人收到了云林发来的视频。叶嫣然气急，将所有东西扫落在地。魏贤也慌了，急急忙忙打电话给叶嫣然。你问我怎么办？我怎么知道怎么办？该死的，到底是谁录的视频？我要杀了他！云林，哈哈！他说着尖叫起来。这视频要是传出去，自己就完了。他挂断魏贤的电话，直接拨通了云林的视讯。云林接起，露出自己还有些微肿的脸。你想要什么？叶嫣然咬着牙，从牙缝里挤出这5个字。云林不语，只是比了一个500。叶嫣然松了口气，没有犹豫，
他直接转账过去，但很快就被云林退回了。5000，云林笑着摆动食指。5万，叶嫣然的脸有些黑了。云林这一张嘴就要了他1/3的生活费。我发你，你就会把视频删掉，对吧？如果是这样，5万就5万吧。他咬牙，刚准备转账，云林却又摇了摇头。是500万，叶大小姐。500，你疯了！500万！叶嫣然骤然拔高了音调。500万，你穷疯了？就一个视频，你敢要我500万？是啊，我很穷。叶大小姐第一天知道吗？第102章，学校是我家。云林的语气似在调侃，眼神却很坚决。500万，我没有那么多钱。叶嫣然的拳头松了又紧，紧了又松，才从嘴里说出这句话。这可就不归我管了，叶大小姐。人总该为自己犯的错付出点代价。云林没有丝毫打算退让的意思。云林，别以为有池胜他们给你撑腰，你就能狮子大开口。500万，你就不怕我把你告上法庭吗？当然可以啦，不过我这边的伤情报告和殴打视频可就不确保会安好的留在我的手机上了。毕竟我的手机也是老古董了，一不小心丢了，自动转发了，也是情有可原，是吧？你在威胁我？你都殴打我了，我只是口头威胁一句，已经够善良了，大小姐。你看着气急败坏的叶嫣然，云林敛住眼底的寒霜。霸凌者有什么资格生气呢？就因为自己被威胁了，还是被一个资助生威胁？云林觉得讽刺。500万，3天后没到账，就别怪我昭告全世界了。赤脚不怕穿鞋，你在动手之前，我就已经警告过你了。除了叶嫣然，他也给其他人发了消息。至于联系方式，当然是池胜他们给的。叶嫣然话还没说完，云林就已经挂断了电话。他缓缓吐出一口浊气，抬头却看见池胜站在门框处。他敲了敲门，象征性的进。彼时的池胜还是会象征性等到云林回复再进来。这就是你的方法，一人500万，4人2000万，你暴富了。但这群人除了叶嫣然，另外3人应该没办法拿出这么多钱。他们虽然是富家子弟，10几20万好说，上百万还真不好拿。当然他除外，像他和周婉离他们从小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账户，里面的钱是由他们自己支配的，不管是投资、创业还是挥霍，都随他们心意。我也没指望他们能拿出这个钱。那你开这个口的意义是什么？池胜靠着书桌，随手翻开他桌上的一本书，是全新的，上面已经做了不少笔记。吓一吓他们，只是出钱未免太便宜他们了，让他们提心吊胆的过每一天才是折磨。池胜挑眉，合上课本，放回原位。两人突然意识到，这是他们第一次这么友好的坐下来谈话。今天的事情，谢谢你了。哼，学校是我家，我可不想让某些老鼠屎坏了这一锅汤。他起身，在耳朵红起来之前离开。云林勾唇，可这笑容转瞬即逝，脸上的红肿还没有完全消退。看着一家人的合照，笑靥如花，却物是人非。从头到尾，他都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在父母接连出事后，他似乎已经丧失了哭泣的能力。第二天，云林还是正常上学。不知道事情是怎么传出去的，亦或是看到了云林脸上的伤，所以有了些猜测。一群人议论纷纷，但真正上去问的却一个都没有。云林将书包放在桌上，他下意识去看自己的课桌，空空的，没有任何异物。云林这才将东西放了进去。高中的课本很多，很多人都会选择放在教室，只有云林放学永远都是一个书包加一手的资料书。刚坐下，周婉离和池胜就走了进来。我家的新品，给你一个。这个不管怎么说，因我而起，陪你的笔记本，是一个平板和电脑。谢谢。云林尽数收下。池胜多的是机会把东西给他，却偏偏等到所有人都在教室的时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池胜这也算是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以后怕是没有人敢随意动他的东西了。倒是周婉离让他有些惊讶，他和自己并没有说过几句话。在云林这里，周婉离是个随意散漫却让人不容小觑的奇妙存在。其他人也不是蠢的，一瞬间就明白了几人的意图。而叶嫣然几人也在这个时候到达了教室，那样子一个比一个狼狈，湿哒哒的衣服，发红的脸以及凌乱的头发。云林皱眉，不知道他们闹的是哪出。班里议论纷纷，不少人视线落在池胜他们身上。真漂亮啊，叶嫣然。周婉离坐上云林的书桌，脸上带着笑。叶嫣然颤抖着身体，沉默地走到教室后面的柜子处，想拿毛巾和备用服装。打开的瞬间，
尖叫声响彻整个教室，里面的东西被剪得稀碎，整个柜子被泼满了油漆，里面还有一些不明生物在挪动着，看得人头皮发麻。叶嫣然坐在地上，其他几人见状，脸色越发惨白，默默收回了触碰到柜子的手。云凌只觉得讽刺。听见周婉离的笑声，他转头看向周婉离，周婉离似乎感受到了云凌的视线，朝他眨了下眼。你做的？云凌做着口型。周婉离耸了下肩，只笑着没回应。云凌知道了，哪怕不是他们做的，也和他们脱不了干系。为自己报仇？为什么呢？云凌自认为和他们关系并没有好到这种程度，如果不是池胜有时候故意找一下他茬，他大概率也不会和这几人有任何交集。这一群人里，也只有周婉离有时候会故意和他掰扯些意义未明的话题。但不管怎么说，他们这个做法对云凌而言确实挺解气的。整个学校能做到这程度的，也只有池胜他们了。这种恶作剧，如池胜所说，持续了3天。这3天，叶嫣然等人消瘦了不少，整个人变得格外憔悴不说，还变得草木皆兵。白天，他们会接受层出不穷的恶作剧，到了晚上，还要接受云凌的威胁短信。4个人的心理防线已经接近崩溃，但云凌没有任何感觉，认为他们纯属自作自受。霸凌者哪怕遭到反噬，他们也只会怨恨别人，不会反省自己。事实如云凌所说，以前只有他们欺负别人的份，而现在所有人都能骑到他们头上，哪怕是一些以前需要舔着他们的废物。云凌每天都能看到叶嫣然几人用一种极为阴暗恶毒的眼神看着自己。事情的转折发生在第3天的放学，叶嫣然死了。第103章商谈。时间要再往回退一些，卓西还是知道了这件事，似乎是池胜不小心说漏了嘴。于是云凌第一次被叫到了楼上的书房。那天晚上，卓西问了云凌许多细节，表情是他从未见过的严肃。交谈过后，卓西叫来了心理医生和家庭医生，又给云凌做了一份检查，确认了云凌的身体和心理都没问题后，他将池胜叫了进去。云凌要离开，却被卓西叫住。云凌，你过来，坐我这边。卓西拍了拍自己身边的空位。池胜和云凌对视一眼，后者疑惑，但还是坐了过去。那天晚上，卓西将云凌为什么会出现在池家的原因向池胜说了个明白。要不是云凌妈妈救了我，现在躺在医院的就是我了。为什么不和我讲？对方就是奔着这个项目来的。云凌妈妈为了我还变成这样，我必须得拿下这个项目。要是让你知道了，你肯定会联合你父亲一起让我停下这个项目，所以我只能和云凌商量着暂时瞒住你。池胜看向云凌，后者点了点头。你母亲。池胜声音有些发涩，连带着都不太敢直视云凌的眼睛。脱离危险了，但是什么时候醒来还是个未知数。池胜给云凌道歉。云凌惊讶，不用，卓女士，她没对我做什么，反而还帮了我忙。话还没说完，池胜已经起身。对不起，云凌。90度鞠躬，要多诚恳有多诚恳。云凌没开口，他就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在这之前，他从没想过自己会得到他们真诚的道歉。你也没做什么。云凌试着组织一下语言。臭小子，我看你后面怎么面对云凌，都叫你对他好点了，一天天不知道在瞎想些什么。卓西对着自家儿子的后背就是几巴掌。池胜吃痛，但愣是没动一下。当天晚上，周婉离他们也知道了这件事，几人轮番攻击着池胜，搞得池胜大半夜愣是没睡着，起来扇了自己2巴掌。第二天，以为熬过去的4人还没松一口气，就被卓西叫到了办公室。不知道卓西和他们谈论了什么，出来之后4人都是一副面如死灰的颓丧脸。云凌只知道他们4个人都被开除了，同时学校洗手间的门被全部更换成原把手，目的是为了防止再有人像云凌这样被锁在洗手间里，但明面上只说是公务维修。所有人都惊呆了，没有人想到卓西真的会为云凌出头，不少人更是暗自庆幸自己没有动手。很快，云凌也被叫了过去。原本是想让你们一起过来的，但考虑到你可能不想和他们见面，我就分开叫人了。卓西坐在主沙发上，一旁是主任和面色惨白的班主任。云凌在卓西的示意下入座。叫你来呢，是想商量赔偿的事情。根据你的意愿还有实际情况，这是学校和他们给你的赔偿，你看看。卓西将桌上的合同推了过去。这是王律师，有哪里不清楚的或者不满意的，可以随时提出来，我们可以再商讨。云凌心中惊讶不已，面上却不显露出一分。他沉着脸，仔仔细细翻看着合同，每一条都看得仔细，有疑问的条款也一一指出。
王律师一一回应，没有一丝不耐。也是那天过后，云林才动了要学习法律知识的念头。赔偿300万。云林看了好几眼，最终才问出口：太少了吗？卓西放下茶杯，500万的事情我知道了，我问过王律师，这笔钱很容易给你带来麻烦。这个价格是根据你的伤情定的数字，他们4个每人都将给你50万作为赔偿，而学校这边监管不力，所以需要出100万当做你的安抚费，共计300万。卓西和他解释着这笔钱的由来。或者你这边报个价，商谈交给我们，你不需要出面。不用，这样就很好了。云林对这个结果很满意。对于云林而言，这都能算得上是因祸得福了，一下子有了300万的存款，说是一夜暴富也不为过。另外，视频的事情很抱歉，需要你删掉。我们这边的想法是再给你100万，买断这个视频，你看可以接受吗？这个在云林的意料之中，毕竟对学校会产生负面影响。只是没想到，这个视频还能让自己再赚100万。可以，但凡犹豫1秒都是对自己的不尊重。这视频留在自己手里就是烫手山芋，倒不如换成钱来的实在。有了卓西插手，事情就变得顺利许多。叶嫣然等人被开除，云林待在池家的原因也已经表明。因为这个，池胜躲了云林3天，愣是没敢见他，反倒是周婉离几人有事没事总是凑上来和云林说着一些无关紧要的话。知道云林放学都在外面找兼职，还抛出了橄榄枝。云林挑选了一些，其中就有拳击馆的兼职。池胜虽然没出面，但云林知道食堂的兼职是他开了口。那天云林正常坐公交车打算去兼职，还没到公交车站，人就被堵了。云林按着自己的手机，关键时刻却又关了机。他看着周围的环境，前后都堵了人，个个凶神恶煞的，手拿着棍子和电击棒。云林知道自己要是跑不掉，那就是凶多吉少了。看到4个人出现在自己眼前，云林立刻就明白了，4人自始至终都没有反省过自己，反而还把错都归纳到了自己身上。现在你得意了，云林，托你的福，明天我就要去国外了。如果不是你，我也不至于被我爸妈打成这样。魏贤指了自己还红肿的脸，身后2个小跟班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你们要是不仗着自己的身份去欺负别人，也不会变成这样。云林撇嘴，满眼嫌弃。板子打在自己身上知道疼了，还不是自己做的孽，想把屎盆子扣在自己身上，门都没有。云林一边拖着时间，一边在口袋里狂按着自己的手机。你一个资助生就应该烂在泥地里，跪舔我们，为我们服务。一个资助生搞得我这么狼狈，我不好过，你也别想好过。云林不语，朝他啐了一口。几人脸色一变，像是怕沾染到什么病毒一样，迅速后退。云林趁机穿过包围圈要跑，但奈何这次还有几个练家子在，他很快就被抓了回来，像个垃圾一样被甩在地上。第104章，世事无常。哟，这里好像挺热闹的。周婉离的声音在这一刻犹如天籁。云林抬头，叶嫣然，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要走了还非得作死一把。周婉离摇头，池胜却已经走过去将云林扶了起来。你没事吧？没事。你们怎么会在这？原本是想去游戏厅的，掉头的时候刚好看到了。2人说话的功夫，周婉离已经一脚把要跑的魏贤踢了回来。至于其他人，他也没放过。他打得飞起，穆泽就跟在他旁边，老老实实给他扫清障碍，生怕这大小姐哪里碰到。陆亦成则是在一旁默默补刀，比如在对方已经起不来的状态下，硬是踩断人家一根肋骨才松脚。4个女生躲过一劫，但对手是周婉离的话，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天知道这一群人等这一刻已经多久了，好不容易有个光明正大的借口，打的那叫一个不亦乐乎。好了好了，再打出人命了。云林喊道。行了，你别看了，我带你先回家检查检查。池胜根本就不在乎几人被打得多惨，有陆亦成在，他更不担心周婉离他们会闹得太过火。于是云林就这么水灵灵的被带回去了。虽然他再三强调自己没事，但还是被家庭医生按着检查了一遍。等检查完毕，陆亦成那边的事情也处理好了。那几个混混被打到重伤，被送往医院，主谋的4人各有不同程度的受伤。闹到警察局后，4个人的家长愣是没有一个敢追责，反而压着自己的孩子给几人道歉。云林听到这个松了口气，没有连累他们就好。可当晚叶嫣然死了的消息就传了出来，看着班群里飞速跳动的消息，云林心里头隐隐有些不好的预感。直到池胜出来发了话，班群才安静了下来。房门被敲响，
池胜发梢还在往下滴着水珠。云林皱眉，拿了个干净毛巾盖在池胜头上。池胜顺势弯下腰，云林也就顺势给他擦了擦，动作太过自然顺手，导致两人一时都没察觉到不对劲的地方。反应过来后，池胜猛地抬起头，云林的手还悬在半空，保持着给他擦头的姿势。池胜看他呆呆的模样，借着毛巾捂住自己的脸，胡乱地擦了擦自己的头发。云林被乱飘的水珠殃及，后退了一步。你这么着急忙慌的敲门，有什么事吗？对，群里的消息你看到了？池胜将毛巾随意搭在脖子上。看到了。他顿了顿，叶嫣然真的死了吗？我看有人说他是自杀。可叶嫣然这种人怎么可能会自杀呢？具体的情况还在调查中，你不用担心。再者，就叶嫣然这种人，我可不觉得他会舍得死掉。看池胜的想法和自己不谋而合，云林却越发疑惑起来。那叶嫣然这一出到底是为了什么？行了，你去睡觉吧，有什么事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的。云林当然是没有睡着的。到了后半夜，他也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一切只能说是命运弄人。叶嫣然确实是自杀，但自杀未遂，家里人及时将她送去医院，可没想到发生了车祸，司机重伤，叶母昏迷，而躺在后排的叶嫣然直接飞了出去，当场死亡。而据魏贤几人的聊天记录透露，叶嫣然根本没想死，她知道自己干不过周婉离等人，又心生怨恨，所以才用假装自杀这种方法来博取别人同情，又想学云林利用舆论的力量让周婉离他们背上骂名。事实上，他自己根本不敢对自己动手。所谓的割腕，不过是受了点皮外伤，却硬要装虚弱，喊着不活了，不让别人近身，这才没法子。几个人押着他上了车，带着他去医院。没想到，云林握着手机，白色的台灯照着他，身后一片漆黑。叶嫣然这个结局，哪怕是他也忍不住唏嘘。他希望叶嫣然他们能受到教训，却从未诅咒他们去死。生命真的很脆弱，世事也真是无常。就像他不明白，明明早上他还和母亲说了他今天会发兼职费，等他下班给他做好吃的饭菜，怎么才一个上午没见就物是人非了呢？云林趴在桌子上，安静的房间里只有一声长长的叹息回荡着。叶嫣然的事情很快传遍了学校，不知为何，版本变成了池胜他们给云林出气，将叶嫣然逼上了绝路。至于魏贤，因为害怕连夜办理了转学手续出了国，也被说成了是被池胜他们压迫的转了学。具体是不是这样，没有人去询问，也没有人在意。他们只相信自己想相信的事情，而池胜几人也没有解释。事情似乎就这么过去了，没有人再提起叶嫣然的事情，也没有人敢再招惹云林。充满暴力的开头，连最后的结局也不尽人意。当时云林做了心理测试，没有一点问题。有些聪明的孩子知道怎么样隐藏自己，但这有时候也会让他们变得混乱，从而无法准确判断自己的情感。那安眠药算时间线，差不多是叶嫣然去世后的1周。我想可能是他的死刺激到了云林，毕竟那个时候他的母亲刚出世不久，但那个时候他自己应该也没有察觉这一点，只以为自己是单纯的失眠。几人沉默。你们不用这么严肃，我听我师姐说了，云林的情况比他想的要好很多，他是个坚韧的孩子，不会这么轻易被击倒的。三人的对话没有第4个人知道。接到云林时，池胜也像无事发生一样。很快到了面试这一天，这1星期里，云林只要没有兼职，就会去找沈渊，给他送上特别定制的小饼干。沈渊每次都很嫌弃，却又照拿不误。到比赛这一天，沈渊来接他，云林一上车，他就伸出了手。亏你能吃这么多天。沈渊没应，伸出手没收回。云林无奈，笑着从包里拿出1块给他。最后一个。沈渊满意。沈渊点头。小蛋糕准备好了吗？他边拆着饼干边问道。看来信心满满。沈渊不语，只一昧地啃着小饼干。第105章，不要让我们丢脸。顺利到达面试地点，云林竟少见的在沈渊脸上看到紧张的神色。他笑了笑，你练得很好，放平心态，没问题的。沈渊深呼吸一口气，迈步向前走。他按下门铃，佣人很快开了门，将2人迎了进去。老师在里面等着了，您直接进去就好。这位小姐，麻烦您在外面稍等一下。没有想到沈渊会带人来，佣人给了云林一个一次性鞋套。云林套上，沈渊则进入了更衣室，换了演出服装。我就在这里等你。云林将他的衣袋整理好。沈渊点头。我很快。不着急。表演完了，我带你去吃小蛋糕。
沈渊扯出了一抹笑。沈渊在里面表演的时候，云林就坐在沙发上，规规矩矩地坐着，没有玩手机，捧着水杯，安静地等着沈渊面试结束。一坐就是半个小时。听到动静，云林放下水杯起身。您好。沈渊身后跟着老师，云林和他打了招呼。老师抬眸应了一句，情况我也知道了，你先回去吧，有消息我会联系你。好的，谢谢老师。沈渊道了谢后换回了自己的衣服。云林看得出来他心情不好，也就没有再追问他细节。要抱一下吗？他问道。我失误了。沈渊回道。明明已经练了那么多次，可还是失误了。沈渊站在门口，长发被扎成了丸子头，哪怕他此刻低着头，云林也能看到他的表情，有失望，有悔恨，有害怕，但更多的还是迷茫。云林垂眸，只安安静静地站在他身边，牵住他的手，抱住他的腰，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外人看来，沈渊是天赋卓越的才女，家世优秀，成绩好，舞蹈天赋高，是标准的小说女主配置，羡慕和嫉妒她的人加起来都能为圣托利亚3圈了。但云林却知道沈渊在私下付出了多少努力，他承载了太多的期待，这些期待把他架到了一个下不来的高度，以至于他只能不断回应这些期待，防止自己掉下来摔得粉身碎骨。你还想吃我的小蛋糕吗？他问道。沈渊咬着下唇，我没能顺利表演好。表演不好是不能吃东西的，我只是问你想不想。沈渊沉默了一会，点了点头。于是云林带他去了一家蛋糕店，这家店有提供材料，我早上过来做的，你看看合不合胃口。小又精致的蛋糕摆在沈渊面前，他抬手接过云林递过来的叉子，蓝莓酱的酸中和了奶油的甜腻。沈渊眨眨眼睛，眼泪就这么猝不及防地滴落下来。云林没拦着他，也没给他递纸巾，只是将包里的鸭舌帽拿出来戴在他的头上。沈渊按着鸭舌帽，肩膀轻微颤抖着，哪怕是哭他也不敢放肆。咖啡店自带背景音乐，他们坐在角落，沈渊本就细微的哭泣声更是被淹没在了嘈杂的环境中。尽管如此，他还是机械性地吃着蛋糕，一口接一口，没有停下。蛋糕见了底，沈渊的哭声也已经止住。直到这时，云林才将纸巾递给了他。谢谢，声音还带着细微的哭腔。蛋糕很好吃，那等下次给你做个大一点的。多大？比那个拳击台模型大吧？沈渊破涕而笑。抠门鬼，那个模型台还没沈渊巴掌大。别哭了，云林说道。沈渊深呼吸一口气，鼻头和眼眶都还红着，嘴角却挂着笑。真丢脸，不过是一个面试而已，只要付出来努力，不管是好的结果还是坏的结果，都有哭泣的权利，没有什么好丢脸的。你有为什么哭泣过吗？云林顿了一瞬，有的，但他没有要接着说下去的打算。气氛变得有些尴尬，手机震动起来。沈渊脸色微微有些僵硬，可在看到云林担忧的表情时，还是努力扯出了一抹笑容。看来要被骂了。被骂这个词似乎和沈渊扯不上关系，可云林却想到了那次下午茶，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吗？沈渊摇头，他向来不支持体罚，但有时候言语暴力比体罚更可怕。你真的很聪明，云林。沈渊扯了扯嘴角，谢谢夸奖，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沈渊摇头，起身将帽子还给了他。接下来得靠我自己了，谢谢你今天陪我去面试，还给我做了这么好吃的蛋糕。对了，还有饼干，只要你想要，我会给你做。云林跟着起身。沈渊。沈渊离开前，云林叫住了他。怎么了？我想你自己也知道，正是因为你足够优秀，所以才会有这么多期待压在你身上。我希望你不是因为别人觉得你优秀而觉得自己优秀，你的优秀是个客观事实，不会因为某一件事的成功或失败而消散。云林吐出一口浊气，他也不知道自己这样是不是过了界，但他还是想说这句话。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优秀，无需证明。沈渊眨眨眼，嘴角带了些笑意。谢谢你，云林，他发自内心的说道。在这之前，从没有一个人和他说过这样的话。回到家，丁文已经坐在客厅里了，他冷着脸看着沈渊，却没有开口。妈！沈渊说着，跪在软垫上。老师说你的今天的表现欠佳，对不起，我失误了。沈渊没有给自己找任何借口。沈渊，你太让我失望了。沈渊低着头，没说话，没反驳。你有着最好的教育资源，还有我们给你牵线搭桥，这么好的机会，你却没能把握住，
所有人都说你优秀、聪明，可事实呢？真正的天才是不需要努力的。你看云凌，轻而易举就能拿到你们学院的第1名，甚至他从没上过一个辅导班。他叹了口气，一脸忧愁。我和你父亲都是名门大学毕业，我们已经不要求你在学习上拔得头筹了。沈渊，不要再让我们失望了，好吗？是。算了，我已经和你父亲商量过了，给你转学。这几个学校的舞蹈专业都是顶尖的，你自己选一个。你的起跑线已经比不过别人了，再这样下去你就废了。妈，沈渊嘴唇轻颤。沈渊，你必须做首席，不要让我们丢脸，好吗？丁文直接打断了沈渊的话。第106章，我养你。又是熟悉的话语。沈渊闭上眼睛，除了应下，没有任何选择。行了，差不多可以去联系了。老师已经把你今天面试的影片发过来了，我不希望你下次还犯同样的错误。是。沈渊起身。对了，我听说今天那个云凌也去了。沈渊心下一紧，你和他注定不是一个阶级的人，想找朋友，还是要找相同水平的才对你有帮助。出生不是他能决定的，但他很聪明，只要给他一个机会，他……好了，我不想听你说这些。丁文不耐烦的摆手。你要他做跟班，我没意见，毕竟他很聪明。朋友，丁文嗤笑一声，你不需要这种东西。妈，是我的问题，我会努力练习的，不会再犯这种错误了。丁文摇头，摸着沈渊的脑袋。阿渊，真正强大的人总是孤独的，你只要专注自身，让自己变得优秀就好了。像这种无意义的东西，只会增加你的负担，成为你的拖累。熟悉的话犹如恶魔的低语，真的会是负担吗？虽然也是，现在云凌也是吗？当然，强者总是孤独的。妈，从小到大，你有一次觉得我优秀吗？当然没有。丁文毫不犹豫地回答，并没有让沈渊觉得惊讶。你离优秀还有很长一段距离。阿渊，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拿到常青藤的博士学位了。你父亲也已经凭着过人的能力实现了财富自由，而你呢？有几个能拿得出手的国际金奖吗？别人夸你优秀，只是在恭维你，你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孩子。沈渊扯扯嘴角，不要想太多，说不定去了这些学校，你会有所突破。丁文拍了拍他的肩膀，我还要去开会，你今晚好好练习，我会看你的练习成果。不要让我失望，不要让我失望。这6个字像锁链，将他牢牢锁住，无法动弹。想起自己满墙的奖状和奖杯，沈渊只觉得讽刺。他深呼吸一口气，掏出手机拨通云凌的电话，还没拨通，他又立马挂断。收起手机，他打算离开，却被佣人拦住。小姐，夫人说你要留下来练习。我知道，我晚上会回来练习的。我只是去找陆亦成，他说有事找我，让我面试完过去一趟。陆家和沈家订了婚约，用陆亦成做借口，自然不会有人阻拦。果不其然，听到这话，佣人放了行。陆亦成到的时候，沈渊已经在练了。他坐在一旁，需要我叫云凌过来吗？不需要。他停下，将手套摘下。面试的不顺利，被骂了。沈渊抿唇，坐在他旁边。我妈让我转学，去国外顶尖的舞蹈学院。你明年不也要去吗？他觉得我再拖下去，只会更加被别人甩在身后。也许在他们看来，所有人都是敌人吧。陆亦成双手撑着地板，抬头看着天花板。那你怎么说？陆亦成侧头看向他。我有选择权吗？无非是几个学校中挑选一个罢了。陆亦成轻笑一声，眼底有着淡淡的嘲讽。等你过去了，我应该也快了。谁叫我们是绑定人生呢？两方的家长都希望他们能够迅速培养感情，等到合适的年龄就办婚礼，好让两家的事业都能更上一层楼。青梅竹马，家世相当，不论是外人还是内部人员，都觉得两人是天作之合。至于本人的意见，这并不重要。在他们看来，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他们这些家长给予他们的，他们想要获得这些，自然就要接受他们的所有安排。如果没有你这个借口，我也不可能坐在这。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必要时会为对方打掩护，只要对方有需要，无论另一个人在做什么，都必须出现。而这一切，只是为了能在家长的眼皮子底下得到一点点属于自己的自由。你说，如果去国外，会得到自己想要的自由吗？沈渊跟着躺下，手臂盖住眼睛，在监督下享受的片刻自由，也能算自由吗？还真在这沉默之际，一个声音突兀地响起。沈渊猛地起身，一脸惊讶地看向门外的方向。光影从门外洒进来，沈渊看不真切云凌的脸，只能隐约地看到两个交叠在一起的身影。云凌，
沈渊试探性的喊道：“是我。”云林走进来，轮廓一点点变得清晰。沈渊看向陆亦成，后者摇摇头：“你怎么会来这？”沈渊问道：“我想着万一你会过来。”“那你来做什么？”陆亦成看向云林身后的池胜，他说：“你有事找他。”云林疑惑：“哦，你不是说要给我看你新到的装备吗？”池胜瞪大眼睛，径直走向陆亦成，一手揽过他的肩膀，带着他就往里间走。在云林看不到的角落，他的眼神里满是警告。陆亦成勾唇，明白了一切，却没说话，只是一味被他扯着走。拳击馆只剩下2人，云林自然地坐在他身边。发生什么事了吗？事已至此，沈渊没有再隐瞒。抱歉，让你受到了无端的猜测。我理解，也分得清，你不用担心。云林拍了拍他的手。那你要准备转学了吗？你觉得我要去吗？当我们还没有能力时，我们只能听从安排。云林没有顺着沈渊的想法说下去，而是给了一个冷静又客观的回答。沈渊笑了一下，正常来说，不是应该要站在我这边，对着我父母的决定大骂特骂吗？你知道我向来是个实在的人，附和的话我也可以说，但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没有选择的权利。再者，我一直都是站在你这边，到最后做决定的是你。如果你想反抗，我也会支持你。如果反抗了，那我可能就没办法给你提供工作了，说不定我自己的生存都是问题。那个时候我来养你吧。沈渊看着云林，云林同样看着他，眼尾勾着笑，却谁都能看出他眼里的认真。也许没办法让你像现在这样过得这么滋润，但至少你的衣食住行我还是能保证的。沈渊也跟着笑，那我可就要抱住你这条大腿了。他没有怀疑过云林这句话的真实性，他相信云林有这个能力。第107章旅行。不过我很高兴。什么？你虽然焦虑，却没有像以前一样暴食，而是选择来了这里。你说过我的优秀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优秀的我可不会被这种事情打败。他的话里有着骄傲。离开前要不要去看看这个医生？云林将名片递给他。苏松兰，心理医生。沈渊接过，低喃着：“你已经去看过了，是吗？”云林收回手：“你知道了，我一直有在关注你。虽然因为父母的原因，他不能太接近云林，但我不知道我能为你做什么。你做的已经足够多了，谢谢你，沈渊。”每次当他有困难时，沈渊总会默默出手帮助，甚至于助教的工作也是如此。他应该是第一个发现的人，只因为他同样也知道自己出了问题。这个医生还不错，我希望你在转学前能去一次。到了国外，能依靠的人只有你自己了。我会去的。与此同时，池胜和陆亦成正在里间面面相觑，每次都只会用我做借口。好兄弟就是这么拿来用的。池胜说的理所当然。不去听他们说了什么吗？不要，云林会生气的。一想到刚认识云林时的池胜那拽拽的模样，陆亦成就想笑。沈渊要转学了，我知道啊，明年。你应该也在准备转学事宜了吧？应该是小长假过后。哦，为什么这么突然？池胜不解，他爸妈又给他施压了。陆亦成点头。池胜撇撇嘴，没发表任何意见。小长假，要不要一起去度假村玩几天？陆亦成突然开口。哪个度假村？ C 市那个。都要去旅游了，为什么不去国外？云林有护照吗？池胜挠挠脸，没说话。护照不难，但云林这个资助要申请签证就有些困难了。我没问题。车上，池胜转达了陆亦成的想法。怎么样，你想去吗？池胜小心翼翼地问道。云林沉默了一瞬。是因为兼职吗？我最多只能挪出来3天。池胜点头。我和他们说一声。事情就这么敲定了下来。只是到的时候却多出了一群人。池胜黑着脸。你们也就算了，为什么这家伙也在？宋之玉站在周婉离和穆泽身边，手上还拿着一个小包。我叫过来的。3天2夜，多一个人热闹一点。褒义还是贬义的热闹？池胜对着陆亦成。宋之玉耸了下肩，这度假村还是我提供的呢。哦，这周围这么多度假村，怎么选他家的？我家的度假村刚好用来招待客人了。你们说的太临时了，我家的早在3个月前就都被订满了。陆亦成和周婉离解释道。我家这个是试营业，所以还没有什么客户。宋之玉扯了扯袖子，不知不觉就站到了云林身边。还没等他开口，池胜已经挤了过来。宋之玉白了他一眼。这是各个房间的钥匙，女生在里间，男生是外面4间，整一个走廊都是我们的，所以
不用担心会打扰到其他客人。他将钥匙拿出来，每一串的门禁卡上都贴了名字。谢了。穆泽拿过自己的钥匙。话说，有什么活动安排吗？先自由活动，等晚上会有专门的人准备海鲜烧烤，烟花也已经备好了。你们要是有其他想法，也可以和工作人员说，他们会安排的。上次人这么齐，还是再上次。周婉离白了穆泽一眼，转身揽住云凌。伤口怎么样了？自从周婉离休假后，两人就没有再见过面。虽然两人有在聊天，但到底没有亲眼看到，云凌还是有些不放心。没事了，已经恢复好了。周婉离撸起袖子，疤痕还在，但已经在愈合了。云凌松了口气，抬手摸了摸那条疤痕，眼里有着心疼和后怕。周婉离被云凌的表情取悦到，脑海里甚至有一个一闪而过的危险念头。算了，惹云凌生气就不好了。他撇撇嘴，因为不能付诸脑海的念头而有些失望。周婉离转头，他看向沈渊，什么时候走？小长假结束，手续都已经办理的差不多了。丁女士做事还是一如既往的雷厉风行。不过也好，你走了，云凌就是我一个人的了。我是个独立的人，不属于任何人。婉离。听到云凌的反驳，周婉离鼓了下腮帮子，没回应，只当作没听到。云凌叹了口气，看了沈渊一眼，一脸无奈的摇了摇头。沈渊只是笑，没说什么。三人走在前面，几个男生跟在他们身后，行李箱早就有专人送到他们的房间里。那你呢？沈渊离开，你也差不多了吧？但我手头还有几个项目，等交接完成就会过去了。这样一来，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聚上了。莫泽叹了口气，所以我才说离开前咱几个再聚一聚。陆亦成和穆泽撞了下手肘，两人说着，脚步不自觉就加快了一些。宋之玉和池胜就这么被落在了最后面。反应过来的池胜朝宋之玉冷哼了一声，加快了脚步，追上了陆亦成和穆泽他们。宋之玉一个人慢慢悠悠地跟在最后面，哪怕被落下了，也没有丝毫慌张或不满。整理完行李，夜幕也已经降临。来，走一个，祝我们的沈大才女早日当上首席。穆泽高举着杯子，杯子在空中碰撞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响声。饮料有些洒出，却没有人嫌弃，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笑容。穆泽喝了一口可乐，眼珠子一动，将杯子放下。既然是欢送会，光喝饮料多无聊，当然要来点小酒助助兴。你们觉得呢？我没意见。陆亦成开口。我也。周婉离挑眉，除了云凌，无意反对。云凌，你呢？周婉离问道。云凌觉得有些不妥，但转念一下，毕竟是私人场合，又是熟人局，应该没有什么事，于是点了点头。他也不想成为那个败坏别人兴致的人。很好，全票通过。穆泽这个提议人很是满意。很快，一打打的啤酒被摆上桌。第108章误伤。酒过三巡，每个人脸上都带了些红晕，眼里都有了些醉意。只有云凌，哪怕脸颊通红，眼里依旧清明。他安安静静地听着他们说一些不着调的话，脸上挂着笑。说实在的，刚来到这学院的自己，怕是不会想到会有这一天。只是没想到，除了沈渊他们，就连平时大大咧咧的穆泽，都因为有个无比优秀的哥哥而背负着巨大的压力。我是真没想到，我们还有能坐在一起聊天的一天。穆泽说着，又是一口酒下肚。多亏了云凌吧，周婉离说道。在他没来前，沈渊、宋之玉和他都是独行侠。池胜、穆泽和陆亦成三个人虽然经常在一起，但也是限定在学校，除了学校，也有各自的事情要忙。直到云凌到来，在不知不觉间将他们串联起来。虽然看上去还是和平时没什么区别，但有什么东西确确实实在改变。他们能坐在这，就是证据。对于周婉离的话，没有人反驳。你们说，明明我们小时候关系那么好，怎么长大就散了呢？穆泽叹了口气，又闷了一口酒，罐里早已空空如也。他不纠结，放到一边，又开了一罐新的。你以为我不想吗？不可触及的高岭之花，只要我一和别人有接触，我父母就觉得我在浪费时间，说我不需要这些，让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练习，好拿到更多的荣誉，来保证他们的脸面。至于我，高中就要接手家里的产业了，在学校的时间已经是我能掌控的为数不多的自由时间了。只有我是个浪荡少爷。池胜自嘲一笑，没有人对我有期待，我只要不赌博不创业，遵纪守法，家里赚的钱能够我挥霍8辈子。云凌抬眸，借着啤酒罐遮掩自己的视线。我就不用说了，破个手指头能得被我妈叫来一堆医生来个全面体检的人。你觉得
我妈会同意我跟着你们几个从小到大到处闹事的家伙一起玩吗？若非如此，我妈也不会想让我和宋之玉联姻。宋之玉，你当初带林诗允去参加宴会，目的就是为了破坏联姻吧？宋之玉耸了下肩膀，你说的对，他没有说谎。想当初你和池胜的关系是最好的，要不是那件事，你们也不会。穆泽，陆亦成和周婉离同时开口。穆泽后知后觉，立马捂住嘴巴，可为时已晚。那要我怎么做？我什么都不知道。原本已经迷瞪的池胜立马坐起身喊道：就是你！如果没有你的存在，什么都不会发生。向来淡定的宋之玉突然暴起，直接拽住了池胜的衣领，将他扯了起来。事到如今，你还是觉得我消失就能粉饰太平吗？没有我，也会有江胜、王胜、陈胜。你什么时候才能认清现实？你爸妈根本不爱你，他们爱的只有他们的事业。池胜拽着他的手，赤红着眼。如果没有你，你这样和周于清有什么区别？好，你要是觉得把错都推在我身上能让你好过，可以，都是我的错，这样你满意了吗？宋大少爷，池胜！宋之玉红着眼，对着池胜的脸就是一拳。池胜也不服，直接还了一拳。眼看两人就这么打了起来，原本还有一丝醉意的几人纷纷起身拉架。池胜，冷静点！云林挡在两人中间，但喝了酒又处于暴怒阶段的两人根本听不见任何人说的话。池胜和宋之玉掐着彼此的脖子，眼里都是恨意与怒意，却又不仅仅是针对对方。都冷静点！云林借着身形卡在两人中间，推搡之间，不知道谁挥出了这一拳，正中云林脸颊。他吃痛，坐在地上，捂着脸，倒吸一口冷气。云林，周婉离瞳孔一缩，这一吼拉回了两人的理智。云林，你怎么样？池胜第一时间想要触碰云林，却被周婉离推开。我没事。他松开手，白白净净的脸肿起来了一边。他拍拍周婉离的手，缓缓起身，没有生气的迹象。都缓一缓，清醒一下吧。时间也不早了，今天就先不放烟花了，都早点回房间休息吧。云林，池胜小心翼翼地喊着他的名字。云林推开他的手，摇了摇头。我让医生过去给你检查一下。不用了，我拿个冰袋敷一下就好了。周婉离和沈渊一人牵住他一只手。走吧，我们送你回房间。你们几个自己收拾烂摊子。周婉离的语气有些冷。如果换了别人，这两个人高低都得爬出这片海滩。穆泽站在原地，恨不得给自己的嘴巴2巴掌。行了，你们两个估计也清醒了，都回房间吧。陆亦成摇头。穆泽，你带宋之玉回房间。知道了。穆泽牵住宋之玉，对方没有甩开，反倒是池胜甩开了陆亦成的手，黑着脸往自己房间走去。陆亦成叹了口气，吩咐工作人员收拾一下东西后，这才跟了上去。房间里，周婉离待在云林房间里。工作人员很快拿来了冰袋，云林敷在脸上，寒意贴着脸，让他忍不住瑟缩了一下。周婉离眼里尽是不满。你说说你，就这一个小体格，也敢挤到两个正在打架的大男人中间去劝架，真以为自己学了点拳击就能一拳干翻两个大男人吗？周婉离絮絮叨叨地说着，却拿了条毛巾将冰袋裹住，给他捂着脸。谢谢。云林道着谢，没有因为周婉离絮絮叨叨的抱怨而感到不耐烦。我拿了药膏，涂一点在脸上会好受一点。沈渊推开门，眼里满是担忧。怎么样，消肿一些了吗？这群男的下手就是没个轻重，一个个幼稚的不行，一句话就爆炸。沈渊絮絮叨叨地抱怨着男生们的幼稚，给云林抹药的动作却很是轻柔。云林只是笑。说起来，你为什么不问我们关于池胜和宋之玉的事情？你不好奇吗？我好奇啊。云林实话实说。但是他们要是想说刚才吵架的时候就说出来了吧，可即使是到了那份上，他们也没有说出口。既然这样，就不要再过问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第109章，就算没有我，也会有其他人。不过讲真的，我也不太清楚他们发生了什么，唯一知道的可能就是陆亦成了。我问过他，但他也不肯说。沈渊说道。好了，时间也不早了，你们也去休息吧。云林看了眼时间。你自己没问题吗？没问题，就是一点红肿而已，明天睡醒就消掉了。云林拍拍周婉离的肩膀。有问题打电话给我们。沈渊说道。两人叮嘱了几句，云林一一应下。将两人送走后，云林拿着衣服进洗手间，看着镜子里红肿的脸颊，云林抬手轻轻碰了一下，疼痛感让他的眉头忍不住皱起。
门铃声在此刻响起，他放下衣服，走到门边，透过猫瞳，他打开了门。池胜站在门口，一脸歉意，手里还提着一个袋子，是一些饮料和零食。你的脸，沈渊给了我药膏，碗里也帮我冰敷过了，没什么事。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我知道。云林回道，表情柔和。你没有什么想要问我的吗？你想说的话，我也很乐意听。池胜不语。道歉我接受了，早点休息吧，不要想太多。那你今晚呢？能睡得着吗？云林没想到池胜会说这个。我答应陆亦辰的邀请，只是想让你来这里看看风景，看看海，说不定对你会有所帮助。他的手交叉在身前，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冷静点，我知道无论是我还是宋之玉，你都不想事情变成这样。关于宋之玉和我的事情，抱歉，我不能说。那就不说。池胜，我们应该允许对方有属于自己的秘密。他有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情，同样他也不会强迫别人告诉自己所有的事情。池胜离开后，他洗漱后躺在床上。他其实很羡慕池胜他们，有钱有闲，不用担心生计，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他们比普通人更容易获得成功，哪怕什么都不做，凭借上一辈的人留下的资源和财产，也可以活得很滋润。但和他们相处的越久，他就越能感受到他们有着常人无法想象的压力。这种压力和生存无关，却无时无刻不在压制着他们的精神世界。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过往，而这种过往终将让他们成为同父母一样的商人。云林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木泽说的话。高中3年结束，他们也会走远吗？这个问题只能等时间给他们答案。再次睁开眼睛，才5点半。云林按下按钮，窗帘缓缓打开，看着还灰蒙蒙的天空，云林起身披了个外套向外走去。他沿着海边散着步，沙滩上留下一串属于他的脚印。走了一会，他渐渐感到有些疲惫。他将外套脱下，铺在沙滩上，随即坐下。云林抱着膝盖，静静看着海平线上缓缓升起的太阳，感受到身边有人坐下。云林看了旁边的人一眼，身边的人没看他，只是静静地看着海平面。云林收回视线，两个人在近10分钟的时间里都没有说话。抱歉，我不是故意的。宋之玉突然开口。我原谅你了。宋之玉笑了一声。怎么，我说了很奇怪的话吗？云林看向他。没。宋之玉双手往后撑，又恢复了平日浪荡闲散的模样。你不问我什么吗？虽然你和池胜不对付，但有时候你们脑回路总是很一致。云林学着宋之玉的姿势。我不问，但是有一件事我很好奇。你想问林诗雨，是吗？云林点头。从一开始，你就只是在利用他，以达到不联姻的目的吗？不。宋之玉回道。事实上，一开始我只是想看看他能不能和你一样带给我惊喜。可惜了，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你一样有趣的。但云林并不觉得宋之玉是在夸奖他。宋之玉，如果你想要朋友，那你首先应该改变的是你的想法和态度。宋之玉脸色微变。你的意思是，我宋之玉需要专门找一个资助生做朋友吗？你知道，我并不是在说身份，但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话题，让我们重回最开始的话题吧。宋之玉咬牙，看着云林还有些红肿的脸颊，愣是忍了下去。他吐出一口浊气。我承认，一开始我只是想玩玩，又或者说就是想和池胜作对。8000块买池胜的不愉快，对他而言是个再划算不过的买卖。但他太蠢了，起初还有点新鲜感，到后面就变成了一个麻烦。自以为是，自作聪明，目光短浅。宋之玉嗤笑一声，眼里满是对林诗允的嘲讽。所以你想摆脱他，故意带他去宴会，故意看着他惹出麻烦，故意将他介绍给周夫人，从而达到名正言顺甩掉他，并且破坏和周婉离的联姻。是。宋之玉很干脆地承认这一点。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种种行为会将他推向深渊？如果没有你，就算没有我，也会有其他人，比如梁莹，不是吗？云林抿唇。你自己也知道他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云林，我知道你希望他们能够抓住机会往上爬，但不是每个人都会和你选择一样的路的，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和你走一样的路。我没想让他们和我走一样的路，但这是他自己做出的选择，至少我没有强迫他，不是吗？我已经仁至义尽了，至于他今后想要做什么决定，与我无关。宋之玉起身。云林，我不知道你和卓女士谈了什么条件，让更多的资助生来到这个学校，但你觉得真的每个人都和你一样，在这个充满阶级的社会里找到新的出路吗？宋之玉离开后，云林独自一人在海边待了很久，直到周婉离他们一一醒来，
昨天的事情没有影响今天，大家还是和之前一样，该说说，该笑笑。度假村玩乐的项目很多，一天下来，几人也丝毫不觉得无聊。昨天烟花没放成，反正明天要走了，要不要去海边放烟花？木泽提议道。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你昨天喊着要喝酒，早就放完了。周婉离将最后一颗球戳进洞。好，喝酒你们也同意了？没有人回应他，只有游戏机发出的背景音。木泽摸摸鼻子，那怎么样嘛？去不去？走吧。自从我爸爸去世后，我就再也没放过烟花了。所有人都停下了手头的动作，看向了一脸期待的云灵。第110章，你只要去做就好了。烟花绽放在天空中，倒映在每个人的瞳孔里。池胜收回目光，看向身侧的云灵。你喜欢烟花吗？听到池胜的话，他的目光依旧没有收回。应该是喜欢的吧？应该。云灵收回视线，看向池胜那双琥珀色的瞳。我只是觉得烟花的每一次绽放都代表着幸福。话音落，一发烟花绽放在空中，两人的视线都被吸引。那你现在幸福吗？烟花的绽放掩盖了云灵说话的声音，池胜并没有听到云灵的回答。他侧目，云灵的嘴角挂着浅笑。他想，他不需要再问对方答案了。没有人会一直幸福，但烟花绽放的这一刻是幸福的，就足够了。烟花结束，众人又恢复了往日平静的生活。沈渊出国的时候，因为正值小长假，所以几人都去送机了。陆亦成因为还有事情要收尾，所以要下学期才会转校。小长假结束后，周婉离也回了学校。每个人还是过着和之前差不多的生活，只有林诗允发生了一些改变。原本素面朝天的她开始化起了浓妆，就连标志的校服也被卷了起来，成了超短裙。她似乎融入了这里，全身上下连背着的书包都变成了名牌。云林看在眼里，想起了宋之玉的话，他说的对，他应该尊重每个人自己的选择。是他想的太简单了。既然如此，他还是先过好自己的生活吧。午休的时候，南漠兴致冲冲地将云林拉到一边。云林姐，你看。在云林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什么事的时候，南漠将自己的手机页面对到了他面前。我拿到奖项了，3等奖。云林被他拽着手，不自觉传染了他的好心情。虽然说不是1等奖，好厉害。云林感叹道，我就知道你可以的。3等奖，太棒了吧。云林直白的夸奖，反而让南漠红了脸。他挠了挠头，也还好，可能是运气。南漠，这是个大型的比赛，你能评上奖项，绝对不是运气。你很厉害。云林语气认真。云林姐，要不是你让我去参加，我怕也没有这个机会。其实，我也有一点私心。云林抿唇，看向南漠的眼睛。南漠疑惑，怎么了？我想买下你的设计稿。我的？南漠惊讶。先不说买不买，只要你要，我肯定是1分不收你的。如果不是你，我也不会去参加这个比赛。只是，云林姐，你要这个做什么？我正说着，厨师长开始喊人。等周末，我们再好好商量一下吧。到时候我会发你一个地址，你来这里找我。云林意识到这不是一个适合聊天的场所。好，南漠一口应下。似乎想到什么，南漠迈开的脚收回。那个，云林姐，这是需要和我哥保密吗？不用，到时候和你哥一起过来吧。于是两人就这么约好了时间。很快就到了周末。沈渊离开前给了他一份家教的工作，只要周末辅导一下小孩子学习就好，很是轻松，算是填补了拳击辅导课的空缺。家教课程结束，云林便前往约到的地点。到的时候，兄妹俩先一步到达。两人站在店门口，原本还四处张望的南漠在看到云林的一瞬间，眼神立马亮了起来，朝他奔了过去。云林姐。云林摸了摸他的头。南桥站在原地，笑着和他打了招呼。等很久了吗？他掏出钥匙打开门。没有，刚到不到5分钟。南桥回道。云林姐，这是哪里？这个就是我今天找你们来的目的。看着空荡荡的毛坯屋子，兄妹俩看了彼此一眼，一脸疑惑。云林拉了2把椅子过来。还是个毛坯，不要嫌弃。不会，不会。南漠说着，将椅子拉过来坐下。他抬眼打量着这个地方，显得有些局促。这里是？南桥试探性地问道。这是我找的门店。所以，你想要我的设计图，是想要装修这里吗？南漠一下子明白了云林的意图。是。云林点头。看到你设计图的那一刻，我就有这个想法了。之所以一开始没和你说，也是不想我的话会影响到你。云林说着，
从书包里拿出早已经准备好的合同。这个你们可以回去慢慢看，不着急。我知道你的奖项下来后会有不少人联系你，如果有更好的选择，我也理解。南乔翻看着合同，却没有出声。这是南墨自己的成果，他没有发言权。下一秒，南墨从自己的包里拿出笔，直接在最后一页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南乔看着，没有阻止，反而是云凌有些讶异。南墨，你不再看看吗？价格还可以再商量的。云凌和人谈判这么多次，第一次让人多看两眼，商量价格。然而南墨却盖上了笔盖，看着云凌的眼神很是坚定，脸上甚至带着笑。云凌姐，我相信你，而且我也不在乎这个价格划不划算，就像我之前说的，只要你要，我就会给你，不要1分钱。他抿唇，嘴角微微勾起，但我也知道你不会免费收下，所以这样就好。南墨将合同递给云凌，眼神里满是信赖。买断的意思是，这个你不能再给其他人了，确定吗？名字已经签好了，我很确定，云凌姐。好。云凌接过合同，既然这样，我还有一个请求。你说。我想聘请你成为这个店面的设计师，帮我装修好这一家店，就用你设计的这个图纸。我吗？南墨讶异。对。云凌回得很是坚定。你是这个图纸的设计师，由你来设计，再合理不过。而且你说过你经常会去家具城，可是我从来没有真正设计过一个实体的店面。南墨打断云凌的话，眼里有着对自己的不信任。云凌起身，半蹲在南墨面前。那这就当你的第一个作品。南墨微张着嘴，眼神无法从云凌的眼睛上移开。南墨，不要总是怀疑自己，你很优秀，有着无限的可能性。我要是做得不好怎么办？你只要去做就好了，剩下的尽管交给我。第111章谈判。南墨兄妹离开后，云凌留在这里打量着这个铺面。云凌，你要这个铺面做什么？房间里，云凌正在与卓西视频通话。我想用它来做一个咖啡店。咖啡店？卓西双手交叉放在桌面，身体微微前倾。是，这是他很早之前的想法，甚至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来到这个学院，而如今自己终于有能力可以实现。只是没想到这要巧，这个出售的店面，应该说这整一片区域都是池家的，因为开售和出租还在筹备中，还没对外正式放开，云凌这才想着抢在正式开售前将这一个店面盘下来。于是他熬了好几个通宵做了这份策划书，并拜托了卓西的助理发给了卓西。之所以要兜这么大一圈，只是因为他知道卓西要是知道他想要，一定会无条件把这个铺面给他。可做人要有分寸，永远不要想着什么事情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也要把握住自己手里的资源。他必须保证卓西能看到自己的策划案，并且要在不知道这是谁的策划案的前提下，对自己所策划的内容感兴趣。收到卓西短信的那一刻，云凌就知道自己成功了，于是有了这一次的视频通话。为什么选这一间？好的地段需要付出的成本也更多，这个铺面虽然地理位置偏一些，但同样的价格我却能得到更大的面积。你想开咖啡店，我可以给你一个更好的地段。卓女士，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拜托王助理递交策划案，而不是直接和您面对面交谈的原因。卓西皱眉，等着云凌开口解释。卓女士，开始之前，我想确认我是在和一个商人对话，有关利益的东西，他想要明确划出界限。卓西闭上眼睛，隔着视频，云凌只能听到卓西手指敲击桌面的声音。好，既然这是你的要求，那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我明白。云凌没有一丝犹豫。既然这样，你开始吧。卓西双手交叉放在桌面上，身体挺直了几分。云凌吐出一口浊气。正如策划案所写，我想以1个月3000的价格租下这一间店面。3000？云凌，这个店面虽然偏，交通却很是方便，再加上面积大，怎么样也不止3000吧？是的，所以我另外补充了一点，请看策划书第7页。卓西翻开策划案，咖啡店的运营流程已经清楚地写在策划案里，理想和现实是有差距的，所以请您看最后一行。卓西的手指往下滑，产生收益将46分，若3个月后仍未产生正收益，乙方需给甲方 30W 赔偿金；若6个月后乙方无法给甲方年收入 30W 以上的收益，则甲方可回收该铺面，并获得 50W 补偿费。卓西抬眸，这值得吗？这可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一个小小的咖啡店，你哪来的底气写下这个条款？如果我没猜错，您就是因为这个才会让助理联系我，是吧？卓西勾唇，云凌，
我承认你很聪明，但运营一个店铺没有你想的这么简单。我可以想给你一个项目练手，你完全没必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开一个小小的咖啡店。我写下这个条款，自然已经想好了一切。另外，我想你应该没有看漏最后一句话，乙方将拥有店铺的所有行使权，相当于你用这些收益买下了这个铺面。你比我想象的还要聪明，云林。他的手抵着下巴，眼里满是对云林的赞赏。我承认，我现在没能力买下这个铺面，我也知道您都是整片承包出去，所以我只能想出这个方法。我想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就算我做不到，您也不会有损失。双赢吗？卓西笑了笑，但很快敛了笑容。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大胆的决定，对于你这个年轻人而言。看卓西沉着的脸色，云林抿唇，屏住呼吸。看他这样，卓西忍不住笑了一声。可以，你的策划案我通过了。云林眼神骤然亮了起来，肩膀也沉了下来，整个人都松了一口气。卓西看着云林的眼神满是欣慰。云林，我很期待你今后的发展，也期待着你给我带来更大的惊喜。这是他计划已久的事情了。南漠的设计天赋是意料之外的发展，他愿意合作，并没有太超出云林的预期。这只是刚开始，他想要做的还有很多，所以他要抓住一切机会发展自己的资源、人脉，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那天过后，他又开始变得忙碌起来。除了正常的兼职外，他还需要和南漠兄妹一起规划整个咖啡厅的布局，并寻找合适的材料。有时候材料上还要货比三家，一天下来，回到池家已经是9点多10点了。一个星期下来，除了正常上课外，云林和池胜几乎没有交集。渐渐的，池胜有些不满，但这不满并不是因为他和云林的相处时间变少，而是出于担心。云林总是等到大晚上才回来，还不肯向池胜说明原因。一开始，池胜还出于尊重没有再追问，但当云林出门的时间越来越长，回来的时间越来越晚后，他就有些坐不住了。晚上11点，云林到家准备上楼时，客厅的灯突然打开。云林吓了一跳，看到池胜后，这才松了口气，放下捂住胸口的手。池胜，这么晚了，你坐在这干什么？云林，你也知道现在很晚了。池胜的语气是少见的严肃。我说了，我最近有事，会回来的晚一些。池胜闭上眼睛，深呼吸了一口气，压下心头要爆发的怒意。我也说了，我不会干涉你的事情，但你每天这么晚才回来，真的不打算说明一下原因吗？云林收回脚步，看着他的眼神带着不解。为什么要说明？我说了，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有分寸。听到这话，池胜差点一口气撅过去。他第一次感受到了父母在教育叛逆的他时那种打又打不得，说又说不听的无奈心情。第112章，他一直都是一个人熬过来的。听好了，云林，你一个女孩子这么晚回来是很危险的。他起身走到云林面前，双手按住她的肩膀。听着，我不是想要控制你，也没有想要阻碍你什么，我只是想要知道你回来的时间，好去接你。我只是想确保你的安全。我行我素如池大少爷。连他自己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这么认真的和一个人解释自己的行为。我知道时间，而且不是一个人，你不用担心。不是一个人？池胜皱眉。那还有谁？你这阵子都和谁在一起？是高姨那2个资助生吗？这种时候，池胜的脑子转得尤其的快。是，所以你不用担心。我怎么能不担心？池胜想也不想地说道。你才认识那对兄妹多久？云林，你到底在做什么？等我弄好后会和你说的，至少让我去接你。不要。云林拒绝的干脆。云林，好了，池胜，我有自己的规划，你知道的，我一直都是这么过来的。云林捏了捏眉间，疲惫的上楼。池胜站在原地，看着他离开的背影，所有的话都被咽了下去，眼里只剩下心疼。是他忘记了，他一直都是一个人熬过来的。他叹了口气，长长的叹息声回荡在有些空旷的客厅里。两人没有再谈论起这件事，一切都和以前一样。白天他们都要上学，怕工人偷工减料，云林另外拜托了卓西找了一个靠得住的监工。前期筹备很顺利，3人货比3家，找了几个工人，确认好材料和布局，便正式开始动工。白天他们在学校商量布局和材料，计算所需的费用和要注意的事项。放学做完兼职后，他们还会去店铺监工和收拾。到后来，连周婉离都开始不满了。3人再一次会面时，周婉离直接抬腿一跨，坐在了云林身边。南漠一惊，手忙脚乱地将资料收起来。周婉离手直接按住其中一本文件夹，慢悠悠抬眸看向南漠。
南漠被那阴暗又充满威胁的表情吓到，瑟缩了一下，下意识看向云林。云林叹了口气，手放在周婉离压着的文件上。周婉离抬手朝云林挑了下眉：“你怎么过来了？看看我的朋友是不是有了心有望就有了。”他撑着下巴看着云林的眼神带了些幽怨，语调也微微拔高，阴阳怪气的：“我最近有其他事情要忙，瞒着池胜也就算了，连我也要瞒着。”正如云林所说，周婉离很聪明，比他还要聪明。仅仅是看到文件夹的名字就猜到了吗？七七八八吧。为什么不找我合作？我们合作的话，能产生更大的利益。这个不一样，我想要看看依靠自己的能力能走多远，所以找他们合作。兄妹俩能听得出周婉离话里的不屑和轻蔑，两人抿唇，心里有些不满，但碍于云林在，也没有说什么。抱歉，南桥、南漠，今天我们先到这里。两人都很懂事，没有多说什么，将东西收拾好后就离开了这里。小亭子里只剩下云林和周婉离两人。南漠和南桥是很好的合作对象，多亏了他们，我少走了很多弯路。云林为他们说着好话：“明明和我一起，你可以得到更好的施工团队。”周婉离不以为然：“我们一直在合作，不是吗？但不是所有项目都在合作，我们没有必要所有项目都合作。”周婉离微微鼓起了腮帮子，眼神里的不满快要溢出。云林的笑容有些无奈，他掏出糖果放在周婉离手心：“云林，不是什么事情都能用一颗糖果解决的。我知道，但我只是想告诉你，不要生气。过多的合作也会消耗友情，我们现在这样就很好。”周婉离撇撇嘴，说不过你，但到底还是收下了糖果。话说回来，你和池胜最近又怎么了？大少爷一闹起脾气，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他想知道我在做什么，我没告诉他。只是这件事，他不至于生气吧？云林摸摸鼻子：“我最近回去的有点晚，他想接送我，被我拒绝了。”周婉离了然：“你们的事我不掺和。”他双手一摊：“但你都几点回去？反正我也知道了。